神域通道将于今日12点开启，年满18岁的中二少年们，你们准备好扬帆起航了吗？神域决斗场，夏国玩家打败樱花国，获得对赌奖励。新加入神域的夏国国民获得杀怪经验值提升 50%， 掉率提升 10% 奖励。南疆大区，陆神公会招募，现招收各职业萌新玩家，征战！细兄弟就来砍我，可喜可贺！白头鹰统御小西巴，小巴嘎攻略100级副本，暗黑神殿王者级失败，开荒团全灭，震惊！99%的玩家都不知道，原来牧师还能这么玩。论坛上，各种关于神域的消息铺天盖地。此时，一名俊逸青年望着眼前的淡蓝色光幕，若有所思。穿越了吗？苏北在那猜测着。眼前的一切超出了他以往的认知，在地球上可没听过神域这个游戏。就在这时，一阵阵胀痛感袭来，伴随大量信息涌入脑海。苏北知晓了一切，原来他穿越到了一个名为蓝星的世界。这个世界比地球大很多倍，环境什么的都大体相似，势力分布也差不多。什么恶心人的小西巴、小巴嘎、咖喱散，唯独不同的是，这边科技爆炸，还与域外连通。只要年满18周岁，便可以通过通道进入一个名为神域的游戏世界。通过不断成长，人们可以把在神域中获得的能力、宠物等等一切带到现实。据说还能获得永生。其实永生、巨献什么的这些都还好，毕竟小说里面经常出现。唯独让苏北有些在意的是，这个世界不太安全，或者说很危险。因为蓝星与神域世界相通，时不时的会有怪物从次元裂缝穿过来，怪物嗜杀、残暴，每次发生入侵都会对城市和人类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虽然会有强者联手去击杀怪物，不过每年死于怪物入侵的倒霉蛋倒也不在少数。就在前不久，一只 LV100 的巨兽从次元裂缝穿过，仅是坠落产生的冲击波便毁掉了一个小型城镇，让无数实力不济的倒霉蛋变为亡魂。所以变强，获得永生，是所有蓝星人的毕生追求。真是人生无常。苏北摇了摇头，要说穿越这个事吧，那确实是挺离谱的。原本他只是一个兢兢业业、一心想写好小说的铺盖作者，这集没猝死，也没发生意外的。刚码完字，寻思打王者嗨皮2把，结果正匹配成功，倒计时读秒呢，嗖一下就这么穿越了，还穿越到一个不太安全的世界，也不知道是哪路神仙发地宫，真的栓 Q 了。不过向来处事淡然的苏北倒也没慌，通过了解，他发现这个所谓的神域，其实就跟地球那边有一款横版格斗游戏差不多，很多东西都很相同，无非就是打游戏罢了。苏北的眸子闪烁片刻，别看他是个写小说的，可游戏也没少玩，妥妥的游戏高手，要不然也不会一直是个死扑街。游戏嘛，不就是升级、打宝、强化，走上人生巅峰？更何况在论坛上有着各大 UP 主发的各种神域攻略，外加上涌入脑海中的各种记忆，问题不大。对不起了，我亲爱的读者们，真不是我想太监，被穿越了，我也很无奈的。苏北嘴上嘀咕着，可眼眸却深处闪过一道亮芒。在这个世界，我不能躺平摆烂了，要不然小命难保。更何况我对永生也很感兴趣啊。苏北转头看向时钟，11点45分，距离神域通道开启还有15分钟。没记错的话，现在可以创建角色了。苏北将桌子上一张精致卡片拿起，低语道：“开始吧。”伴随着金色卡片流光闪烁，一道道精致丝线将其身体包裹。与此同时，悦耳的提示音自耳边响起：“资质验证中，验证通过。游戏账号 CNLN2113818888 已创建，是否即刻传送？”传送。苏北直接同意。下一秒，苏北眼前一黑。过了片刻，他发现自己来到一座残破的神庙，两尊巨型雕塑屹立在神庙两侧。感应到有人到来，两尊石刻雕像缓缓睁开双眼，冰冷的眼神扫过苏北全身。左侧石像冷漠的开口道：“冒险者，是否即刻觉醒天赋？”是。苏北点了点头。论坛上的学习资料很多，都是几个 G 几个 G 的种子，上面详细记录了各种手法、各种稀奇知识。苏北早已清楚进入神域后的步骤，先觉醒天赋，后选择职业，都是这么个流程。按照穿越者必带外挂定律，想必我的天赋应该会极强吧。苏北目光中闪烁着期待神色，静等天赋觉醒。天赋觉醒中，恭喜你获得永恒级天赋，永不磨损。提示消失，一道金光自星空降临，融进苏北躯体。
永恒级天赋，永不磨损。苏北眉头挑了挑，按照论坛上所说，神域世界目前已知的品质，分别为粗糙、黑铁、白银、黄金、钻石、史诗、传奇、神话、至尊、永恒10大级别，其中永恒级最为稀有，是站在宇宙绝巅、傲视寰宇的至强天赋，只要不意外陨落，成为永生者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不过怎么看这永不磨损，都不像是那块料吧？苏北眉头微皱着，旋即将目光投向了天赋介绍。永不磨损，唯一类型天赋，位阶永恒级，效果无论穿戴多久，死亡几次，你的装备永远不会发生磨损。描述诸天万界至强天赋之一。卧槽，这竟然是诸天万界至强天赋之一，牛批牛批，不愧是我。苏北称赞了一句，随后他转头朝石像微笑道，请问在哪退出游戏？此时苏北真是一刻都不想待了，什么垃圾游戏，一点都不好玩，这么拉胯的天赋也配称为永恒级？永不磨损有个锤用，这不妥妥的坑人吗？别人穿越重生不是强化一切，就是掠夺偷盗的，自己是永不磨损，垃圾游戏，毁我青春，废我钱财，退游退游。就在这时，一道陌生的声音突然在苏北脑海中响起，叮，您的外挂已到账，系统正在激活，系统激活完毕，正在绑定宿主苏北，绑定成功。叮，无限暴击系统绑定成功。第2章暴击系统触发，黄金级新手礼包，外挂到了。脑海中回荡的机械音让苏北心中满是惊喜，穿越者必备外挂，还真不是说说，古人诚不欺我。一时间强烈的喜悦之情涌上苏北心头，原本因觉醒拉胯天赋的不爽也随之消失，只剩下喜悦与兴奋。苏北有些试探性地问道，系统介绍下你的功能。话音落下，机械式的声音接连响起，万倍暴击系统功能如下：质量暴击，数量暴击，注意事项，语音提示不断。苏北脸上逐渐浮现出一丝笑容，他已经彻底知晓了系统功能。怎么说呢？这个系统很简单，顾名思义，就是他做任何事都有一定几率触发暴击，最低1倍，最高可达10000倍。不仅如此，暴击的方式还分为2种，一种质量暴击，一种数量暴击。也就是说，如果苏北杀怪后掉了一把黑铁武器，触发的是质量暴击，那么怪物所掉落的黑铁武器将会最低暴击1倍，最高暴击成10000倍。黑铁级武器将直接进阶成其他级别武器。如果是数量暴击，掉落一把黑铁武器，苏北将获得最低2把，最高10000把的黑铁武器。当然，注意事项里说了，系统并不是次次都暴击成功，但只要暴击1次10000倍，那他苏北将直接爽翻。呼，这外挂强的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不过这样也好，有着外挂辅助，想必我会以极快的速度追上第一梯队玩家。苏雨深深呼吸了一口气，平复激动情绪。就在这时，右侧雕塑睁开了眼眸，冷冷地说道，请选择你的初始职业，战士、法师、牧师、刺客、游侠。我选游侠。苏北直接确认，这没什么好犹豫的，因为游侠是他的最爱，身手矫健，能打能跑能风筝，还能当个老六，猫草丛里放黑剑，强抢 BOSS， 阴人，如此全能的职业，谁不爱？职业已确定，请为你的角色命名。永夜，苏北淡淡说道，这个名字是他在地球打游戏的常用名，直接拿来用，省得费劲取了。命名成功，即将开始传送。3、2、1，白光闪过，苏北出现在一个新手村中。欢迎来到南疆大区第1450号频道新手村克洛村，当前人数10万，可能为了防止人满为患，神域的新手村有很多。此刻克洛村里一副热闹景象，全都是跟苏北一道进入的新人。哈哈哈，这次终于轮到我了，神域，我他妈来了！楼上2B，鉴定完毕，有没有屌大的好心人带带啊？我是萌妹子，有没有屌大的好心人带带啊？我是 LSP， 有没有屌大的好心人带带啊？我是 BT， 一群复制怪，你们指定是有点什么大病，吵吵个 Day 1、2啊？有没有屌大的好心人带带啊？我是你爹。苏北站在原地，默默感受着周围的一切，人头攒动，真实的场景让他如同身临其境。听着吵闹的喧嚣声，苏北心神一动，
直接打开了角色面板。ID 永业，等级 LV1，种族人类，职业游侠未觉醒，生命值100，魔力值80，物理攻击4，魔法攻击0，防御0，物防魔防，体力3，力量4，智力2，敏捷6，幸运0，暴击0，攻速0，天赋永不磨损，装备无，道具无，敏高，体质低，力量中等，再正常不过的游侠面板，大家都一样。苏北倒也没抱有什么期待。提示：请尽快前往村长处领取新手开荒礼包及初始任务。提示响起，人群攒动了起来。苏北知道自己不能犹豫了，要不然一会连村长的面都看不到。一路小跑，苏北从人群中挤到了村长面前。你好，冒险者，欢迎来到克洛村。洛兰森林里的哥布林总是侵犯村庄，你愿意帮助村子清理他们吗？村长满脸期望地看着苏北。叮，你触发了初始任务，驱赶哥布林。任务描述：前往洛兰森林击杀20只哥布林，并将20只哥布林耳朵交给村长。领取后，你将获得新手开荒礼包。是否接受？接受。苏北直接接受任务。村长的任务是必接的。领取后可以获得新手开荒礼包，从里面可以开出本职业的武器装备。当然，想不接也行，但你只能用麒麟臂锤怪了，而且后续的副本任务也没有办法开启。提示：你接受了任务，驱赶哥布林，当前进度020。提示：你获得了新手大礼包，粗糙乘1。系统提示消失。就在这时，一道声音突兀的在苏北脑海中响起。叮，你获得了新手大礼包，粗糙级，触发质量暴击成功，倍数10倍。恭喜你获得了物品新手礼包，黄金级。听着回荡在脑海中的声音，苏北心中一震，暴击系统触发了，这还真是有些意外。只是随意的领了个任务，就触发了暴击系统，还是10倍暴击，简直不要太爽。深吸一口气，苏北目光投向背包，新手礼包，黄金级，数量1，效果使用后获得黄金级开荒物品。呼，刺激！苏北心中喜悦，粗糙变黄金，这提升的可不是一点半点，说是直接起飞都不为过。没有丝毫犹豫，苏北伸手打开了黄金级开荒礼包。大礼包被打开的一刹那，数道金色光芒自礼包中涌现，提示音随之而来。提示：你获得了野战长弓，黄金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兽皮护肩，黄金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破魔剑士，黄金级乘50。提示：你获得了大师治疗药水，黄金级乘5。提示：你获得了金币乘50。舒服！苏北内心激荡不已。就在这时，提示音再度从苏北脑海中响起。叮，你触发了万倍暴击。第3章，万倍暴击触发，神级长弓到手。你触发了万倍暴击。万倍暴击！苏北瞪大了眼睛。叮，你获得了野战长弓，黄金级，触发质量暴击成功，倍数万倍。恭喜你获得了物品破魔长弓，神级。叮，你获得了兽皮护肩，黄金级，触发质量暴击成功，倍数万倍。恭喜你获得了物品投掷哥布林的绿野皮衣，神级。提示音接连响起。此时苏北真是惊了，这种感觉就像是你买刮刮乐中了5块钱，结果你兑奖的时候人家告诉你中了5000万一样。什么 TM 叫惊喜？这就 TM 叫惊喜。万倍暴击，这暴击系统真是强的不讲道理。苏北神情震撼，内心激荡不已。说真的，他真是被系统震撼到了。要知道，神级装备那可不是路边货，只有王者级以上的副本才会有极低的几率掉落。别看只是1级的神装，那可是非大气运之人难以拥有的稀有物件，妥妥的开荒神器。不夸张的说，很多进入神域1年多的老玩家都未曾掉落过神级装备，这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掉率实在是太低了。2件神级装备，50只神级剑士，怎么感觉多多少少有点透支我的阳寿？不会哪天突然把我耗疯了吧？苏北心中有些犯嘀咕。算了算了，想那么多做甚？暴击无罪，快乐万岁！快乐一时是一时。深吸一口气，苏北将目光投向背包。破魔长弓，类型长弓，
稀有度神器，等级 LV1，耐久度39%，永不磨损。装备属性：物理攻击加150，魔法攻击加100，暴击正1%，攻击速度正2%。附加属性：你的剑矢可无视魔法护盾，不愧是神器，属性可以说是相当优秀。要知道，新手大礼包开出的武器才加5点攻击而已，而这把破魔长弓150点攻击，是新手粗糙武器的30倍。更何况，它还自带破盾属性，妥妥的法师克星，简直不要太强。刺激苏北心中喜悦，收敛情绪，将目光投向背包的其他物品。投掷哥布林的绿野皮衣，类型皮甲，稀有度神器，等级 LV1，耐久33%，永不磨损。装备属性 HP 加400，MP 加300，物理防御加288。附加属性游侠所有技能加1。好家伙，288点防御，游侠所有技能加1。单说这防御力，在这偌大的新手村区域，根本没有怪物能破开他的防御。不对，或许连新手村那王者级副本里的怪物都难以对他破防。呼，苏北极力压制着内心激荡的心情。2件神器在手，这不妥妥的原地起飞了。还有50支神级剑矢。苏北带着期待的目光望向背包中那一捆泛着紫色流光的剑矢。剑矢撕裂，类型消耗品，稀有度神器，等级 LV1，数量50%，附带效果：此剑矢拥有必中效果，命中后使目标陷入持续流血状态，每秒造成500点真实伤害，并使目标所有治疗效果降低 80%， 持续60秒，可无限叠加。必中，并使目标持续流血，还降低治疗效果。苏雨心中快速计算着，每秒500，50支全部命中的话，也就是每秒25000真实伤害，持续60秒，那岂不是说最低都能对目标造成150万点伤害？这要是使用得当，单杀世界 BOSS 完全不是问题啊！此刻苏北心中愈发喜悦，这暴击系统真是恐怖如斯。就这，想不起飞都难。苏北收敛心情，看着逐渐稀少的人群，暗道：该出村杀怪了。不过在此之前，得先去买点普通剑矢。铁匠铺刚一到达，苏北便点开了购买选项。买木剑也是没办法的事，他总不能拿50支神级剑矢去射小怪吧？那简直是暴殄天物。再说，苏北也不差钱，刚刚开启新手礼包的时候，金币也曾受到10倍暴击，这让他拥有50枚金币的巨款。买点木剑9牛1毛。叮！你购买了木剑乘50，你购买。正当苏北想要继续点击的时候，突兀的机械提示音再度从他脑海中响起。叮！你获得了木剑乘50，粗糙级，触发数量暴击成功，倍数8倍。恭喜你获得了物品木剑乘400，这都能暴击。此刻苏北真是妈了。不过紧接着他突然倒吸了一口冷气。假如我掉落一件神器时触发了10000倍数量暴击，那想到因背包被神器填满而无奈掉落满地的场景，苏北艰难地吞咽了下喉咙。人要有梦想，要不然和咸鱼有什么区别？苏北嘀咕着。你购买了木剑乘50，你购买了。一连购买多次，不过并没有触发暴击。苏北不打算在这浪费时间了，不能太贪心了。想了想，他转身朝着村外走去。路上，苏北随手将2件神器装备穿好，随后打开了角色面板。ID 永夜，等级 LV1，种族人类，职业游侠未觉醒，生命值500，魔力值380，物理攻击154，魔法攻击100，物理防御288，魔法防御0，体力3，力量4，智力2，敏捷6，幸运0，暴击正1%，攻击速度正2%，天赋永不磨损。装备破魔长弓，投掷哥布林的绿野皮衣。道具无，面板全面提升，剑矢也准备完毕。接下来就是快速升级时刻。一路拥挤，苏北来到了村口。他一只脚刚刚踏出大门，忽然苏北听到背后有人喊自己。卧槽，前面的那个兄弟，你那把弓不会是神器吧？这也太牛批了吧！来，组一个。第4章大意了，露富了。神域论坛上，
有各种已知的装备图鉴，其中神器以上的装备更是被置顶在论坛顶端。要知道，每把神器的外观都是独一无二、造型独特的。苏北的神器长弓被经常水论坛的人认出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大意了，这家伙眼睛可真够好使的。听到有人叫自己，苏北直接夺路狂奔。他可不想被人堵在村口出不去，这可是神器，在一贫如洗的新人眼中，那视觉冲击力绝对爆表。可惜苏北还是低估了吃瓜群众的力量。听到神器2个字，前方有很多刚要出村的人纷纷停下脚步，转头观望起来。他们都很好奇，是不是真的有神器出现。此时村口处的所有玩家都注意到了苏北，他本就长相帅气，外加背负着一把猩红色刻纹长弓，可以说格外引人注意了。神器？瞎说的吧？卧槽，好像真是神器啊！你们看他好帅啊，快跟我有一拼了！大家都不是一起进的游戏吗？他明显才从村子出来吧？哪来的神器啊？有没有屌大的解释解释？我屌大，但是我解释不了。你不是一个人。操，这位兄弟，你怎么骂人？这哥们应该是哪家大公会培养的吧？然后通过邮件把武器送进的新手村。一定是这样。擦，人比人，气死人啊！不过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一级神器价格可不低吧？我猜十有八九是为了破副本记录吧。新手村的副本记录可一直是各大公会必争的。据说刷新记录能得到什么好东西？原来如此，能被公会大力扶持，那可真是让人太羡慕了。我都红眼了。看着苏北背后那把独一无二的长弓，不少玩家们脸上露出羡慕神色。兄弟，别跑，等一下！身后那道声音再度响起。苏北没有理会，径直跑进森林，转眼便消失不见。擦，到底是游侠，跑得可真够快的。就在这时，一名高大的身影挤开人群跑了过来，望着黑漆漆的森林，孟穗星河心中直犯嘀咕。原本他还想表现的沙雕一点，借此机会组队，然后套神器的来源，没想到这个游侠根本没给机会。一级神器长弓，一级神器披甲，这是鹿神公会的手笔，还是破天公会的手笔？想必应该是破天吧，毕竟前几天破天公会的一个副本记录刚被我们碎星破了，这为了反破回来，神器都弄过来了，简直卷到起飞啊！不过为什么没有强化加时后再游过来？奇怪，难不成真是个新人？孟穗星河皱着眉头思索着，他可不是一个普通新人，而是老早就被碎星公会招募的成员，在还未进入神域时便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培养，对南疆大区的形势相当很了解。南疆大区主要有3个大型公会，分别是鹿神、破天、碎星3大公会，他们分别掌控着数个副本记录，彼此之间存在着很严重的竞争，尤其是这种新手副本，竞争尤为激烈。虽然超过 LV10的大号进不来新手村，但他们却可以通过邮件将一些强化等级不超过+10的稀有武器装备通过信件邮寄过来。孟穗星河思量片刻后暗道，不行，这个事有点奇怪，我得跟破碎老大说一下。碎星公会此时魂灵破碎不是一般的闹心，没别的原因，因为这次负责新人一切事宜的正是他。至于为什么他这个百级大佬会做这种事，原因无他，因为在打副本时他犯了个严重错误，结果导致公会团灭，开荒团损失惨重。会长怒极，于是罚他下来，给新入会的成员当3天保姆。此刻望着闹哄哄的新手群组，魂灵破碎脸色逐渐黑了起来。不光新手玩家在唠唠叨叨，一些公会的老玩家也趁机凑热闹。破碎大佬，我的白银武器什么时候到啊？破碎大佬，战士怎么加技能？破碎大佬，听说你有带颜色的资料？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学习一下。破碎大佬，给我揪个雀吃。破碎大佬，你会唱跳 rap 篮球吗？聊天频道说的东西愈发离谱。魂灵破碎脸黑黑的，他不爽地将一份份白银武器游走，心中暗骂：马德等你们能进决斗场的，看我虐不死你们！魂灵破碎黑着脸操作着。就在这时，叮！你有一条新短消息，请注意查收。又谁啊？魂灵破碎扫了一眼消息，孟穗星河。没记错的话，这是个很有潜力的新人，相关测试也都符合核心成员标准，未来10有8九会跟自己并肩战斗，唯一差的就是级别了。怎么了？魂灵破碎皱着眉头回道：孟穗星河，破碎老大，我在1450号新手村发现2件神级装备。2件神级装备？
魂灵破碎，神情一震，急忙问道：“怎么回事？”作为一名老玩家，他太知道神器有多难获得了。新手村一次性出现2件，这可不是一个小事。是这样的，我发现一个游侠。孟穗星河言简意赅，很快便说明了一切。末了，孟穗星河犹豫着说道：“我在想，这个游侠会不会对我们的副本记录造成威胁？新手副本记录事关重大，这可是与工会发展、工会声誉息息相关的大事。要不然，南疆大区的3家大工会也不会经常打得头破血流。你确认他那武器没有强化？”魂灵破碎疑惑道：“真要按照孟穗星河所说的话，那这个游侠绝对是一个新人玩家。如果是工会培养的，一定会把神器强化至+10，然后再邮寄进新手村。”孟穗星河两手一摊，表示无奈道：“破碎老大，你也太信不着我了吧？强化+10的武器可是会闪烁光芒的，那游侠的长弓乌漆嘛黑的，明显连加1都没有，这我还是不会看错的。”看到孟穗星河如此回道，魂灵破碎笑了：“一把没被强化过的神器，想破副本记录？哈哈，笑死人了。没错，神器的初始攻击力确实很高，可要是没被强化过，那就是垃圾。因为新手村内没有强化机器，普通玩家能将武器强化至+5，那就是撞大运了。更何况，按照推断来说，这名游侠应该是个新手，就算是给他一把+10神器，想要冲击他们工会所创下的记录，那也是痴人说梦。有好装备就一定能打出副本记录，那也太小瞧神域的副本了。这里面涉及的东西太多太多。”魂灵破碎心中下定结论，随后他有些懒散的回道：“放宽心吧，这个游侠破不了咱们记录，想破我们记录哪有那么容易？话说那游侠叫什么名字？”提及此事，孟穗星河再次无奈摊手道：“他溜得比兔子还快，我根本没看清。”魂灵破碎点了点头，表示理解，随后说道：“要是下次遇见，一定要试着拉拢他一下，毕竟这2件神器出现的挺蹊跷的。这件事你要是做好了，我找会长给你申请1整套黄金级装备。”闻言，孟穗星河大喜，连忙道谢：“好嘞，谢谢破碎大佬。”魂灵破碎刚要回话，语音聊天中，孟穗星河忽然惊呼道：“卧槽，黄金级 BOSS， 先挂了呀！”破碎大佬。第5章，在封号边缘疯狂试探。另一边，苏北还不知道自己被人惦记上了，他刚好来到洛兰森林外围。洛兰外围区域分布着不少怪物，诸如野狼、野熊什么的。想要完成村长的任务，需要深入洛兰森林，那里才有哥布林活动。由于丛林太过茂密，怪物众多，一不小心就会扑街，所以很多玩家都是组队进入探查。像苏北这样的独狼玩家并不是很多。一路前行，很快，苏北忽然闻到前方飘来阵阵硝烟味，透过森林能看到一处小型篝火在熊熊燃烧。篝火旁，4只绿皮尖耳的怪物正在那叽里呱啦地说着什么。哥布林，等级 LV1， 生命值80，攻击10，防御力21，物防魔防，技能劈砍、溃逃。哥布林胆小，向来成群出现，在受到生命威胁时还会触发溃逃效果。要是不能快速解决，逃跑的哥布林将引来更多怪物。要是普通玩家遇见了，那基本就得团灭在这了。所以普通玩家更会选择击杀落单的哥布林，而不会像苏北一样上来就盯着一支哥布林小队。先拿你们4个练练手。苏北将长弓握在手中，搭箭，瞄准，一气呵成，咻！木剑破空而去，带起一道破风声。扑哧！虽是第一次，但苏北射得很准很快，一箭便精准命中一只哥布林头颅，箭矢穿透头骨而过，带出大量鲜血。扑通！哥布林应声而倒。80。提示：你击杀了哥布林，获得经验10点，受到对赌祝福，经验额外+5。苏北的攻击力太高了，一击便秒杀了一只哥布林。那多出来的5点经验是夏国与小巴嘎对赌胜利，为夏国新人玩家迎来的福利。咕叽叽！苏北的攻击吸引到另外3只哥布林的仇恨，3只哥布林拎起石斧朝着苏北扑来。然而苏北根本不为所动，眼下这些弱小的哥布林根本无法破开他的防御，原地站撸即可。咻咻咻！80 80 80，连续3箭射出，3只哥布林应声而倒。提示：你击杀了哥布林，获得经验10点，受到对赌祝福，经验额外+5。提示：任务剩余3/20。提示：
你击杀了。提示还未消散。下一秒，熟悉的提示音再度响起。叮！你击杀了哥布林，触发数量暴击成功，倍数120倍。恭喜你获得了经验值1200点。提示消散，经验条瞬间暴涨，一道金光自苏北身上闪烁。叮！提示你的等级已提升至 LV2。提示你的等级已提升至 LV3。提示你的所有属性+2，生命值、法力值+200，杀怪也能暴击。苏北心中惊喜，要是再来几次的话，我岂不是很快就可以去挑战副本了？看来任务我要做，路上的这些怪物也不能放过。苏北目光投向不远处，前方还有不少怪物在游荡。苏北取出长弓继续战斗，咻咻咻，一支支箭矢被他射出，提示音接连不断。提示你击杀了哥布林，获得经验10点，19%，受到对赌祝福，经验额外+5。提示你苏北持续深入，一路高歌猛进，凡是目光所至的怪物全被他一箭射杀。叮！你击杀了哥布林，触发数量暴击成功，倍数80倍。恭喜你获得了经验值800点。叮！提示你的等级已提升至 LV4。提示你的所有属性+1，暴击再次触发，苏北等级来到 LV4。此时距离完成村长任务还剩下最后一只哥布林。苏北站在原地环顾四周，寻找着哥布林的身影。由于森林茂密，视线昏暗，他得仔细观察才行。就在这时，一道微光吸引到了苏北，他发现前方的一棵大树下放置着一枚黑铁宝箱，黑铁材质，微光点点，不仔细看还真是难以发现。这么幸运的吗？苏北笑了笑，随后走上前去将宝箱开启。叮！提示你打开了黑铁宝箱。宝箱被打开的一刹那，数道物品漂浮而起，其中最显眼的是一张卷轴，这是强化券。看到泛着乌光卷轴，苏北眼前一亮，这可是难得的好东西啊！新手村没有强化机，只能通过野外宝箱、副本宝箱中开出的强化券来强化装备。没记错的话，黑铁级强化券可将武器+1，对于普通玩家来说提升很大。运气不错，但可惜的是只有一张。苏北摇摇头，随手将卷轴拾起。提示你获得了+1强化券，黑铁乘1。下一秒，提示音再度来袭。叮！你获得了+1强化券，黑铁，触发质量暴击成功，倍数16倍。恭喜你获得了新物品+16强化券，传说死+16传说级强化券。苏北倒吸一口冷气，心脏猛地跳动数下。这一波暴击着实给了他不小惊吓，我感觉我距离封号又近了一步。苏北抚了抚额头，整个神域新手村加上外面邮寄来的武器装备，最高强化不会超过+10，也就是说，强化+10以上的武器装备根本没有任何办法送入新手村。这是神域的规则，谁也无法撼动。这+16卷轴的出现完全打破常理，完完全全就是 bug， 要不然苏北也不会感到惊吓。这暴击系统真是太过逆天了，让我在作死的路上渐行渐远。不过没什么好怕的，存在即合理。苏北心中思索着，随后目光投向卷轴。+16强化券，类型卷轴，稀有度传说级，数量1，效果使用后有100%的几率将武器强化至+16。注意，使用后覆盖原本强化效果，确实逆天。就说这成功率比企鹅不知道良心多少倍。苏北思索着，随后他将强化券拍在了武器上。来吧，我要在封号边缘疯狂作死。叮！提示恭喜你强化破魔长弓+16成功，第6章+16破魔长弓，巧遇野外 BOSS。叮！提示恭喜你强化破魔长弓+16成功，金光闪烁，破魔长弓强化成功。这让苏北心中舒口气。地球上的某些游戏100%成功几率都可能失败，让他有些害怕。呼，还好100%后面没有小数点，这一点真是比地球上良心太多了。苏北打开背包，将长弓握在手中。此时受到强化效果加持，原本猩红色的破魔长弓，整个弓身颜色都发生了变化，紫红色幻影缠绕，耀眼的光华不断闪烁，看起来十分拉风。唉，想低调都难啊。苏北摇摇头，
随后目光看向长弓属性，加16破魔长弓，类型长弓，稀有度神器，等级 LV1，耐久度39%，永不磨损。装备属性：物理攻击加150加600，魔法攻击加100加400，暴击正1%，攻击速度正2%。附加属性：你的剑矢可无视魔法护盾，强化等级越高，武器的攻击加成越恐怖，特效也越闪亮。加16强化券，让一把1级武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750点悟功，500点魔功，这是什么概念？要知道，各大公会斥巨资打造的1级加10神器，其攻击力最高不会超过200点，就算是10级加10神器，其攻击力也不会超过400点，这根本无法与苏北的加16武器相比。可以说，苏北的加16武器才是真真正正的新手神器。在这偌大的新手村里，恐怕不会有人比我攻击更高了吧？就算是3大公会全力培养的种子，想来也难以望我项背。苏北现在坚信，他绝对是整个1450新手村攻击力最高的人，没有之一。再想到南疆大区那3家公会，为了副本记录各种勾心斗角，又培养新人，又咔咔送武器送攻略，就差送妹的。苏北笑了，要是我把暗黑雷鸣废墟副本记录破了，不知道他们3大公会会是什么表情。苏北思索着，嘴角有着一丝玩味。副本记录他很感兴趣。按照神域论坛所说，打破副本记录后会奖励一种名为神印符石的道具，据说就算是到了 LV100， 这个神印符石也非常有用，要不然各大区的公会也不会对副本记录如此较真。不过神印符石具体的属性如何，苏北也不知道，他查遍了论坛也没能搜索到，想必是被各大公会严格保密着。不过越是如此，越激发了苏北的好奇心，被各大公会如此保密的东西一定很强吧？凭借我现在的攻击力，破个记录应该完全不是问题。等交了村长任务，就可以揭开副本的任务了。苏北眼中金光闪烁，内心有些澎湃。有着暴击系统辅助，他的属性面板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提升。等到完成开启副本任务的时候，他都无法断定自己的攻击力能高到什么地步。冷静过后，苏北将武器装备在了身上。提示：你装备了破魔长弓。提示：你当前的物理攻击为758。提示：你当前的魔法攻击为500。刚刚装备完毕。就在这时，轰轰，苏北忽然听到远处有轰雷声接连炸响，细听之下还伴有玩家的呼喊声。难不成有小 boss 过去凑凑热闹？苏北心头一动，身影没入树林，悄悄朝着打斗声方向赶去。很快他便来到了打斗现场，停下脚步。苏北潜伏在一个草丛里，透过茂密的树林向前方看去。只见前方的空地中有7名玩家，分别是2个游侠、1战士、2刺客、1法师、1牧师。他们正在攻击一头体型不大的哥布林。雷霆哥布林，洛雷凯多，类型人形怪物，稀有度黄金级，等级 LV5，生命值9713-10000，法力值11090-12000，攻击力300-400，悟攻魔攻，防御力50%，物防魔防。技能：落雷树朝四周发射连续闪电，造成巨额魔法伤害。雷盾生成一道雷霆护盾，可抵消一定物理魔法伤害。奔雷击50%分号血量触发，在雷霆加持下，凯多移动速度正200%。雷霆自爆，生命值降低至10%，原地自爆，对周围10米内敌人造成等额魔法伤害。黄金级 BOSS， 这几个人的运气真不错。此时苏北有些眼热，这比他之前遇见的普通小怪强了好几个档次。要知道，野外 BOSS 有极高的几率掉落技能书和稀有材料，这头黄金级 BOSS 至少能掉落1本黄金级技能书。等 BOSS 把他们都拍死，或者我出手帮帮 BOSS， 把这几个人干掉。苏北有些异动，野外 BOSS 谁先攻击就是谁的，除非最先攻击的人死亡，否则就算是苏北杀了 BOSS， 所掉落的战利品也归第一个人所有。所以要想抢 BOSS， 第一件事就是把对方所有人都杀了。也正因如此，各大公会没少为野外 BOSS 发生火拼。此刻场地内，火球箭矢不断朝 BOSS 砸去，一道道伤害飘起。-11、-9、-13，看着几人的伤害，苏北眼角挑了挑，这几人的伤害
也太低了吧！就这伤害，还想杀黄金级 BOSS， 真是想不开啊！虽然 BOSS 会掉落好东西，但咱也得量力而行啊！这不是给怪挠痒痒吗？这 BOSS 也太不给力了，电他们啊！上技能啊！苏北对 BOSS 有些不满，也不知道是他的话起了作用，还是 BOSS 突然开了窍。就在这时，场内情景发生了变化。只见洛雷凯多高举手中大刀，朝天空一指，刹那间，乌云瞬间凝聚，快散！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3名近战刚要向后退却，可惜为时已晚，天空中的雷霆已经将他们淹没。啊！轰轰轰！数百道紫色雷霆从天而降，雷鸣之声响彻丛林。待乌云消散，场中只剩下2具焦炭一般的尸体，2名刺客同时暴毙，只剩下1名战士存活。此时，战士玩家灰头土脸的回头张望，心中一阵后怕。若不是牧师抬血及时，他也得命丧于此。快奶我！快给我奶！战士疯狂催促着，可惜 BOSS 不会给他机会，大刀直接劈落。啊！一声惨叫，战士原地去世。该死！黄金级 BOSS 竟然这么强，看来只能放弃了。此时，孟穗星河暗骂着：2名刺客一死，输出明显不够了。现在这战士又死了，没人拉怪 ，BOSS 显然是杀不了了，只能放弃。孟穗星河只好心有不甘地说道：“大家跑远点脱战吧，我们打不了。”第7章，卧槽！有人在单挑 BOSS， 这黄金级 BOSS 伤害属实太高了，咱们这一身没强化的白银装备根本扛不住啊！是啊，整不了，我都没钱修装备了。成功脱战，孟穗星河与其他几名玩家汇合在一起，这已经是他们与 BOSS 的第3回较量了。均以失败告终，再多找几个人来打打，还是先去升级，然后再说。队伍中的游侠尝试着问道：“伤害不够，人数来凑，这是打 BOSS 最简单的办法了，还是先升级吧。这 BOSS 我们干不掉，别人想杀也没那么容易。”孟穗星河有些无奈，遇见 BOSS 打不过，那真是着实有些难受。队伍中这几人都是他们穗星公会的，全带有公会资助的白银武器。原本孟穗星河还在为遇见 BOSS 而感到欣喜，直接呼朋唤友，满心欢喜的来干 BOSS， 没想到直接被 BOSS 教做人了。哎，这不强化的白银武器攻击确实不行。孟穗星河看着手中的法杖有些无奈，未经强化的白银武器只能堪堪破防，想杀 BOSS 伤害真是有点不够，要是我有神器就好了。孟穗星河叹了口气，招呼道：“走了，去升级。”就在他们迈开脚步朝远处走的时候，忽然熟悉的落雷声再次响起，轰轰轰，震耳的雷鸣声响彻丛林。远远望去，能看到紫色雷霆从天而降。这是孟穗星河等人几人相视一眼，随后快速朝着 BOSS 方向赶去。有人在与 BOSS 战斗，快过去看看。另一边，苏北一直关注着 BOSS 状态。当几人脱离战斗， BOSS 从灰明状态转成红明后，苏北果断发起了攻击。火焰剑，火焰元素瞬息间附在箭头上。下一秒，苏北松开了弓弦，咻！火焰剑划过天空，化成一道红色流光射向 BOSS。刚一射出，苏北再度搭弓射箭，持续平 A 输出。咻咻咻！游侠擅长远距离战斗，在敌人反击之前，一定要能射多快就射多快。砰！550，火焰箭矢炸裂在洛雷凯多身上，将其打了个措手不及。凯多受到攻击，视线立刻转移到苏北所在的位置，未等他做出反应，下一秒，数道箭矢如同雨点般落下。708， 708， 708， 708，一连4道普攻，渐渐命中。洛雷凯多生命值瞬间下降一大截。咻咻咻！苏北持续射击，洛雷凯多生命值以极快的速度降低至 50% 以下。战斗继续。也就在这时，孟穗星河几人到达了现场。卧槽，单挑 BOSS 这么勇的吗？普攻708伤害，这特么是什么神仙啊？那岂不是说他真实武功有758点？简直离谱！这一定是哪家公会大力培养的精英，我特么羡慕了。俺也一样。望着苏北的背影，几人脸上满是羡慕、震撼、惊叹的神色。这是新手村那个游侠。孟穗星河一眼认出了苏北，不过当他目光看向苏北的长弓时，脸上的神情
瞬间变得有些呆滞，连带着瞳孔都放大了不少，紫色幻影缠绕。这是加15武器的光芒。孟穗星河呆立在原地，有些傻眼。没记错的话，这名游侠的武器明明没有受到强化才对，怎么这么一会不见，变成了加15？我是做梦了吗？谁来告诉我？孟穗星河有些怀疑人生。就在这时，孟穗星河意识到了什么，只见他浑身猛地打了个哆嗦。不对，加15，新手村出现了加15武器。孟穗星河死死看向苏北手中，两眼瞪得溜圆，道：加15，这怎么可能？这可太让他吃惊了。世界各大战区，无数工会都试验过，新手村只能邮寄进来加10的武器装备，这是神域的规则，根本没有任何人能够打破。眼前的这个游侠竟然拥有一把加15武器，他是怎么做到的？神域给他开了后门吗？这件事要是传出去，那绝对堪称爆炸性新闻。孟穗星河呆呆地望着场内，半晌不曾出声。BOSS 残血了！就在这时，一声惊呼将孟穗星河拉了回来。他急忙地将目光投向战场。战场中，咕叽叽，持续受到攻击。洛雷凯多两眼变得猩红，雷霆元素涌动，凝聚在脚掌之上，移动速度骤然加快。正是他的技能奔雷击，受到技能加持，洛雷凯多速度获得极大提升。只见他脚踏雷霆，朝着苏北奔袭而来。眼见 BOSS 突然加速，苏北却没有任何躲避的动作，这让观战的几人一顿着急。这游侠怎么不跑？他不会以为能抗住 BOSS 的普攻吧？队伍中，游侠喃喃自语着：同为游侠，与 BOSS 战斗这位兄弟让他有些吓到了，就像是开了挂一般。恐怕他还真能抗住。孟穗星河看了一眼苏北身上的皮甲，又是一阵羡慕。神器皮甲，就算是洛雷凯多的雷霆，想必也不会让他损失多少生命值，更不要说普攻了。砰 ！BOSS 大刀斩落，攻击在苏北身上。-12，一个2位数伤害蹦出，苏北血量掉了一丝。这个伤害数字让其他几人眼角直跳。这他妈 BOSS 是假的吧？12点伤害，不是在开玩笑？刚刚秒我们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吧？果然如此，孟穗星河苦笑着摇摇头。此时 BOSS 的血量只剩下980点，不足10%。只要苏北再命中一击，便会触发 BOSS 的特殊技能雷霆自爆。BOSS 残血了，不知道他会怎么躲。要是死了，他的武器装备能爆出来就好了。此时孟穗星河心中纠结极了，一方面他想要提醒苏北注意，然后借机拉拢一波；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苏北原地暴毙，把满身装备爆出来。思来想去，理智战胜了贪念。孟穗星河大声喊道：兄弟，注意 BOSS 自爆，范围很大。谢了，没事。苏北直接一箭射向 BOSS。708，咕叽叽，洛雷凯多仰天咆哮，一道道雷霆疯狂涌入他的身体。下一秒，轰！洛雷凯多炸了。第8章，新手礼包开神器，你当我是3岁小孩？轰轰 ！BOSS 炸了，数不清的闪电球带着耀眼的蓝色电芒，顺着地面涌向四周，如同闪电蜘蛛一般爬向苏北。卧槽，怎么还不躲？找死吗？正当孟穗星河等人以为苏北要原地凉凉的时候，苏北动了。在闪电球来袭的那一刻，苏北双脚猛地一蹬，随后他瞬息发动了后跳技能，身子快速向后飞去。唰！苏北后跳的时机很准，雷霆如同浪潮一般袭来，可是却根本无法追上苏北，就好像苏北在用雷霆冲浪一般。这一幕让孟穗星河等人直接看直了眼，后跳时机也太准了，给我感觉好像他整个人在雷霆中冲浪。这他妈真是新手吗？孟穗星河几人面面相觑，如此躲掉 BOSS 自爆，着实让他们有些惊艳。这操作太秀了！队伍中游侠玩家两眼放光，这波操作完全是教科书般教学呀！在神域论坛上，有着击杀洛雷凯多的傻瓜攻略。按照攻略上所给出的建议，最好是在 BOSS 濒死的时候，战士冲上去，硬生生扛住 BOSS 一侧雷霆自爆，将这一侧的闪电球全部吸收。这样的话，就能给其余近战职业和远程职业留出一条安全的路，以此来规避 BOSS 自爆。而像苏北这种杀 BOSS 方式是极为不推荐的。洛雷凯多在受到技能加持后，移动速度快，就算是游侠职业也无法将他彻底甩开。而且洛雷凯多的自爆伤害极高，能对20米内的一切目标造成2000加以上伤害，
用后跳躲避技能，风险极大，因为后跳技能在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最远才能移动15米左右。想要像苏北一样操作，跳到半空后再衔接后跳技能，这需要精确到毫秒的操作才能做到。只要差之分毫，后跳技能就会出现无法衔接的情况，直接就原地暴毙。这也是为什么梦碎星河几人感到惊叹的原因。此时，梦碎星河几人真是震惊的无话可说。队伍中的游侠更是对苏北膜拜的死去活来。这才是游侠啊！什么叫专业？这就叫专业。刷！苏北稳稳地落在地面。原本追逐他的闪电球，此时刚好消散在不足他半米的位置。与此同时，系统提示接踵而来。叮！提示：你击杀了雷霆哥布林洛雷凯多，获得1500点经验值。提示：驱逐哥布林任务已完成，请尽快返回村子交付任务。提示：受到对赌祝福，经验额外加750。提示：你的等级已提升至 LV5。提示：你的所有属性加1，生命值、法力值加100。系统提示接连响起。苏北默默来到 BOSS 尸体处，将战利品一一拾起。提示：你获得了装备狂暴精灵护腕，黄金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技能书致命穿透，黄金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任务物品洛雷凯多的头，黄金级，乘1。提示消散。苏北拾取了数件战利品，除了装备和技能书，还有少量金币和材料，以及一个任务物品。唯独可惜的是，这一波没能触发暴击系统。不过苏北倒也不急，毕竟他也不知道暴击系统去哪鬼混了。苏北打开背包，目光扫向战利品。首先是技能书，致命穿透，被动型，类型技能书，稀有度黄金级，效果蓄力2秒后向指定方向发射一支穿透性极强的箭矢，箭矢对路径上的所有敌人造成400正200%物理加成点物理伤害。被动型技能书，只要拉满弓蓄力2秒，便可以射出一支能穿透整条路径的强力箭矢，非常适合在狭窄区域使用。按照我现在的攻击来算，蓄力2秒便能对直线上的敌人造成2600加的伤害，倒也还算不错了。苏北计算着，随后将技能直接学习。提示：你学会了技能致命穿透。学习完毕。苏北将目光投向那件黄金装备，狂暴精灵护腕，类型手镯，稀有度黄金级，等级 LV5， 耐久15%，永不磨损。装备属性 HP 加50， MP 加50。附加效果攻速正 3%， HP MP 加成比同级饰品别低一些，不过那也算是个小极品，因为增加了 3% 的攻速，这对于游侠职业来说提升已经不小了。苏北立马将其装备 HP 上涨至1030， MP 增加至420， 5级小号就已经拥有10级玩家的血量，不得不说这运气已经相当不错了。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件任务物品，洛雷凯多的头，类型任务物品，稀有度黄金级，效果将其交给村长，你将获得一件黄金装备。哦，还有额外收获。苏北心中一喜，毕竟没人会嫌弃装备少。再说了，万一暴击了呢？就在苏北翻看背包的时候，孟穗星河等人走上前来。兄弟，你这真是太秀了，怎么练的啊？队伍中那名游侠热切地望着苏北，当他看到苏北手中的破魔长弓时，眼中羡慕光芒更盛。话说你这武器哪来的啊？也太狠了。孟穗星河看着队伍中的游侠，有化作迷弟的趋势，不由得摇摇头。其实他也挺想问的，毕竟加15神器这个事有点离谱。但是吧，这个问题有必要问吗？神器怎么来的？人家哪能告诉你啊？更何况还是一把加15的神器。这个，苏北摆弄了一下长弓，一本正经地说道，说来你们可能不信，这是开心手里包给的。他对这几人感官还行，没有趁他打 BOSS 时落井下石。闻言，怎么可能？孟穗星河撇了撇嘴，心中一阵腹诽道，你看，我就说吧，开心手里包给的，这不是骗鬼吗？不光孟穗星河不信，其余几人也纷纷表示不可能。你可以看不起我们的操作，但不能把我们的脑子按在地上摩擦。确实是新手里包开的。苏北认真地说道，天地良心，他说的可是实话。这神器长弓确实是新手里包开的，不过就是新手武器被暴击了几下，变成了神器而已。新手里包开神器合理吗？这很合理啊。新手里包
能开出来神器？我信你个鬼！孟穗星河心中腹诽着，脸上写满了不可能。全世界100多亿人，还没听说哪个神器是新手里包开的，咱骗人也找个合适的理由啊喂！不过孟穗星河知道，现在不是纠结这个事的时候。按照破碎老大所说，没有被强化的神器，那就是垃圾，想破副本记录根本不可能。可问题是，这把神器不光被强化了，还是加15的，这可如何是好？难道工会记录真要保不住了？孟穗星河有些迷茫了。不行，我要拉他进工会。第9章，这永夜什么来头？永夜啊，我真的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穗星工会可是南疆大区3大工会之一，像你这样的高手，只要进入工会，我敢打赌，你未来一定会进入开荒团的。孟穗星河苦口婆心地劝着，可苏北却根本不为所动，原因无他，实在是工会对他没什么吸引力。我暂时还没有加入工会打算，如果有，会考虑的。苏北淡淡地说了一句，转身就要离开。任务已经完成，在这里逗留已经毫无意义，是时候回城交任务了。而一旁的孟穗星河却还有些不死心。我们工会福利超好，定期还会举行 PK 大赛，有超级丰厚的奖励，还有线下基友聚会，妹子超多，个个都是大白腿。哎呀，别走啊，你听我说完啊！只要将苏北加入工会，就算是他破了新手村副本记录，那记录也还是穗星工会的。可问题是，这个永夜根本油盐不进啊，大白腿妹子竟然都无法吸引他吗？难道他喜欢男人？咦惹！孟穗星河停下了脚步，跟苏北保持了友好距离。走了。苏北取出传送卷轴，直接撕裂，淡蓝色光辉闪过，苏北消失在了原地。这可怎么办？孟穗星河犯了愁，只要永夜交了村长任务，下一步就是开启副本了。再不做点什么，副本记录没准真就飞了。不行，我得赶紧汇报，这件事可不是我能做主的，还是让个高的人来顶吧。想到这，孟穗星河急忙给魂灵破碎发去了几条消息。游侠 ID 永夜，武器移为加15破魔长弓，物理攻击力约为758点，对我工会副本记录威胁度极高。此时收到消息的魂灵破碎惊了，什么？加15武器，物理攻击约为758点，这怎么可能？一连串的消息让魂灵破碎心中大震。加15武器出现在新手村，这他妈是怎么回事啊？此时不光是孟穗星河懵逼，连魂灵破碎这个百级大佬也被这则消息震懵了。你确定？消息太过震撼，魂灵破碎感到有些口干舌燥。很确定。孟穗星河点了点头，然后补充道，而且这个永夜操作很不错。这个永夜到底什么来头？魂灵破碎莫名烦躁，负责招新带新的事就已经够让他闹心了，现在这又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新人，竟然对自家工会的记录有了极高的威胁。要知道，工会好不容易投入巨资培养新人，才破掉了破天工会的新手村记录，这记录和神印符石才到手没2天而已，还没等捂热乎呢，你告诉我又要易主了，这是开的什么玩笑？魂灵破碎眼角挑了挑，暗道这个事我也抗不了，还是找会长定夺吧。想到这，魂灵破碎给孟穗星河发去消息，这件事你通知的很及时，我尝试着给你申请下黄金级武器，那谢谢破碎大佬了。孟穗星河道谢，不过他感觉自己并没有那么开心。两人中断聊天，魂灵破碎给会长灵魂承载发去了消息，新手村出大事了。自动回复，灵魂承载正在与 BOSS 暗黑魔龙 LV90 交战，当前存活17%。马德，开荒不带我。魂灵破碎有些不爽，在心中嘀咕着，不过看起来要灭了。暗黑魔龙实力很强，目前南疆3大工会的进度都被卡在了这里。过了2分钟，提示再度响起，自动回复，灵魂承载与 BOSS 暗黑魔龙交战失败，当前存活0。也就在这时，魂灵破碎收到了灵魂承载的消息。什么事？灵魂承载皱着眉头问道。开荒失利，他心情有些不好。团队副本每周1次，被全灭了，只能下周再打。新手村出了一把加15武器，持有者是一个叫永夜的游侠。魂灵破碎语气有些沉重。加15武器，灵魂承载眉头一皱，淡然道：你怕不是在说笑？众所周知，碍于神域规则，新手村无法出现加10以上的武器。加15，这不是在说笑还是什么？是真的。
咱们的人亲眼所见，而且他的攻击力应该在758点左右。魂灵破碎无奈地解释着。闻言，758点攻击力。灵魂承在笑了笑，有些意味深长地反问道：破碎，如果是真的，你不会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按照强化加成来说，1级的神器，就算是成功强化至+15，其整体攻击力应该是在600上下浮动才对。如果真是758，那这个永夜手中的武器明显不是+15，而是+16，这就很让人吃惊了。要知道，将武器装备+16根本不容易，可以说是很难。一个点被强化的武器装备就会碎掉、消失，失败几率高到骇人。这永夜是怎么打破神域规则，还将武器+16的？开挂！灵魂承载表示想不通。我明白，可+15武器都出现了，+16也没那么离谱了吧？魂灵破碎摊了摊手。作为一名100级玩家，这些常规数值计算他还是十分清楚的。他过来汇报，也不过是想看看会长能不能给点建议。至于+16神器为什么会出现在新手村，这可真是没处去打听。只要永夜不说，那这件事将永远是个秘密。难不成给永夜绑了，吊起来打？这也不是自家工会的一贯作风啊。不可否认，+16武器确实很让人惊讶。灵魂承载点点头。片刻后，他忽然笑道：所以你是担心这个永夜会抢走我们的副本记录？不然呢？魂灵破碎无语。此时魂灵破碎真的是火急火燎，而自己的老大却感觉有些不以为意。这个人确实有点奇怪。灵魂承载点思索着，沉声道：只要操作不那么拉胯，想破纪录的确很容易了。是啊，也不知道在哪蹦出来这么一个变态，跟特么孙猴子似的，这是要翻天啊！魂灵破碎两手一摊，倒不是他悲观，而是永夜的攻击实在太高了，高到可以将那所谓的什么副本攻略、什么小怪规则、什么 BOSS 打法直接无视，完全靠高攻击力横推就可以了。闻言，灵魂承载笑了，随后慢丝条理的说道：破碎，其实你也不用那么悲观，这个副本记录本来就是我们从破天工会手中抢来的，就算是丢了，无非就是损失点钱罢了。再说了，暗黑雷鸣废墟出的神印符石对破天工会很重要，但是却对咱们没什么大用，所以真正该难受的不是我们，而是破天工会。说着说着，灵魂承载嘴角露出一丝笑容，满是玩味道：我听说破天工会在不久前从拍卖行大肆采购了一批10级装备，很明显是想要把丢掉的副本记录夺回来。想必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收到副本记录被破的消息。不过恐怕破天工会未料到新手村里竟然有了一个变数，耗费巨资抢回记录，再反手给人破掉，不知道破天的会长会是什么表情。想来一定会抓狂吧。3大工会相互拉扯，堪称彼此之间的绊脚石。今天你把我记录破了，明天我反手就破你一个。不过也正因如此，资源的不集中，导致南疆大区的进度落后其他大区不少。如果有个人能将这滩死水搅浑，似乎也蛮不错。想到此处，灵魂承载嘴角划起一抹弧度，连带着心情都好了许多。你可真够腹黑的。魂灵破碎嘿嘿一笑，他觉得自己兴奋起来了。3大工会本来就不和，大家都乐于见到对手被坑，他也很想看到破天工会会长吃瘪的表情。呵呵，灵魂承载笑了笑，沉声道：不过+16武器确实很让人吃惊，让新手村的兄弟多注意一下，能拉拢就拉拢一下。这样你可以去给永夜提供一些10级以下的装备、技能还有道具，就算是拉拢失败也没关系，无非就是损失点钱罢了，至少能混个脸熟。重要的是我们能看到破天工会的好戏。我懂。魂灵破碎坏笑着点点头，应道：我这就安排一下。第10章暗黑雷鸣废墟开启。村长赠礼。克洛村。苏北回到村子后，便快步来到村长面前。未等村长废话，苏北以极快的速度将任务交付，这让笑容满面、说辞都备好的村长直接愣在了原地。提示：恭喜你完成任务，驱逐哥布林，获得奖励，经验值乘2000，金币乘15。提示：你的等级已提升至 LV6。提示：你的所有属性+1，生命值、法力值+100。交付完毕。苏北等级+1，成功升至 LV6。一旁，村长终于回过神，他叹了一口气，然后满脸严肃道：永夜，你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不过我这里还有一件极为困难的任务，想需要你的帮助。村长满脸期望地看着苏北。叮，你触发了副本任务暗黑雷鸣废墟。任务描述：
有哨兵发现村子周围泛滥的哥布林与暗黑雷鸣废墟有关，似乎那里发生了什么异变，请前去查看，并将法阵封印。领取后，你将获得封印10×1。领取后，你将获得进入暗黑雷鸣废墟资格。是否接受？接受。苏北直接接受任务。提示：你获得了封印10×1。提示：副本暗黑雷鸣废墟现已解锁。提示出现，意味着苏北终于可以去下副本了。等到完成村里的剧情任务10级后，就可以去等级更高的地图探索了。随着苏北接受，村长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就在这时，苏北忽然想到，洛雷凯多的脑袋还在自己背包中。苏北取出洛雷凯多的头，然后转交给村长。村长看着血淋淋的头颅，眉头一皱。不过在看清是什么东西后，他的瞳孔猛地收缩一下。这是哥布林首领洛雷凯多的头。村长吞咽着喉咙，艰难道：“你竟然杀了他！”苏北摆摆手，无所谓道：“原本我是想活捉他的，可那凯多非但不束手就擒，还胆敢向我还击。没办法，我就只好把他杀了。”苏北语气淡然，似乎在说这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村长被苏北的凡尔赛沉默了一下，不过他依旧赞叹道：“你这份实力真是超乎我的想象，想必暗黑雷鸣废墟也拦不住你的脚步。”村长想了想，随后从怀里取出一件物品，递给了苏北，并诚恳道：“永业，谢谢你守护村子，这是村子对你的感谢。去暗黑雷鸣废墟探险的话，这个东西很有用。洛雷凯多是村子的大患，既然被永业消灭了，作为村长自然得表示感谢。”苏北也没客气，直接伸手接过。提示：你获得了抗冰戒指，黄金级×1。未等苏北查看属性，熟络的提示音再次响起。叮！你获得了抗冰戒指，黄金级，触发质量暴击成功，倍数1000倍。恭喜你获得了物品冰奈斯指环，传说级。哦，触发暴击了。苏北心中一喜，这意味着他又有收获了。随后，他将戒指取出，查看起来。冰奈斯指环，类型戒指，稀有度传说级，等级 LV5，耐久20%，永不磨损。装备属性：物理攻击加50，HP 加200，魔法防御加100。附加效果：你有70%的几率免疫冰冻，被冰冻后冻结效果缩短70%。不愧是传说级装备，装备属性很强，附加效果更是十分有用。因为暗黑雷鸣废墟的最终 BOSS 有一个名为冰冻光环的被动技能，副本难度越高， BOSS 的冰冻效果便越强。一旦被冻住，那 BOSS 可不会跟你客气。有了这个戒指，苏北在战斗的时候就不用担心被 BOSS 冻住了。随手将戒指装备，苏北的属性又得到少量提升。提示：当前物理攻击810。提示：当前魔法防御100。谢了村长。苏北道谢，转身就要离开。看到苏北要走，村长好意提醒道：冒险者，看你的等级已经 LV6了，记得去职业导师那里学习下技能。我正有此意。苏北招了招手，朝着职业导师方向走去。望着苏北远去的背影，村长暗道：是个人才啊，差点就赶上年轻时候的我了。神域技能一共有2种主要获取方式，一种是野外宝箱或者 BOSS 掉落，另外就是职业导师术学习。玩家每升1级都会获得1点技能点数，可以用来解锁相应的技能。到了50级之后，玩家若是完成了觉醒任务，还可以在导师处学习更为强力的觉醒技能。很快，苏北来到了职业导师面前。你好，冒险者。职业导师朝苏北微微一笑。你好，我想学习技能。苏北表明了来意。好的。技能页面展开，一个个未点亮的技能呈现在苏北眼前。除却最初带的火焰剑和后跳，苏北解锁了4个新技能。浮空剑向敌人发射一支强威力的箭矢，并使其浮空，速射3秒内，攻击速度正100%。瞬踢向近战敌人发出肉眼无法看清的快踢攻击，可以击退敌人，并有一定几率使其进入眩晕状态。膝撞向敌人发出强威力的膝撞，并使其浮空，发动的瞬间你处于霸体状态。这4个技能各有特色，都是比较实用的。浮空剑在对敌时非常有用，算是控制类技能。速射则是一个类似于 buff 的技能，能让苏北射得很快。至于瞬踢和膝撞，则是2个近战技能，可以有效解除近身威胁。苏北依次将4个技能点亮。提示：你学会了技能速射。提示：你学会了技能浮空剑。提示：你。系统提示逐一消散。苏北学习完毕。
刚刚关闭技能面板，就在这时，一则系统公告忽然响彻了整个南疆大区。公告：新纪录诞生！恭喜破天公会！1打7，元气森林、光合星球、康帅傅、王者农药，通关暗黑雷鸣废墟、王者级，用时19分59秒33，评价 A。特此公告。第11章，永业，你不会收了东西不办事吧？副本公告弹出。苏北倒是没什么感觉，对于南疆3大公会的情况，他早有耳闻。不过稍稍有些意外的是，这一次的破天公会似乎真是下了大手笔了。上一个记录是岁星公会的21分48秒，破天公会一次性给提高了近2分钟，直接破入20分钟大关。这副本记录竞争真是激烈，不知道这一次破天公会投入了多少好东西。苏北思索着，看来这个记录对于破天公会来说真的很重要，要不然也不会发狠，一下子将记录提升到如此地步。不过此时苏北却愈发的好奇起来，神印符石到底是什么好东西，竟能使得3大公会用尽各种手段争夺。待我破掉记录，将神印符石搞到手，就一切都了然了。苏北目光闪过一道亮芒，随后他迈步朝着村子外走去。暗黑雷鸣废墟距离克洛村不是很远，苏北行走了半小时左右，便到达了目的地。此时副本门口一幅热闹景象，组队的刷人的喊话声不绝于耳。暗黑雷鸣废墟普通级，来个法师。做任务速推，来个听懂人话的。4等于1。暗黑雷鸣废墟勇士级，2个10级大号带，全身加10装备，7000人。2等于3。发车。暗黑雷鸣废墟王者级，来4个爸爸带我，价钱好商量，能是车的来。鹿神公会狂剑士爱吃牛肉面，胡乱 roll 点，乐意需求法师装备，人品极差，有没有人管？相比努力组队刷副本的人群，副本门口有2拨人，看起来有些剑拔弩张，时不时的就有垃圾话蹦出来，正是破天和岁星公会的2伙人。破天公会牛批，岁星的小垃圾们有本事来破呀！啧，犬吠什么？现在洋气起来了，忘了你们被破那时候一个个哭天喊地、痛苦呻吟的表情了。岁星一帮垃圾就知道口嗨，破天公会是你们高攀不起的存在。多说无益，你们倒是来破啊！牛逼就来破看。风里雨里，你爹就在副本记录镜头等你。岁星的，给爷跪好了！骂战持续，有愈演愈烈的架势。不过很快，破天公会便压过了岁星，刚刚夺回记录。破天公会可谓是气势如虹，他们的公会成员自然是神气的很。此时孟穗星河也在副本门口，不过他并没有加入骂战，而是不停地朝着路口张望着。孟穗星河冷冷地瞥了一眼副本门口，心中冷笑道：破天这帮狗东西，等会看你们怎么哭。再想到魂灵破碎交代给自己的事后，孟穗星河不由有些感叹道：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啊！公会要送给永业的东西真是让人眼红，永业怎么还不来？难道在我没注意的时候进副本了？这要是他把副本次数用尽了，那岂不是得让破天公会嚣张到明天？正思索着，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路口处，正是姗姗来迟的苏北。永业兄弟，你总算来了！孟穗星河急忙迎了上去，表达了自己的来意。一番交谈，苏北心中有些讶然，因为穗星公会给的真是太多了，给我一套黄金级套装，送我10级以下能学习的技能，还要出4名10级成员带我下王者级暗黑雷鸣废墟，甚至不需要我加入你们公会，只要在打暗黑雷鸣废墟的时候和你们组队。你确定你的传达没有错误？苏北有些疑惑，这是什么神仙操作？上来直接送，怎么感觉有点魔幻呢？唉，孟穗星河叹了口气，摊手无奈道：不瞒你说，我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比你还震惊，甚至一度怀疑上面传达错了，直到所有邮件送到，我才意识到这是真的。别犹豫了，只要你点头，我立马把所有东西都交易给你。孟穗星河看向苏北的眼神充斥着羡慕。4件黄金装备，1本黄金技能书，这得杀多少 BOSS 才能爆出来？就这么的白送了？公会真是冤大。嗨，好吧，自家公会真是财大气粗。孟穗星河望着苏北，等待着答复。他只是个跑腿的，魂灵破碎让他这么做，有什么深意他也不清楚。不过只要办完上面委托的事，那自己就算完成任务了。穗星公会这一波怎么有点让人看不懂？苏北心思如电，
快速思索着，碎星公会送的东西是不少，而且价值不低，估摸着能值个500万金币左右，折合现实的话，就是50万夏国币，算是下了挺大成本。利用我？苏北微微一笑，他知晓了碎星公会意图，带上4个碎星成员直接打王者级，只要记录打破，那么副本记录上将带有4名碎星成员的名字。在外人看来，碎星公会带了一个非公会成员都能打破副本记录，这岂不是意味着破天公会根本不被他们放在眼中？这样一来，不光能打击破天公会的嚣张气焰，还能极大提高碎星公会声望，对于公会收星人将会非常有帮助。至于为什么送他装备技能，这也很简单，无非是看他的攻击力很高，提前拉拢一波，一旦打破副本记录，常人根本破不掉，恐怕就算是3大公会一起出手，都未见得能够破掉。毕竟3大家装备都差不多，玩出花来也不过就是一身加10装备，想要分出胜负，只能花大价钱去搞一些一次性的特殊道具。而现在自己的出现，却打破了这一情况，攻击碾压新手村所有人。只要将自己拉拢好了，碎星的名字将会一直挂在暗黑雷鸣废墟记录石上。这一招不光拉拢了自己，还能成功恶心破天公会，完全就是一举两得。这些玩公会的家伙果然都有2把刷子，想拿我当枪使，哪有那么容易？苏北眼中有着一丝狡黠，随后他轻声一笑，转头对着孟穗星河道：“我同意了，那就这么说定了。”孟穗星河心中大喜，直接与苏北点开了交易窗口，数件黄金物品摆上交易栏。在按下确定键的那一刻，孟穗星河迟疑了下，低声问道：“永业，你不会收了东西不办事吧？”“怎么会？我这个人最讲信用，说跟你们下次副本指定不会食言的。”苏北认真的做出承诺。“那好吧，希望你说到做到。”孟穗星河点点头，按下了交易按钮。提示：你获得了装备逐风护肩黄金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装备逐风护腿黄金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装备逐风腰带黄金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技能书银剑黄金级乘1。第12章万倍暴击触发，强横的神级技能。逐风3件套，真不错。看到提示音，苏北眼前一亮，逐风套装 LV5 就可以穿戴，是神域前期比较好的开荒装备，也是10级以下游侠能获取的唯一套装。由于掉落率很低，普通玩家想凑齐3件套很不容易，不过依旧受到无数游侠玩家追捧。无他，逐风套装效果对游侠提升很大，凑齐3件的话，甚至能穿到 LV30级，是比较超模的套装装备。紧接着，苏北打开背包查看起来，逐风护腿，类型皮甲，稀有度黄金级，等级 LV5， 耐久27%/27，永不磨损。装备属性：物理防御加50，力量加10， HP 加50。3件逐风套装属性：暴击率正 30%， 攻击速度正 30%， 移动速度正 30%， 装填速度正 30%。逐风护肩，稀有度黄金级，等级 LV5， 物理防御加50，力量加10，附加效果火焰剑技能加1。逐风腰带，稀有度黄金级，等级 LV5。装备属性：物理防御加50， HP 加150。毕竟只是5级黄金装备，面板属性一般。真正让苏北在意的是套装效果，暴击率、攻速、移速、装填速度全部提升 30%， 对他来说是巨大提升，可以让他尽情射个痛快。碎星公会还是小气了些，也不说强化到加10再游过来。苏北心中嘀咕着，随后他直接将装备穿戴好，属性再度提升。提示：逐风套装效果激活，你的暴击、攻击速度、移动、装填速度提升 30%。提示：当前物理攻击830。提示：当前物理防御438。提示：当前生命值1540。换装完毕，苏北整个人愈发帅气，这小子真帅啊！孟穗星河嘀咕着，站在一旁没有出声催促。他知道苏北正在查看装备效果，不过眼中的羡慕之色却怎么都遮盖不住。此时，苏北正在查看最后一件物品，正是那本黄金级技能书银剑。类型：技能书，稀有度黄金级，效果消耗 50% 法力值，使一定数量剑士附带光属性能量。
正50%对不死生物、恶魔、地底怪物的伤害。这技能不错。苏北眼前一亮，神域世界，暗黑生物多如繁星，他们身影几乎涵盖了 LV1 至 LV100各个地图和副本。眼下他要去的暗黑雷鸣废墟副本，里面就全都是不死生物。可以说，碎星会长送的这一波东西，正对他胃口。这碎星会长很会做人吗？苏北笑了笑，一个抬手将技能学习。提示：你学会了技能银剑黄金级。下一秒，提示音再度来袭。叮！你习得了技能银剑黄金级，触发质量暴击成功，倍数10000倍。恭喜你习得技能银剑神级，暴击了。苏北心中一喜，之前他就有猜测过，学习技能的时候会不会触发暴击，没想到真的可以。带着笑意，苏北打开了技能面板。此刻，原本的银剑技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银剑等级 LV1， 稀有度神级，升级所需经验100万，效果消耗 90% 法力值，使一定数量剑矢的附带光属性能量，正 500% 对不死生物、恶魔、地底怪物的伤害 500% 提升。苏北眼中闪过一道金光，这一波提升简直可怕。以他目前830点攻击力计算，每射出一箭就能对不死生物造成4980点伤害，这都不能用大变态来形容了，简直就是超级变态。若不是答应了梦碎星河他们一起下本，此时苏北真想立刻进入暗黑雷鸣废墟，去对不死生物是个痛快。苏北转头看向梦碎星河，问道：什么时候出发？现在。梦碎星河向苏北发出组队邀请，提示：梦碎星河邀请你加入团队，是否接受？接受。苏北点头同意。进入团队，除却梦碎星河外，还有其余5名玩家，分别是游侠、无限爆头 LV10、喜欢打篮球的坤 LV10、法师、我的小熊呢 LV10、练习2年半 LV10、给我咬一下 LV10。星河，这就是你说的游侠？团队中无限爆头出声问道。其余的事情你们商量吧，我就先退了。邀请完毕，梦碎星河直接开溜。这个永夜就是咱们招的那个临时工。见梦碎星河溜了，无限爆头只好私密了过去。确定？加16武器呢？怎么没带？无限爆头质疑道。明显是收起来了呀，这里这么多人，操作怎么样？射得准吗？无限爆头宛如10万个为什么，他射得很准，你就放心吧。好吧，反正是破碎大佬的意思，我们几个带他玩一圈看看，要是不行的话，别怪我踢了他。无限爆头带着审视的目光看向苏北，作为工会培养的精英，他有他的傲气。在他看来，苏北这一身装备真是弱的不行，全身装备一件强化+10的都没有，听说还是工会施舍给他的，哪能与他们一身 LV10全都是+10的传说级装备相比。原本他们5个人的配合已经相当默契了，若不是听说这个永夜有一把+16武器，他们甚至看都不会多看一眼。也不知道破碎大佬怎么打算的，找这么一个野人来，+16武器怎么了？真就以为有+16就为所欲为了？一会就让这个永夜知道什么叫副本，什么叫配合。行吧，就当作是陪他玩了。无限爆头如此想着，他转头对着另一名游侠说道：坤，你先退队打会篮球，我们一会办完事找你。好。随着坤去一边打篮球，无限爆头将队伍改成了5人小队模式。随后他沉声道：我们出发。好。苏北点点头，跟了上去。几人穿过人群，来到副本门口，看到他们的名字，副本门口有点骚动。哦豁，这不是之前冲了破天纪录的队伍吗？他们还在新手村呢，看来这是又要搞事情啊。嘿，哪那么容易破的？哎呀，一次对不破，多对几次不就破了吗？你不对劲，不可以瑟瑟哦。玩家们议论纷纷，此举也吸引到破天工会玩家的注意力。毕竟这5个家伙破过自家的工会记录，想不记得都难。不过眼下的情况，他们却有点看不懂，因为主力之一喜欢打篮球的坤退队了，反而加了一个叫永夜的 LV6散人。这是什么操作？来带新人开图，还是来破纪录的？第13章进入副本。震撼的工会精英。暗黑雷鸣废墟是个5人副本，10级玩家可以进入。该副本一共有4个难度，分别是普通级、冒险级、勇士级、王者级，每提升1级难度
怪物的各种属性都会成百分比增加。王者级副本中，怪物属性加成能达到500%左右，掉率也会相应提高不少。只要在限定时间内击杀最终 BOSS， 打破原有记录，便会掉落一个名为神印服饰的特殊物品，这是各大公会都很在意的东西。苏北此行也正是为了它。此时，队长无限爆头正在选择副本难度。副本暗黑雷鸣废墟，当前记录破天公会19分59秒33，当前难度王者级，适合等级 LV10， 分配模式个人拾取。选择完毕。无限爆头看向苏北，淡然道：“没什么问题的话，进了。”好。苏北点点头。唰，光华闪过，一行5人消失在原地。当前位置暗黑雷鸣废墟。苏北等人来到一片昏暗的废墟中，这里腐肉和枯骨随处可见，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股腐臭味。永业，你是第一次来，别胡乱引怪，一会跟着我们打就行了。无限爆头淡淡说道。在他看来，苏北是一个新人，提醒几句是应该的，省得犯错，导致队伍灭团，耽误时间。好。苏北笑了笑，根本不以为意。接下来，苏北跟着他们走向副本深处，很快便遇见了第一波怪物。那是一只硕大的牛头巨兽，正带着几只丛林僵尸朝着路径巡逻。牛头巨兽，王者级，头衔不死族精英，等级 LV5， 生命值15000，15000，攻击力500-400，物攻魔攻，防御力280-200，物防魔防，技能野蛮冲撞击飞敌人，并使其受到大量伤害，进入持续流血状态。愤怒咆哮发出咆哮声，造成大量伤害，并使10米内的敌人陷入持续眩晕。不愧是王者级难度，仅5级精英怪的属性就超越苏北之前遇到的洛雷凯多。这只牛头巨兽绕不过去，得先杀掉。我去风筝他，你们先解决4只丛林僵尸。无限爆头吩咐了一句，扬起长弓，直接射出一道箭矢。207，伤害数字飘起。其余3人也相继发出攻击，分别攻向不同的怪物。几人分工很明确，配合十分默契。3只丛林僵尸被吸引过来。不过此时，苏北心中却有些犯嘀咕：207点伤害，就这？难怪这帮人20几分钟才通关，这伤害也太拉胯了。苏北看得直摇头。法师，我的小熊呢？是个妹子。他见苏北有些愣神，有些得意道：“不用担心爆头，他技术很好的。你赶紧把你的那只小怪拉好，杀掉，然后我们一起解决牛头巨兽。”哦，好。苏北心中好笑，随后径直将破魔长弓取出，紫色幻影闪烁，在这片昏暗的场景中，宛如黑夜中的繁星，夺目异常。这是我的小熊的惊呆。一瞬间，其余几人的注意力也被吸引过来。死，真是加16长弓啊！他是怎么做到违反常理的？羡慕好想要。饶是已经打好提前量，几人依旧大受震撼。真的是加16。无限爆头眼神中闪过一丝渴望，他也想要。苏北没理会几人，抬手搭箭拉弓，蓄力。2秒后，一股无形的力量缠绕在箭矢之上，正是被动技能致命穿透。咻！带有极强穿透效果的箭矢瞬息间洞穿丛林僵尸，定在牛头巨兽身上。3690，3690，2道伤害数字飘起。无限爆头几人瞪大了眼睛，这是什么神仙伤害？未等几人回过神，苏北长弓接连拉开，对着牛头巨兽就是一顿爆射。有着逐风3件套属性加持，苏北手速快的惊人。咻咻咻，一道道箭矢宛如连成一条直线，如同雨点般狠狠定在牛头巨兽身上。550，1100，暴击！1100，暴击！550，望着飘起的红色伤害，无限爆头几人惊了。普攻伤害这么高，加16武器，真是恐怖如斯。几人还在震惊中未回过神，牛头巨兽突然一个转身，迈步朝苏北奔来。OT 了！无限爆头大喊提醒道。没办法，苏北伤害太高，仅射了一箭，便将他建立起的仇恨给破掉了。3000加的伤害，让他望尘莫及。好！牛头巨兽发出一声震耳咆哮，身躯猛地迸发出一道红光，正是他的技能野蛮冲撞。牛头巨兽就如同一辆失控的火车，狠狠朝苏北撞来。快躲！是野蛮冲撞技能，
持续期间是霸体状态。无限爆头急忙出声提醒：野蛮冲撞的伤害很高，被撞后还会受到持续流血伤害，只要被顶中，人就没了。淡定。苏北面色平静，手上动作却一直没有停歇，一根根箭矢急速射出。1100，暴击！1100，暴击！550， 1100，暴击！轰轰轰！牛头巨兽奔袭而来，所过之处树木折断，大地出现一道道沟壑。此时，牛头巨兽血量还有1/3，距离苏北不足10米。后跳，苏北脚步轻踏，身子轻飘飘朝后飞去。不过，在跳跃的一瞬间，苏北再度发动技能速射。提示：你的攻击速度提高100%，持续3秒。受到 buff 加持，苏北攻速提升到一个可怕的地步。下一秒，在无限爆头几人震惊的眼神中，苏北接连射出4箭。咻咻咻咻！1100，暴击！1100，暴击！550， 1100，暴击！给我咬一下！忽然惊呼道：“卧槽！后跳4连射，真的是后跳4连射！练习2年半大惊，他怎么做到的？”我的小熊呢？惊讶的捂住小嘴。此时，无限爆头双眼瞪得大大的，被震得说不出话来。后跳4连射，这是只有游侠中的高手才能做出来的动作。后跳生效的刹那，瞬息开启速射技能，再接连射出4箭，并准确命中目标。这操作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非常难。不光需要装备达标，对技能衔接以及射击精准度要求极高，只要一个失误就无法成功。至少无限爆头很清楚，他做不出来。别说后跳4连射了，2连射都做不到，因为在后跳过程中，身子会不由自主倾斜，失去重心，这会直接导致射击出现偏斜。别说手持弓箭了，就算是给一把沙鹰手枪，都未见得能在后跳中连续4枪命中同一目标。这真是个新手。无限爆头心中惊疑不定，他们自诩是工会培养的精英，但跟苏北一比，真是弱爆了。此时，苏北距离已经拉开，反手就是一箭，咻！1100，暴击！随着最后一根箭矢钉在牛头巨兽头骨上，他终于撑不住了，血条清空，狠狠地摔落在地。与此同时，提示音在苏北等人耳边响起：叮！提示：小队成员苏北击杀了牛头巨兽，王者级，获得3000点经验值，战斗用时17秒。提示：你的等级提升至 LV7。提示：你的所有属性加1，生命值、法力值加100。提示弹出，一旁的无限爆头等人还没能将丛林僵尸杀死。无限爆头看向苏北，只见苏北摸了一把额头不存在的冷汗，正在那嘀咕着，差点被他顶到，还好我技高一筹。无限爆头17秒结束战斗，后跳4连射，这特么叫技高一筹。第14章很难吗？这不是有手就行。牛头巨兽死亡，战利品掉落一地。看到无限爆头几人还在与丛林僵尸战斗，苏北直接摸尸。这家伙见苏北没过来帮忙，无限爆头倒也没多说什么。摸尸嘛，很正常一件事，毕竟他们是个人拾取，拼的就是手速，谁离得近谁摸尸快，东西就全都是谁的，反正也不会掉什么好东西。无限爆头心中如此想到，不过在瞥了一眼拾取信息后，他感觉自己心绞痛犯了。提示：小队成员永业获得了范风衣神级成1。提示：小队成员永业获得了秋叶刀黄金级成1。提示：小队成员永业获得了金币乘12。范风衣秋叶刀，我尼玛，这是什么运气？无限爆头人都傻了。王者级副本确实是会掉落神级装备，可是那掉率真是相当感人了。杀个精英就掉了范风衣和秋叶刀，这也太离谱了。秋叶刀还好说，毕竟只是个黄金装备，可是范风衣不同呀，这可是 LV100级战士大佬们都要跪求的神级装备，是决斗场中的神装。整个南疆大区目前也没超过5件，连他们会长灵魂承载都在重金求购。这个好运的家伙，无限爆头捂住心口，有点难受。他感觉自己错过1个亿。范风衣见到提示，苏北心中也是一喜。没记错的话，这件装备很值钱。苏北扫了一眼其余几人，见他们快要解决战斗了，
也就懒得帮忙了。转头打开背包查看起来。范风衣，神器，类型重甲，等级 LV10，装备属性力量加20，体力加20，物理防御加500，攻击速度正 15%， 移动速度正 15%， 跳跃能力正 20%， 附加效果所有战士技能等级加3。这属性真好，可惜是战士装备。苏北有些可惜，不过他知道这件装备的价值，等10级去了主城，可以研究研究，卖个好价钱。秋叶刀，黄金级，类型太刀，等级 LV10， 装备属性物理攻击加120，魔法攻击加135，附带属性火属性攻击，攻击速度正 8%， 释放速度正 5%， 物理暴击率正 2%， 属性什么的相当 OK， 是战士职业前期比较好的黄金装备，也能卖个好价钱。苏北将背包关闭，此时无限爆头几人也将丛林僵尸解决。见苏北走过来，几人神情都有些不自然。本以为这是个新手，没想到一番操作下来，这个永夜给几人上了一课。不过此时无限爆头在意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来到苏北面前，虚心求教道：永夜，你是怎么做到后跳4连射的？此时无限爆头无比诚恳，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桀骜不驯。苏北疑惑，有些不确定地问道：你不会吗？无限爆头泪流满面，他真是不会啊。或者说整个碎星公会能做出这个动作的游侠也没几个。看着无限爆头求知的眼神，你想学啊？我教你啊。苏北嘴角划起一抹弧度，无比认真道：不过我还是喜欢你那桀骜不驯的样子，你恢复一下。无限爆头翻了翻白眼，屁个桀骜不驯啊。不过为了将后跳4连射学到手，他忍了。我是真不会，麻烦你教教我。无限爆头放低了姿态，听好了，我只讲一次。苏北表情严肃，一本正经道：首先开后跳的瞬间开速射，然后别磨蹭，快点射就可以了。默了。无限爆头嘴角抽了抽，不然呢？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真的。不然你以为多难？这不是有手就行了？话落，苏北向副本深处走去，没得到想要的答案。无限爆头无奈地看向另外几人，低声问道：你们开录制视频了没有？我开了。我的小熊呢？偷偷看了一眼苏北。那就好，那就好，回头发我一份。喂，你们还想不想破纪录了？快走啊！苏北在前方催促着。此时时间已经逼近5分钟，虽然距离20分钟还很遥远，可苏北不想浪费时间。快跟上！无限爆头急忙招呼其余几人，有苏北坐镇，他们的推进速度极快，很快便来到了 BOSS 所在区域。那是一片冻土，远远望去能看到一只手持法杖的人形怪物，它笼罩在一片冰霜中，所过之处周遭物体全部覆盖上厚厚冰霜。盗尸者古玉溪，王者级，头衔不死族领主，等级 LV10， 生命值50000，50000，攻击力800-600，物攻魔攻，防御力380-320，物防魔防，技能撕咬对方，造成大量伤害的同时，并使目标出血，使自身回复200%生命值。寒冰护体战斗时，古玉溪为自己释放一个拥有5万生命值的寒冰护盾。寒冰光环每10秒使附近所有敌人受到1次冰霜伤害，并有一定几率冻结目标。召唤僵尸古玉溪通过传送阵召唤僵尸助战。永夜兄弟，一会战斗的时候得多加点小心，这个僵尸王很厉害。无限爆头出声提醒道。王者级古玉溪不光面板属性很强，技能也是相当恶心，能招怪，能吸血，能动人，还有个盾，这些恶心人的技能他几乎占全了。我们的攻击不如你高，仇恨指定是抢不过你，常规打法指定是不行了。不过你放心，我们会努力输出的。无限爆头认真说道。其实你们蹲一边看着就行。苏北指了指一处墙角，倒不是瞧不起人，而是他的装备。天克古玉溪破魔长弓拥有破盾效果，冰耐斯指环可以抵抗冰冻，超高的移动速度可与 BOSS 保持安全距离，杀个僵尸王简直不要太容易。看向苏北指向的墙角，无限爆头等人很不忿。我们攻击是没你高，但也能打掉血的好吧？还有你那嫌弃的眼神是怎么回事？我们可是破过记录的队伍，放心吧，我们不会拖你后腿的。
无限爆头沉声说着，他心情很不爽。那你们随便吧。苏北懒得废话，他直接拉开破魔长弓，开始蓄力。咻，6626，暴击！第一箭射出暴击，瞬息间，古玉溪本体被打掉一小块血条，伤害数字飘起，护盾值没变，这让无限爆头几人一愣。卧槽，古玉溪护盾还在，但生命值掉了，这是无视护盾了？什么情况？爆头，这是怎么回事啊？一旁，无限爆头猛地回过神来，满脸苦笑道：“倒是忘了这点了。破魔长弓拥有破盾效果，我们几个的作用确实不大。”听到无限爆头如此说道，几人面面相觑。紧接着，我的小熊呢？弱弱的问道：“那我们还攻击吗？”无限爆头沉默半晌，咬牙道：“看戏吧，莫等咱们打碎护盾呢。BOSS 先没了，咱们跟这种变态比不了。”第15章斩获记录。神印符石到手，苏北利用身法不停走位，速射技能接连发动，咻咻咻咻，一根根箭矢定向僵尸王。550、1100，暴击！1100，暴击！550，有着攻速和暴击加成，外加破魔长弓的特殊效果，僵尸王本体血量飞速下降着。不过此时，无限爆头却有些疑惑：这个永夜没学其他技能吗？怎么不用？他真是猜不透苏北的做法。无限爆头哪里知道，不用技能是苏北故意的。他的银剑技能伤害加成太过恐怖，要是用出来，眼前这个僵尸王连10剑都承受不了。作为一名独狼，苏北深知一个道理：想要不被别人背刺，那就得对外人留一手。银剑和神级剑矢他都没有使用的打算，就用平 A 也能轻松射死僵尸王。后跳，咻咻咻咻，550、1100，暴击！1100，暴击！1100，暴击！又是一番后跳4连射。苏北始终与僵尸王保持着安全距离，他的血量满打满算才1650点。虽然有着冰奈斯指环加持，但那也得小心才行。一旦靠得太近，再运气不好，让僵尸王冻住，僵尸王的连招攻击足以秒他。咻咻咻！苏北持续战斗，一根根箭矢射向僵尸王。550、550、1100，暴击！550，僵尸王血量刷刷下降，很快便降低至50%以下。结！僵尸王忽然站在原地，发出一声怪笑，正是释放技能的前兆。下一刻，蓝色光芒闪烁，一座白骨墓碑从地面升起，伴随着墓碑亮起白芒，一只只腐肉僵尸从洞穴中涌了出来。此刻，僵尸王躲在诸多小弟背后，想要攻击到他很难。我们帮永夜打掉墓碑，不然僵尸无穷无尽。无人攻击的话 ，BOSS 血量会很快回满。无限爆头从墙后跳出，掏出长弓，刚要攻击，浮空剑。苏北弯弓搭箭，趁着僵尸群左右晃动所产生的空隙，一箭命中藏身于后方的僵尸王。呀！僵尸王被命中，瞬间被击飞到半空。苏北抬手便赏了他2箭，1100，暴击！1100，暴击！2箭悉数命中，浮空效果也刚好消失。砰！僵尸王掉落在地面上，刚站起身，就在这时，苏北蓄好力的致命穿透再度来袭。咻！3693、3693、7386，暴击！3693，一长串血红数字飘起，召唤僵尸的墓碑被瞬息打碎，连带着10几只僵尸怪也被一并射杀。这无限爆头脸色变化数次，随后他起武器，默默地蹲回墙角。今天所受的打击比他18年来加起来都多，真是够了。接下来的战斗，苏北放缓了节奏，一边射杀残留僵尸，清理场地，一边关照僵尸王，不给他丝毫回血机会。咻咻咻！550、550、550，持续受到伤害。僵尸王的仇恨值被拉满，他疯狂追击着苏北，可苏北太过灵活，僵尸王根本摸不到。令人恶心的寒冰光环也没有发挥出丝毫作用，唯一的一次冰冻也不过持续了1秒的时间。僵尸王连苏北的衣角都没摸着。终于，战斗时间来到2分多钟的时候，僵尸王脱离了苦难。噗嗤，僵尸王被一剑贯穿头颅，眼中灵魂之火消散。伴随着僵尸王倒地，
与此同时，一则系统公告忽然响彻整个南疆大区。公告：新纪录诞生！恭喜玩家永业无限爆头！我的小熊呢？给我咬一下！练习2年半，通关暗黑雷鸣废墟王者级，用时13分36秒。评价 SSS。特此公告！公告来袭，一刹那间，整个南疆大区轰动了。我操！13分36秒。SSS 评价：这是正常人能打出来的记录，这特么比破天工会 A 级评价猛多了呀！我一个变态都觉得碎星变态，4个碎星的，带了一个叫永业的散人，就把记录破了。碎星牛啊牛啊！牛蛙个屁啊！你没发现记录显示不对吗？没有工会前缀啊，这哪是碎星带永业，明显是永业带的碎星啊！卧槽，还真是，就特么离谱！看来这个永业比喜欢打篮球的坤更猛啊！莫非永业是唱跳 rap 全能选手？楼上的当心律师函！此刻南疆大区频道大乱，所有人都在好奇永业到底是何方神圣，更有甚者直接添加起了好友。叮，你收到999加条添加好友信息。此时暗黑雷鸣废墟副本中，苏北正在摸尸通关副本，他的等级提升至 LV8。至于那海量的添加好友提示，则被他直接无视了。提示：你获得了神印符石221至尊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强力东方棍白银乘1。提示：你获得了金币乘39。未等苏北打开背包，下一秒，熟络的提示音再度响起。叮！你获得了神印符石艾尔至尊级，触发数量暴击成功，倍数3倍。恭喜你获得了物品神印符石艾尔至尊级乘3。神印符石被暴击了，苏北有些惊讶。神印符石每一枚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有打破某些记录才会奖励一枚。当记录再次被打破，神印符石就会从先前的持有者手中消失，转换到新记录人的手中。这一波暴击将独一无二的神印符石变成了3枚，这让苏北始料未及。这暴击系统真是不讲道理，完全就是个 bug。苏北笑了笑，随后打开了背包，除却神印符石，僵尸王并没有掉落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东西。下副本就是这样，不出货很正常。苏北也没在意，而是将目光投向背包中的3枚古朴石头。神印符石艾尔1，类型至尊造物，稀有度至尊级，等级 LV10，附带属性技能射程增加 1%， 技能伤害增加 1%， 技能冷却缩减 1%， 技能消耗降低 1%， 说明含有艾尔至尊神力的一符石放在背包中即可生效。就这属性是至尊造物，苏北心中直犯嘀咕。按说各大公会都争夺的东西，不说变态到极致，那也应该是属性爆表的东西吧。这枚神印符石的属性真是有够拉胯，难道说有什么特殊用途？苏北正思索着，就在这时，看不懂吧？我们会长说了，只要你愿意加入公会，便把神印符石的合成方法告诉你。无限爆头忽然走上前来，满脸的桀骜不驯，原来是用来合成的。苏北眼前一亮，无限爆头的话给他提了醒。苏北抬头看向无限爆头，无比诚恳道：头头，你真是个好人。无限爆头第16章至尊级装备艾尔德赐福，神印符石可以合成。苏北受到启发，这让他回想起在地球时玩过的一款游戏很相似，2块相同的符石合成，能让符石进阶，2块不同的符石相合，能获得属性超强的稀有装备。不知道神域这边是不是这样，反正神印符石有3块，试试看。苏北说干就干，他把无限爆头晾在一边，在背包中试验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如我所想那般。苏北心中期待，随后他将2块符石按在一起，2块符石刚一接触，一道夺目的紫色闪电忽然出现在2块符石中心，噼啪，伴随奔雷声炸响，2块符石成功合并。与此同时，苏北收到了系统提示。叮！提示：你获得了神印符石22至尊级乘1。果然是这样，苏北心中一喜，眼眸有亮光闪过，2相合成，能够合出更高一级的神印符石。接下来，只要将1和2合成在一起，就能印证他心中所想了。不知道1和2能合出什么东西，带着一丝期待，苏北将1和2神印符石合并在一起。轰！
2块神印符石合并，苏北的背包中突然爆起一团璀璨的金色光芒。叮！提示：你获得了装备艾尔的赐符，至尊级，乘1。至尊级装备。苏北先是一怔，随后便是无尽惊喜，因为此时一直缠绕在他心中的疑惑：银刃解了，难怪万倍暴击，最高只能暴击出神级装备。原来至尊级物品要用神印符石合成，不知道属性怎么样。苏北将目光投向背包中，艾尔德赐符，类型护身符，稀有度至尊级，等级 LV1， 附加效果法力值加1000，击杀后恢复自身 50% 法力值，闪现技能冷却负 50%， 魔法师技能加5，击杀怪物后正 40% 的几率获得传说及以上装备。决斗场可用，说明放置在背包中即可生效。看完装备介绍，苏北吸了一口冷气，强，太强了！这个护身符对魔法师来说堪称完美，单就闪现技能负 50% 冷却就足以让这件装备封神。最关键的是，这至尊级护身符放在背包中就可以生效，那岂不是说，如果实力允许的话，可以弄一背包至尊级护身符，那不是爽翻了？苏北如此想着，不过他也意识到一个问题，难怪3大公会这么在意副本记录，也难怪神域论坛搜不到神印符石的相关讯息，原来这涉及到至尊级装备的秘密。如此强横的至尊级装备，知道的人自然是越少越好。不过此时苏北心中却有些遗憾，可惜这件装备与我的职业不太匹配，也就击杀提高掉率还有点用。看来想要合出游侠的至尊级装备，我得斩获更多的副本记录，收获更多神印符石才行。苏北眼眸中闪过一抹亮光，接下来的目标很明确了，那就是尽快升级，破掉更多记录，获取更多的神印符石，来打造一身独有的游侠装备。不过这样一来的话，势必会与3大公会发生冲突，不，或者说在他破了记录的那一刻开始，冲突就已经发生了。没记错的话，原暗黑雷鸣废墟记录掌控者破天公会，该会长法力风暴就是一名魔法师，神印符石已被夺，想必法力风暴的至尊级护身符早已被分解成符石，他一定很抓狂吧。苏北挠了挠头，不过心中却没有丝毫愧疚，副本就在那里，谁有本事谁去破纪录，总不能因为你是破天公会会长，是 LV100级大佬，我就给你一个面子吧，那也太说不过去了。我撤了哈，你们玩。苏北跟无限爆头等人打了个招呼，随后便离开了队伍。交易已经完成，神印符石的作用也已知晓，离队自然没什么不妥。刷，蓝光闪烁，苏北传送到副本外，13分36秒，总感觉不太安全。苏北思索着，他毕竟是独狼作战，跟公会那帮家伙比不了。如果想要彻底将2符石牢牢掌控在手里，应该把暗黑雷鸣废墟的副本记录再往前刷一刷，刷到无人可破的地步。继续吧。苏北迈进副本入口，正在选取副本难度的时候，就在这时，一则好友添加提示吸引到他的注意。提示：魂灵破碎 LV100， 请求添加好友。碎星公会。苏北在退队的一瞬间，无限爆头便将副本中的事情汇报给了新手负责人魂灵破碎。所以在听你说完后，他依旧没有加入公会的打算，反而是直接退队了。魂灵破碎有些疑惑，是啊，还给我发了一张好人卡，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无限爆头越想越不对，但哪不对他也说不上来。你都说什么了？魂灵破碎皱着眉头追问。这个事情着实有点蹊跷，我就说只要他加入公会，就会告诉他神印符石怎么合成啊，别的什么都没说啊。无限爆头有些心虚的解释着。你这是办得不错。听到这，魂灵破碎直接被气笑了。他总算是知道永夜为什么直接离队了，明显是得到了无限爆头的启发，只要稍加推断，就很容易让永夜联想到神印符石是可以合成的。接下来只要疯狂破纪录，疯狂合成，就一切都了然了。这个蠢货！魂灵破碎心中暗骂，原本还想着借助这次机会把永夜拉拢到公会呢，结果他的计划全被打乱了，看来只能启动第2套计划了。无限爆头挠了挠头，腼腆道：谢谢破碎大佬，我会好好努力的。魂灵破碎气结，随后他没好气的冷哼道：你以为我在夸你吗？无限爆头愣住，然后弱弱的说道：大佬，通过合成2个字，永夜猜不到什么的吧？而且就算是猜到了，也是破天公会，应该头疼吧？
毕竟前几个符石都是破天工会在掌控着，而且想获得也没那么容易吧。见他如此轻描淡写，魂灵破碎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强压怒火道：把前几号符石都拿了之后呢？那不就轮到我们了？那现在应该怎么办？我想静静。那大佬你先想静静，我去升级了。无限爆头灰溜溜的中断聊天，我这都招的什么蠢货？魂灵破碎努力平复着心情，冷静下来后思索道：永夜目前应该还不清楚神印符石能够合出至尊级装备，如果我提前透露给他的话，依旧能赢得他的好感，还能阻碍破天工会的进步。想到此处，魂灵破碎给苏北发去了好友申请。第17章，别急，让你更上火的事还在后面。魂灵破碎100级大号主动加好友，苏北还是有些意外的。没记错的话，这人应该是碎星公会的新手负责人，又来送温暖了。苏北莫名一笑，同意了好友申请。永夜兄弟，不知道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魂灵破碎也没废话客套，上来直接直奔主题。先升级，然后去刷副本记录。苏北坦白道，等级是神域最基础的东西，就算拥有无数好装备，等级不够，穿不上也是白搭。这样如此坦白，魂灵破碎竟然有点接不下去。沉默几秒后，魂灵破碎沉声道：你知不知道你已经把破天工会得罪了，就因为破个记录？苏北感到好笑，这魂灵破碎果然是来拉拢他的，不过拉拢的方法有点低级。不然呢？你手里的那块神印符11对破天会长法力风暴很重要，你破了他的记录，他定会找你报复。我的建议是加入我们工会，如果破天工会对你出手，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付他们了。魂灵破碎说明厉害，还顺带抛出了橄榄枝。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苏北点点头，表示赞同。你明白就好。那家工会？魂灵破碎试探着说道。有什么好处？我可以找人带你升级，等你到 LV100了，还可以给你提供一套加时传说级装备。就这点东西，还是算了吧。你不怕破天工会报复？不想知道神印符石到底怎么用？怕，但打不过的话，我就加入他们。等加进破天工会，想必就能知道神印符石怎么用了吧？苏北满脸认真的胡说八道。魂灵破碎一怔，有些没反应过来，这是什么 TM 狗屁逻辑？怕破天，不怕我。不过此时他也意识到，这个永夜绝壁是个很腹黑的老六，这样的选手加进工会，那不得把工会闹个鸡飞狗跳。这个永夜看来很难掌控啊。魂灵破碎沉默了，不过他还有第二套方案，那就是坑破天工会。其实你也不用怕，如果破天工会敢对付你的话，你大可以将他们的记录全破掉。想了想，魂灵破碎给苏北发了数条与神印符石相关的信息，其中还包含一道与游侠完美匹配至尊级物品的合成方法。好了，永夜兄弟，别的就不多说了，诚意我已经给到位了。要是想加入工会，碎星工会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话落，魂灵破碎中断了消息，找灵魂承载汇报去了。有点意思。看着魂灵破碎发来的消息，苏北嘴角向上滑起一抹弧度。魂灵破碎这一招并不阴，甚至有点阳。为什么告诉他游侠所需要的神印符石在哪个副本掉落？无非就是想借他的手把破天工会的记录都破掉罢了。这样的话，不光能把他推向破天工会的对立面，还能让破天工会失去件至尊级装备，最关键的是还阻碍破天工会的副本进度，搞法力风暴心态，可以称得上是一弹恩鸟了。真拿我当枪使了。苏北笑了笑，随后转身进入了副本，他要将暗黑雷鸣废墟记录刷新到无人可破的地步。此时破天工会因为副本记录再度被破，法力风暴正在发飙。谁他妈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4个碎星工会加一个散人就破了我们的记录，还提升了好6分钟？此时法力风暴大发雷霆，整个工会却无一人敢言。刚刚合成好埃尔的赐福，没等捂热乎呢，就又拆解成一块2符石，直接让法力风暴气炸。而且他们也真是想不通，原本以为19分59秒的记录就够猛了，这不知道在哪冒出来几个变态，说破就给他破了，还打出13分36秒的记录。这是10级新人能打出来的数据，也太离谱了吧。若不是神域没有 GM， 他们都想集体实名举报碎星开挂了。永夜到底什么来头？法力风暴现在火很大，虽然他不知道永夜是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切都与碎星工会有关。
指定是灵魂承载那个老六在背后搞的鬼。灵魂承载这个老阴狗总是坏我好事。正心中暗骂着，法力风暴突然收到一条消息，翻开一看，正是灵魂承载，又在骂街呢。灵魂承载满是玩味说道：得到魂灵破碎的消息后，作为老对手，自然要第一时间来慰问下。没错，正骂你呢，你个老皮燕子，就 NM 知道玩阴的，有本事决斗场真刀真枪的干一架，屎都给你打出来。法力风暴冷笑道：嗨嗨嗨，不就是丢个记录吗？至于这么生气吗？抢回来不就得了？灵魂承载目光中满是戏谑，他主动对话，就是来看法力风暴是怎么暴跳如雷的。法力风暴努力控制着情绪，冷冷道：我破你几个记录，把你的至尊级装备变成破石头，我看你生不生气？你先别上火了，让你更上火的事还在后面呢。灵魂承载神秘一笑，闻言法力风暴一怔，沉声道：你什么意思？消息刚刚发出，下一秒一道提示突然弹出，提示灵魂承载拒绝接受了你的消息，你的消息发送失败。法力风暴一怔，随后破口大骂道：灵魂承载，我 CNLL， 他竟然被灵魂承载拉黑了，这个狗东西！法力风暴强忍心中怒火，虽然他是个脾气火爆的主，但并不是个蠢货，要不然也没办法将工会做大做强。这个老阴病，他那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要继续破我工会的记录？那岂不是破坏了3家协议？狗东西，疯了！法力风暴心中咒骂着。3大工会早有协议， LV30 以下的副本记录和野外 BOSS 可互相凭本事争夺， LV30 以上的副本和野外 BOSS 3大工会各自瓜分数个。毕竟神域不光是打打杀杀，也得讲点人情世故。不过法力风暴倒也没怎么担心，如果一家工会不守规矩，那么另外2家工会将联合起来对其出手。马德摸不透这个老阴狗，不过那个永夜倒是得多多注意一下。法力风暴猜测着，因为他不清楚苏北的身份，看起来像个散人，但又与碎星的狗东西们搅和在一起，还把自己的记录给破了，怎么看都不像个好人。不过放任不管也不行，暗黑雷鸣废墟的副本记录，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永夜才是主力，其他几个都是陪衬。思索片刻后，法力风暴暗道：先接触一下看看再说，当务之急是把暗黑雷鸣废墟副本记录再抢回来。不过这个记录时间还真是不好破呀。正当法力风暴思量着对策的时候，熟络的系统公告再次响彻整个南疆大区。公告：恭喜玩家永夜通关暗黑雷鸣废墟王者级，用时36秒，评价 SSS。 特此公告，法力风暴第18章36秒通关，被暴击的神印符石。36秒，望着世界频道，法力风暴绷不住了。这 TM 是怎么做到的？一键扫荡了是吧？开挂都不演了是吧？还 TM 有没有王法？不对，记录只有永夜一人，难道他与碎星公会只是合作关系？法力风暴沉思道，看来得尽快找人接触永夜。别看暗黑雷鸣废墟只是个10级副本，但36秒通关，那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此时世界频道也掀起轩然大波，暗黑雷鸣废墟记录再次刷新，36秒通关，南疆大区玩家集体震撼。无他，这个记录已经不能用逆天来形容了，完全是捅破天了。老铁们，我就想问一句，这永夜是人吗？36秒，很牛批吗？还没我射得快呢。楼上的兄弟，你这可能是病，我正好认识个老中医 ，V 我50推给你，给自己一个重振雄风的机会。哈哈哈，破天的小垃圾们，是不是气都冷？碎星无敌，无敌个狗的 ER 啊！上面哪有你们碎星的名字？你们说永夜是不是有挂啊？这一刻，南疆大区的聊天频道全是对苏北的猜测，因为这实在太过惊人了。原本13分36秒的记录就已经很强了，结果苏北直接来了个负13分，真是离谱到家了。此时，碎星公会在看到通关时间后，一向沉稳的碎星会长灵魂承载也皱起了眉头。36秒通关，刨去赶路的时间，每秒的秒伤至少需要5000加。难道他的武器不是加16，而是加50的？灵魂承载不停猜测着，但无论他怎么计算，伤害数值依旧有些对不上。除非永夜的武器真的是加50，要不然伤害数值根本对不上。此时灵魂承载心中无比疑惑，暗道加16就已经够蹊跷了，加50怎么可能？不过再度破纪录是什么意思？飘了。
灵魂承在目光中闪过一丝不屑。不可否认，永夜的劲头很猛，36秒通关也确实惊人。可毕竟他才 LV8级，不会以为破个记录就能与三大公会对抗吧？等永夜出了新手村，三大公会想要拿捏他，真是不要太简单。更何况永夜出了新手村，加16武器能不能保得住，还是一回事呢。一个低级小号能翻天不成？不过法力风暴应该是彻底傻眼了吧？灵魂承在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想了想，他抬手将法力风暴从黑名单放了出来。结果999条加的刷屏消息瞬间弹出，灵魂承在我 CNM 加999。相比爆炸的聊天频道，此时苏北正有些头疼，因为暴击系统又被触发了，而这一次还是触发的数量暴击。叮，你获得了神印符石艾尔1至尊级，触发数量暴击成功，倍数1000倍。恭喜你获得了物品神印符石艾尔至尊级乘1000，暴击一触发，苏北50个背包被瞬间填满。紧接着被无数人视为珍宝的神印符石爆了一地，1000枚，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苏北挠了挠头，随后他搓了搓手掌，开始合成。原本他只是想把记录刷刷，没想到竟然再度触发了数量暴击，这还真是意外之喜。1000枚符石足够合成游侠的至尊级护身符了，不知道属性什么样。苏北心中期待，随后他左右手开始疯狂发力，施展出传说中的左右互搏术。提示：你获得了神印符石艾尔2至尊级乘500。提示：你获得了神印符石锋刃3至尊级乘250。提示：你获得了神印符石蒙多4至尊级乘125。半时后，苏北擦了下脸上的汗水，轻舒一口气。背包中神印符石被悉数合成完毕。此时苏北眸光有些闪烁，他正有些犹豫，要不要将手中的艾希10号符石和亚瑟9号符石合并在一起。按照魂灵破碎所说，只要将10和9合成在一起，就能获得一件游侠至尊级物品。希望那个家伙没有骗我，要不然我就加入破天公会去搞你心态。苏北深深吸了一口气，随后他将2块神印符石合并在一起。轰！璀璨光辉闪过，原本昏暗的暗黑雷鸣废墟忽然明光大亮。叮！提示：你获得了装备剧毒无限剑带至尊级乘1。剑带。看到提示，苏北惊了。原本他还以为合成出来的至尊物品都是护身符一类，没想到还有剑带一类的装备，这可够惊喜的。苏北连忙打开背包查看起来。剧毒无限剑带，类型剑带，稀有度至尊级，等级 LV1，附加效果射击范围加1000米，装填速度正100%。装备后每10秒生成一支剧毒箭矢，剧毒箭矢命中敌人后使敌人陷入深度中毒状态，每秒损失1000点生命值，并使目标受到的治疗效果降低80%，持续5秒，可叠加5层。装备获得 LV5级灵魂战鹰技能。灵魂战鹰，战鹰释放期间，你的视野范围扩大至1000米，并与战鹰共享视野。决斗场可用，说明穿戴即可生效。好东西！苏北眼前一亮。其实他现在的战力已经很变态了，有了这个剑带后，战力又迎来大幅度提升，而且他也不用去购买普通剑矢了，就很棒。很难想象，这是一个 LV8级号该拥有的东西。苏北心中喜悦，目光看向灵魂战鹰技能，与战鹰共享视野。等等，苏北想了想，顿时倒吸一口凉气。灵魂战鹰配合上我的神级剑矢，那岂不是说我能在1000米之外就能击杀敌人？死！有开自苗冠那位了。之前暴击出的神级剑矢拥有必中属性，再配合上灵魂战鹰加恐怖的1000米射程，这不妥妥的狙击枪加自苗。苏北眼中闪过一抹兴奋之色。从进入神域到现在不过1天而已，他的战力就已经如此爆炸。这个战果如果公开，不知道会惊呆多少人。刺激！先回城去交任务。苏北撕开传送卷，直接回城。第19章，勇气试炼。决斗场开启。苏北回到城镇，来到村长处将任务交付。提示：恭喜你完成任务暗黑雷鸣废墟，获得奖励经验值乘10000，金币乘40。提示：你的等级已提升至 LV10。
提示：你的所有属性+1，生命值、法力值加100。交付完毕。苏北等级提升至 LV10。此时，村长语气沉重道：“永业，这次你做的不错，成功封印了魔法阵，让村子免受魔物侵扰。不过，你要是想离开新手村的话，还需要完成最后一件事，那就是证明你的勇气。”叮！你触发了任务勇气试炼。任务描述：新手村外，杀戮永无止境。村长希望你证明自己的战斗技巧，请前往决斗场，获得500点决斗点数。领取后，你将获得进入决斗场资格。完成后即可离开新手村。是否接受？接受。苏北接受任务。这是新手村任务最后一环，只要在决斗场内获得500点决斗点数，在交付任务后，便可以获得离开新手村资格，前往更大一级城市。没什么说的，直接接受。接受完毕。决斗场正式开启。提示：你已获得进入决斗场资格。消息弹出。苏北呼出决斗场选项：南疆大区决斗频道，黄金段位以下可进；夏国大区决斗频道，黄金段位以上可进；世界通用决斗频道未开启；诸天万界决斗频道未开启。决斗场共4大频道，只要选择对应频道，就可以与其频道内玩家决斗，也就是所说的 PK。 我这个青铜五看来只能选南疆大区了。眼下苏北的段位很低，只能选择南疆大区决斗场。不过他的目光却一直扫向最下面2个频道：世界决斗频道、诸天万界决斗频道。苏北眼中闪过一道亮芒。按照论坛所说，这2个决斗频道是需要达到一定条件才会开启的特殊频道。没记错的话，决斗等级到达至尊1，便能开启世界决斗频道，可与全蓝星玩家对战。决斗等级到达至尊10，将开启诸天万界决斗频道。在该频道中，玩家们可以和异界万族对战，其中不乏深渊女妖、魅魔、绝美精灵。诸天万界、异界万族，苏北心中有些澎湃。诸天万界、异界万族，这对来自地球的他诱惑极大。毕竟他都18岁了，至今还没见过外星人。只要把等级和 PK 段位提上去，这些什么魅魔、女妖、精灵的，我早晚会见到。苏北深深吸一口气，随后直接选中南疆大区频道。选定完毕，苏北进入决斗场中。刚一进入，他就被吓了一跳。由于副本次数有限，许多玩家刷完副本后都会选择来 PK 场爽2把。此时这里完全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大概场景就是中苏北中，场面十分混乱。自定义999号房间，挑战一切20级玩家，1把10W 金币，玩得起得来。玩家谁不曾新手过 LV50？ 卑鄙无耻，打不过就用觉醒技能虐小号，不要个闭脸。红狗们真不要脸，就几把知道开双刀。呜呜，谁带我赢2把？我想出新手村啊，来个大佬带我渡劫好吗？出一把加17流光星陨刀，带价来，不带不回。决斗广场热闹非凡。由于是南疆大区决斗场，不少玩家甚至在决斗场中做起了生意。此时苏北来到一处人少角落，翻看起决斗规则。决斗场规则很简单，进入决斗场后，玩家可自行创建房间，或者加入他人房间进行对战。对战模式共有3种，分为个人赛、擂台赛以及团战。人数、等级、场景等等都可以由房主设定。取得胜利的玩家或队伍将获得决斗点奖励，并增长段位。而决斗点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可在决斗场 NPC 处兑换珍贵的巨献道具，其中就包含了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永恒精粹。永恒精粹，苏北喃喃自语，眼中有亮光闪过。这东西珍贵的很，其作用是可以让玩家们的游戏实力同步现实。玩家们在决斗场里打来打去，绝大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永恒精粹。相传在诸天万界兑换的永恒精粹可以让人原地成神。成神，苏北眼中有着一丝向往，不过现在想这些还为之过早，先去 PK。 收敛情绪，苏北翻看起房间列表，一番查找后，他找到了合适房间，房间号10017，地图场景月光酒馆， LV15级以下可进，无限制 3v3 擂台赛，当前人数3/6。月光酒馆地图不算太大，对个职业都很友好。无限制擂台赛意味着
玩家可以正常使用天赋技能和高强化装备，5级的差距不是很大。就他了。苏北沉思片刻，直接点击进入。刷，场景变换。苏北发现自己来到一个名为月光酒馆的战斗场景。此时，月光酒馆中，随苏北一起进入的还有另外2名玩家。3人到来，刚好满足3v3擂台赛条件。苏北扫了一眼双方阵容，己方是红队，他的临时队友是一名战士和刺客；对面蓝队有2个法师，外加1个牧师组成。这把稳了。见状，苏北心中一喜，他作为一名游侠，妥妥的不假克星。想到这，苏北按下了准备键。这时，己方队伍频道中，这屋竟然有个白银1的，真 TM 不要脸！战士骂了一句后便离开了队伍。苏北疑惑道：“怎么退了？”刺客玩家看了一眼苏北，无奈道：“兄弟，你是没看对面阵容吗？3个脆皮不假，有什么问题吗？”苏北好奇，对面一个男法师，带2个小妹子，这不是妥妥的上分局？你没看到对面那个法师段位都白银1了吗？而且装备是全套加10的，明显就是来带妹虐菜的。我先退了。话落，刺客也离开了队伍。看己方队伍又剩下自己，苏北有些无语。一个白银1法师就给你们吓成这样。不过他倒没有瞧不起退队的2人，来 PK 场是来找痛快的，可不是来找虐的。对面的法师装备确实不错，不过此时苏北想的却是另外一件事，要是击败他的话，应该能得不少决斗点吧。苏北目光中闪过一道亮芒，青铜5战白银1，如果取得胜利，他得到的决斗点应该相当可观。而且不战斗怎么能判断自己的实力？就拿这个白银1法师试试手吧。苏北决定一战。就在这时，蓝队的白银1法师忽然自嘲式对2个妹子说道：“哎，想找人打架真难，我不过就白银1而已，真不知道有什么好怕的。要不然我故意输几把。”月光酒馆场地不算大，这法师的话很轻易就能传进苏北耳朵。闻言，苏北讶然失笑，嘀咕道：“好家伙，激将法啊！”第20章，这妹子很变态的样子。白银1法师 ，ID 叫我卢老爷，是破天公会的一名成员，因为战斗意识强，天赋不错，早早的就被破天公会发掘，拉拢进公会。喜欢 PK 的他，经常泡在决斗场中。今天刷完副本后，他想着来决斗场嗨皮2把，等段位到了黄金，就去全国服战斗。没想到竟意外遇见2个求带的小妹子啊！单身18年的他，自然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不过让他难受的是，由于段位达到了白银1，这帮辣鸡青铜进来就秒退，根本不敢和他打架。创建房间都好半小时了，硬是一把 PK 都没打起来。眼看2个妹子都有些不耐烦，不得已，卢老爷只好用出激将法，希望这个2愣子游侠不要走。卢老爷在心中祈祷着。半晌后，见苏北没有走的意思，他终于放下心来。眼下只要再等来2个愣头青，就能带妹装批了。到时候好好秀那么一秀，没准就能和小妹子们去线下深入交流了。快来人吧，我不想总用手了。叫我卢老爷在心中呐喊着，也不知是上天垂怜，还是愣头青扎堆。就在这时，又有2名玩家涌了进来，还秒按了准备键。卧槽，感谢老天爷赏脸！卢老爷心中大喜，瞬间秒开对战。随着卢老爷开启对战，系统提示随之响起，战斗将于30秒后开启，请选择出战顺序。30、29、28，倒数进行中。此时，苏北看向2名队友，满是无奈道：“怎么是你俩？”这2人正是无限爆头和梦碎星河。不过苏北倒也没怎么意外，想必这2人也是接了出新手村任务，来决斗场搞决斗点的。嗨，这不是正好赶巧吗？我俩就抱大腿了哈！梦碎星河笑着回复道：“他不过就是随便进了个房。”嘿，没想到又遇见了永夜，这大腿不牢牢抱住，那不是太蠢了吗？哼！无限爆头冷哼了一声，对梦碎星河的狗腿行为有些不满。好歹也是南疆3大公会的精英，有点骨气行不行？谁先上？苏北问道。我先。无限爆头率先申请了1号出战位。见状，苏北倒也乐得如此，有人帮他探探技能也不错。就在这时，梦碎星河忽然想起了什么，急忙出声提醒道：“爆头，你小心点，那个叫我卢老爷。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个人的天赋技能是魔法锁定一类的，很麻烦。”知道了。
无限爆头点点头，魔法锁定类的天赋确实是有点麻烦，根本无需预判技能方向，一旦被锁定，那基本上必被命中。不过应该问题不大，他无限爆头也不是吃素的。此时倒计时来到尾声，双方都已选择好出战顺序。红队无限爆头率先出战，苏北第二，梦碎星河第三。蓝队西瓜兵1号，吃个兔兔2号，叫我卢老爷3号。随着倒计时结束，无限爆头和西瓜兵出现在月光酒馆场地中央，在等待最后读秒。PK 场中，西瓜兵朝无限爆头眨了眨大眼睛，轻声道：“小哥哥，我不太会玩，麻烦让着我点。”马德，早知道我先上了。看台上叫我卢老爷有些不满，这可是他鱼塘里的鱼，岂容让人染指？呵呵，好。无限爆头嘴上说好，不过脸上却满是冷酷神色。3、2、1 ，Fight！ 伴随着战斗声响起，无限爆头率先行动起来。咻咻咻！一连3道箭矢，分别朝着不同的方位，朝着西瓜兵袭去，位置封锁的十分完美，无论西瓜兵怎么躲，都会有一箭命中。箭矢呼啸而来，西瓜兵没有做出任何躲避动作，只见他站在原地，不慌不忙施展起魔法护盾技能。魔法护盾，淡蓝色的护盾升起，将西瓜兵牢牢包裹。这时无限爆头的箭矢也已到达，西瓜兵施展魔法盾时并没有离开原地，所以这3箭必中。砰砰砰，3道箭矢精准命中，在无限爆头震撼的眼神中，3道伤害数字飘起。1，这无限爆头惊了，他竟然只能堪堪破防，这是什么防御力？这个女法师莫非跟永夜一样也是个变态？就在无限爆头有些怀疑人生的时候，西瓜兵出手了。暗影夜猫，2道暗紫色的魔法能量凝聚成猫咪形态，自西瓜兵手中急速吸出。喵！黑色猫咪飞出，让看台上的梦碎星河脸色骤变，忍不住惊呼道：“隐藏职业，元素师！这个西瓜兵竟然是一名隐藏职业！”梦碎星河惊了：“元素师很厉害吗？”苏北问道：“他才来这个世界不到1天，很多东西不是太了解。”很厉害，元素师拥有极为恐怖的瞬间杀伤力以及范围攻击能力，自保能力也相当强。而且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西瓜兵的天赋应该与魔法盾有关。梦碎星河目光不断扫视着场中2人，按说无限爆头的武器装备不应该堪堪破防才对，明显是西瓜兵的魔法护盾有古怪，很变态的样子。苏北煞有其事的点点头，继续观看对战。此时 PK 场中，2只暗影夜猫一左一右袭来，将无限爆头闪躲路径封得死死的。不过无限爆头也没有惊慌失措，瞬间发动技能后跳，只见他双脚在地面一蹬，快速朝后方退去，飞起瞬间还朝西瓜兵射出一根浮空箭。不过可惜的是，并没有射在西瓜兵身上，一箭落空。无限爆头看到西瓜兵竟然朝自己甜甜的笑了一下，不好！无限爆头心中警惕，猜测着西瓜兵下一步打算。思索之间，无限爆头发现自己后跳的落地点竟然有着一个大型火圈，在隐隐升腾，这是大型技能在蓄力的征兆，封住了我的落脚点。无限爆头大惊，不过此时他已经来不及反应了。烈焰冲击，只见西瓜兵法杖一挥，一道巨型火柱猛地在无限爆头落脚点爆发。轰！烈焰升腾，无限爆头双脚刚一落地，便被烈焰狠狠地轰向空中。450，伤害飘起，无限爆头血量猛地下降1/3。该死！无限爆头被烈焰轰飞至半空，此时的他无法做出任何规避动作，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西瓜兵朝着自己落地点跑来。这下糟了！无限爆头心中升起不好的预感，被人击飞，接下来迎接他的十有八九是一套完整连招。虚无法球，黑色能量球自西瓜兵手中缓缓飘出。按照无限爆头的落地点来看，这枚虚无法球刚好能接住下落的无限爆头。靠！无限爆头暗骂一声，这道虚无法球他躲不掉。此时烈焰冲击浮空效果消散，无限爆头背朝地面急速下坠。就在这时，西瓜兵的虚无法球刚好缓缓飞来，直接将无限爆头稳稳接住。砰砰砰，法球不断摩擦着无限爆头，一道道伤害数字飘起。320、
320，320，一连3道伤害升起。无限爆头眼前一黑，随后他耳边传来了系统提示：你已经死亡。第21章，我这个人不擅长打架。卧槽，这么强！叫我卢老爷忍不住吞咽下喉咙。本来他还想着自己来一波压轴，在2个小妹子不敌的时候，由他扮演一下力挽狂澜的高手，再趁机炫技一把，赢得小妹子芳心。没想到自己队伍中的小妹子是隐藏职业不说，操作意识也都强得离谱。看来没有我上场的机会了。叫我卢老爷心中有些遗憾。没办法，谁让西瓜兵真的很强。从战斗开始到结束，无论是抓无限爆头的落脚点，还是技能衔接，西瓜兵全都做到很完美。什么新人妹子求带，全都是骗人的。果然越漂亮的女人越会说谎。不过她真的好美啊，这头短发我真是爱了。叫我卢老爷目光紧盯着西瓜兵，恨不得一口吞了他。与此同时，无限爆头脸色难看的回到观战席，他黑着脸坐在一旁，默不作声。输给一个妹子，让他面子有些挂不住。不过好在一旁的梦碎星河安慰了他几句，这才让他心情好点。别灰心，按说你的攻击力不应该破不了防，我猜他的天赋品质应该极强，不然就算是隐藏职业，你也不会败得这么快。梦碎星河不断的猜测着，不过他倒也没什么担心的。对于他们来说，西瓜兵这个隐藏职业是有点变态，不过他们队里也有一个变态，变态对变态，很有看头啊。不知道哪个变态会赢。想到此处，梦碎星河感到有些兴奋。在 PK 场中战斗，比下副本更能看出一个人的真实水平。他对永夜真是太好奇了。永夜大佬，能不能出新手村就全指望你了。梦碎星河搓搓手，随后默默地打开视频录制。那我看你是出不去了。我这个人不太擅长打架。苏北笑着说道，脸上满是玩味神色。梦碎星河愣住，未等他开口，唰，白光一闪，苏北自观众席位消失，来到 PK 场上。咦，你是永夜？就在这时，西瓜兵忽然发出一声轻疑。有什么问题？苏北抬头看去，一袭蓝色短发的西瓜兵正用那双清澈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看。操！这一幕让看台上的叫我卢老爷快要烧起来了。暗黑雷鸣废墟记录是你破的？西瓜兵轻声问道。没错。苏北点点头。这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吗？神域 ID 又不能重复。苏北心中嘀咕道，这妹子不太聪明的样子。见苏北承认，西瓜兵脸上露出一丝好看的笑容，诚恳道，永夜，加入我们陆神公会吧。此话一出，无论是梦碎星河还是无限爆头，心中都些惊讶。这个西瓜兵竟然是陆神公会的。梦碎星河与无限爆头相视一眼，心中都有些忐忑。万一永夜沉迷美色，一口答应加入陆神公会，那可是大大低不妙。而另一边，叫我卢老爷脸色也是大变。马德，这小子就是永夜，就是他坏了我们会长的好事，现在还要抢走我的妹子。叫我卢老爷感觉自己燃起来了。有什么好处？苏北笑着问道。此话一出，梦碎星河心提到了嗓子眼。西瓜兵甜甜一笑，柔声道，那好处可太多了，你加入我们公会，我保证你100%成为开荒队员，而且咱们等级差不多，之后可以天天一起打本呀。另外我们都是南疆大区的玩家，想必离得也不太远，以后还可以一起线下约饭嘛。苏北还未表态，观战席上的梦碎星河却乐开了花。普信女啊，这是他们碎星公会开出的条件，可比西瓜兵的诱人多了。也没见永夜心动，除非永夜真的吃美人计那一套，毕竟这个西瓜兵长得确实不错，我会考虑的。苏北笑了笑，便不再开口。此时战斗倒计时来到尾声，3、2、1 ，Fight！ 烈焰冲击。战斗一开始，西瓜兵宛如换了个人，一改与无限爆头对战时的战斗风格，直接主动出击，法杖一挥，火元素凝聚的光圈瞬息间出现在苏北脚下，无限爆头被蹦飞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苏北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毙，2步迈出，便跑出了烈焰冲击覆盖地点。在观战席的时候，苏北就发现烈焰冲击这个技能范围虽广，但限制也不小，只要跑动起来很难通过预判命中，你躲不掉的。见苏北躲开，西瓜兵轻轻一笑，这永夜的反应能力倒是蛮快的。不过嘛，下一秒西瓜兵伸手向苏北一指，
早就蓄力好的暗影夜猫技能瞬间出击，喵！被蓄力过的暗影夜猫技能，攻击距离极远，伤害也有着巨大提升。暗影夜猫飞出，与此同时，西瓜兵又接连发射出几道技能：火焰爆弹、冰霜雪人、火焰与冰霜双重来袭，将苏北左右路径彻底封死。此刻，无论苏北朝哪个方向躲避，都会受到攻击。见苏北要遭，梦碎星河不由感叹道：“元素师真是难缠啊！这一顿技能狂轰滥炸，想攻击他都难。技能变化多样的元素师，比常规法师不知道难对付多少倍。这不，永夜连反手机会都没有，不知道永夜会怎么应对。”梦碎星河心中猜测着。话音未落，两道暗影夜猫技能再次从西瓜兵手中射出。见此一幕，梦碎星河震惊了。三重夜猫，这西瓜兵刚刚还隐藏了实力。梦碎星河目光死死盯着西瓜兵，想看清楚他穿的什么装备。按照技能 CD 来说，暗夜猫妖技能 CD 应该是在 5S 左右，而暗夜猫妖的持续时间应该是2秒多点。想要同时发出3道暗夜猫妖，那岂不是说西瓜兵的技能 CD 至少缩短了 60% 以上？莫非这个西瓜兵身上有至尊级物品？羡慕啊！梦碎星河在心中不断猜测着。西瓜兵是隐藏职业元素师，未来的团队主力输出，陆神公会大力培养也是应该的。不过此时他更好奇的是，永夜该怎么应对。此刻 PK 场中，眼见避无可避，苏北忽然猛地抬起膝盖，朝3道暗夜猫妖撞了过去。西撞！苏北抬起膝盖的刹那，一道红色光芒自身上一闪而逝。与此同时，3道暗影夜猫自苏北身上一穿而过。60，漂亮！梦碎星河赞叹了一句。西撞技能有着霸体判定，玩家在霸体触发那一刻，所有伤害都会降低 50%。永夜这一波操作有够优秀。梦碎星河脸上的笑容还未消失，下一秒，代表烈焰冲击的火圈再度出现在苏北脚下。后跳，苏北双腿一蹬，猛地离开原地。飞行过程中，抬手就是后跳4连射。这一幕让观战席的无限爆头相当受伤。在与西瓜兵对战的时候，他后跳时只射出1箭，还射歪了。咻咻咻咻，箭矢来袭，魔法护盾，闪现。西瓜兵给自己套了个盾，随后发动闪现技能，消失在了原地。这一次他并没有拖大，永夜的伤害很高，这一点毋庸置疑，要不然也不会36S 就通关了暗黑雷鸣废墟。唰，白光闪过，西瓜兵身影出现在一个酒桶后方。他刚要挥动法杖攻击，下一秒，西瓜兵发现自己原地起飞了，因为一道泛着白光的箭矢不知何时命中了他，正是苏北的技能浮空剑。被击飞至半空，西瓜兵好看的脸上有些慌乱，因为他根本没看到这支浮空剑是在哪里射过来的，更何况他还躲在酒桶后面。剑斗术第22章死，莫非是剑斗术？一剑击飞西瓜兵。苏北并没有怜香惜玉，他瞬息间开启速射技能，没有丝毫犹豫，对着西瓜兵就是一顿暴力输出。咻咻咻咻，箭矢破空而来，应该能扛得住吧。此时原本信心满满的西瓜兵心中却有些忐忑。不过此时他被击飞在半空，没办法做出任何动作，只好将希望寄托于魔法护盾上。下一秒，2根箭矢狠狠钉在西瓜兵身上。733，两道伤害数字飘起，还在半空中的西瓜兵被苏北射杀。与此同时，西瓜兵眼前一黑，收到了系统提示，你已经死亡。唰，对局结束，西瓜兵出现在观战台上，小脸上写满错愕。西瓜兵一时有些失神，他目光盯着苏北，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这永夜怎么回事？他明明躲在酒桶后方，怎么就莫名其妙的击飞了？而且受到天赋加持的魔法护盾竟然失效了。要知道他的天赋叫魔灵化盾，是神灵级的稀有天赋，在持续时间内，魔法护盾可抵挡大量的箭矢攻击以及魔法技能，并获得一定程度的免伤效果。在拥有近5000点护盾值免伤加持下，被人2箭射死，这合理吗？怎么回事啊？冰冰见好友落败，吃个兔兔吧，凑上前来。对于西瓜兵战败这件事，他表示吃惊。西瓜兵天赋很强， PK 也很厉害，
这是工会中所有玩家公认的。在工会组织的20级以下 PK 赛时，他曾以 LV10 的角色力压诸多 LV20级精英，取得了 PK 赛第一。这样的实力，竟然莫名其妙的输给一名游侠。虽然这名游侠挺出名的，不过那也很离谱啊！我也不清楚怎么回事，而且我的天赋似乎失效了，被人近乎打了个春天。西瓜兵还有些没回过神，实在是那道浮空剑出现的有些诡异，让他很是想不明白。除非真是某神剧中的剑斗术。哎呀，不要灰心嘛，你现在技能还少，等以后等级上来了，虐他分分钟，一会看我怎么教训他。吃个兔兔吧，挥了挥拳头。我觉得你还是小心点比较好，尽量远离他，然后拖个平局。只要把他拖下场，或许还会有机会赢的。西瓜兵与吃个兔兔吧商量了一会儿，目光时不时瞟向叫我卢老爷，不过却带着审视的意味。马德被两个妹子质疑的目光盯着，叫我卢老爷彻底燃起来了。不过此时叫我卢老爷却没有多说一句废话，而是一眨不眨的死死盯着苏北。他要好好观察观察这个叫永夜的家伙。另一边，梦碎星河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他发现了那只浮空剑的秘密。通过反复回放视频，梦碎星河发现永夜在后跳4连射的时候还射出一支跟寻常木剑不同的剑矢。虽然有浮空剑技能白光覆盖，但依旧没能遮盖住那抹紫色微光。紫色微光，莫非是神级的剑矢？这怎么可能呢？梦碎星河微微有些愣神。按说神级剑矢不应该出现在新手村啊。要知道，神级剑矢只能通过神级锻造师，再配以稀有材料加神级附魔师附魔，才能打造而出，是百级游侠大佬们都在溢价收购的东西。新手村连神级锻造师和神级附魔师都没有，永夜乃弄到的神级剑士，这永夜还有多少秘密啊？梦碎星河只感觉自己脑子蒙蒙的。片刻后，梦碎星河忽然摇头苦笑了一下，暗道：对于永夜这个变态来说，这好像不算什么稀奇事。加16武器都出现在新手村了，神级剑矢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想了想，梦碎星河转身看向无限爆头，低语道：好好学学人家永夜，看看人家是怎么 PK 的。哼，有什么可学的？无限爆头冷哼着转过头，不过他却偷偷打开了视频录制。刷，白光闪烁，吃个兔兔吧和苏北出现在 PK 场中。刚一落地，吃个兔兔吧冲着苏北扬了扬拳头，冷哼道：哼，我要给我的好朋友报仇，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哦，好。苏北笑了笑，根本没当回事。你一个牧师，扬言杀游侠，我信了。这妹子莫非想奶死我？不会认为戳中我的笑点就会让我战斗力下降吧？苏北摇摇头，将情绪收敛。此时倒计时即将结束，3、2、1 ，Fight！ 战斗开始。守护祝福，神域的祈愿。一起手，吃个兔兔吧，瞬间将 buff 叠满，血量、防御、攻击力、移动速度都上了一个新台阶。下一秒，吃个兔兔握着一把巨大的十字架，浑身冒着金光，朝着苏北扑来，气势惊人。审判一击，吃个兔兔吧，手中那把巨大十字架骤然放大。然而下一秒，吃个兔兔发现一道缠绕着灰色光芒的箭矢在急速朝自己袭来，在这道箭矢后面，还有数支箭矢接踵而来，正是苏北的蓄力射击以及一连串平 A。叮叮叮叮，箭矢如雨点般撞击在十字架上，发出一连串叮叮声。此时，吃个兔兔吧，刹那间感觉到十字架处传来一股巨力，原本垂直下落的十字架竟然发生些许偏斜。轰！巨大的十字架砸落，一个十字形坑洞出现在地板上，它改变了我的技能方向。吃个兔兔吧，有着刹那间失神，刚要继续发起攻击，一抬头，他的瞳孔中忽然倒映出 N 道寒光。苏北的第二波箭矢袭来，咻咻咻咻，460、460、460、460，数道伤害飘起。当第4道箭矢命中时，吃个兔兔吧，眼前一黑，你已经死亡。刷，吃个兔兔吧，回到观众席，整个人神色有些呆呆的，明显是被打懵了。兔兔，西瓜兵推了推他的肩膀，直到这时，吃个兔兔吧才回过神来，呢喃道：我输了。是啊，西瓜兵点点头。吃个兔兔吧有些失神道：我怎么输这么快？他射得太快了，
你没能顶住。西瓜兵摇摇头，正当吃个兔兔吧，还想要说什么的时候，此时对战的时间再次开始倒计时，该轮到叫我卢老爷出场了。卢老爷目光投向 PK 场中央，心中升起一抹战意。终于轮到我出场了。第23章决斗结束，10万倍暴击触发，把地图换成天空之城。刚一上场，叫我卢老爷便对西瓜兵说出自己的要求。他的天赋名为魔法标记，开启后可使自身技能带有锁定、追踪效果，只要标记中目标，无论目标躲在哪里，他的技能都会自动追踪过去，对目标造成伤害。像月光酒馆这种障碍物少的地图，虽然是玩家们最为熟悉的，但不太适合他发挥。想要克制永夜，发挥自身最大优势，障碍物自然是越多越好。天空之城，西瓜兵眉头一皱，淡淡道：中场换图不太好吧？天空之城地图障碍物极多，非常不利于玩家战斗。往往一场 PK 都是平局收场，被玩家们评为最不喜欢的 PK 地图之一。再加上房主虽然有更换地图权限，但一般创建实用的哪张地图就会一直用到 PK 结束，不会轻易更改地图。肆意更换地图有输不起的嫌疑。想赢就听我的，你也不想掉分吧？叫我卢老爷语气有些生硬。西瓜兵先是一怔，随后忽然一笑，毫不犹豫地拒绝道：图我不会换的，另外我不怕输。你闻言，叫我卢老爷额头青筋暴起，自己的队友竟然跟自己唱反调。此时叫我卢老爷真是气不打一处来，见自己的话被西瓜兵无视，叫我卢老爷顿时冷哼一声道：等输了别赖我就行，我们从来也没期望过你啊。吃个兔兔吧，撇了撇嘴，丝毫没留情面。反正这个叫我卢老爷是破天工会的，跟陆神工会之间也不对付。我 TM 叫我卢老爷那叫一个暴跳如雷，可他却没有一点办法。不过此时也由不得叫我卢老爷多想了，因为30秒的战斗倒计时即将结束。3、2、1 Fight！ 魔法标记，战斗开始。叫我卢老爷先声夺人，瞬息间将天赋技能打出，随后只见他一个闪身，躲在3个酒桶后方，开始吟唱技能。看你这下怎么死！叫我卢老爷心中如此想着，他就没打算和苏北硬刚，只要躲在酒桶后放技能，在天赋的配合下，就足以将永夜干掉。心中如此想着，手上魔法能量也在不断汇聚，眼见独条就完事了。就在这时，叫我卢老爷忽然察觉到上方有劲风袭来，叫我卢老爷猛地抬头望去，只见一根箭矢正在瞳孔中越放越大，正是苏北的技能浮空剑。战斗一开始，苏北虽然中招，但他手上的动作却丝毫没有停歇，神级箭矢配合浮空剑快速射出，瞬息间袭向叫我卢老爷。闪现！叫我卢老爷脸色一变，直接强行中断施法，瞬息发动闪现技能，躲到了另一堆酒桶后方。刚松一口气，想要再度释放法术，谁知苏北射出的箭矢竟如同安装着精确制导一般，径直朝着叫我卢老爷追来。这一幕让西瓜兵、梦碎星河等人全都瞪大了双眼，真是神级箭矢。虽然早有猜测，但梦碎星河心中依旧震惊。短暂的震惊过后，梦碎星河嘀咕道：用神级箭矢 PK， 这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难怪我会莫名的被击飞。此时西瓜兵也终于醒悟过来，原来永夜用的是神级箭矢。不过怎么可能呢？他哪里来的神级箭矢？西瓜兵喃喃自语着，目光中满是好奇。此时 PK 场中，靠啊！叫我卢老爷飞在半空，满脸吃惊。难怪西瓜兵会被击飞，原来永夜的箭矢是会追踪的。急速射击，苏北开启技能，接连射出数支箭矢，咻咻咻咻，480、480、480、480，伤害数字接连从叫我卢老爷头顶飘起。未等浮空剑效果结束，叫我卢老爷直接暴毙在半空，砰！尸体掉落，战斗彻底结束。唰，白光闪烁，叫我卢老爷回到了观战席。他望着苏北，神色很是难看。就这么就输了？叫我卢老爷心中虽有不甘，但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只能愤愤不平地瞪着苏北。随着叫我卢老爷死亡，战斗彻底结束。一时间，苏北等人均收到系统提示：战斗结束。总分：永夜青铜 V，评价88921，决斗点加750。西瓜兵青铜2，
评价7778，决斗点100。叫我卢老爷，白银1，评价250，决斗点2050。吃个兔兔吧，青铜2，评价101，决斗点100。无限爆头，青铜 V， 评价3，决斗点加750。梦碎星河，青铜 V， 评价0，决斗点加750。决斗评价取决于连招、命中以及操作。如果设定的决斗时间结束，两人还未分出胜负，那么谁的决斗评价高，谁就会取得胜利。TMD 被扣除2000加决斗点，叫我卢老爷心痛不已。不过也没办法，这就是高段位跟低段位对战的坏处。赢了加的少，输了翻倍扣，带妹的算盘落空，还让人血虐掉分。此时叫我卢老爷心中很是恼火，这永夜的装备好的有些离谱了。叫我卢老爷目光上下扫视着苏北，眼中闪过一抹贪婪。嘿，一个无工会的散人，装备再好有什么用？等出了新手村，还不得让人扒的连骨头都不剩？到时候看你还怎么狂！永夜脱了那身装备，你什么都不叫。离开新手村的时候小心点。叫我卢老爷说了句狠话，随后便退出了房间，丝毫没给苏北回话的机会。不过此时即便叫我卢老爷没退出，苏北也真是没心思搭理他，因为暴击系统再次触发了。提示：你获得了750点决斗点。叮！你在获得决斗点时，触发数量暴击成功，倍数10万倍。恭喜你获得了7500万决斗点。第24章7500万决斗点，暴发户的快乐你想象不到。10万倍暴击，苏北惊了，这一波暴击真是暴击在他的心巴上。7500万决斗点，这能换多少好东西啊？苏北心中有些激动。片刻后，苏北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了一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次触发的暴击刚好是第10次。莫非每到第10次触发暴击，系统都会有10万倍暴击？苏北心中猜测着。10次一触发，那岂不是说接下来很有可能出现20万倍暴击、30万倍暴击、100万倍暴击，甚至1000万倍暴击？真外挂呀！苏北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意外发现暴击系统的一些规则。不过好在这次10万倍暴击没触发在无用的地方。想至此处，苏北心中很是庆幸，幸好暴击的是决斗点，它可以用来兑换一些稀有物件。要是暴击在莫名其妙的地方，那可真是有点浪费了。如果我能控制暴击触发就好了。苏北心中想法一闪而过，可很快他便将这个想法从脑海中抹去。暴击系统已经是挂中挂了，这要是再能掌控，那可真是太变态了。拿决斗点去兑换些东西，然后找村长交任务，该离开新手村了。苏北想了想，准备离开。就在这时，一旁的梦碎星河忽然凑了过来，问道：永夜大佬，决斗点够了，是不是要走了？不打算冲段位吗？村长那边的任务只要500点决斗点就可以完成。不得不说，他们托了叫我卢老爷的福，只打一场就完成了任务。先不打了。苏北点点头。对于他现在而言，7500万决斗点在手，想提升段位完全不在话下，根本不用在南疆大区 PK 场里混了。有这时间，还不如去练练级，等等级提升起来后，去世界决斗大区虐虐小八嘎、小西巴多好，或者去诸天万界频道虐虐外星人。好吧，不过你要小心点，叫我卢老爷，我怀疑他会在新手村外面堵你。梦碎星河提醒道。那让他等着吧。走了哈。苏北打个招呼，随后便退出了房间。几分钟后，苏北穿过层层人群，来到决斗场 NPC 面前。兑换决斗点的 NPC 是一位背负6把形态迥异战剑的老人。相传这位老人很猛，曾一剑斩伤冥神，并在暴怒之下的冥神手中活了下来，堪称一代传奇。苏北来到近前，语气温和道：老先生，我想兑换一些东西。老人睁开浑浊的双眼，并没有因为苏北等级低而冷落了他。只见老者缓缓摊开手掌，淡淡的蓝色光华闪过，闪烁着各色光芒的物品道具瞬间映入苏北眼帘。永恒精粹，实力巨限 20%，2万决斗点个。复活币，让你免受死亡困扰，15000决斗点个。旅行者背包，史诗级，背包格加100，1万决斗点个。随机装备礼盒，史诗级，5000决斗点个。10倍经验券，史诗级，5000决斗点个。加时强化券，5000决斗点个。东西真全啊！苏北脸上露出一丝笑容，随后他开启了买模式。叮，您购买了永恒精粹乘1
叮，您购买了复活币乘5。叮，您购买了旅行者背包乘10。叮，您购买了随机装备礼盒史诗级本职业乘100。叮，您购买了加10强化券乘100。叮，因为有着7500万决斗点，苏北将能兑换的物品兑换了个遍。在此期间，暴击系统更是触发了好几次，要不是一些物品有着购买数量限制，他能直接将老人的商店搬空。这就是暴发户的快乐吗？此时苏北心情很是愉悦，轻吁一口气，苏北打开背包查看起来。刚刚暴击系统触发了好几次，他都没来得及查看呢。首先是一件被暴击了10000倍的武器，裁决者战弩，类型武器，稀有度神器，等级 LV10，耐久33%，永不磨损。装备属性：物理攻击加270，魔法攻击加230，移动速度正10%，攻击速度正10%。附加属性：你的剑矢有一定几率对目标造成2倍伤害。属性倒还行，苏北评价着，这武器属性挺好，攻速、移速都有提升，尤其是它的特效很不错，2倍伤害，但凡触发一下，那伤害都将会很可观。不过战弩没经过强化，还无法与它的破魔长弓相比。先看看其他物品再说。苏北将目光投向其他物品，强化券他买了不少，一会看情况，倒是可以将战弩强化一手，当个备胎用也不错。刚想到这里，苏北继续看向背包。就在这时，背包中有3张卷轴吸引到苏北目光。加80强化券可强化所有物品，加40强化券可强化 LV100以下所有物品，100倍经验券 24H LV100以下角色可以使用。4、8、80，苏北瞳孔猛地一缩，好家伙，饶是之前暴击系统触发了10万倍暴击，苏北都没有这么震惊过。加80的强化券，这可真是暴击对地方了。强化破魔长弓还是裁决者战弩？苏北有些犹豫。破魔长弓的破盾属性很好，在与拥有魔法护盾的玩家或者 BOSS 战斗时效果出奇的好，这一点要比裁决者战弩强很多。不过相比之下，破魔长弓的基础攻击力比裁决者战弩要低了100多点。要知道，强化数值加成跟武器基础属性有着直接关联。苏北粗略的计算了下，加80的裁决者战弩至少比加80的破魔长弓要高出9000点攻击力左右。不得不说，这很让他动心。正当苏北有些犹豫的时候，他却忽然想起另一件事，那就是越高级的副本 BOSS 都自带减伤护盾、加血护盾一类的技能，一些特殊 BOSS 甚至连减免 99% 伤害的护盾都有。虽然裁决者战弩的攻击力高，2倍伤害也挺不错，但太看脸了，远远不如破魔长弓实用。还是强化破魔长弓。苏北不再犹豫，直接将加80强化券按在破魔长弓上。提示：是否强化加16破魔长弓？该物品已被强化，再次强化将失去原有效果。是。苏北直接同意。此时他并没有心疼的感觉，有着暴击系统存在，加80强化券算什么？说不定以后连加80万的强化券都有。叮！提示：恭喜你强化破魔长弓加80成功。第25章加80破魔长弓。无上级任务触发，黑金色光芒闪烁，破魔长弓强化成功。加80破魔长弓，类型长弓，稀有度神器，等级 LV1，耐久度39%，永不磨损。装备属性：物理攻击加150，加12000，魔法攻击加100，加12000，暴击正1%，攻击速度正2%。附加属性：你的剑矢可无视魔法护盾，物理攻击12150，这强化增幅简直恐怖。苏北望着长弓，自己都忍不住吸了口冷气。80倍的提升，我要是把破魔长弓属性放出去，恐怕能吓死人了。就目前而言，整个蓝星所有武器装备加一起，都没有一件超过强化加25的，因为强化失败几率太高了，一言不合就强化失败。加80的武器要是被人认出来，瞬间能震动整个蓝星。望着闪烁着黑金色光华的长弓，苏北忽然冷静了下来。加16的武器就已经让一些人对自己虎视眈眈了，这加80的武器不得直接让人陷入疯狂。即将离开新手村，得尽早做打算了。苏北心中暗道，神域是支持野外 PK 的，老玩家抢夺新玩家的物品，那简直不要太正常。尤其是诸如范风衣等超模神器，
更是只有新手村才会掉落。所以，每个出新手村的新玩家都会得到老玩家们亲切的问候。有工会庇护的还好说，那些无工会的，来，小老弟，跟我去那边的小树林走一走，让姐姐看看你的大宝贝。强化防御吧。苏北将加40强化券按在了胸甲上，眼下防御是他的短板。叮！提示：恭喜你强化投掷哥布林的绿野皮衣加40成功，黑金色光芒闪烁。投掷哥布林的绿野皮衣强化成功，加40投掷哥布林的绿野皮衣。类型：皮甲。稀有度：神器。等级： LV1。耐久：33%，永不磨损。装备属性： HP 加100加4000， MP 加100加4000，物理防御加288加11520。附加效果：游侠所有技能加1。暴躁！苏北眼中笑意十足，这一波提升堪称巨大。苏北看了一眼背包，包里的加10强化券还有许多。想了想，苏北顺带将其他装备也给强化了一手。叮！提示：恭喜你强化狂暴精灵护腕加10成功。提示：恭喜你强化冰奈斯指环加10成功。提示：恭喜你强化竹锋护肩加10。一连串提示响起，苏北其余装备进阶变为加10强化，虽然提升不是很大，但那也比之前提升了不少。此时，苏北的面板属性也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ID： 永夜。等级： LV10。种族：人类。职业：游侠，未觉醒。生命值6380，魔力值5050，物理攻击12403，魔法攻击12210，物理防御11848，魔法防御300，天赋永不磨损。略，这属性应该是同级别前1%了吧？苏北笑了笑，他对自己的属性很满意，唯独就是等级太低，也是时候离开新手村了。等到了主城，把万倍经验券一用，那等级不得跟坐火箭似的嗖飞。想到这，苏北笑着离开决斗场。当前位置：克洛村。想不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新手村内，村长满是热情的迎接着。我来交任务。苏北来到村长近前，刚要将任务交付，就在这时，一个带有金龙标识的提示框突然弹了出来。叮！你触发了永恒级隐藏任务，是否上交1000万点决斗点？交付！苏北果断交付，7000万加决斗点在手，区1000万，七牛一牛。叮！你领取了永恒级任务，永恒火种。苏北刚要查看，就在这时，悦耳的提示音再度传来。叮！你领取永恒级任务，永恒火种10，触发质量暴击成功，倍数10000倍。恭喜你获得新任务无上神位，无上级。无上级。苏北身躯猛地一震，他死死地看着提示面板，心中震惊到无法言喻。众所周知，神域世界最顶级的品质是永恒级，这是整个蓝星都公认的。这无上级是怎么回事？难不成是超越永恒级的存在？苏北越想越觉得可能。蓝星人进入神域也不过才数年时间，他们的认知局限在已经获得过的物品，那些未被人获得的物品，自然无人知晓他们的品质。查看。苏北深吸一口气，将任务信息打开。无上神位1/3，品阶无上级，唯一。任务提示：集齐33枚神印符石，解锁下一步任务。当前持有神印符石数3枚。1-33号神印符石获取方式：1. 暗黑雷鸣废墟， 2. 天空之城， 3. 神殿外围， 4. 神印符石合成公式：12. 艾尔德赐福345。展开连环任务。苏北看着任务列表，眸光有些闪烁。任务描述的后半部分分为2部分，一部分记载着神印符石主要获取途径，另一部分则记载着神印符石的合成公式，例如12合成会得到哪件至尊级物品，34合成会得到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信息，有种集齐7颗龙珠召唤神龙那味了。不过这33枚神印符石的收集难度可以说是相当高了。苏北心中有些嘀咕，任务上介绍的很明确，33颗神印符石分别由各大副本、隐藏任务以及野外 BOSS 产出。相比之下，副本里的神印符石获取相对简单，只要在等级范围内将原记录破掉就可以。难就难在隐藏任务以及野外 BOSS。隐藏任务
需要一定条件才会触发。野外 BOSS 则需要跟诸多玩家及工会抢夺，哪一个都不简单。苏北暗道，想要集齐神印符石，看来我得与各大工会好好周旋一番了。副本记录以及野外 BOSS 都被南疆3大工会所掌控着，无论是去破获记录，还是击杀野外 BOSS，3大工会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很有挑战啊。苏北狠狠攥紧了一下拳头，暗道，不过不成真神，怎么回去面对地球的父老乡亲？更何况我还有着暴击系统。苏北看着任务面板信息，平静而笃定的低语道：“我苏北必成真神。”第26章，神级传送石。破天工会来袭，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村长拍了拍苏北的肩膀，叹道：“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村长，别念歌词了，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苏北试探着问道。没什么，希望你尽快成长吧。那这个小玩意送你了，也许会用得上。村长摇摇头，没有继续往下说，反而伸手递给苏北一个东西。提示：你获得了村长馈赠随机传送卷，粗糙乘5。谢了。苏北笑着接过。就在这时，悦耳的提示音再度传来：叮！你在获得随机传送卷时，触发质量暴击成功，倍数10000倍。恭喜你获得新物品传送石神级。又暴击了。苏北心中巨喜，急忙打开背包查看起来。传送石神级，瞬发，数量100-100，使用后传送到当前地图指定位置。附加特效：传送结束，你将获得持续10秒的无敌效果。强啊！苏北眼睛一亮，随机传送卷所传送的位置充满随机性，一个点背就会坑了自己，例如掉进火山、悬崖，把自己送到 BOSS 嘴边什么的。这神级传送石就不同了，可以指定位置不说，还带了10秒无敌，不知要比随机传送卷强了多少倍。苏北两眼放光，不停上下打量着村长，暗道：都说新手村村长个个是隐藏大佬，看来好东西是真不少啊。想到这，苏北朝村长靠了过去，热情道：村长，这随机传送券您那还有吗？不介意再送我1800个吧？没有的话再来点其他的，我也不介意。村长要是能打劫 NPC 就好了。通往新手村传送阵的路上，苏北心情很是喜悦。刚刚在一番纠缠过后，村长又送给他20张随机传送卷，虽然没触发暴击，但白嫖了村长也挺爽的。该出发了，然后去天空之城副本，将2副石拿到手。苏北做出了打算，刚刚要迈进传送阵，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在身后远远地叫他：永业大佬，先别进。苏北诧异地回头望去，发现梦碎星河正气喘吁吁地朝自己跑来。怎么了？苏北有些疑惑。我刚刚收到朋友消息。梦碎星河喘了口粗气，继续道：叫我卢老爷找了5个大号，在新手村外界传送门堵你呢。堵我？苏北感到有些意外，好笑道：不会是因为输了一场 PK 吧？有点关联，但不大。梦碎星河顿了顿，摇头道：我觉得是为了一神印符石。来者不善。苏北目光一闪，他知道这一刻不会来得太晚。他打破暗黑雷鸣废墟记录，取走了一神印符石，使得破天工会失去一件至尊级装备。只要他肯出村，破天工会自然会找上门来，这都是在预料之内的事，倒也没什么意外的。我建议你忍一忍，等他们走了再出去。梦碎星河开口劝道。闻言，苏北笑了笑，如果他们铁定了心呢？那我总不能在新手村窝一辈子吧？更何况他们未见得能留得住我。苏北的眼神锐利坚定起来，神印符石各凭本事争取，更何况他才接取了一个无上级任务，想让他交出去，不可能。这一幕落在梦碎星河眼中，他心中暗道不妙，急忙劝道：忍一时风平浪静啊，永业大佬。苏北拍了拍梦碎星河肩膀，轻松道：谢了，该来的躲不掉。再说打不过他们我就加入吗？这梦碎星河无语。未等他继续开口，苏北一步踏进了传送阵中，唰，蓝光闪烁，苏北消失在原地。怎么就不听劝呢？咬咬牙，梦碎星河也跟了上去。与此同时，新手村外界传送平台，5名周身环绕银龙虚影的玩家正随意的交谈着。他们身穿全套 LV100套装，每个人都散发着强横的气息，而叫我卢老爷则如狗腿子一般在一旁讪笑着，连嘴都不敢插。这个永业也是跳了好一阵了，终于要出村了。呵呵，再跳有什么用？一个散人不去加入势力受到庇护，那不就是绿油油的小韭菜？
不过我们要怎么对付他？很简单，要么交出神印符石加入工会，要么被我们爆掉全身装备，死回零级。这么多新玩家看着，是不是不太好？一名法师朝围观玩家努嘴，低语道：“还是得注意点影响吧。永夜惹了破天工会，是既定事实。再说，我们不是给他选择的机会了吗？”一名刺客冷哼道：“其实吧，我更想知道这小子是怎么在新手村把武器加16的。我的大刀都饥渴难耐了，他到底有着什么本事，可以打破神域规则？想必一定很惊人吧。”新人玩家打破多年所有人认知的神域规则，简直匪夷所思。众人在说笑交谈之间，俨然把苏北当成一块大蛋糕。几人正说着，那刺客玩家忽然提醒道：“永夜身上应该有村长赠送的随机传送券，一会狂风注意释放结界，别让这小子跑了。”哼，我们5个出马，要是连一个10级小号都拿不下，那岂不是笑死人？也是。唰！就在这时，传送阵忽然闪烁出阵阵光芒，伴随着光芒闪烁，苏北从传送阵中走了出来。见苏北来临，叫我卢老爷立马跳了出来，叫嚣道：“永夜，我还以为你会选择当个缩头乌龟，现在给你2个选择：一是交出神印符石，然后加入我们破天；二是我们爆掉你全身物品，再把你杀回0级。机会只有一次，自己选吧。”这意思是吃定我了？苏北眼神微冷，目光投向卢老爷身后，在其背后有5名玩家正冷笑着看向自己，满身 LV100职业套装，身体四周隐隐有银龙虚影升腾，这是觉醒过一次的征兆，准备很充足啊！苏北心中警惕，暗自将传送石取出，随时准备跑路。似是发现了苏北的动作，就在此时，一道巨大的暗紫色光照忽然笼罩了方圆1000米内的一切，封魔结界，无形的压迫感骤然降临。与此同时，数则提示自苏北耳边响起：“提示，你正受到封魔结界影响。提示，当前无法使用任何魔法技能。提示，当前无法使用任何传说级以下道具。”第27章死。原来永夜是个曹贼。暗紫色结界展开，无形的压力让人有些透不过气。这一幕让所有新人玩家有些慌乱。卧槽，怎么回事？破天工会要对付永夜，跟咱们没关系，专心吃瓜就行了。马德，永夜破了副本记录，他们就要对永夜出手，这帮狗日的工会太过霸道。谁说不是呢？那副本记录谁有能力谁破呀？破天工会有本事再去破回来啊。LV100大号欺负10级小号可真有脸。36秒记录，破天拿屌去打也不行啊。不得不说，永夜是真的强，再强也不行啊，这大罩子一扣，跑都没法跑，随机传送券也用不了了。玩家们议论纷纷，都觉得永夜得交代在这了。不过此时面对如此境地，苏北依旧没慌，因为他手中的神级传送石一点没受封魔结界影响，依旧是可用状态，只要他想，随时都可以离开这里。永夜，快点选，别等我们杀你！叫我卢老爷，神色有些不耐烦。闻言，苏北笑了，淡然道：“让我交出神印符石，再加入你们工会，可以。”呵呵，叫我卢老爷冷冷一笑，哼道：“算你识。”苏北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认真道：“不过我有个条件，只要你们答应，我就心甘情愿将神印符石双手奉上。没他妈，直接干死你就不错了。你还想要讲条件？”叫我卢老爷大怒，抬起法杖就要给苏北点颜色看看。这时，卢老爷身后的一名战士忽然淡淡说道：“什么条件？你说。”眼下封魔结界已经展开，这小子已经插翅难逃，他倒想看看永夜能玩出什么花招。我要你，还有你，还有他们3个的妈！苏北依次指向5人，未等叫我卢老爷几人反应过来，苏北又极为认真补充了一句：“不是亲妈我可不要哦。”话音落下，周围一片寂静，在此处围观的新手玩家全部都惊呆了。卧槽，牛批！原来永夜是个曹贼啊，跟我一样喜欢人气。这永夜是失心疯了吧？竟然想要人家的妈，还是亲妈？才 LV10敢跟人家这么叫号，还想要人家的妈，不怕被人堵的这辈子出不了墓地啊？永夜真是对力量一无所知，可不咋的，要我就直接跪了。这么硬刚工会有什么好处？为了装个逼？是啊，永夜这人算是废了。散了散了，全剧终了。好 man 哦！一旁刚出村的孟穗星和愣在原地，不由苦笑道：“不愧是你，你他妈找死！”烈焰冲击，叫我卢老爷反应过来的瞬间，技能直接出手。与此同时，叫我卢老爷身后那名刺客动了，只见他身子一闪，
幻化成一道黑烟朝苏北扑来。他的速度极快，瞬息间便闪到苏北近前。只见他抬手一挥，浸染着绿色毒液的短笔对着苏北脖子狠狠划了过去。唰，匕首划过，带起一道绿芒。就在这时，嗡，一道白芒闪过，苏北在原地消失不见，一击落空。刺客拼刀刀心中很是惊讶，躲了我的幽影之咬。拼刀刀眼睛微眯，幽影之咬是他的招牌技，使用之后身化暗影朝目标快速突击，速度可谓是快到极致，就连不少决斗场大神都曾在这招下吃亏。现在竟然被一个 LV10的新人给躲开了。人哪了？拼刀刀脸色阴沉地转过头，四下寻找苏北的身影。就在这时，拼刀刀猛地发现叫我卢老爷等人身后有个人影正在拉弓搭箭，疯狂蓄力中，正是在他眼皮下消失的永夜。他怎么过去的？拼刀刀瞳孔猛地收缩一下。封魔结界是队友8级大狂风的传说级天赋，可封技能、封道具，除了队友外，区域内所有人都会受到结界影响。莫非这永夜身上有着神级传送道具，所以才无视了封魔结界？要不然根本说不通。拼刀刀越想越觉得可能，一个新人竟然拥有这么多好东西。拼刀刀眼底深处闪过一道亮芒，若是把永夜的秘密搞到手，也许自己就不用当替补队员了，说不定能直接进入开荒团。正想着，这时苏北出手了，蓄力射击，目标锁定叫我卢老爷。苏北松开了弓弦，随后他又接连射出数箭，咻咻咻咻，劲风从身后袭来。叫我卢老爷等人带着疑惑神色，纷纷转身望了过来。当看到苏北正在朝自己等人射击后，一旁默不作声的牧师笑了，他满是不屑道：想在我面前杀人，假酒喝多了。心灵守护，法杖挥舞之间，一道星光流转的魔法护罩升腾，瞬息间将几人包裹进去。提示：受到心灵守护期间，你的防御力提升100%，所受伤害降低80%。提示响起，叫我卢老爷心中却没有一丝安全感，实在是永夜这个屁给他留的印象太过深刻。在犹豫了1秒后，叫我卢老爷躲避到战士大佬身后。永夜这个王八蛋就知道挑软柿子捏，叫我卢老爷有些愤愤不平。就在这时，咻咻咻，数支箭矢穿透星光护臂而来，那坚固的护臂竟未起到丝毫作用。擦，果然是这样，让叫我卢老爷眼皮直跳。幻影剑舞，忽然一声低喝自他耳边传来，一旁的战士出手了，寒光乍现，无数剑影朝前方斩出。刷刷刷，战士斩击越来越快，一道道剑气激射而出，苏北射来的箭矢被尽皆斩落，安全感直接拉满。哼！战士冷哼一声，刚刚收剑入鞘，忽然一道惨叫声自他身后传来，转头一看，叫我卢老爷正缓缓倒下，额头上有着一个血洞。21229，暴击！看着卢老爷的尸体，战士脸色很不好看。不过此时他心中却很惊讶，苏北的伤害2万多伤害，这是10级号能打出来的数值。看到伤害数字，拼刀刀等人无不动容。正常情况下 LV50级的玩家恐怕也不过如此。忽然牧师姐姐再爱我一次，惊呼道：你们看他的武器，黑龙虚影闪烁，这是加20以上武器才有的特效。第28章，你这技能不错，成功吓我一跳。加20武器，黑龙虚影隐隐浮现，还真是加20以上的，不说是加16吗？怎么突然就加20了？这有什么好疑惑的？明显是又经过强化了呗。他手里绝对还有其他好东西。认出苏北手中的长弓，拼刀刀等人瞬间红了眼，眼神之中充满贪婪。苏北所展露的东西越多，越是让他们渴望得到他身上的秘密。到底是什么东西，可以让一个10级小号在如此级别就猛到这种地步，连加20武器都能拥有？他红名了，先爆他一次再说。呜！黑烟闪烁，拼刀刀在原地消失不见。加20武器，哪怕只是低级神级，也足以让人心动。想爆我？苏北笑了笑，丝毫不慌。他现在还处于无敌持续时间内，就算拼刀刀等人能给天捅个窟窿，目前也拿自己没办法。苏北扫了一眼自己的大红名，暗道：不过也是时候撤了。在干掉卢老爷时，他曾收到系统提示，叮！提示：你恶意击杀了叫我卢老爷，罪恶值加10。提示：你已进入红名状态。提示：红名中死亡，
你背包中的物品将掉落 99%， 恶意击杀的代价极大。一旦在红名下被人击杀，背包中的物品将会掉落 99%， 身上的装备更是会毙掉一件。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玩家都不会让自己处在红名状态。在这个状态下，被人围攻的几率几乎是 100%。眼下，无敌时间即将结束，还有5名满级号虎视眈眈。苏北可不想被大爆在这，他决定先撤。刚要发动传送时，忽然，苏北发现自己脚下出现了一个血色十字图案，空间波纹闪烁，冰冷的声音自耳边响起：“死神降临！”黑影闪过，拼刀刀瞬息出现在苏北头顶，将匕首狠狠刺入苏北脑袋。得手了！拼刀刀心中一喜。下一秒，0，伤害数字飘起。看到这一幕，拼刀刀笑容凝固在脸上，两眼瞪得溜圆。什么？若不是亲眼所见，他真是万万不敢相信。他一个100级刺客，竟然没破开10级小号的防御。要知道，自己的死神降临，那可是有着 100% 破甲属性，并能造成 100% 真实伤害的神级技能，哪怕对方防御再高，都能对目标造成伤害。开挂！拼刀刀心中只有这一个想法：你这技能不错。苏北伸出大拇指，然后称赞道：“成功吓我一跳！”唰，白光闪烁，苏北消失在原地。直到这时，拼刀刀才猛地反应过来，不对劲，他刚刚应该是正处于无敌状态。不过，游侠怎么会无敌？拼刀刀百思不得其解。不过眼下已经由不得他多想了，因为苏北再一次从他的眼皮底下消失了。目光环顾四周，可哪里还有苏北身影？跑了！拼刀刀脸色很是难看。5个满级大号准备冲足而来，却没能留住一个10级小号，这人可丢到家了。拼刀刀咬咬牙，朝其余几人喊道：“马德，他一定会去赫顿马尔主城，我们追！”新手村外，随着苏北全身而退，一堆吃瓜群众都炸了。LV 10级永夜，在5名 LV 100玩家围堵下，杀了叫我卢老爷不说，还成功全身而退，这着实让人感到惊叹。刺激啊！杀人后跑路，简直不要太帅！哈哈，狠狠打了破天公会的脸。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好爽。这永夜好强啊，就连我也要避其锋芒。既然你都避了，那我也避一下。你俩都避了，那我也避一下。俺也一样。嘿嘿，接下来可有好戏看喽！永夜落了破天公会面子，那破天公会不得报复得更加疯狂啊！报复！我要是永夜，破天公会敢来堵我，我就去把破天所有副本记录都破了，反正也撕破脸了。兄弟，还是你更坤霸屌一些。小黑子，你是不是有饼？此时，苏北确实是这么想的。眼下他是红名状态，要是直接前往赫顿马尔主城，那铁定会被 NPC 卫兵追着砍。与其这样，还不如去刷刷副本，顺便把神印符石拿到手，等红名消退了再去主城，再给破天公会一个惊喜吧。苏北眼睛眯了眯，随即发动传送石朝西海岸赶去。当前位置，西海岸天空之城入口。唰，白光闪烁，苏北出现在一座直插云端的高塔下。这里是天空之城的入口，只要进入，即可前往天空之城副本。此时，副本入口处聚集着不少玩家。天空之城勇士级4等一个奶妈，来15级的；天空之城王者级全套加15红眼带队，来4个老板，15000金币人，1等于4，不墨迹的来，骗子死全家！大家不要相信楼上，他 TM 是个锅儿，我刚刚被骗了15000。马德，你咋不早说？我刚刚也被骗了15000，出售墨竹手镯一个，懂得来。天空之城副本10级准入，20级以上成绩无效。想要打破副本记录，只有在20级之前才可以。直接找打王者图的对吧？苏北打开队伍列表，准备蹭个有王者图的车。就在这时，人群中忽然有人惊呼道：“卧槽，大红名！”这一声呼喊成功吸引到不少人注意。没办法，实在是因为苏北这大红名太过耀眼了，就跟那黑夜中的萤火一样，是那样的鲜明，那样的出众。一时间，不少玩家蠢蠢欲动起来。在玩家眼中，大红名的爆率可比 BOSS 高多了。看来我这红名颜色又要加深不少了。苏北眼中闪过一道冷芒，他来到这里主要是为了2神印符石，顺便再消除一下红名状态。如果这些人不开眼，他不介意送他们回复活点清醒一下。永夜，他是永夜。这时有人认出了苏北，在诸多新人玩家里，
永业的大名可以说是如雷贯耳。什么1夜、7夜的，红名了，还敢来这么多人的地方，这不是找干吗？擦，你不认识他吗？这可是个猛人啊！我把他爆了，那下一个猛人不就是我了？兄弟，我看你是在想屁吃。永业几分钟前刚当着5名满级号的面杀了他们小号一个朋友，还全身而退了。你觉得你行？卧槽，这么猛的吗？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就是不知道永业怎么来到这的。这离新手村可隔了好几个大地图，不少人露出疑惑的神色。按说就永业这个级别，应该是被大佬们乱杀才对，没想到竟然还活蹦乱跳的来到天空之城。来这干嘛？破纪录？那岂不是又有好戏看了？看来是没人打算动手了。苏北见众人没动手的意思，也懒得与他们废话。他刚迈步走向副本，突然一个火焰图案出现在他脚下，烈焰冲击。第29章瞬杀50级法师。西瓜兵主动相邀，我就知道会有人按捺不住。苏北叹了一口气，脚步轻点躲开烈焰冲击范围。他的魔法防御相对薄弱，当然不会傻站在原地硬扛，反应倒是不慢。一道冷冰冰的声音响起，苏北抬头望去，发现一行5人正挡在副本门口。我很好奇，你是怎么从拼刀刀几位大佬手中逃掉的，还来到了这里？为首的一名 LV50 法师将法杖握在手中，显然刚刚出手的就是他。在他身后是4名嗷嗷待哺的破天新人，很明显，这名法师正在带新升级。猪都道着念破天 LV50 法师，50级法师都这么狂了吗？苏北眼睛眯了眯，咻！就在苏北话音落下那一刻，他瞬息间取出长弓，朝法师射出数支神级箭矢，根本没有丝毫犹豫，主动攻击。因为苏北根本懒得与之废话，一个50级还未觉醒的法师，真不被他放在眼里。见苏北朝自己出手，猪都道着念笑了，哈哈，主动攻击我，你是想笑死我，然后继承我的花口？噗嗤，24006，暴击，24006，暴击，24006，暴击！神级箭矢袭来，洞穿了法师的头颅，血条瞬间清零，笑声戛然而止。猪都道着念尸体朝后倒下，有些死不瞑目。这一幕让周围玩家瞪大了眼睛。卧槽！24000加伤害，这 TM 是什么神仙啊？开挂了，绝壁是开挂了。同为10级游侠，我怎么只能打200点伤害？岂不是说永夜顶100个我？你太高看自己了，明明是120个你。求你别说了，我觉得你们的关注点都错了。永夜才10级啊，猪都道着念可是50级啊，相差40级的差距，永夜的箭矢不应该 miss 吗？谢谢你，平凡而伟大的陌生人，我永远不会忘了你的教诲。如果不是你，我一辈子都被蒙在鼓里，惹不起啊，真是惹不起啊！见50级法师都被苏北给秒了，一众围观的小号赶紧向两边退了几步，生怕挡了苏北的路。没人动手了，苏北抬手将4名破天小号击杀，随后迈步朝副本入口走去。刚要走进副本，忽然副本门口处光芒闪烁，一行4人出现在他面前。苏北定睛一看，竟然是西瓜兵和吃个兔兔吧。这2个妹子，一个短发高冷，一个大胸呆萌，站在一块着实有点吸睛。在他俩身后还有1名战士和刺客，想来是一个队伍的。哎，永夜，你怎么在这里？西瓜兵有些疑惑道。不久前他刚看完好事者拍的视频，在看到苏北说想要那几人亲妈的时候，他真是笑到肚子痛。不过接下来所发生的事真是让他开了眼。LV 10级竟然在5名 LV 100老玩家的围堵下成功跑掉了，还来到了天空之城，这可真太让人震惊了。过来刷刷红名，顺便来破个记录。苏北倒也没藏着掖着，坦然得很。吹牛，吃个兔兔吧，撇撇嘴。在决斗场输给苏北，他还是有些不服气。你说的对，苏北本着你奶大，你说的对原则，懒得跟他玩嘴，而是转身朝西瓜兵问道：你们这是才打完出来？是啊。西瓜兵仿佛想起了什么，发出邀请道：要不要跟我们一起下王者及天空之城？队友有事走了，刚好差个输出。王者级？好啊。苏北想了想，同意了邀请。要是自己从普通级开图，那浪费的时间实在是太多，或许没等他开完图，破天工会又卷土重来了。他本就想着来闪击天空之城，然后就直接远遁。眼下有现成的王者级图刷，那自然是再好不过。怎么分配？事关神印符时，苏北觉得还是先问一下比较好。我们刚好5个不同职业，就按需求分配吧，各拿个职业的东西。要是通用装，
咱们就一起 roll。西瓜兵想了想，给出了建议。毕竟他们4个人都是一个工会的，要是全都 roll 点的话，那明显是拿人家永夜当傻瓜了，倒是很合理。苏北点点头，不可否认，西瓜兵的提议已经对他很友善了。不过可惜的是，他装备太强，天空之城副本掉落的战利品，若是不能触发暴击系统，哪怕掉落的是神器，都没有更换必要。苏北想了想，笑着说道：“这样吧，掉落的物品我都可以不要，我只要神印符石，你看怎么样？”当听到苏北这句话时，刺客和战士互相看了一眼，两人相视一笑，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不屑。你个10级小号，能分你点掉落物都不错了，要求还挺高，还想破副本记录，也不怕笑死人。不过两人倒也没说什么，毕竟得给2位妹子留点好印象，出言嘲讽什么的，那是妥妥的掉分行为。自大狂吃个兔兔吧，撇了撇嘴，小声嘟囔道：“还惦记神印符石？再说天空之城的记录哪那么好破？”好啦，兔兔。西瓜兵摆摆手，示意兔兔不要乱讲话。说实话，邀请永夜进组，他也有赌的成分。打破暗黑雷鸣废墟记录，一箭射杀卢老爷，无不在说明永夜这个人真的很有实力，也许真的能破记录。西瓜兵略微思索片刻，朝苏北轻笑道：“若真破了记录，我们可以放弃2神印符石。”冰冰，你疯了？吃个兔兔吧！惊呼了一声。神印符石价值极高，不，或者说是有价无市，从来没听说有人会出售神印符石。他们真要是把神印符石 roll 到手的话，那将瞬间金币自由，变身成小富婆。吃个兔兔吧！小声嘟囔道：“冰冰，你不会看上永夜了吧？虽然这个家伙是有点帅。”闻言，刺客神情一变，目光变得有些不善。不过此时西瓜兵却是脸色一红，急忙给吃个兔兔发了好几条私信：“兔兔啊，你脑袋是不是都长胸上了？你想想呀，1符石在永夜手中，就算我们把2符石 roll 来也没用，而且他伤害那么高，说不定真能破纪录呢。你不觉得把自己名字挂在副本记录上似乎也蛮不错吗？”哼，伤害再高不还是个新人？吃个兔兔吧轻哼了一声，不服气道：“他伤害高就了不起啊，我还胸大呢，我骄傲了吗？”西瓜兵偷偷掐了一把吃个兔兔，低语道：“你能做到36秒通关暗黑雷鸣废墟，还是能在5名满级号追杀下逃走？再说了，永夜又不是非找咱们打本不可，别挺着你那大胸了，他们都在看呢。我看你就是看上他了。”吃个兔兔吧嘴上硬气，但也知道自己姐妹说的是实话。天空之城副本这边大把人都开通了王者级难度，以永夜的名声，估计他随便喊一嗓子，就有大把人上赶着组队。毕竟有着上电视的机会，很多玩家都会心动。那2个工具人怎么办？他俩能不能同意带上永夜啊？吃个兔兔吧，小声说道。队伍中刺客和战士还有之前退队的游侠，跟他俩都是一个工会的，是自告奋勇来陪他们2人打副本的。说白了就是舔狗3人组。虽然现在变成了2个，不过也正是多亏了这3个人，他俩才敢来打王者及天空之城，要不然根本想都不敢想，连 BOSS 防御都破不掉。不过神印符石这个东西价值太高，真要是出了，谁知道这2位会不会出手 roll 点？刚刚已经和他们说好了，都跟我用人格保证过了。西瓜兵神秘一笑，吃个兔兔吧忽然好奇道：“用什么保证的？不会是你的初吻吧？用你的大胸照呀，反正你也总在微信朋友圈乱发。”西瓜兵嘴角微微上扬，笑道：“我聪明吧？吃个兔兔吧。”第30章王者及天空之城，永夜冲击吧！那我们这就出发吧。有了苏北加入，5人小队刚好人齐。西瓜兵使用队长权限，将副本难度修改。副本天空之城，当前记录破天工会1小时17分49秒33，当前难度王者级，适合等级 LV20，分配模式需求优先。进了哈！在西瓜兵的带领下，小队5人传送到一个全新场景。刷刷刷，一连5道白光闪烁。苏北等人进入副本中。苏北抬头望去，只见一座规模巨大、气势雄伟的古代宫殿矗立在云端之上。宫殿正门还能看到一队队整齐的龙人卫兵在手持利刃四下巡逻着。当前位置天空之城守护者宫殿，看来是要生生杀过去了。苏北发现这个副本就一条路，想要见到最终 BOSS， 得先打进宫殿才行。这时吃个兔兔吧一扬法杖，对着苏北释放出一道增益法术，大喊道：“永夜冲击吧！”啊！苏北一怔，冲什么？西瓜兵抚了抚额头，无奈道：“
别理会他，他有中二病，病入膏肓的那种。看得出来，苏北表示认同。他没理会中二到不行的吃个兔兔吧，而是转头看向 buff。提示：你受到吃个兔兔吧神域的祈愿影响，攻击力提升 10%， 攻击速度提升 30%， 暴击几率提升 20%， 移动速度提升 30%， 持续时间20秒。不过不得不说，这个 buff 还真是不错，提升的很全面。苏北心中赞叹，目光不由自主地看向吃个兔兔吧。法杖挥舞之间，胸前那2玩意一抖一抖的，倒是有点赏心悦目。或许之后打本破纪录，可以考虑带个辅助，这样的话效率会更高一些。苏北正思索着，喂，见苏北半天没动，吃个兔兔吧皱眉头催促道：永夜，快射呀！磨磨蹭蹭的干嘛呢？能不能搞快点？苏北，这女人惹不起惹不起。苏北转头看向前方宫殿，此时刺客大鲨鱼和战士狼了个狼已经将宫殿前那一队龙人卫兵消灭干净。两人都是 LV20的号，一身装备都受到过强化，操作什么的也中规中矩，没有什么闪光点，但也没有什么失误。想想也是，要是没点实力，也不会自告奋勇来带妹。就在这时，苏北看到大鲨鱼和狼了个狼，急忙从宫殿门口退了回来。下一秒，轰！一声巨响传来，紧闭的宫殿大门突然炸开，一只浑身冒着蓝火的龙人精英从宫殿内部冲了出来。米尼乌斯王者级，类型人形怪物，稀有度黄金级，等级 LV15， 生命值40000，40000，护盾值20000，20000，法力值9000-9000，攻击力600-1000，物攻魔攻，防御力300-450，物防魔防，移动速度240，技能迅猛突袭，朝目标发动突袭，造成大量伤害并流血。圆弧闪电用闪电之力将自己包围，对范围内目标造成大量魔法伤害并眩晕。天降牢笼召唤钢铁牢笼，将目标关进牢笼，并使其丧失所有防御力，持续10秒。介绍：驻守在天空之城的城门守卫，光之城主最忠诚的守卫者之一，15级精英怪，血量堪比暗黑雷鸣废墟僵尸王，所掌握的技能更是攻守兼备，尤其是那拥有瞬发、无释放征兆的圆弧闪电技能，在高额的魔法攻击力加持下，中则极躺。很多近战玩家的一血都贡献给了这个叫米尼乌斯的蓝皮龙人，堪称近战噩梦。开干吧！苏北看了一眼时间，取出长弓准备战斗。见状，吃个兔兔吧不由提醒道：永夜，一会战斗的时候，你小心点天上的铁笼子，一旦被罩住，米尼乌斯会瞬闪到近前将你大。未等他说完，咻，一支箭矢飞出，苏北对米尼乌斯发起了攻击，致命穿透，箭矢射出，这让吃个兔兔吧脸色大变，远程开怪，可是下副本大戒，你在干什么？你一个游侠怎么胡乱开怪？我就知道不该带你进本。这要是灭刺客大鲨鱼顿时急了，但是他话还没等说完，下一秒便愣在了原地。苏北的箭矢破空袭去，瞬间洞穿米尼乌斯头颅，74618，暴击，血红色伤害数字飘起，米尼乌斯血条瞬息间被清空。提示：永夜击杀了米尼乌斯。纳尼？此时刺客大鲨鱼呆立在原地，整个人都傻了。他把米尼乌斯一剑给秒了，不应该是一通拉扯，再打个7、8分钟，然后再艰难击杀吗？要不要这么离谱？在这一刻，大鲨鱼只觉得自己都忘了呼吸，甚至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撸多了，产生幻觉了。此时，西瓜兵一个个都跟看到鬼一样，脸上全是难以置信的神色。苏北回头看了看大鲨鱼，有些疑惑道：你刚刚鬼叫什么呢？大鲨鱼愣愣的呢喃道：我老婆生孩子，喜当爹，恭喜恭喜。苏北笑着恭喜了一句，没理会大鲨鱼僵硬的脸色。苏北转头看向西瓜兵等人，淡然道：我赶时间，先走一步。说完，苏北往前走去，迈进了宫殿之中，直到他消失不见。西瓜兵等人这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70000加的暴击伤害，那岂不是说即便是没暴击，永夜刚刚那一剑也能造成35000加的伤害？他真的只有10级，就挺离谱的。难怪他自信满满，点名要神印符时，原来真是有实力啊。话说永夜手里那武器黑光四射的，不会是加20的吧？你没看错，确实是加20的。不过按说就算是加20武器，伤害也不该这么高啊。这时
西瓜兵似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急忙说道：“快别闲聊了，永业头一次来这个副本，估计对2号 BOSS 那片机关通道不是很熟悉，我们得提醒着他点，别被机关莫名其妙的秒杀了。”与此同时，冥界暗黑城魔龙巢穴副本入口，人满为患的副本门口忽然闪烁出大片白光，刷刷刷，白光闪烁，一众破天工会的开荒主力从副本中传了出来。不过此时他们每个人的表情都很难看，抄作业都能抄错。我不知道你们都在想些什么。本周开荒到此结束，都给我回去好好研究研究新打法。会长法力风暴强压着怒火发布了团队公告。待一众开荒主力散去，法力风暴冷冷地在公会中问道：“谁能告诉我永业现在在哪？”报告老大，有人说在天空之城副本发现了永业的身影，据说他还故意杀了好几个咱们公会小号。马德竟然杀了咱们兄弟，这个永业简直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要去干死他！干林娘！兄弟们，天空之城副本集合！公会频道中数十道消息闪过，不少好战者纷纷表示要去干苏北，破我会记录，杀我公会成员，间接导致我们开荒失利。永业，你可真是找死！法力风暴眼中闪过一道寒芒，他感觉自己火气很大，而且是压抑不住的那种，因为本周魔龙巢穴开荒失利与永业有直接关系，就因为他夺走了属于自己的至尊级装备。要知道，在这之前，他们公会已经可以将最终 BOSS 暗黑魔龙的生命值稳稳控制在 10% 左右了，只要打磨细节，尽量少减员，就可以通关副本，拿下南疆大区魔龙巢穴首杀，一举进入夏国名人堂。结果这一次他们灭得太惨了，惨到连3号 BOSS 暗黑魔龙的面都没能见到，直接被2号 BOSS 寂灭者给打得怀疑人生。原因就是因为失去了那件至尊级装备。法力风暴强压心中怒火，在沉吟片刻后，他打开了一个对话框：左轮，去天空之城找永业，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公会的东西可不是那么好拿的。第31章进度飞快，永业，快射那面墙上。此时苏北朝着宫殿深处快速推进着，一路上凡是有血条的怪物都被他尽数击杀。提示：你击杀了翼龙王者级，获得500点经验值。提示：你击杀了蓝翼龙王者级，获得700点经验值。提示：你击杀了石头人王者级，获得600点经验值。经验迅速上涨，战利品更是爆了一大堆。苏北看了眼满地的战利品，暗道：扫地的活，就留给他们吧，得让他们有点副本参与感。打定主意，苏北继续朝前方赶去。前行大约几分钟，很快，一只体型硕大、浑身皆由黄金铸造的石头巨人拦在苏北前进路上。黄金巨人普拉塔尼王者级，类型人形怪物，稀有度黄金级，等级 LV18， 生命值10000010000，护盾值50000050000，法力值88008800，攻击力1200700，物攻魔攻，防御力500-200，物防魔防，移动速度80，技能黄金护甲3秒内未受到伤害。黄金巨人普拉塔尼为自身每秒恢复 5% 最大生命值。黄金碎片，黄金巨人普拉塔尼朝一名敌人发出一块黄金碎片，造成大量魔法伤害，使目标减速并使自身加速。势不可挡，黄金巨人普拉塔尼携带山崩之力冲锋，进行不可阻挡的突进，被撞击的目标将被击飞，并受到大量物理伤害。黄金装甲，黄金巨人普拉塔尼所受物理伤害降低 50%， 持续时间。这里是光之领主赛格哈特的宫殿，侵入者死！黄金巨人普拉塔尼睁开红色眼眸，只见他粗壮的手臂一挥，一个如同轮胎般硕大的金色圆盘朝苏北丢了过来。这赫然是黄金巨人的技能黄金碎片。黄金碎片拥有锁定特性，飞行速度更是极快，苏北即便想躲也躲不掉，只能硬扛这一击。砰！一声闷响传来，苏北被砸得后退数米。770，苏北血条下降一小块，移动速度更是降低了 50%。与此同时，受到移速加成的黄金巨人普拉塔尼如同一辆火车般朝着苏北冲来。后跳，苏北身子朝后飞去，他移动速度虽然大打折扣，但技能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速射，苏北身体腾空，瞬间将速射技能开启，拉弓射出4箭。咻咻咻咻，一连4支箭矢袭出，
狠狠钉进黄金巨人头颅。5951 11903暴击11903暴击5951雾眠50%，还真是有些麻烦。苏北目光一闪，在黄金装甲的影响下，他所造成的物理伤害被免疫掉50%。不过苏北也没在意，无非就是多射几下的事。入侵者普拉塔尼暴怒，本就庞大身体猛然暴涨，炽烈的红光将其浑身笼罩，这是要发动技能的征兆。见状，苏北神色淡然，根本没有躲避的意思，直接原地站撸。咻咻咻咻5951 5951 5951 5951箭矢命中，普拉塔尼血量持续下降，势不可挡。这时普拉塔尼蓄力完毕，他猛地从地面弹起，仿佛一座大山朝苏北撞了过来。不过苏北没有丝毫慌乱，因为势不可挡，是物理伤害。这一击他顶得了。砰！普拉塔尼撞击在苏北身上，将其狠狠击飞出去。轰！苏北重重撞击在墙壁上，砸出一个木字大坑。与此同时，一道伤害数字自苏北身上飘起，0。正如苏北所预料的那样，普拉塔尼的势不可挡，根本无法伤害到他。毕竟他拥有10000加的物理防御，大就是有大的优势。苏北嘀咕了一句，紧接着他从墙壁上翻身落地，拉开长弓继续战斗。咻咻咻5951 5951 5951 11903暴击，伴随一支支箭矢精准命中，普拉塔尼血量快速下降 47.3%、21.2%。依靠超强的攻击力以及射击准确度，连20秒的时间都没到，普拉塔尼血条便被苏北彻底清空。轰！普拉塔尼庞大的身躯轰然解体，炸裂成满地石块。提示：你击杀了普拉塔尼，获得经验值10000点。提示：你的等级提升至 LV11。提示：你的所有属性加1，生命值、法力值加100。一连击杀2头 BOSS， 外加数十只小怪，苏北终于升至11级。他看向 BOSS 掉落的战利品，虽然琳琅满目，但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玩意，丝毫提不起拾取的想法。接下来只要打穿这面墙壁，通过墙壁后的通道，就能见到最终 BOSS 了。苏北看向 BOSS 身后的那面墙，举起长弓就要射击。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不远处传来。苏北转过头，原来是西瓜兵等人。胡聂，你这个家伙！吃个兔兔吧，胸口剧烈的起伏着，忍不住喘息道：战斗力可真强，这么快就把2号 BOSS 干翻了。此时西瓜兵等人真是有些妈了。刚刚从失去永夜视线那一刻开始，小队的击杀提示就从未间断过，经验值更是刷刷暴涨，俨然一副被大佬带的快感。满地的战利品更是让他们捡得不亦乐乎。结果打扫完毕，刚来到2号 BOSS 所在区域，还没等进 BOSS 房呢，就收到2号 BOSS 被干掉的提示。简直不要太快，才不到14分钟，我们就干掉了2号 BOSS 黄金巨人普拉塔尼，破纪录应该是稳了吧？吃个兔兔吧，有些兴奋。眼下他们的副本用时才不过13分33秒，这要比破天工会足足提前了1个小时。差不多。西瓜兵深深吸一口气，目光投向前方的墙壁，缓缓道：只要机关通道别太离谱，记录绝对稳了。在这片墙壁后，是一处不足1000米的机关通道，只要通过，即可面对最终 BOSS。 不过想要通过可没那么简单，因为这条通道中遍布着各种机关陷阱，可以轻易夺走玩家生命。而且最离谱的是，通道内的机关毫无规律可言，什么冰啊火呀的，应有尽有，还带有伤害加成效果。玩家每踩一次陷阱，就会获得一个陷阱伤害加成 buff， 踩得越多，所受伤害就越恐怖，死的次数越多，副本用时便加的越多。由于没有任何规律可循，一旦要是遇见那种极为棘手的，能不能破得了记录还真不太好说。要不然天空之城副本记录也不会是1个多小时。嘿嘿，有本美女在此，怎么可能那么点背吗？吃个兔兔吧，拍了拍胸脯，随后他看向苏北坏笑道：永夜，快射那面墙上。苏北第32章机关陷阱。绝望闪灵，这女人不会是个变态吧？苏北心中嘀咕了一句，随后他向后退了2步，对着眼前的墙壁就是一剑。轰！剑矢狠狠地钉入墙壁。就在这时，一声巨响传来，苏北眼前的墙壁轰然倒塌，在尘土散尽过后，一个深邃漆黑的通道
出现在苏北等人面前。通道内，白色烛火摇曳，远远的还能隐约看到数个哀嚎的亡魂在通道内不断穿梭。这一幕让本就有些瘆人的通道愈发恐怖起来。我来试试是什么类型的陷阱。狼了个狼深吸一口气，自告奋勇走上前来。他知道是时候该表现自己了，更何况作为一名战士，他的血量是5人之中最后的，理应为队友披荆斩棘。看你的了，大狼，吃个兔兔吧。在一旁加油打气道。狼了个狼心中一喜，神色淡然道：交给我。狼了个狼来到通道入口，只见他深吸一口气，抬起脚轻轻踏在通道地板上，吧嗒，脚掌踩实，并没有触发任何陷阱，这让狼了个狼心中的紧张感去了少许。佛祖保佑！狼了个狼心中嘀咕着，一咬牙将另一只脚踏在第2块地板上。这时，咔嚓一声脆响传来，狼了个狼忽然感到脚下地板猛地一沉，不好！狼了个狼心中一惊，刚想要将脚收回，就在这时，通道内白色烛火忽然绿光大盛，下一秒，结，伴随着凄厉瘆人的笑声，一只手持镰刀、面目狰狞的恶鬼忽然凭空出现。只见他一个闪烁，便来到狼了个狼身前，还未等狼了个狼反应过来，唰，寒光闪烁，镰刀狠狠地朝狼了个狼头颅斩落。10万，伤害数字飘起，狼了个狼被一刀秒杀。结，通道内恶鬼伸出长长的舌头，舔舐掉镰刀上的血迹，随即便消失不见。与此同时，所有人都收到了系统提示：提示小队狼了个狼已死亡，提示副本用时加100秒。看着狼了个狼的尸体，吃个兔兔吧，笑容僵硬在脸上，艰难道10万伤害，这是你想的那样？苏北眼睛眯了眯，随后他一字一顿地说道：机关陷阱，绝望闪灵，真的是绝望闪灵。吃个兔兔吧用手捂住胸口，向后退了几步，啪啪道：这就是那3大最变态的机关陷阱之一。没错，苏北神色淡然地说道：绝望闪灵拥有无视防御、无视距离、固定伤害等恐怖特性，被玩家们堪称最无解的陷阱。只要被触发，基本上人就无了。那岂不是说咱们的记录要泡汤了？吃个兔兔吧表示很难受，明明记录要到手了，偏偏就遇见了最难的机关通道绝望闪灵，真是可恶。那现在怎么办？只能放弃了吗？吃个兔兔吧有些不甘心，记录就在眼前，就这么放弃，真是好不甘心啊。退出副本从来吧。大鲨鱼满是无奈地叹了口气，绝望闪灵实在是太过劝退了，我们不能死过去吗？1个小时的时间拖尸也能拖过去了吧？吃个兔兔吧想了个主意，是可以，不过西瓜兵将目光投向苏北，顺着西瓜兵的眼神，吃个兔兔吧明白了他的意思。此时苏北依旧处于红名状态，一旦死亡，那他的物品装备必然会被曝光光，到时候这个事可就不太好说了。算了，大不了重来一次嘛，反正有永业在，我就不信下一次还能遇见绝望闪灵。吃个兔兔吧挺了挺胸口，笑容又回到脸上。闻言，西瓜兵摇摇头，无奈道：你是不是忘了，永业正在被破天的人追杀呢？我刚得到消息，说是天空之城副本门口出现了不少破天大号，他们正在副本门口清人，10有8九就是冲永业来的。吃个兔兔吧脸色一僵，哭丧着说道：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该怎么办嘛？就在这个时候，吃个兔兔吧听见一个声音淡淡的说道：这个通道大概多少米？吃个兔兔吧一愣，随后便看到苏北出现在通道前，正朝里面不断张望着。这通道应该在600米左右吧，再加上中央广场大概有30。吃个兔兔吧下意识的说道，可还未等他说完，下一秒他愣在了原地。630米吗？足够干掉 BOSS 了。苏北点点头，目光投向通道深处，恐怖陷阱拦路，外面还有破天工会堵截。既然如此，那就在1000米外狙杀掉最后 BOSS 吧。兄弟，吹牛逼虽然不犯法，但也要适可而止啊。大鲨鱼语重心长地劝说着，不过眼中的不屑之色却非常明显。可我是真的牛逼。苏北神秘一笑，直接发动至尊极剑带的专属技能灵魂战鹰。唰，一团淡蓝色光芒升起，在宫殿顶端逐渐幻化成一只灵魂形态雄鹰。烈尖啸自空中响起，苏北察觉到自己的视野豁然开朗起来。提示：受到灵魂战鹰影响，你的视野范围扩大至1000米，并与战鹰共享视野。苏北抬头向上望去，
只见一只灵魂形态的雄鹰正在宫殿上空不断盘旋。这一幕让队伍里所有人都愣住了。灵魂战鹰！西瓜兵瞳孔一缩，不可思议地看着天空中的雄鹰。没记错的话，这是破天工会第一游侠清欢所持有物，是游侠职业不可多得的稀有物品之一。怎么会在永夜手中？清欢送给永夜的？不对，至尊级物品怎么可能会送给别人？莫非两人有罪情？西瓜兵左思右想，也给不了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因为这件事实在是太过离谱了。去通道那边。苏北意念一动，对灵魂战鹰下达了指令。唰！灵魂战鹰振翅，如同急箭一般俯冲向通道尽头，连一个呼吸的时间都没用上，苏北就见到了通道另一端所有景象。通道尽头是一个非常开阔的广场，在广场中央，一尊手持红光长剑，浑身穿戴着厚重甲胄，根根发丝都闪烁着蓝色电流的人形生物，正端坐在王座之上。天空之主赛格哈特。第33章，让剑使飞一会。天空之主赛格哈特，王者级，当前状态光之形态，类型人形怪物，稀有度钻石级，等级 LV20，生命值80000，80000，护盾值1000000，1000000，法力值50000，50000，攻击力18002千，物攻魔攻，防御力500，800，物防魔防，移动速度150，技能天雷影。赛格哈特的普通攻击附带雷霆伤害，有一定几率眩晕敌人。奔雷闪。赛格哈特化身雷霆，对路径上所有目标造成大量法术伤害。光剑炎日。赛格哈特召唤光剑战斗，该状态下所有伤害提升100%。光之形态王者级模式下生效。赛格哈特化身为光之形态，变身期间获得飞行能力，所有属性提高200%，免疫物理攻击。暗之形态王者级模式下生效。赛格哈特化身为暗之形态，持续期间获得吸血能力，所有属性提高200%，免疫魔法攻击。介绍：强大的天空之主在此抵御黑暗入侵，不愧是至尊级物品，果然强大。苏北心中赞叹。借助灵魂战鹰的鹰眼，他能很清晰查看到 BOSS 的一举一动，甚至他想的话，连赛格哈特身上有多少根毛都可以看清。此时，赛格哈特金光缭绕，化身为一尊金色光人，一股股炽烈的神圣之力自体内不断外溢，在其背部形成一对光之羽翼。这应该是光之领主形态。苏北眼睛眯了眯，没敢让灵魂战鹰靠近。光之形态下的赛格哈特拥有飞行能力，一旦灵魂战鹰被他发现，很有可能会被其击落。按照攻略说，光与暗形态交替时间为5分钟，只要等待暗形态出现，我就可以发动攻击了。苏北取出长弓，站在原地，等待着赛格哈特转换形态。吃个兔兔吧！见苏北站在原地一动未动，只是奇怪的眯了眯眼睛，不禁有些疑惑道：“冰冰，永夜这是在干嘛？不会是想用眼神杀死赛格哈特吧？你这个脑袋整天想什么呢？怎么可能？”西瓜冰满脸无奈。那永夜在这干嘛呢？吃个兔兔吧，好奇道。或许在想击杀 BOSS 的办法吧。西瓜冰也有些不确定。虽然他识得灵魂战鹰，但具体有什么作用，他就不得而知了。游侠的攻击范围最高也就60米吧，他能有什么办法？靠那只大鸟去啄死 BOSS？ 大鲨鱼目光中满是戏谑。哈哈，大鸟吃个兔兔吧，扑哧一笑，坏坏道：“我觉得鱼鱼说的对，这通道600米，再加上300米的广场，足足900米的距离啊！永夜就算有个大鸟，也没办法射那么远吧？”闻言，西瓜冰捂住脸，无奈道：“你这个经常开车的习惯能不能改改？自己这个闺蜜哪都好，人美胸大身材棒，唯独就是有个爱色色的毛病，而且还是无可救药那种。明明没交过男朋友，还偏偏喜欢色色，真是被工会那帮 LSP 给带坏了。”西瓜冰摇摇头，不再理会吃个兔兔吧，转头将目光投向苏北。就在这时，西瓜冰忽然发现苏北的脸色有着些许变化。此时，赛格哈特所在的区域场景骤然一暗。这是要改变形态了吗？苏北不禁眯了眯眼睛。天空中，扬言消散，血月降临。这时，一团紫色能量自血月上降落，照耀在赛格哈特身上。原本神圣光辉的赛格哈特气息骤然一变，下一秒，环绕在赛格哈特身上的光属性能量瞬间消退，就连散发着神圣光辉的金色铠甲都刹那间为之一变，化为妖异的暗紫色。此时，赛格哈特浑身黑气缠绕，宛如一尊冥界战神。转换完毕，赛格哈特
猛然睁开双眼，两束可怕的暗紫光芒从双眸中迸发而出。暗夜永存，光明终究敌不过黑暗。一声低语过后，赛格哈特站起身，抬头望着天空中的血月，一股股暴虐、毁灭、阴冷的气息充斥在整个广场。与此同时，通道另一头，该出手了。苏北深吸一口气，将神级剑矢搭在破魔长弓上，锁定，蓄力，一气呵成。唰！苏北松开了弓弦，咻！受到蓄力加成的神级剑矢瞬间没入通道，飞向另一端。与此同时，速射！苏北直接将 buff 技能开启，数支神级剑矢爆射而出。咻咻咻咻咻！受到攻速 buff 加成，苏北手速猛地上升一个台阶，快到富婆都说好。好快的频率，吃个兔兔吧，看得小脸通红。不过此时，西瓜兵却稍稍有些疑惑。苏北射出箭矢已有片刻，可是进入战斗状态的提示却未曾响起。那些神级箭矢就好似都被通道给吞噬了一般，没能掀起丝毫波澜。西瓜兵不确定道：“没射中。”闻言，苏北露出一丝笑容，淡然道：“让箭矢飞一会，就知道吹，吃个兔兔吧。”话音还未落下，就在这时，一道愤怒的怒吼声自通道另一端传来：“是谁想打破这黑暗？”怒吼声刚刚传来，这时一连串提示信息接踵而来。提示：你进入了战斗状态。提示：永夜的致命穿透对赛格哈特造成负37309点伤害。提示：永夜的普通攻击对赛格哈特造成负23806点暴击伤害。提示：永夜的普通攻击对赛格哈特造成负11903点伤害。提示：恭喜你的小队击杀了赛格哈特王者级。提示：恭喜你获得了10万经验值。死！提示响起，这一刻，西瓜兵等人全都惊呆了。卧槽！竟然真的跨越近千米通道，击杀了赛格哈特！我他妈不是在做梦吧？这就通关了？吃个兔兔喃喃自语，神情震撼地看着提示信息。是啊，通了。大鲨鱼神情呆滞地呢喃着，他是彻底服了，而且是五体投地那种。就在这时，一则系统公告忽然响彻整个南疆大区。公告：新纪录诞生，恭喜玩家永夜、西瓜兵，吃个兔兔吧，大鲨鱼，狼了个狼，通关天空之城，王者级，用时15分22秒，评价 SSS。 特此公告。第34章斩获记录，神级隐藏任务触发，天空之城记录被破了。这一刻，南疆大区聊天频道彻底炸裂。我尼玛，15分22秒破了记录，一路秒杀是吧？真是疯了，这比破天工会足足提前1个小时啊！牛批，永夜牛批！两相对比之下，我感觉破天工会就是一群废物。楼上的兄弟，这话可不兴说啊！兄弟们，不要羡慕永夜，他牛逼的同时，他也失去了被惯虐的快乐。你别说，嘿，你还真别说，你说的还挺他妈有道理。不过，我听说破天工会可是要报复永夜啊，那不还是永夜自己作死吗？杀人家工会成员，还破了人家记录，这是对破天工会的挑衅，不对吧？副本记录凭什么不让我们破啊？再说，只能破天工会放火，不让我们点灯是吧？凭什么啊？凭什么？凭你拳头没人硬呀！别提了，我刚被破天工会的人从天空之城那撵出来，好像还看到了破天的杀人狂死亡左轮。死亡左轮来了，这家伙不是天天沉迷决斗场吗？怎么来这了？听说哈，要先杀永夜100遍，然后让永夜交出一件什么东西才会放过他，要不然就一直杀到他连墓地都不敢出。被死亡左轮盯上，那永夜不是废了？嗨，谁说不是呢？还没听说过谁能在死亡左轮的追杀下逃走呢？马德就没人能管了吗？这群狗屁工会，谁敢管啊？既然你不管了，那我也不管了。你俩都不管，那我也不管了。放心吧，我会出手的。你出个坤吧，你出。聊天频道画风逐渐从震惊转变为声讨破天工会。打虽然打不过，但骂一骂还是可以的。此时，天空之城副本内，伴随着赛格哈特死亡，苏北耳边也传来一道悦耳的提示音。提示：你击杀了天空之主赛格哈特，获得2万点经验值。提示：你的等级已提升至 LV12。提示：你的等级已提升至 LV13。击杀 BOSS， 再加上副本通关结算，苏北的等级直接来到 LV13。
走吧，摸尸去。在西瓜兵等人震撼的目光中，苏北一脚踏进了机关通道。此时，由于 BOSS 赛格哈特死亡，机关通道失去了效用，一路畅通无阻。很快，苏北便来到赛格哈特所在的广场。广场中央散落着数件光泽各异的物品，2把武器，一个手镯，一件铠甲，以及一块古朴的石头。哇塞，大爆了呀！永夜，你这小手手很红啊！吃个兔兔吧！一脸兴奋的小跑了过去。之前他们也刷了几次副本，打得异常艰难不说，掉落的物品也是让人无语，不是金钱就是白板装备，真是坑死了。这个时候，西瓜兵等人也跟了上来，在看到地上的战利品后，几人脸上都满是笑意。想了想，西瓜兵对苏北笑道：“永夜，按照咱们的约定，你先去拿神印符石吧。”那我就不客气了。苏北走上前去，径直将神印符石拾取。提示：小队成员永夜拾取了2神印符石，艾尔是否参与 roll 点？永夜 roll 7-9点。放弃，放弃，放弃，放弃。roll 点提示框弹出，西瓜兵等人相继点击了放弃。这倒让苏北有些意外，他还以为大鲨鱼或者狼了的狼会参抢夺呢，没想到这2人还挺给力。提示：你获得了神印符石222至尊级乘1。提示：无上神位任务更新，当前持有神印符石数4/33。谢了。苏北笑了笑，东西到手，距离无上神位任务又近了一步。虽然还剩下29枚神印符石，但总归是近了。至于剩下的武器、手镯什么的，苏北直接放弃了 roll 点。很快，战利品分配完毕，几个人都各有所得，也算是皆大欢喜。该去主城看看了。苏北想着离开，他的等级已经到达 LV13，红名状态也在刚才击杀 BOSS 后消散。是时候去主城学学技能，接任务，再装备下自己了。苏北转过身，想要与西瓜兵等人知会一声，便离开这里。就在这时，苏北却发现西瓜兵正目光闪烁地看着自己，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道：“永夜，你还是等会再走吧。”怎么了？苏北有些疑惑，副本已经结束，再留在这没意义啊。我刚收到朋友消息。西瓜兵顿了顿，皱眉道：“破天工会的人把天空之城副本门口清场了，为了堵你，他们还在副本外面放了一把大火，把不少新人都给杀了。这么猖獗吗？”苏北眉头顿时皱了起来，他知道破天工会是冲自己来的，可没想到竟然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连无关的人都杀。而且破天工会的人放话说要先杀你100遍，然后再谈其他。西瓜兵叹了口气，好大的口气啊！苏北眼神顿时沉了下来，他有些高估破天工会的底线了。按说副本记录这种东西既然存在，那就代表着人人都可以参与竞争，被破掉2个副本记录就要杀自己100次啊！这要是把破天工会的记录全破了，难不成还要来现实真实自己？呵呵，苏北心中冷笑。不过想想也是，原本3大工会打得有来有回的副本记录，突然被推到了一个让人绝望的位置，痛失至尊级装备不说，还丢了脸面。这要是不找回场子，那以后工会岂不是威严扫地？待我足够强大，苏北眼中闪过一道寒芒，低语道：“早晚有一天把他们全都灭掉。”闻言，西瓜兵等人皱了皱眉头，都觉得苏北太过狂妄了。先走了。苏北没理会震惊的西瓜兵几人，径直走向离开副本的传送门。见苏北要走，吃个兔兔吧急忙道：“你怎么这么不听劝呀？现在出去不是找死吗？”放心吧，破天工会奈何不了我的。苏北淡淡的说道，随后毅然的迈进了传送门。这个家伙怎么跟头倔驴一样呢？吃个兔兔吧跺了跺脚。就在这时，他发现苏北又皱着眉头走了出来。哈哈，想通了。哎呀，这就对了嘛，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越想越气。吃个兔兔吧在一旁打趣道：“不是想通了，是传送阵失效了。”苏北皱着眉头说道：“传送阵失效？这种情况只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副本还没有结束，莫非还有隐藏 BOSS？” 苏北警惕地望了下四周，不过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如果非要说哪里不对的话，唯有天空中那颗血月。苏北抬头望向天空，暗道似乎有些不对劲，这血月就好像一颗眼球在注视着我们。血月凌空，当中还有一道深深的沟壑，仔细看去真就如同眼球一般。传送阵失效，让我来试一，吃个兔兔吧坏坏一笑，以为是苏北怕了。未等他话说完，就在这时，原本明亮的广场忽然一暗，
整个广场像是陷入了永恒黑暗之中，黑的不见五指，视觉完全丧失。紧接着，难以形容的压抑、无尽的绝望之感，瞬息间将苏北几人笼罩。这是怎么回事啊？西瓜兵等人大惊失色，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就在这时，一团璀璨金光自黑暗中乍现。苏北等人回头望去，只见一位浑身笼罩在金光中的身影，正在赛格哈特的尸体上缓缓浮现。光之领主赛格哈特，诈尸了呀！吃个兔兔吧，眼睛瞪得大大的。这时，一则提示信息弹了出来，提示：神级隐藏任务，黑暗中的潜伏者现已触发，是否接受？第35章，超动心的任务奖励。黑暗中的潜伏者。任务描述：击杀隐藏在天空之城的2位潜伏者，只有1次挑战机会。通关奖励等级+2，个人奖励：神级装备乘1，神级技能书乘1，万界旅行者召唤卷轴乘1，光明阵营声望加1000。若死亡，个人奖励取消。建议等级25+。查看完任务信息，所有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原来是触发了隐藏任务，还是神级的。要知道，这种情况可不多见。隐藏任务的奖励十分丰厚，但是触发条件却根本不为人知。神域论坛上对于这方面的记录也非常稀少。据玩家们猜测，只有满足了一定特殊条件，并且在限定时间内成功通关副本，才会有极低的几率触发隐藏任务。可以说，既看实力，也十分看脸。哇塞，好丰厚的奖励啊！看完任务奖励，吃个兔兔吧，有些兴奋。虽然刚才受到了一丝惊吓，不过现在一看，真是太值了。此时，西瓜兵倒还保持着理智，皱着眉头说道：奖励确实不错，不过这个任务建议等级是25+，而且上面很清楚的写着是要击杀掉2名潜伏者，也就是说，我们要与2头 BOSS 同时战斗。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任务有些变态了。话落，西瓜兵叹了口气，倒不是他想故意泼冷水，而是这个任务真的很难办。如果说是与1头 BOSS 战斗，有永夜在，他们还是有机会的。要是2头 BOSS 一起的话，那这个任务的难度绝对是1+1大于2的。哎呀，再强有永夜强吗？再变态有永夜变态吗？吃个兔兔吧，似是被奖励冲昏了头，他拼命朝苏北眨了眨眼睛，道：你说对吧？变态？哦不，永夜。苏北，这任务有做的必要吗？奖励似乎并不高吧？苏北忍不住问了一句。在他看来，这个任务奖励并不算高，等级和神级装备都不是他所迫切需要的。至于那个万界旅行者，不知道是干嘛的，可能是个商人。啊，吃个兔兔吧，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说道：这任务奖励还不高呢。万界旅行者哎，那可是万界旅行者，你知道有多少人想见他一面吗？他很有名吗？苏北试探着问道。他确实不知道万界旅行者是干嘛的，不过这也不能怪他，隐藏任务的触发几率本来就低，能通关的更是万中无一，而且神域论坛上也查不到什么信息，不知道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哈哈，原来也有你不知道的东西。吃个兔兔吧，清了清嗓子，一本正经道：万界旅行者，顾名思义，他是行走在万千世界的旅行商人，在他的身上有着无数让人眼红的好东西，隐藏职业、特殊血脉、稀奇古怪的技能、神兵利器、恶魔果实，什么都有的卖。不过唯独让人蛋疼的是，他携带的东西都是随机的，而且卖得很贵，有时甚至……正当吃个兔兔吧想要继续往下说的时候，苏北突然插了一下嘴：你刚刚说什么？我说携带的东西比较随机。吃个兔兔吧一怔，疑惑道：怎么了？前面那句让人蛋疼？不对，再前面一点。恶魔果实。吃个兔兔吧不确定地说道：真是恶魔果实？苏北心头一跳，暗道：不会是我想的那个吧？这玩意都有的卖，看来这个万界旅行者是应该见一见。苏北想了想，决定接下任务。真要是按照吃个兔兔吧所说那样，那这个万界旅行者还真是不容错过。苏北看向西瓜兵几人，问道：这个任务我要做，你们怎么说？宁杀错，不放过，当然是要干一票了。吃个兔兔吧率先抢答着，遇见隐藏任务不干一票，那真是太对不住自己了。那好。苏北点点头，沉吟了一下后，忽然开口说道：不知道我们会遇见什么样的 BOSS， 一会战斗起来，大家可能需要各凭本事了。推荐等级25+的任务，怎么看都不会太简单。通关奖励或许都能得到，但是个人奖励能不能得到，全凭本事，那是自然。西瓜兵等人纷纷点头。要是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开打吧。苏北在确认其他几人都没有问题后，转头朝赛格哈特说道：“这个任务我们接了。提示：恭喜你的小队接受神级隐藏任务——黑暗中的潜伏者。提示：与赛格哈特再次对话，即可开始战斗。”提示音响起，苏北来到赛格哈特面前，开启对话：“你的实力让人惊叹，或许你真的可以驱散这黑暗。”赛格哈特深深看了苏北一眼，随后他伸出右手，挥出一道金色光华。金色光华闪过，被黑暗笼罩的广场忽然变得明亮起来。与此同时，两颗黑气缭绕、血管凸起的眼球形怪物忽然出现在广场两侧。罪恶之眼左，罪恶之眼右。类型：黑暗生物。稀有度：神级。等级：LV25。生命值：1800001800000。法力值：50000050000。攻击力：25003500。物攻魔攻。防御力0，物防魔防。无法移动，不受控制效果影响。技能：共生。罪恶之眼带有共生特性，需在3秒内同时击杀，若未能同时击杀，2颗罪恶之眼血量将恢复至 100%。石化激光。左眼发射激光，对目标造成大量魔法伤害，并使目标石化。惊雷之眼。右眼降下雷霆，对目标造成大量魔法伤害，并使目标眩晕。震荡波。每隔5秒自动发动震荡波，对周围一切物体造成大量物理伤害。心灵控制。对目标发出持续控制效果，使其失控20秒，操控目标期间处于无敌状态。两头神级 BOSS， 除了技能有所差别，其他属性完全一致。单看技能来说，是属于近战、远程兼备的全能型 BOSS， 还带有操控敌人技能。不过真正恶心的是，它带有共生特效，3秒内若不能将2颗眼球同时击杀，它的血量将瞬间恢复至 100%。这着实有些恶心。这 BOSS 也太强了吧，神级任务这么难吗？吃个兔兔吧，喃喃自语道。他倒不是没有猜测过 BOSS 有多强，可真正看到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还是低估了神级任务的难度。罪恶之眼没有防御，我觉得能够一战。狼了个狼，举起盾牌来到前方，眼中闪烁着战意。闻言，大鲨鱼也抽出匕首向前走了几步，淡淡道：“没错，不过咱们战斗时得小心点，别一不小心给其中一头弄死了，一定要控制好血量。”没有防御力的罪恶之眼让大鲨鱼和狼了个狼觉得自己又站起来了。不过他俩没注意到的是，此时他俩已经来到了 BOSS 攻击范围内。就在这时，苏北发现那一对罪恶之眼朝自己等人看了过来，他们用那硕大的眼球直勾勾地盯着几人。忽然，一道沙哑的声音自苏北等人脑海中响起：“人类堕入黑暗吧。”心灵控制乘2。第36章：能杀为什么不杀？又不难。2颗罪恶之眼各从瞳孔中射出一道粉色能量。小心！见状，西瓜兵急忙喊了一声。不过可惜，罪恶之眼的心灵操控实在是太快了，可以说是瞬息即至。但粉色的魔法能量凝聚成线，眨眼之间便射进狼了个狼和大鲨鱼体内。狼了个狼和大鲨鱼身体猛地一颤，下一秒，大鲨鱼在原地缓缓消失不见，而狼了个狼则瞪着血红色的眼睛转过身，朝苏北3人怪异一笑。随后，他挥动着武器，朝稍稍靠前的苏北扑来。复仇者之盾！狼了个狼狞笑着丢出盾牌，硕大的盾牌带着呼啸声袭来，速度极快。可是苏北的反应更快，在盾牌袭来的瞬间，他先一步离开了盾牌飞行路径，并没有选择硬扛。复仇者之盾无法对他造成伤害，可是这个技能却带有眩晕和沉默效果，一旦被控在 BOSS 攻击范围内，很有可能会被 BOSS 瞬杀。轰！盾牌狠狠砸进地面，将地面砸出蛛网状的裂痕。好强的控制效果，大狼完全丧失自控能力了。一旁，苏北皱了皱眉头，被操控者连技能都可以发出，这说明他们2人的意识已经彻底被罪恶之眼掌控了。不过还好，被控制的不是我。想到这里，苏北不由得有些庆幸，他刚刚站的位置比较靠后，要不然的话，恐怕在场的几人都活不下来。靠后，苏北呢喃了一句，忽然意识到了什么。我明白了，心灵控制是有距离范围的，只要不进入 BOSS 攻击范围，就不会触发攻击。苏北正思索着，这时，狼了个狼追了上来，他抡着大剑，狠狠朝着苏北斩落。十字斩！永夜，小心啊！吃个兔兔吧，急忙提醒道。还真是麻烦，苏北强忍住将狼了个狼射杀的冲动，身子一晃，再次躲开攻击。他刚一落地，就在这时，苏北察觉到背后的空间忽然传来一丝微弱的波动。闷棍！紫色匕首滑落，带起一道棍形虚影。
隐匿在黑暗中的大鲨鱼突然对苏北发动攻击，后跳。闷棍的控制效果比复仇之盾更强，无奈之下，苏北只好再度向一旁退却。不过此时，他却离两颗罪恶之眼越来越远了。不知不觉间，苏北被逼退到罪恶之眼的攻击范围外。直到此时，被操控住的狼了的狼和大鲨鱼终于不再继续追击。结，在朝苏北诡异的狞笑一声后，两人各自转身回到两颗罪恶之眼身旁。他们一左一右，如同护卫一般，守护着两颗罪恶之眼。自从进入神域以来，还真没这么束手束脚过。苏北深深吸了一口气，若不是看在神印符石的份上，他早就送狼了的狼和大鲨鱼回老家了。不过现在，苏北在意的却是另一件事，那就是心灵操控技能有没有衰减控制这一说法。如果有，那狼了的狼和大鲨鱼在解控后将不会受到心灵操控影响，他就可以发动灵魂战鹰去尽情战斗了。如果没有，那对不起了，那他就只能将狼了的狼两人杀掉，然后再去把 BOSS 杀掉，再等几秒看看。若要是他们两个不停的被控制，那就只能把他们两个杀了。苏北心中有了决断。见苏北原地等待，西瓜兵忍不住问道：“这个 BOSS 有办法击杀掉吗？”“可以杀，但现在不行，除非杀了狼了的狼和大鲨鱼。”苏北如实的答道。BOSS 控人期间是完全处于无敌状态的，除非先把他俩干掉，这样的话，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没别的办法了吗？西瓜兵黛眉微皱，杀队友这种事怎么感觉都有些怪怪的，而且还是自家公会的人。办法是有的，不过得再等5秒。苏北眼睛眯了眯，什么办法？西瓜兵心中一喜，一会你就知道了。苏北目光死死盯着 BOSS， 操控时间即将结束，等会看看 BOSS 还能不能控制住大鲨鱼和狼了的狼，就全都清楚了。5秒时间转瞬即逝，就在这时，狼了的狼和大鲨鱼从被控状态中清醒过来，两人迷茫地望了一眼四周，当看到一颗硕大的眼球几乎贴在他俩脸上时，两人瞬间被吓一跳。卧槽乘2，别卧槽了，快跑！见他俩愣在原地，吃个兔兔吧，急得不行。还未等两人做出反应，就在这时，轰！一股气势凌人的冲击波猛地从两颗罪恶之眼身上发出，砰！狼了的狼和大鲨鱼齐被震飞了出去。2130， 2290，扑通！狼了的狼和大鲨鱼跌落在地，血量更是猛地下降一大截。两人刚要起身，这时地面上忽然凸起两枚诡异的眼球，紧接着2道灰黑色能量射线突然从眼球上迸发出来，直接照射在狼了的狼和大鲨鱼身上。唰！灰色射线扫过，狼了的狼和大鲨鱼被石化在了原地。3030， 3210，接连受到伤害。此时狼了的狼和大鲨鱼血量已经告急。见此情景，吃个兔兔吧，急忙释放出2道治疗法术，想要为他们恢复血量。就在这时，天空中忽然凝聚出2枚眼睛图案，下一秒，刺目的雷霆猛地自天空中降临，径直朝狼了的狼和大鲨鱼劈落。轰轰！雷霆降落，伤害数字飘起，3215， 3022。本就残血的狼了的狼和大鲨鱼瞬间死亡，两人的尸体缓缓倒地。提示信息接连响起，提示：你的队友狼了的狼已经阵亡。提示：你的队友大鲨鱼已经阵亡。这也太猛了吧！吃个兔兔吧瞪大眼睛，满脸的难以置信。实在是因为 BOSS 的连招太过丝滑了，把狼了的狼和大鲨鱼揍的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若不是亲眼所见，他真是万万不敢相信。还打吗？永夜吃个兔兔吧，不由得将目光看向苏北。苏北笑了笑，无奈道：能打为什么不打？这 BOSS 杀起来又不难。哈，这 BOSS 还不难呢？吃个兔兔吧有些无语，这 BOSS 难上天了好吧？他刚想要再说些什么，就在这时，吃个兔兔吧忽然一拍脑袋，惊喜道：我倒是忘了，你还只大鸟呢。永夜，赶快把你的大鸟掏出来。苏北第37章，自古工兵多挂逼，我也想当个挂逼。灵魂战鹰，苏北催动至尊级剑带，将灵魂战鹰放出。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命令灵魂战鹰起飞，而是让他站在自己肩膀上。灵魂战鹰算是另类的生命体，会因受到伤害而被击杀。要是 BOSS 不讲武德，把灵魂战鹰给操控了，那可就有意思了。BOSS 射程加1000米，苏北直接6分头。此时，随着灵魂战鹰发动，苏北双眼都变得如同老鹰一般锐利无比，他的攻击范围再次增加了1000米。我来给你加个 buff 吧。
吃个兔兔吧，见苏北要动手，想着给他加个 buff， 好助他一臂之力，可苏北却直接拒绝了。别，你的 buff 是很不错，不过不利于控制血量，出现一次暴击，我补救起来会很麻烦。说到这里，苏北想了想，对着吃个兔兔吧就开始脱裤子。你要干嘛？吃个兔兔吧大惊，捂住胸口，接连后退好几步。把我当什么人了？苏北一脸黑线。他脱装备是为了防止出现过多暴击，耽误自己休息，可没有其他的想法。胸大无脑，苏北嘀咕着转过身，依次将带有暴击效果的装备脱掉。随后他直接取出长弓，将一支箭矢握在手中。要不要用银剑？苏北思索着，两颗罪恶之眼都属于黑暗系生物，他的银剑刚好能起到克制作用。不过这样一来的话，他所暴露的东西就更多了。算了，还是低调点吧，反正这个也与记录无关，就用剧毒箭矢吧。苏北想了想，随后他从背包中取出数支浸染着绿色液体的箭矢。剧毒箭矢是至尊极剑带附带的另一个技能，在命中目标后会使敌人进入中毒状态，并每秒损失1000点生命值，最高能叠加5层，还能使目标血量恢复降低 80%， 用来对付眼前这两头 BOSS 最适合不过。苏北拉开长弓，朝两颗罪恶之眼分别射出2支剧毒箭矢。咻咻，剧毒箭矢带着一道绿芒划过，狠狠定在眼球上。12403， 1000， 12403， 1000，伤害数字飘起，两颗罪恶之眼全部进入中毒状态，剧毒 buff 开始生效。这时，一道痛苦的声音自苏北三人脑海中响起：好痛！可恶的人类乘2！两颗眼球瞳孔大张，死死地盯着苏北，恨不得立刻冲上前来把他干掉。不过很可惜，这两颗大眼球怪物强是强了点，但吃亏在没有长腿，根本无法移动，完全就是两个活靶子。咻咻咻！苏北拉弓搭箭，不紧不慢地射出一支支剧毒箭矢，接连命中5箭。BOSS 身上的中毒层数被瞬间叠加至5层，每一跳都能带走 BOSS 5000点血量。12403， 5000， 12403， 5000。咻咻，箭矢不断划过，两颗罪恶之眼的血量稳步下降。少了暴击装备的加持，苏北的暴击属性降低至0点，一连射出数支箭矢也没有触发过暴击。永夜这个家伙真是比 BOSS 还要变态。吃个兔兔吧，眼中闪过着异彩。他看了看绿油油的罪恶之眼，又转头看了看苏北，忍不住嘟囔道：自古工兵多挂逼，早知道我也选游侠好了。闻言，西瓜兵无奈道：你玩游侠，我怕还没等射到怪呢，队友就先被你射死了。怎么可能？我这么聪明？吃个兔兔吧表示不服。下一秒，他转头看了苏北一眼，小声道：冰冰，你说永夜接下来会怎么办呀？什么怎么办？西瓜兵疑惑着转过头。吃个兔兔吧看了一眼苏北，小声说道：哎呀，你怎么这么笨？他不是跟破天工会闹翻了吗？我问的是这个。西瓜兵眸光闪烁了一下，叹息道：无非就2种选择，一是加入其他工会寻求庇护，二是继续与破天工会对立，被破天不休止的追杀。怎么这样还是咱们陆神好，从来不欺负小号。吃个兔兔吧小声嘟囔了几句。你太天真了。西瓜兵摇摇头，没有继续说下去。事关至尊级装备和工会脸面，无论是破天还是碎星，亦或者是自家工会陆神，只要有人敢挑衅他们的权威，无论是哪家工会，都不会轻易放过挑衅者。更何况永夜还挑衅了不止一次，说他是破天工会的必杀目标都不为过。不知道你接下来会选择哪条路？西瓜兵看向苏北，眼眸闪过一道亮芒。此时苏北与罪恶之眼的战斗也进入到尾声，两颗罪恶之眼的血量完全就是在同步下降，稳的一批。虽然在修血过程中也有意外触发过1、2次暴击，不过对于苏北来说都是小问题，无非就是多射一下的事。咻咻咻咻，12403， 5000， 12403， 5000。一支支箭矢定进 BOSS 身上，此时两颗罪恶之眼的血量已经不足3万。咻咻，苏北朝两头 BOSS 各自射出一支箭矢，随后他便收起了武器。眼下 BOSS 正处于持续中毒状态，接下来根本无需他动手，靠毒就能毒死他们。5000， 5000， 5000， 5000，接连2跳毒属性伤害飘起。2秒后，两颗罪恶之眼砰的一声在原地炸开，死得十分憋屈。提示：恭喜你的小队击杀了罪恶之眼。提示：恭喜你完成了神级隐藏任务黑暗中的潜伏者。提示：
请与赛格哈特对话，领取你的奖励。你太猛了，永夜！吃个兔兔吧！兴奋地跑到苏北身旁。这个时候，西瓜兵也走上前来，笑道：“辛苦了，永夜。说实话，要不是永夜在场，这个 BOSS 对于他们来说，那真就是无解的。不，或者说，连隐藏任务都无法触发才对，更别说和 BOSS 战斗了。没什么，就是射几箭而已，去交任务吧。”苏北没有在意，迈步来到赛格哈特身旁，将任务直接交付。你的存在给这片被黑暗笼罩的世界带来了希望。赛格哈特目光柔和地看着苏北，抬手打出一道光晕。提示：恭喜你完成神级隐藏任务——黑暗中的潜伏者。提示：你的等级提升至 LV14。提示：你的等级提升至 LV15。提示：恭喜你获得 LV15 神级装备灵犀之星乘1。提示：恭喜你获得 LV15 神级技能强制踏射乘。提示：恭喜你获得万界旅行者召唤卷轴乘1。提示：恭喜你获得光明阵营声望加1000。第38章永夜，你的想法很危险。提示消散。任务奖励径直落进苏北背包。灵犀之星，类型戒指，稀有度神级，等级 LV15，耐久20%，永不磨损。装备属性 HP 加500，MP 加480，攻击速度正 30%。附加效果：被暴击时自身所受伤害负 40%。妙啊！看到属性，苏北眼前一亮，这枚戒指给他的惊喜不小。攻速与流光3件套比肩，附带的效果更是能防止自己被敌人一个暴击带走，妥妥的极品装备。苏北将手上那枚冰奈斯指环摘下，随后将灵犀之星戴好。这任务做得太值了，收获到一枚极品戒指，苏北心情很好。随后，他将目光投向另外一份奖励——强制踏射，类型技能书，稀有度神级，效果中断一切动作，并将面前1米内的敌人踩在脚下，对其发动5次爆头射击，并造成物理攻击加100%等级的伤害。CD 30秒。说明无视目标等级，该技能无法对飞行类生物使用。无视目标等级，并将其踩在脚下来5次冲脸。这技能有点意思。查看完技能，苏北脑海里想了想技能效果。这技能要是用来对付敌人，那画面简直不要太美。强行把人给踩在脚底下，对着脸就是一顿输出，所造成的精神伤害岂不是直接爆表？不知道谁会成为第一个被我踩在脚下的幸运儿。苏北笑着将技能书学习，随后他将目光投向最后一份奖励——万界旅行者召唤卷轴，类型卷轴，数量1，效果使用后召唤万界旅行者降临，持续3分钟。说明该卷轴离开副本后失效，时间这么短，还只能在这里使用。苏北皱了皱眉头，因为他没钱。按照吃个兔兔吧所说，万界旅行商人身上的好东西很多，不过售价却十分昂贵，这苏北有些苦恼。说实话，他身上的好东西确实不少，随随便便卖卖都可以换到不少金币。不过可惜的是，他还没来得及去主城售卖，毕竟他原本就是想来破个记录而已。遇见隐藏任务，那纯属于意外。想到这，苏北不由将目光投向西瓜兵和吃个兔兔吧，暗道：这两妹子看起来很有钱的样子，要不找他俩借点。刚刚他在查看背包的时候，两个妹子直接把万界旅行者给召唤了出来，买的那叫一个欢。说没有钱，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不过借还是不借，这是个问题。正当苏北有些犹豫的时候，此时恰逢西瓜兵和吃个兔兔正朝苏北看过来，目光交汇，苏北把心一横，然后试探着说道：两位借我点金币，等去了主城，我处理掉手头，装备就还。借多少啊？吃个兔兔吧，倒是很爽快，先借个8个亿吧。好呀。死，你这么有钱，怎么想要吃软饭吗？可以吗？永夜，你的想法很危险啊。男人就该有个男人的样子，怎么能想着吃软饭呢？吃个兔兔吧，满脸认真的胡说八道。苏北翻了翻白眼，这大兄妹节奏太快，他有点跟不上。这样吧，我可以以物换钱，这件东西你们或许会感兴趣。苏北想了想，将背包中那件范风衣取了出来。他背包里的东西很多都见不得光，不过范风衣就无所谓了，副本出品，而且他也用不上，还不如趁此机会直接出手。吃个兔兔吧。看着苏北拿出来的装备，先是一愣，然后他忍不住嘟囔道：你这运气着实是有点不讲理了。
范风衣都让你搞到了。范风衣是战士的极品装备，整个南疆大区加一块都没超过5件。要是没记错的话，上一件范风衣可是在拍卖行中被拍到了1亿2千万金币。吃个兔兔吧，看了看范风衣，又盯着苏北大有深意的看了好一会，忽然说道：“永业，你是不是跟僵尸王有过派交易？姨惹你玩的好变态啊！”苏北，这件范风衣我们可以收，不过价格……这时，西瓜兵快步走上前来，插了一下嘴。苏北思索了一下，抬头笑道：“范风衣的价值，想必你们也都清楚，毕竟物以稀，1亿金币。”西瓜兵伸出了一根手指：“你是懂范风衣的，来交易。”苏北目光中充满赞许，西瓜兵给的价格可谓是相当良心了。上一件范风衣虽然在拍卖行拍出1亿2千万金币的天价，但在扣除手续费后，卖家到手金币也就9500万左右。眼下召唤万界旅行者刻不容缓，西瓜兵出的价格又远超预算，这要是不出手，可真是太蠢了。一个最低级的神级装备能卖上1亿金币，咱也不懂为啥，咱也不敢问。吃个兔兔吧，在一旁小声嘟囔着。闻言，西瓜兵只是微微一笑，并没有多说什么。随后，他来到苏北近前，朝他眨了眨眼睛，道：“交易吧。”话音落下，苏北眼前浮现出一个交易框，1亿，数字接连跳动，不多不少，刚好8个0，整整1亿金币被放进了交易对话框。交易愉快。苏北笑了笑，随后将范风衣同样放在了上面。装备金币确认完毕，苏北和西瓜兵先后按下交易按键。交易成功，你失去了神级装备范风衣，你获得了1亿金币，这下应该够了吧？1亿金币在手，苏北底气足了起来。这时，一旁的西瓜兵忽然提醒道：“永业，有个事情你得注意一下，万界旅行者商店开启后，头3件物品是原价购买，第4件是原价的2倍，第5件是原价的4倍。”闻言，苏北一怔，暗道：“这不就是变相限购吗？”果然，奸商是无处不在的，连神域也不例外。苏北摇摇头，在朝西瓜兵道谢一句后，他直接打开背包，开始召唤万界旅行者。卷轴碎裂，淡蓝色的光辉自天空洒落，紧接着，一道深邃幽暗的传送门自苏北前方缓缓成型。待到传送门逐渐稳定，一名身材佝偻、体型瘦弱的身影从传送门中缓缓走了出来。万界旅行者加百利，年轻人，想要跟我交易吗？加百利朝苏北挤出一丝笑容。是的。苏北点点头，很好，不过我带的货不多，你看看有没有中意的东西。加百利颤颤巍巍的将一个破布袋子扔在地上，随后苏北眼前浮现出一道交易面板，你开启了加百利的神秘商店。第39章，隐藏职业，万灵主宰。货不多，你慢慢挑吧。加百利缓缓坐在地上，饶有兴趣的看着苏北。与此同时，交易界面弹出。一条条物品信息映入苏北眼帘。首先是5种隐藏职业卷轴，战士隐藏职业地血石天，神级，售价8888万金币；法师隐藏职业大魔导师，神级，售价8888万金币；游侠隐藏职业万灵主宰，神级，售价8888万金币；刺客隐藏职业影武者，神级，售价8888万金币；牧师隐藏职业圣灵守护者，神级，售价8888万金币。各种类型的神级隐藏职业排列在商店首位。往下翻看，还有许多各种类型的神级装备、道具。武器魔剑阿波菲斯，神级，售价3000万；武器无尽战刃，神级，售价3000万；武器明刀司命，神级，售价3000万；武器制裁之刃，神级，售价3000万；附魔卡大祭司诺比斯，神级，售价500万；召唤卡灭世魔龙死亡之翼，神级，售价500万；生命药剂雷米的祝福，神级，售价500万；增大药剂阿三的神油，神级，售价500万。除此以外，还有几种奇奇怪怪的药剂、强化券、增幅券，都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好东西。不过价格嘛，就有些离谱了，最便宜的物品都要500万起。至于吃个兔兔吧所说的恶魔果实，商店中倒是没有出现，想必是没有刷新。好家伙，这叫带的货不多。苏北目光有些火热，要不是这个加百利属于无敌状态，他真想直接干一票大的。年轻人，收起你那不切实际的想法，时间可不多了。加百利在一旁慢悠悠地提醒道：先买隐藏职业。苏北没有犹豫，
直接选中隐藏职业卷轴，快速点击了购买。叮，你购买了隐藏职业卷轴万灵主宰乘一，你失去了8888万金币。提示响起，一张泛着金色雷芒的卷轴掉入苏北背包中。万灵主宰，稀有度神级，所需等级 LV1， 效果使用后即可解锁万灵主宰相关任务。介绍：与所有生灵亲和，并可通过驯化生灵使用他们的能力。卧槽，这职业好像有点意思哈！苏北心中一惊，按照介绍字面意思所说，要是没理解错的话，什么龙啊、人啊、神啊的，岂不是都能驯化？这就有点刺激了，以后弄2个神当宠物玩玩。苏北将隐藏职业卷轴取出，随后毫不犹豫地使用。提示：你领取了任务万灵主宰。提示：你获得了临时技能灵魂汲取。万灵主宰，类型：隐藏职业任务1/2，你需要汲取一头强大生物的灵魂来觉醒自己的力量。任务要求：击杀任意一头世界 BOSS 神级，并汲取他的灵魂。任务奖励：角色面板进阶，专属技能解锁。任务奖励：汲取灵魂成功后解锁下一阶段任务。竟然要击杀世界 BOSS， 还是神级的！苏北眼睛眯了眯，这个任务的难度可不低啊，甚至可以说十分艰难。因为世界 BOSS 刷新频率很低，每隔30天才会刷新一次，因此每当世界 BOSS 刷新，都会吸引来整个世界的工会抢夺。因为世界 BOSS 的掉落太丰厚了，只要成功击杀世界 BOSS， 会毙掉5件以上传说级物品以及1件神级物品。而且成功击杀世界 BOSS 的工会玩家，其所在工会会获得一种名为毒神者的增益 buff。 要知道，毒神者的增幅 buff 十分逆天，对开荒副本的工会来说，完全就是有如神助一般。光是以上这些，就足以让无数工会按耐不住。更何况打破世界 BOSS 击杀记录，还会随机掉落一枚神印符石，这让本就人人眼红的世界 BOSS 更加让人垂涎不已。也正因如此，每次世界 BOSS 刷新，世界 BOSS 所在的位面都会爆发一场超级大混战，国与国之间，工会与工会之间，可以说除了自己人外，目光所至皆是敌人。至于说散人玩家想要抢世界 BOSS， 嘿嘿，做梦去吧，你能不能活着见到 BOSS 都是一回事。网游里面总是绕不开这些个工会，还有恶心人的大号。苏北想了想，暗道：或许我应该买些可以清场的道具，然后等他们拼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再突然下手。想到这，苏北将目光投向附魔卡和召唤卡灭世魔龙死亡之翼，这2样物品配合的话，可以起到很好的清场效果。苏北没有犹豫，依次将2样物品购买。叮，你购买了附魔卡大祭司诺比斯乘1，你失去了500万金币。叮，你购买了召唤卡灭世魔龙死亡之翼神级乘1，你失去了500万金币。系统提示不断，购买的物品依次落入苏北背包。就在这时，久违的悦耳声再度响彻在苏北耳边。叮，你在获得神级召唤卡灭世魔龙死亡之翼时，触发数量暴击成功，倍数99倍。恭喜你获得了新物品神级召唤卡灭世魔龙死亡之翼乘99。哦豁，还有意外收获！苏北心中惊喜。在将加百利的神秘商店关掉后，苏北将目光投向背包中。大祭司诺比斯，类型附魔卡，稀有度神级，等级 LV1， 属性体力加500，描述可对头肩、胸甲、腰带使用。召唤卡灭世魔龙死亡之翼，品阶神级，使用召唤灭世魔龙死亡之翼，对1000米范围内的一切目标发动万物竞焚。效果造成施法者生命值 100% 火焰伤害，并使目标点燃，对其每秒造成施法者 50% 生命值持续火焰伤害，持续10秒。数量9999。苏北眼睛眯了眯，买这2件物品他是有仔细思考的。附魔卡可以增加自身血量5000点，而灭世魔龙死亡之翼则是可以对1000米内的一切目标造成大量火焰伤害。等把附魔卡附魔，他的血量将突破10000加，届时在血量的加持下，灭世魔龙死亡之翼所造成的伤害将达到每秒5000点。要是同时召唤99条灭世魔龙死亡之翼的话，不敢想不敢想。附魔在胸甲上吧。苏北想了想，决定附魔胸甲。其他装备品阶低，随时都有可能被换掉，但加40投掷哥布林的绿野皮衣，这可不是说换就换的。紫光闪烁，
附魔卡与投掷哥布林的绿野皮衣缓缓融合在一起。就在这时，久违的提示音再次响起：叮！你在附魔投掷哥布林的绿野皮衣，神级10，触发质量暴击成功，倍数1000倍。恭喜你获得了新物品神级装备投掷哥布林的绿野皮衣。好家伙，又双弱镯暴击了。苏北笑了笑，眼中满是惊喜。第40章向破天公会宣战。苏北心中喜悦，连忙打开装备面板查看起来。加40投掷哥布林的绿野皮衣，类型皮甲，稀有度神器，等级 LV1，耐久33%，永不磨损。装备属性 HP 加100加4000 MP 加100加4000，物理防御加288加11520。附加效果游侠所有技能加1。附魔效果体力加500000个10、100、5 50万体力。苏北瞪大了眼睛，50万体力，1点体力等于10点生命值，那岂不是说自己的生命值将暴增500万？苏北艰难转头看向自己的生命值5006380，卧槽！苏北感觉眼皮直跳。LV 15级，拥有500万加血量，这说出去谁信？谁信？刺激！苏北心中狂喜，这一波提升堪称变态。不对，这时苏北猛地意识到了什么，500多万血量，那灭世魔龙死亡之翼的伤害，一次500万直接火焰伤害，再加上点燃每秒250万点，10秒就是2500万。苏北倒吸一口凉气，心脏扑通扑通狂跳，他有些不敢往下想了。单次伤害3000万，要是召唤99条灭世魔龙死亡之翼，试问谁能抗得了？不说神挡杀神，佛挡杀佛也差不多了。区一头世界 BOSS， 那不就是多扔几张符咒的事？咱就是说，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让我爽而存在的？苏北看着背包中的99张召唤卡，忍不住嘀咕了一句：这尼玛何止是猪吃虎的爽局啊，这不明显自己是虎，其他人都是猪吗？正当苏北想到这，忽然永业，你快看看世界频道，吃个兔兔吧，在一旁焦急喊道。苏北诧异地看了他一眼，疑惑道：怎么了？你快打开世界频道看看就知道了。苏北疑惑地将世界频道打开，下一秒满屏的信息扑面而来。永业，你死特么副本里了是吧？永业，赶紧从天空之城副本里滚出来受死！你不会以为这样就能躲过我们吧？永业，你刚刚嚣张那劲呢，杀我们公会小号算什么本事？现在大号来了，你就开始装三孙子了？别以为猫副本里我们就会放过你，不把你杀爆，干回新手村，以后我跟你姓。此时南疆大区聊天频道被破天公会成员疯狂刷屏着，放眼望去全部与苏北有关，甚至有人扬言不光要让苏北交出神印符石，还得杀到他跪下认错才行。让我跪下认错？呵呵。苏北眼神顿时沉了下来，他其实心中清楚，按照以往的游戏经验来说，过早的与公会交恶将会对自己十分不利，毕竟他才加入神域，与经营已久满级大号众多的公会之间完全没有对抗的可能。如果可以的话，他也想慢慢发育，稳稳的苟上那么一苟。可是在接取无上级任务的那一刻，他想苟都不行，因为神印符石他是势在必得的，而这也代表着他与公会之间的冲突那注定避无可避。只要他不断破获记录，恐怕要不了多久，不光破天公会，就连陆神和碎星两家公会也会加入到追杀他的行列中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苏北捏了捏召唤卡，眼中有着一抹疯狂，就拿破天公会开刀吧。既然无法躲避，那便将南疆大区搅个天翻地覆，让南疆大区所有人都知道苏北可不是好惹的。能不能告诉我破天公会的公会领地在哪？苏北转头看向西瓜兵，此刻他只想干一票大的，既然破天公会这么挑，那就干他们一炮吧。在冥界通道的东北方向，靠近暮色森林，坐标大概是。西瓜兵顿了顿，有些疑惑道：你问这个做什么？没什么。苏北笑了笑，随后满脸认真的说道：就是我想去攻打他们的公会领地。你说什么？西瓜兵几人眼睛猛地睁大，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吃个兔兔吧，神色震惊道：你说你要去攻打破天公会的领地，你是不是疯了？一旁狼了个狼和大鲨鱼亦是满脸震惊的看着苏北，因为苏北的话实在是太过让人震惊了。那可是公会领地，
是防守极为森严的地方。要知道，破天公会的5级领地内，光是百级 NPC 卫兵就有5万，守城器械更是多到让人头皮发麻。更何况，破天公会毗邻暗黑城，是无数百级大号休整补给的地方。毫不夸张地说，在破天公会的领地内，百级大号多如狗，守城卫兵遍地走。现在有一个 LV15级小号说要去攻打破天公会的领地，这不是天方夜谭吗？有什么问题吗？苏北神色淡然道。西瓜兵平复了一下心情，无奈道：问题倒是没有，就是怀疑你得了失心疯，想给你推荐个康宁医院看看。或许你们认为我是自不量力。苏北洒脱一笑，一字一顿地说道：可我是认真的，我要对破天公会宣战。疯了，真是疯了。吃个兔兔吧，眼睛瞪得大大的，目光中满是震惊。对破天公会宣战？兄弟，你这是在开玩笑吗？这可一点不好笑。狼了个狼和大鲨鱼感觉到头皮发麻，这实在是太疯狂了。可看永业的表情，却一点都不像是开玩笑，他是真的要这么做。好啦，祝我平安吧，回见。苏北笑了笑，随后在几人的注视下走进了传送门。唰，光芒闪烁，苏北消失在原地。西瓜兵几人呆呆地看着传送门，一时间竟然都有些没反应过来。良久后，吃个兔兔吧喃喃自语道：永业应该是在跟我们说笑吧。西瓜兵皱了皱眉头道：不像，看他的眼神应该是真的要去攻打破天驻地。可他才15级啊，拿什么去叫板破天啊？吃个兔兔吧，小声呢喃着。西瓜兵摇头道：我也不知道，这人绝对是个疯子，搞不好真是哪个精神病院出来的。大鲨鱼撇了撇嘴，狼了个狼点点头，冷哼道：我也这么认为，正常人哪能说这话？能不能逃走还是一回事呢，还想着去攻打人家领地。就在几人不停议论的时候，就在这时，一条爆炸性消息从南疆大区频道飘起：永业，破天公会，等着解散吧。第41章，永业疯了，顶级刺客来袭，永业再叫板破天公会。苏北发出的消息很快便引起了轩然大波，整个南疆大区频道甚至都为之一致。给你狂的，牛逼你试试。卧槽，我看到了什么？这是永业在向破天公会宣战吗？尼玛牛批，简直是我辈楷模，永业牛批，我支持你干翻破天公会。疯了疯了，这永业真是疯了，这不纯纯的扯犊子吗？15级号扬言要让破天公会解散，吹牛批吧，破了2个小副本记录就狂到没边了，这要是他满级了还不得日天啊。就是说啊，这永业哪来的自信？可能一直用飘柔洗头吧。擦，都给我逗笑了。楼上的，你笑完了告诉我，我等着排队笑呢。此时苏北发出的消息如同长着翅膀一样，被越来越多的玩家知晓。无数人都感觉永业是疯了，15级玩家要让南疆3大之一的公会解散，这特么可能吗？你能不能在破天公会的追杀下，从天空之城活着离开都是一回事，竟然还敢出言挑衅，真是不知道死怎么写啊！很多人都开始嘲笑苏北，破了2个小副本记录就开始飘了，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与此同时，冥界暗黑城熔岩学副本内，法力风暴正在带替补队员扫荡副本，真是不知死活。法力风暴抬手甩出一道熔岩，将眼前的怪物化为飞灰。这个永业是真的狂啊！不知道谁给他的勇气。法力风暴身后，一名牧师冷笑着摇摇头：会长，咱们要不要从冥界回去？如果再让永业这么跳下去，恐怕谁都敢过来挑衅公会了。短短几日，永业接连斩获2个副本记录不说，还一言不合击杀数名破天成员，这对破天公会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如果不将永业灭掉，那以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挑衅破天公会在南疆大区的权威。不用理会，我已经让死亡左轮带人去了。法力风暴神色淡然地说着，一道道魔法自他手中倾泻而出，似乎根本没将这件事放在心上。左轮出手，那永业是一定跑不掉了，想必一定会被左轮虐到哭爹喊娘吧。是啊，不过我怎么感觉怪怪的，有一种杀鸡用牛刀的感觉呢？嗨嗨嗨，别管什么刀了，反正永业是死定了。几人神色轻松了起来。死亡左轮是会里公认的大神， PK 段位高达至尊3，刺客玩的那叫一个溜，而且他的天赋更是不得了，是带有追踪目标还能削减目标防御的神级天赋，再配合他手中那把可驱散各种 buff 效果的神级匕首破魔短匕，凡是被他盯上的人基本没有一个能跑得掉。被左轮大佬盯上，这一下看永业还怎么跳。就在这时，
法力风暴忽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脸色变得无比阴沉起来。怎么了，会长？又发生什么事了吗？一众成员好奇。法力风暴眼神冰冷无比，冷声道：左轮没能留住永夜，又让他给跑了。死！左轮大佬都失手了，这怎么可能？另一边，天空之城副本入口。此时，放眼望去，整个天空之城入口早已化为一片火海，俨然变成了烈焰禁区。苏北刚刚传送出来，便受到了烈焰灼烧，不过他并没有受到丝毫伤害。还好我机智。苏北眼睛眯了眯，在刚刚踏进传送门的时候，他率先使用传送石，给自己弄了个无敌 buff， 要不然恐怕他在迈出副本门口的瞬间就会被烈焰给烧成灰。就在这时，苏北忽然察觉到在前方不远处似乎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刺客？还是看错了？苏北心中警惕。此时副本门口被烈焰染成了火红一片，他确实没看清是什么东西，不过他可不想赌，毕竟之前就收到过消息，有人在副本门口堵他。先溜为敬。苏北发动传送时准备直接离开。就在这时，战斗提示忽然响起。提示：你受到了玩家死亡左轮主动攻击。提示：你被诅咒了。剩余时间9点59分。提示：你的无敌效果已失效。提示：玩家死亡左轮 LV100对你造成了2312902点物理暴击伤害。提示：玩家燃尽一切 LV100对你造成了832964点火焰伤害。提示：玩家燃尽一切 LV100对你造成了832201点火焰伤害。一连数道提示响起，苏北的血量瞬间告急。苏北神色一变，急忙发动传送石离开原地。唰，白光闪烁，苏北消失不见。这时，数道人影从烈焰中快速跑了出来。见苏北跑了，为首的法师皱了皱眉头，疑惑道：这都没杀死他，怎么回事？左轮！烈焰之中，死亡左轮从前行中现身，他的脸色有些难看，冷漠道：不是我失手，而是他的血量不正常。我看到永夜至少受到了400万加伤害，受到400万伤害都没死，燃尽一切喃喃自语着。忽然他猛地意识到了什么，失声道：不对，你说他的血量有400万，这怎么可能？燃尽一切梦了。要知道，他一个满身神装，已经过觉醒3次的满级法师，其血量也不过才堪堪400万。现在你告诉我，一个15级游侠血量都与自己比肩了，这不是开玩乐吗？恐怕不止400万。死亡左轮眼睛闪过一道寒芒，冷冷地说道：不过他跑不掉的。话音未落，一阵白烟飘过，死亡左轮消失在原地。此时西海岸一处海岛上，苏北正皱着眉头翻看战斗记录。还好我闪得快，要不然还真被他们给杀了。不过为什么我的无敌效果失效了？若不是他有500万加的血量，灵犀之心又为他削减了40%暴击伤害，刚刚可真就凉凉了。100级大号的秒伤，当真是恐怖。很快，一条战斗提示被苏北所注意到。提示：你的无敌 buff 被死亡左轮的破魔短笔所驱散，无敌效果都能驱散，以后我得加倍小心才行。苏北心中凛然，眼下连可驱散无敌效果的人都出现了，他丝毫不怀疑，说不定哪天就会冒出来一个拥有一击必杀效果的猛人。或许我应该去罐子商人那里开一枚欺诈宝珠，这样的话能免去不少麻烦。苏北想了想，觉得这个东西可行。为了神印符石，他注定会不断去破获副本记录，到时候追杀他的人将会越来越多。可有了欺诈宝珠就不一样了，这玩意拥有改变面貌、隐藏 ID 的效果，到时候外貌一改， ID 直接隐藏，然后去悄咪咪的破记录，再把众工会弄得一脸懵逼，想想就很棒。等进了主城再说，现在到了履行诺言的时候了。苏北目光一闪，旋即打开地图查看起来，他要去破天工会的驻地，疯狂报复一波。冥界通道东北方向找到了，苏北很快找到了破天工会驻地，刚收起地图，就在这时，一把印刻着骷髅符文、泛着漆黑光芒的匕首悄无声息地朝苏北背后捅来。与此同时，苏北耳边传来一道冷冰冰的低语声：你是在这里等死吗？第42章召唤灭世魔龙，送你们见上帝。这么快就追来了。苏北猛地转身，在转身刹那，他瞬间将强制踏射技能甩出，砰，物体倒地的声音传来。虽然肉眼不可见，但苏北能很清晰地察觉到，一个人被他踩在了脚下。咻咻咻咻咻，一连5道箭矢爆射而出，狠狠地射向目标。Miss，
，miss，5道 miss 飘起，虽然没能对目标造成伤害，但精神暴击无法计算。与此同时，强制踏射效果结束。你可真个脚！苏北一脸嫌弃的挪开脚，旋即发动传送时离开了原地。唰，白光闪过，苏北瞬间消失不见。直到这时，地面上的人才显出身形。他站在原地，身体控制不住的颤抖，很明显是被气到了。这 TM 不可能。此时，死亡左轮都懵了。他堂堂一个 LV100的顶级刺客，竟然被一名 LV15的小游侠给踩在脚下，还对脸冲了5次，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永夜，我必杀你！死亡左轮浑身颤抖着翻出地图，虽然知道一些神级技能，就这么不讲道理，但他真是气炸了，完全就是抗不了的那种。死亡左轮目光落向地图，此时地图上方一个骷髅光标正在疯狂闪烁着，只是眨眼的功夫便跨越了数张大地图。怎么会这么快啊？死亡左轮脸色阴沉了下来，他真是没想到一个 LV15的小号竟然会这么棘手。这要是满级了还不得上天？看他的前进路径似乎再去往暮色森林，难道说他要去工会驻地？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忽然死亡左轮心中升起一丝不妙预感，他想起了苏北在世界频道的狂言，破天工会等着解散吧。不行，我得赶紧回驻地看看。死亡左轮在原地搓起了回程券，当前位置暮色森林。唰，白光闪烁，苏北出现在森林深处，这里距离破天工会驻地已不足1000米，远远的能看到破天工会驻地的轮廓，那是一片堡垒样式的建筑群，在连绵的堡垒群上方，除了黑洞洞的魔能炮群，还有许多骑乘施救的 NPC 在空中巡视着领地，俨然一副防守森严的样子。此时城堡内的所有人还不知道厄运即将来临。苏北在丛林中小心穿行着，在前进几百米后，他停下了脚步。再往前走，那些魔能巨炮该主动攻击了。眼下他正与死亡左轮处于战斗状态中，因为死亡左轮开的工会战斗模式，他现在与整个破天工会都是敌对状态，要是贸然靠近城堡， NPC 一定不会跟他客气。不过这地方可真不错，苏北眼睛眯了眯，此处毗邻百级副本暗黑城，又与 LV70 以上多个副本相距很近，使得不少玩家将这里设置为补给点。不说其他，光是每日所产生的武器修理费就足以让破天工会赚翻了。可惜马上就要毁了。苏北自背包中取出10张召唤卡，他要一举召唤10条灭世魔龙，将破天驻地烧成飞灰。既然为敌，就要把他们打得知道什么叫疼。送你们剑上地。苏北将召唤卡握在手中，在选定攻击范围后，他接连将召唤卡使用，刷刷刷，10道黑色光华一个接一个自苏北手中飞出。嗡嗡嗡，诡异的嗡鸣声自半空中传来。暮色森林上方，天空波纹剧烈晃动，这是怎么了？天空中的异变让暮色森林中练级的人隐隐感觉有些不对劲，不会是有什么怪物降临吧？怎么可能？这一片区域破天工会早都给扫荡干净了。再说，就算有怪物降临，也得问问小爷的刀子答不答应。哈哈，你说的也是。暮色森林内练级的人群还没察觉到危险，望着天空还有些好奇。就在这个时候，上方天际浓烟四起，火光绽放，10头庞大的身影喷吐烈焰，自虚空裂缝中跨越而出，天空中燃起熊熊大火，所过之处大地熔岩翻滚，无数道黑影灰飞烟灭。这是灭世魔龙死亡之翼。远处有人认出了魔龙。瞎说什么呢？死亡之翼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就是啊，尼玛，真的是死亡之翼。这是来攻城了吗？就算是怪物攻城又能如何？你当破天宫会是纸糊的吗？一条小小灭世魔龙能不能打破防护罩都两说呢，一条确实不能，那10条呢？你说啥？10条？卧槽尼玛，怎么不早说？就在暮色森林内的玩家惊慌失措四处逃窜的时候，唰，10头巨大的黑影急速掠过暮色森林，朝着不远处的破天驻地飞去。卧槽，这是朝着破天驻地去了，真他妈怪物攻城，就离谱啊！灭世魔龙怎么会一下出现10条？完了，我估摸破天工会这下是完了。暮色森林的玩家们震撼不已。就在这时，10头黑影掠过破天驻地上空，龙吟声响彻天地，吼成时，焚尽万物，无尽烈焰自天空中倾泻而下，
整个破天宫会上空犹如下起流星火雨，火雨来袭，破天宫会的防护结界立刻反应过来，一道金黄色的光照自城堡中伸展开来，轰轰轰，炽热的烈焰袭来，拥有1亿防护值的金黄色光照仅阻挡一瞬间，便被恐怖的烈焰烧穿。一时间，整个破天筑地烈焰滔天，无数建筑被火焰点燃，无数玩家的哀嚎声自城堡中传来：负500万，负250万，负500万，负250万！烈焰滚滚，无数玩家甚至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被烈焰化成飞灰。而破天筑地那不可撼动的城堡，一开始缓缓融化崩塌。与此同时，所有破天成员都收到了一则消息，提示工会驻地正在受到攻击，当前损毁 8.33%。 消息弹出，整个破天工会一片混乱。怎么回事？有人竟然在攻打我们的驻地？不会是永夜吧？你在想什么呢？永夜一个小号能砍动我们那堵城墙？就算他能砍得动，魔能巨炮你以为是摆设呀？要我说，不是碎星就是鹿神，不然谁有这么大的破坏力，让城墙这么快战损 8.33%？ 不过也没听说碎星和鹿神要打咱们呀。谁想要打你，还会提前跟你说一声我要打你了，你准备好。谁会这么没脑子？还是有的。谁？永夜，你 TM 搞笑男是吧？这时，有被灭世魔龙击杀的破天成员们悲愤地在公会喊道：就是永夜在攻打我们，我就是被他杀的。没错，我也是被永夜击杀的。还有我。什么？真的是永夜？他是怎么做到的？确认了袭击者身份，这让一众破天工会高层神色大变。在他们看来，永夜就是一个随手就能捏死的小号，可就是这个小号竟然真在攻打他们的工会驻地，这简直无法想象。回驻地，一定要赶紧回去。虽然不知道永夜是怎么做到的，不过此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这要是再让永夜破坏下去，那破天工会的脸还往哪放？会长，开启群体传送吧。暗黑城内，一众开荒成员都围了过来，全都靠过来。法力风暴强压心头怒火，挥动法杖开启群体传送。就在这时，提示再次响起，提示工会驻地正在受到攻击，当前损毁 50%。 什么？第43章破天震怒，不死不休。吼成石，石头灭世魔龙在半空中缓缓消散。苏北的第一轮攻击结束。此时，破天堡垒如同被岩浆洗礼过一般，堡垒坍塌，焦土一片，一副破败景象。当前堡垒防御值3亿6亿，也没想象中那么难。苏北望着残破的城堡，暗道：一不做，二不休，一举覆灭破天工会吧。反正到了如此地步，双方注定没有和解的可能，他还不如来把大的，直接把破天工会干解散。再见吧，破天工会。苏北再次取出10张召唤卡。就在这时，苏北忽然察觉到身后有空间波动传来，后跳。苏北身子向后飞去，目光死死盯着刚刚站立的地方。空间波纹闪烁，那把熟络的骷髅匕首再次出现。永夜，你怎么敢？怎么敢？一击落空，死亡左轮浑身颤抖着从隐身状态走出来。他真的是太愤怒了，以至于在要得手的时候露出了些许破绽，否则的话永夜根本逃不掉。不过他也确实没有料到，这个永夜居然有如此恐怖的破坏力，竟然将他们牢不可破的工会驻地摧毁到如此程度。 50% 战损，这得需要多少金币，多少材料才能修复得回来？50亿金币，100亿金币。死亡左轮不敢想下去了，因为越想他越发觉得的愤怒。只准你们杀我，却不许我放火，这是什么狗屁道理？苏北两手一摊，表示无辜。这帮工会平日里真是嚣张惯了，杀你是你的荣幸。呜，白烟闪烁，死亡左轮在原地消失不见。被我踩在脚下也是你的荣幸。苏北眼中满是戏谑，旋即发动传送时离开了原地。唰，白光闪烁，苏北再次消失不见。你跑不了的，永夜，你跑不了。死亡左轮破防，他暴怒着打开地图，想查看苏北去向。不过这一次，他发现永夜并没有跑远，而是传送到了工会驻地中。死亡左轮一怔，怒吼道：该死的永夜，你竟然还敢去捡战利品！破天驻地内，此时这里城堡坍塌，焦土一片，厚厚的灰烬上散落着数不清的战利品，其中甚至不乏神级装备。这下发了，苏北两眼放光，
快步走上前去，开始收割战利品。提示：你拾取了+17裂疮心灵之刃神级乘1。提示：你拾取了+13玛尼神兽项坠神级乘1。提示：你拾取了+15墨竹手镯史诗级乘1。提示：你拾取了+14龙脊护肩史诗级乘1。提示：苏北如同蝗虫过境般疯狂搜刮着战利品，很快他便将有价值的战利品扫荡一空。攻打驻地还真是一条致富道路。苏北看了一眼满满登登的背包，心情那是相当舒畅。随后苏北抬头环顾了下四周，想要看看地上还有没有值钱的东西。这时他发现自己不经意间竟来到了破天工会银行附近，倒是把这里忘了。苏北两眼放光的冲进了银行。此时破天工会银行坍塌，小山似的金币散落满地。发了！苏北眼睛一亮，快步走上前去。提示：你获得了金币3亿1109万枚。才这么一点金币，苏北表示嫌弃，他还以为能捞到几十亿或者上百亿金币呢。对了，还有工会仓库，那里才是存放物品的地方。苏北刚打定主意，嗡！就在这时，空间波纹不断闪烁，一个硕大的六芒星阵出现在破天驻地上空，群体传送。苏北心中一跳，意识到危险，这分明是破天工会的大号们回来了。他可没有狂妄到认为自己能正面硬刚数百名满级大号。偷袭还差不多，溜了。苏北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发动传送石闪人，刷，白光闪烁，苏北再次消失不见。与此同时，六芒星阵爆发出璀璨的蓝光，刷，蓝光闪烁，一行全副神装的破天玩家鱼贯而出。为首者一身华丽法袍，手持一柄星辰法杖，淡蓝色的魔法光辉在其身上旋转缠绕，正是破天工会的会长。法力风暴竟然破坏的这么严重，左轮连你都没能留住他吗？法力风暴紧紧握住法杖，手指都捏到发白。所有人都看得出来，法力风暴正在强忍着怒火。抱歉会长，我确实没能留住他。死亡左轮解除隐身状态，他张了张嘴，还要说些什么。这时法力风暴怒吼道：我不想听你解释，还有，先把你脸上的鞋印擦一擦，不觉得丢人吗？什么鞋印？死亡左轮愕然，呼出绝色面板看了一眼。此时一个黑黑的鞋印正印在他的脸上，可以说相当的醒目。马德！当死亡左轮看到脸上那道鞋印后，心中对苏北的恨意又深了一分。一个永夜，竟然把驻地破坏成这个样子。望着焦土般的城堡，法力风暴心痛不已。这个驻地可是破天工会成员们一点一滴努力建设起来的家园，如今竟然有人敢将它摧毁成如此模样，不可饶恕，无法原谅。法力风暴怒不可遏，心中的杀意浓烈到了极致。下一秒，法力风暴猛地转过身，一则工会通告被发布在了工会频道，发布全区通缉令，缉拿永夜，凡是能杀掉永夜的，有图像视频为证的，赠予一件神级装备；凡是提供永夜有效坐标的，经过有效确认的，赠予一件传说级装备。开荒团成员，本周停止开荒，全力追杀永夜，我破天工会与永夜不死不休。一连数条公告下发，整个破天工会都为之一振。所有人都感受到法力风暴这是真的怒了，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永夜杀到退游，要让永夜尝尝破天工会的怒火。死！破天工会这是要彻底灭了永夜啊！此时南疆大区世界频道随着破天工会通缉令传出，整个南疆大区再次掀起一波风暴。卧槽！破天工会震怒，这架势是要与永夜不死不休呀。不过就破个记录至于吗？破个记录是不至于，可要是永夜把破天工会的驻地给烧毁了呢？听说永夜还杀了不少人，他还席卷了海量装备和金币。你说啥？永夜把破天工会驻地给烧了，还扫荡了破天工会？我尼玛，永夜牛批呀！是挺牛批的，不光如此，永夜还杀了不少其他玩家呢。我听说哈，先说好，我只是听说法力风暴他们兴师动众的从冥界杀回来，结果连永夜影子都没见到。哈哈哈哈，这永夜也忒溜了，烧完抢完人家就跑，简直是我辈楷模呀！楷模？你想学他？擦，我可没那两下子。嗨，兄弟们，
容我插个嘴哈，重金求购永业坐标，没别的意思，就是想一睹永业风采。你小子这算盘打的，珠子都蹦我脸上了。此刻，世界频道一片喧嚣，不少玩家四散开来，纷纷加入找寻苏北的队伍中。而此时，苏北却并未走远，他正准备对破天公会发起第二次进攻，对我不死不休。真巧，我也正有此意。第44章，你也不想破天公会沦为全区笑柄吧？碎星公会，你说啥？永业攻打了破天公会驻地，不光把所有人都杀了，还把驻地损坏了50%。你确定你没跟我开玩笑？收到消息的魂灵破碎惊了，感觉头皮都有些发麻。这永业还真是说话算话，前脚说要让破天公会解散，后脚就去攻打了人家驻地，要不要这么霸气？不对，魂灵破碎忍不住摇了摇头，这件事真是太过离谱了。一个15级小号攻打了守卫森严的破天堡垒，这怎么可能？永业是怎么做到这样牛逼的？星河，你确定这是真的？魂灵破碎忍不住再次确认道，是很让人难以置信，不过事实就是如此。永业真的攻打了破天公会，而且全身而退了。孟穗星河眼中带着一丝兴奋，他就知道自己没看错人，这永业果然是猛的一批，不光操作技术好，还敢于做出别人不敢干的事，难以置信，无法理解。得到孟穗星河的肯定，魂灵破碎眼角忍不住跳了跳，这件事真的是太过震撼，以至于让他有点消化不了。这就好像有人告诉你说，一名幼儿园小朋友拿着玩具刀，然后自己一个人把一座布满机枪的堡垒打下来一样离谱。破碎大佬，你说要是我们现在对永业抛出橄榄枝，几率是不是比之前大得多？孟穗星河有些兴奋地问道。橄榄枝魂灵破碎瞥了孟穗星河一眼，叹道，永业死定了，耶稣都救不了他。怎么会？难道我们公会还庇护不了他？孟穗星河瞪大了眼睛，在他看来，穗星与破天同为南疆3大公会之一，庇护个永业应该问题不大。魂灵破碎目光一闪，淡淡道，除非永业能真的为我穗星所用，要不然没人能救得了他。永业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破天公会，还将破天公会驻地搅了个天翻地覆，无论是谁招揽永业，都要承受破天公会的怒火，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就在这时，魂灵破碎注意到孟穗星河脸色忽的一变，不禁疑惑道，怎么了？永业他孟穗星河吞咽了下喉咙，深深吸了一口气道，永业又对破天公会发起了攻击。你说什么？此时暮色森林上空，虚空裂缝大开，一连10头灭世魔龙齐刷刷现身。破天公会就此覆灭吧。苏北选定好攻击地点，旋即将魔龙释放，不出意外的话，破天的公会驻地将彻底灰飞烟灭。好，龙吟声响彻天际，魔龙带着漫天黑烟急速飞去。这一刻，破天驻地内的所有破天成员都朝着暮色森林望来。永业，你好大的胆子！所有破天成员全部惊怒，没想到这个永业竟然还在附近，不自量力。法力风暴法杖一挥，身上蓝色光辉猛然绽放，觉醒虚空法阵。伴随着法力风暴一声低语，那原本祥和宁静的魔法能量瞬间爆发出摧毁万物的毁灭之力。虚空阵战，10道泛着妖异紫色的奇异法阵自天空浮现，挡在灭世魔龙必经之路上。召唤法阵完毕，法力风暴右手高高举起，将一团璀璨绿芒打向空中。天赋技能生命感知，生命感知可以感知技能范围内一切生命体，甚至能让处于隐秘状态下的刺客职业都无所遁形。伴随着一个个生命体被发现，忽然法力风暴眼睛立了起来，他发现一个游侠职业正在狗狗碎碎的猫在西北方向。找到你了，永业！闪现，唰，白光闪烁，法力风暴自原地消失。此时苏北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发现了，他正在观察天空中那10道奇怪法阵。这是觉醒技能。苏北皱了皱眉头，他能很清晰地察觉到，在那奇怪法阵中有狂暴到极致的毁灭之力。轰轰轰！就在他思索这些法阵的作用时，无数道黑色闪电带着狂暴毁灭之力自奇异法阵中翻涌而出。嗖！黑色闪电幻化成矛，笔直朝着灭世魔龙刺去。扑哧！黑色长矛锋锐无比，快到极致，眨眼之间便将灭世魔龙厚重鳞甲贯穿。好！10头巨龙痛苦的挣扎，他们那强壮的躯干肉眼可见的干瘪下去，如同被掏空了身体。就在这时，
天空中那些奇异法阵忽然迸发出妖异的紫色光芒，嗡嗡嗡，似是受到紫色强光的影响，黑色长矛幻化成一条条黑色锁链。下一秒，强到极致的撕扯力自法阵中爆发，哗啦啦，黑色锁链将苏北召唤的灭世魔龙硬生生地拖进了法阵当中。轰轰轰，虚空起伏，扭曲之力贯穿这片天地。砰砰砰，10团血雾在天空中猛然绽放。苏北召唤的灭世魔龙被尽数斩杀，到底是一会之掌，还是有2把刷子的？苏北眼睛眯了眯，心想着要不要先撤。现在破天驻地中，破天开荒团成员全部在场，他想要得手恐怕是没那么容易。而且谁知道这伙人有没有什么特殊技能？要是被他们围住，可就不好玩了。苏北准备先撤，你走得掉吗？天空中忽然降下一道人影，前方出现个人，让苏北心中一跳。提示：你进入了沉默状态。真是怕什么来什么。突如其来的提示让苏北暗道一声不妙，他发现自己的所有技能、道具全部都陷入了无法使用状态，也就是说，他根本无法通过传送石逃走了。马德，曹操恐怕都没你快。苏北无奈，反正也走不掉了，还不如坦然面对。15级，血量500W6，身上一把加80长弓，一件加40衣服，法力风暴，满脸不可思议的神色，他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一个15级玩家所拥有的装备，要不要这么夸张？他能看到我的装备？苏北皱了皱眉头，这个法力风暴还真是不简单。马德，这老小子不会有氪金狗眼吧？竟然把我看光了。苏北感觉有点难受。刷刷刷刷，就在这时，传送光芒不断亮起，破天开荒团成员陆续到达现场。会长，能不能把他交给我，让我杀了他？死亡左轮红着眼睛走上前来。永夜，你已经跳得够久了。死亡左轮将剧毒涂抹在骷髅短柄上，他要狠狠地折磨苏北。你个 Five， 又把脸伸过来给我踩。苏北眼中满是戏谑，到了现在，他已经没什么好怕的了。死亡左轮脸色沉了下来，交出神印符时，把你能强化80的方法交出来，我可以放你走。法力风暴忽然冷冷地说道。强化80的方法。闻言，死亡左轮和一众破天开荒团成员惊了，难怪这个永夜15级就这么强，他竟然有将物品强化到80的方法，这可真是骇人的消息。在场的所有人都将目光看向苏北，眼神中充满火热。加80啊，没记错的话，装备排行榜最强的那件武器，也不过才加25啊。玩文字游戏，行，那小爷就陪你们玩玩。苏北笑了笑，直接自背包中取出一沓灭世魔龙召唤卡。苏北甩了甩召唤卡，满是戏谑道：法力风暴，你也不想破天工会沦为全区笑柄吧？第45章，法力风暴，你总有不在家的时候吧？你在威胁我？法力风暴眼睛里一片冰冷，杀机毕露。是又如何？总有你不在家的时候吧？苏北与法力风暴针锋相对，那一沓灭世魔龙召唤卡被他不断的把玩。哗啦啦，苏北将数十张召唤卡如同洗扑克牌一样洗来洗去，他不光没有一丝慌张，还用嘲弄的眼神扫视着周围所有人，仿佛在说：细兄弟，就来砍我！太嚣张了，太 TM 嚣张了。这一幕让所有破天成员眼睛都立了起来，只觉得怒火中烧。那还不快来砍死我！苏北疯狂拉着仇恨，他在赌法力风暴不会轻易杀了他，真要是把他干掉，他就可以逃出法力风暴的沉默范围，直接瞬移走人。到时候破天工会就等着被疯狂报复吧。法力风暴要杀要剐的，能不能痛快点？大家都挺忙的。苏北自顾自地说着，将一张召唤卡拿到眼前，假模假样的看了又看。如此举动彻底激怒了所有破天成员。狗二的，竟然敢这么跟我们会长说话！永夜，你他妈真的是找死！死到临头还敢这么嚣张！会长，我忍不了了，让我杀了他！我要杀了他！周围所有破天成员恨不得立即出手把苏北拍死。他们作为南疆大区最顶级的精英玩家，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苏北瞥了众人一眼，知道一帮 Five 就知道口嗨。你们工会是我烧的，副本记录是我破的，快点来弄死我！嘲讽直接拉满。你 TM！ 破天成员全部暴怒，抽出武器就想要冲过来。都住手！此时法力风暴也是怒火中烧，但他却有些骑虎难下。说真的，他从加入神域以来就没遇见过如此棘手的事，也没遇见过如此难缠的人。若不是那一沓召唤卡，
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真想雷霆出手，将永夜轰成一抹飞灰，好报答永夜对他们的大恩大德。可问题是，杀了永夜简单，可一旦把永夜杀了，那永夜将会瞬间失去沉默效果的影响。到了那时，永夜一定会以最快的速度逃离。真要是让永夜跑了，用脚后跟想想，那一定是后患无穷。说不定什么时候，永夜就会抽冷子给破天公会致命一击。毕竟他们这些开荒主力成员是不可能长期驻守在公会驻地中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此时，法力风暴深深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可是不杀永夜也很难办，狠话都放出去了，这要是让永夜安然离去，那这脸可是真没法要了。杀又杀不得，放又放不得，这永夜比灵魂承在那个老阴狗还难缠。法力风暴在心中暗骂不已。此时他甚至不想知道永夜是如何将武器强化到+80的，他只想赶紧把永夜这个烫手山芋给狠狠扔出去，最好是扔到碎星灵魂城在那边。你们属忍者神龟的吧？气氛都轰成这样了，还不杀？再见！接连嘲讽失败，苏北大感无趣，打着哈欠就要离开。太贱了，真是太贱了！如果可以，法力风暴真想杀了眼前这个可恶的家伙。让你走了吗？死亡左轮拦住苏北的去路。好狗不挡路，没听过。此时苏北真的是无所畏惧，他已经看出来了，法力风暴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因为工会就是他的软肋。只要牢牢抓住这一点，法力风暴就不会拿自己怎么样。苏北摸了摸鼻子，忍不住嘀咕道：我怎么感觉我才是个反派？会长，怎么办？死亡左轮怒视着苏北，随手偷偷给法力风暴发了一条信息。法力风暴咬了咬牙，恨恨道：不知道。此时他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放了永夜，那破天工会直接声望扫地，沦为南疆大区笑柄。杀了永夜，永夜定会伺机报复，多年心血有毁于一旦的可能，这更是不可承受之重。无论杀与不杀，都不是一个好选择。可是不杀了他，怎么给会内兄弟一个交代啊？而且你狠话都放出去了，死亡左轮也咽不下这口气。他可是被永夜狠狠踩了一脚。我知道，法力风暴心情很烦躁，他也想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沉吟片刻后，法力风暴深深吸了一口气，给死亡左轮发了一道消息，让燃尽一切，动用世界卷轴把世界 BOSS 召唤出来吧。召唤世界 BOSS， 那永夜对工会的影响怎么办？死亡左轮皱了皱眉头。法力风暴深深吸了一口气，道：世界 BOSS 一出现，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会转移出去，到时候就没人关注我们了。召唤世界 BOSS， 强行转移所有人的注意力，这也算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了。我明白了。死亡左轮沉默着点点头，想不到为了一个永夜，竟然要用注意力转移的办法。不过这样一来的话，南疆大区所有人的注意力确实都会转移到世界 BOSS 身上，就不会再关注破天工会和永夜了。那永夜怎么办？他会不会趁我们不注意，在背后捅我们刀子？死亡左轮冷冷地看向苏北。此时苏北正不顾破天成员铁青的脸色，挨个跟他们打着招呼：兄弟，你这印堂发黑，我看你要倒大霉啊！那边那位老嫂子脸色这么青，你还好吗？马德！法力风暴压抑着怒火，恨恨道：若永夜真的不知死活，那我会回到现实世界找到他，并亲手宰了他。死亡左轮一惊，急忙道：那你岂不是会触犯法？不要说了，让燃尽一切，召唤世界 BOSS 吧。法力风暴打断了他：好吧，商量完了，来吧，动手吧。苏北笑眯眯地来到法力风暴身前：永夜，你应该庆幸事情没有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法力风暴目光冰冷，满是杀意道：要不然我保证你一定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怎么，莫非还要真实我？苏北眼神一冷，眼前这个人可是百级法师，虽然有着法律限制，可法力风暴真要是不顾一切在现实出手，恐怕一座100万级人口城市都会化为一片废墟。不过5枚复活币在手，根本不慌好吧？苏北想了想，悄咪咪地打开了录像功能。如果你再敢招惹破天工会，我一定会到南疆去找你，希望你到时候能像现在这般硬气。法力风暴眼中闪过一道寒光，忽然他发现永夜正在一脸热切地看着自己。正当法力风暴有些疑惑的时候，苏北热情道：来来来，接着说，都录着呢。欺人太甚！法力风暴暴怒。就在他想要不顾一切出手的时候，忽然一道诡异的狂笑声自天空中响起。末日的审判已潸然降临，所有生者都将付出代价。紧接着，一名满身覆盖厚重甲胄的无头骑士
骑乘着一匹冒着绿色火焰的恐怖战马，如同一颗绿色流星，在天空之中呼啸而过，飞向远方。虚空中绿焰点点，一瞬间便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吸引过去。与此同时，世界公告随之响起，提示世界 BOSS 无头骑士将于1小时后现身于幽魂乱葬岗。第46章世界 BOSS。 我也很感兴趣啊，喂，竟然召唤出了无头骑士！法力风暴心中一惊，这可真是太意外了。要知道，世界 BOSS 有上千种之多，每一头 BOSS 掉落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但要是评比出最受玩家瞩目的几头世界 BOSS， 那无头骑士毫无疑问会被排在前5位。原因无他，因为无头骑士会有极低的几率掉落他骑乘的那匹恐惧战马。此时，不光法力风暴心头火热，所有破天成员都十分激动。我的天，竟然是无头骑士！这是蓝星首次刷出无头骑士吧？没错，确实是首次刷新。卧槽，那岂不是说只要拿到首杀就会毙掉恐惧战马？是啊，就是毙掉，而且是蓝星独一无二的一匹。独一无二，这要是让我 roll 到，是不是就可以带着小妹去玩马阵了？我尼玛，你小子发现了话点啊！你们是在想屁吃？世界 BOSS 哪那么容易抢？你以为碎星和陆神公会袖手旁观？到时候指定又是一场大战，战就战啊，又不是没跟他们战过。干脆劝会长先别管永夜了，咱们赶紧出发吧，省得被人抢了。没错，等回头再收拾永夜。这一刻，所有人都很激动。真要是拿了无头骑士首杀，那可就太行了。两相对比之下，一个永夜算什么？这无头骑士首杀，我破天要定了。法力风暴眼中闪过一道光芒，随后他转过头冷冷看了苏北一眼。永夜，你应该庆幸世界 BOSS 把你给救了。我们走，先去准备一下，然后去拿无头骑士首杀。法力风暴施展出群体传送技能，将所有破天成员都包裹进去。嗡嗡嗡，伴随着六芒星阵逐渐凝实，法力风暴忽地抬头看向苏北，威胁道：永夜，记住我说的话，再有下次。话落，法力风暴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刚要收起手，法力风暴忽然愣在了原地。他发现苏北竟不知死活的朝他们跑了过来。法力风暴，能不能带上我？苏北在远处大喊着。法力风暴瞪大了眼睛，他真是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人。赶紧走，这里真是一刻也不想待了。嗡，六芒星阵闪烁，破天工会成员唰的一下消失不见，伴随六芒星阵消散，偌大的暮色森林就剩下苏北一人。小心眼子，也不说让我蹭蹭车。苏北不甘心地嘀咕了一句。世界 BOSS， 他也很感兴趣啊，不光关乎着他的无上级任务，还有那独一无二的坐骑，他也很想要呀。还有1个小时，时间还来得及，先去主城准备一下。苏北打定了主意，唰，白光闪烁，苏北在原地消失。苏北动用传送时，几番闪烁下便来到了主城。当前位置，主城赫顿马尔。赫顿马尔作为主城，拍卖、交易、酒馆什么的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一些玩家在这里搞起了特殊服务行业，做的那叫一个风生水起。先去拍卖行。苏北朝着一个区域快步走去，他手中有许多从破天驻地收缴来的东西，放在背包中很占地方。既然来到主城，那自然是把用不上的东西统统处理掉。提示：你上架了加17裂窗心灵之刃神级乘1，起拍价2亿金币。提示：你上架加14玛尼神兽项坠神级乘1，起拍价5000万金币。提示：你上架了加15墨竹手镯史诗级乘1，起拍价6000万金币。提示：你上架了加13龙脊护肩史诗级乘1，起拍价2000万金币。苏北也没太过纠结价格，一番操作将背包中多余的物品全部上架，随机传送券、各种增幅药水，还有保命道具，我都应该准备一些。苏北暗道，等到世界 BOSS 刷新，南疆大区这3家公会100%的会先清场，然后这3伙人再大打出手，争夺 BOSS 归属权。时间紧迫呀！苏北打开拍卖行，大肆采购起来。提示：你购买了神灵的庇佑乘1。提示：你购买了强效抗性秘药乘10。提示：你购买了吸血鬼之处乘10。苏北大肆采购，将凡是觉得有用的药水统统买了个遍。就在这时，永夜，你怎么在这？一道熟悉的声音忽然从旁边响起。
苏北疑惑地转过头，发现两个妙曼的身影俏生生地站在眼前，西瓜兵和吃个兔兔吧。在两人身后还有几名百级大号。这几人在看到苏北后，心中都很是意外。这个永夜怎么还在活蹦乱跳的？不应该被破天宫会杀得无处可逃吗？好巧！苏北笑着打了声招呼。破天宫会的公告，你不会没看到吧？西瓜兵皱着眉头问道，他有些不明白。一旁吃个兔兔吧搓了搓手，一脸坏笑地盯着苏北，道：嘿嘿嘿，永夜你现在蛮值钱的，要不让姐姐把你捆绑换钱吧？苏北好笑地转过头，目光肆无忌惮地游走在吃个兔兔身上。随后他意味深长地说道，看来你很喜欢捆绑啊，平日里玩的也这么 BT 吗？吃个兔兔吧瞪大了眼睛。666第47章，在全民公敌的路上一路狂奔。什么？你说法力风暴率诸多工会成员把你围了，结果你硬生生的拿西瓜刀砍出一条血路，连眼睛都没眨一下，然后破天工会无奈的让你从容离去，这牛吹的过分了哈！西瓜兵等人纷纷表示不信。苏北所说的就跟那神话故事一样，让人觉得离原上谱。尤其是后面那几个满级女玩家，更是10000个不信。整个南疆大区，谁不知道法力风暴是出了名的暴脾气？那可是有仇当场就报的主，凡是惹到他的，全都没有好下场。你破坏了人家工会驻地，法力风暴能放过你？怎么想都是不可能的事，就知道吹牛。吃个兔兔吧翻了翻白眼，道：你一定是被法力风暴杀了，然后才趁机逃跑的吧？哼哼哼，你是骗不了姐姐们的。就是嘛，被人杀有什么丢人的？该丢人的是法力风暴才对，连小号都不放过。快跟姐姐们说说，你拿西瓜刀砍人的时候眼睛干不干呀？与西瓜兵随行的几个妹子感觉苏北这人又帅又挺有趣的，忍不住想逗逗他。没什么好说的，说了你们又不信苏北摊了摊手。天地良心，他说的可是句句属实。法力风暴确实没能拿他怎么样呀，而且他也真是从容离开了。苏北想了想，觉得这不能怪他们不信，谁让破天工会在世界频道上扬言要与他不死不休的？而且以法力风暴平日里的作风，不把他杀到退游，那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苏北笑了笑，倒也没有解释太多，反正说了也没人信。话说你们这是要去打世界 BOSS 吗？苏北转移了话题。是啊，怎么？你有想法？吃个兔兔吧歪着头看过来，是有点想法。苏北点头承认，这东西没必要说谎，他确实对世界 BOSS 有想法。我估计你是费点劲啦，小弟弟，那可是无头骑士哎！你知道有多少人想拿到他的一血吗？等无头骑士刷新出来，南疆大区90%的人都得出动，到时候可会死很多人的。西瓜兵身后，一名叫夏安琪女牧师拍了拍苏北肩膀，安慰道：你呀，就安安心心的好好练级，世界 BOSS 对你来说还是太早了。再说，你不觉得你应该离破天工会远点吗？硬了，硬了！苏北的拳头硬了。若不是条件不允许，他真想拿出来给他们见识见识。好了，永夜，我们几个得赶紧出发了，你小心点破天工会哈，别让法力风暴把你抓到了。吃个兔兔吧。几人与苏北打个招呼就离开了。望着几人离去的背影，世界 BOSS 我是不会放弃的。苏北深深吸了一口气，他可没有心情等1个月那么久，这可关乎着他的隐藏职业任务。不过若要是真被他抢到了世界 BOSS， 那无疑是在诸多工会的虎口中拔牙，将会瞬间惹起众怒，到时候追杀他的可就不止一个破天工会了。我怎么感觉我正在全民公敌的路上一路狂奔呢？苏北摸了摸鼻子，这种感觉有点刺激，得赶紧去罐子商人那弄一枚欺诈宝珠了。想到这一点，苏北快速朝商业区赶去。很快苏北便来到商业区一个名叫罐子商人的附近。欺诈宝珠无法交易，只能通过罐子商人的袖珍罐开出来。此时罐子商人这里正聚集着不少玩家，都是想要单车变摩托的赌徒。操，开了尼玛3个白板装备，这么坑人的吗？别 TM 叨叨了，我开了13件白板，我说什么了？玩不起就别玩，小赌怡情，大赌伤人，强赌精尽人亡啊！一帮飞球，快来拜见敖皇！有人拿着黄金级长剑在那不停的显摆，尼玛有毒！就在这时，有人发现了苏北。卧槽，永夜，奶呢？永夜在哪？这小子是不是有病？不赶紧躲起来，还这么明目张胆的出现，都 TM 小点声，赶紧把永夜出现在这的事报给破天工会，能换一件传说级装备呢？我擦，是哈，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们
传说级装备有什么好的？不如咱几个组个队。死？你的意思是？没错，把永夜杀了，换神装。我们这么多人，杀个永夜没问题。罐子商人旁，不少玩家都动心了。喂，你们拿我的照片换奖励，是不是应该给我点分成？还有，记得把我拍帅点。苏北忽然笑着说道：“卧槽，好贱！我算是明白法力风暴为什么要杀他了。马德，我都忍不住想给永夜一棒子。这永夜有点东西。”苏北笑了笑，没再懒得理会这帮人，迈步走到罐子商人面前道：“我要购买罐子。提示：你开启了土罐商人的神秘商店。”提示消散，一道透明面板浮现在苏北眼前。土罐的袖珍罐，武器，售价1万金币。土罐的袖珍罐，装备，售价1万金币。土罐的袖珍罐，首饰，售价1万金币。土罐的袖珍罐，道具，售价1万金币。罐子商人出售的罐子上到神级，下到白板都能开得出来，玩的就是一个心跳。当然，想开出好东西可没那么容易，先来100个试手。苏北选定了首饰罐子。提示：是否消耗100万金币购买土罐的袖珍罐，首饰乘100。苏北直接按下购买键。提示：你获得了土罐的袖珍罐，首饰乘100。提示：你失去了100万金币。罐子到手。苏北直接打开背包开罐，哗啦啦，土制的罐子破碎，一件闪烁着金色光芒的物品出现在苏北手上。提示：你获得了贪婪者手镯，传说级，乘1。运气不错，可惜不是我想要的。苏北将东西收入背包，眼下距离世界 BOSS 刷新还有45分钟，他还有足够的时间，继续吧。苏北随手又摸出几个罐子。提示：你获得了碎裂的宝石戒指，粗糙，乘1。提示：你获得了生锈的铁手镯，粗糙，乘1。提示：你获得了假的金戒指，粗糙，乘1。一连数个罐子都是粗糙。苏北有些无言道：这几率也真是够可以的，有企鹅那位了。苏北摇摇头，取出一枚罐子，再度打开。就在这时，一道璀璨的光华自苏北手中爆发。提示：你获得了开罐之王，神级，乘1。光芒闪烁，周围玩家的目光被吸引过来。卧槽，永夜开到了神级物品！尼玛，这是什么人品啊？永夜，你是真该死啊你！一群非洲大酋长露出羡慕的眼神。开罐之王，这是什么？苏北好奇，没理会飞球们的哀嚎，他将目光投向背包。开罐之王，类型，称号，稀有度，神级，不可交易物品。附加效果：开启袖珍罐时获得稀有物品几率正 50%。 看着物品属性，苏北嘴角露出一丝笑容，暗道：果然，我才是真正的欧皇。第48章暴击触发，神级欺诈宝珠到手。苏北将称号佩戴。提示：你装备了开罐之王，神级。提示：附加效果已生效，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苏北眼中异彩闪烁，要知道，罐子商人手里的好东西可是很多的，就算自己用不到也没关系，直接卖了换钱。深深吸了一口气，苏北开启了狂暴开罐之旅。提示：你获得了博肯人偶，史诗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传承战争女神的薄纱内衣，传说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传承战争女神的蕾丝短裤，传说级，乘1。略，一连数件高品质物品掉入背包。此时，史诗级、传说级那光芒就跟喷泉似的，交替着在苏北手上闪烁。这一刻，苏北给周围玩家演绎了一波什么才叫做欧皇驾到。我尼玛，这太离谱了吧！围在一旁的玩家们都惊呆了，他们什么时候见过这种场景？不愧是开罐之王。继续，苏北大肆消费，批量购入首饰袖珍罐。提示：你获得了首饰神鬼战士项链，神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首饰弯心指环，史诗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首饰精灵之歌，史诗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首饰欺诈宝珠，史诗级，乘1。紫色光芒不断，苏北终于开到了想要的东西，终于开出来了。苏北心中一喜。这时，一道熟络到不能再熟的提示音响彻在苏北耳边：叮！你再获得欺诈宝珠，史诗级10，触发质量暴击成功，倍数10000倍。恭喜你获得了物品欺诈宝珠，神级。这暴击来的真是恰到好处。
苏北脸上露出笑容，这确实是给他一个惊喜。神级欺诈宝珠，效果应该很棒吧？苏北迫不及待地打开背包。欺诈宝珠，类型饰品，稀有度神级，等级 LV1，耐久20%，永不磨损。附加效果，你可以伪装成任何人，伪装持续期间，加入队伍或发动攻击，被攻击都不会露出破绽。死亡后效果消失，这效果强啊！苏北有些惊讶。要知道，普通的欺诈宝珠最多可以使玩家改变 ID 和面貌，无论是主动出手攻击或者被人攻击，都会瞬间失去伪装效果。至于想加入其他玩家队伍，那更想都不要想。而且在世界 BOSS 刷新之前，南疆大区这些工会势力一定会死守传送门，不让散人玩家进入。到时候我伪装成法力风暴，想必破天的人绝对不会拦我。苏北嘴角划起一抹弧度，继续开罐吧，反正时间还来得及。苏北继续忙碌起来。提示：你获得了道具天空之树果实史诗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道具赤心魔盒史诗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道具战争女神的香蕉史诗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道具暗影剑士史诗级乘998只。这时，熟络的提示音再次响起。叮！你再获得暗影剑士史诗级10，触发质量暴击成功，倍数10000倍。恭喜你获得了物品剑士虚空禁锢神级。又触发暴击了。苏北心中惊讶，停下手中动作，看向背包。剑士虚空禁锢，类型消耗品，稀有度神级，等级 LV1，数量998998。附带效果：此剑士拥有必中效果，命中后使目标陷入持续破甲状态，并每秒损失500点所有护甲，并可将目标禁锢在原地持续60秒，可无限叠加。带破甲、带禁锢效果的神级剑士，好东西啊！苏北眼前一亮，这种剑士无论是与玩家还是 BOSS 对战，效果都相当的不错。要是遇见那种闪来闪去、速度极快的目标，嗖几箭射过去，目标将瞬间变成一个傻子。闪来闪去，苏北眼前一亮，想起来一个人。要是法力风暴在与死亡骑士缠斗的时候，我从背后阴他那么一阴，苏北觉得可行。法力风暴上次让他跑了，并不代表说两人的事就此结果。等法力风暴想到了解决自己的办法，那一定不会跟他客气的。到时候看看情况再说。破天工会未必能在争夺世界 BOSS 上取得胜利，毕竟碎星和陆神工会也不是吃素的。苏北想了想，将手中最后一枚袖珍罐打开。提示：你获得了首饰不死鸟之眼史诗级乘1。就在这时，那熟络的提示音再度响彻在苏北耳边。叮！你触发了20万倍暴击。第49章20万倍暴击触发。我身上穿了个牧师。叮！你获得了不死鸟之眼史诗级，触发质量暴击成功，倍数20万倍。恭喜你获得了物品不死鸟之眼神级。提示：暴击一出，你的不死鸟之眼神级随机一条属性获得了19万倍暴击增幅，随机属性被暴击增幅了。苏北心中一惊，有些期待着打开背包。这个提示是头一次出现，他要看看装备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不死鸟之眼，类型饰品，稀有度神器，等级 LV15，耐久23%，永不磨损。装备属性 HP 加1500，魔法防御加1500，加190万每5秒回血，战斗中可用。附加效果：每损失 10% 生命值，受到的所有治疗效果额外增加 5%。看到第3条属性，苏北惊了。卧槽，每5秒回血190万，战斗中还能生效，就挺离谱的。要知道，一般的满级牧师玩家每秒治疗量也就50万左右，只要穿上这件不死鸟之眼，就等于他在身上穿了个满级牧师一样，而且还是不用嗑药、不用回蓝的那种，就很棒。感觉我好像成永动机了。苏北摸了摸鼻子，旋即穿上不死鸟之眼，装备完毕，属性获得少量提升。苏北看了一眼无头骑士降临时间，距离无头骑士降临剩余时间21分29秒，不知道幽魂乱葬岗那边怎么样了。想到这里，苏北打开了世界频道。见不见啊，南疆大区的工会们都太他妈不要脸了，我就是想进去瞻仰下世界 BOSS 的风采，就被破天的人给杀了。我才19级，还能抢了手杀不成？
操，我也一样，才21级。我都跟他们说了，我是玩网络直播的，就是想进去给蓝星的玩家们转播一下，到底是哪家公会拿下首杀，这都不行。噗嗤，一看你们就是新手。世界 BOSS 等级可是弹性的，这些公会当然得防着你们了。怎么说？弹性的意思是100级的玩家与无头骑士对战，他就是100级属性；10级玩家与他对战，他就是10级属性。卧槽！我还疑惑为什么破天公会带了10几个小号呢，原来是为了拉低无头骑士等级。擦，那岂不是说这个世界 BOSS 很好杀？你们是在想屁吃吗？怎么可能好杀？就算拉低了等级，世界 BOSS 的属性也会随着人数的增加而增加的。反正世界 BOSS 与我无缘，我现在就希望无头骑士团灭他们这些狗屁公会。没准真有这个可能，毕竟无头骑士头一次刷新，没人知道他有什么技能，那是一定的。公会想要开荒世界 BOSS， 灭个几百次都算少的，只有磨合好了才能拿下首杀。别的我不关心，我现在就好奇谁能拿下无头骑士首杀。我觉得碎星面大，毕竟碎星从上到下都挺帅的。马德，我怀疑你小子就是碎星的，而且证据十足。世界频道骂声一片。很显然，幽魂乱葬岗那边数家公会正在联合亲人，无论是大号小号，一律不准靠近世界 BOSS 刷新点，真是有够霸道。可惜你们拦不住我。苏北冷笑一声，就关闭了世界频道。随后他朝着商业区东北角走去，他准备在出发之前将装备强化一下。强化商人和土罐商人都在商业区，苏北没走多远就来到了强化商人凯莉附近。远远的能看到凯莉正在对路过的玩家热情招手。路边的那个小伙挺帅的吗？不过你的装备很一般哦。马德真晦气。路过玩家脸色一黑，急忙逃离了这里，就好像遇见了什么大恐怖一般。这个凯莉看起来也很不招人待见。苏北摸了摸鼻子，他想起企鹅的一款游戏，那款游戏里也有个叫凯莉的，虽然人美声甜大白腿，可惜那800万勇士几乎没有不骂他的，因为凯莉用他那破烂强化机强碎了无数玩家喜爱的武器装备，简直就是丧心病狂，人神共愤，人人得而诛之。还是决斗场的加时强化券好，可惜让我买空了。苏北摇摇头，径直走上前来道：你好，我要强化装备。下一刻凯莉将目光看了过来，满是喜悦道：你好呀，今天的强化机刚好运转的不错哦。火炉背景的光幕展开，苏北径直将未经过强化的几件装备投了进去。提示：强化成功，恭喜你获得了加10部死鸟之眼神级，你消耗了100万金币。提示：强化成功，恭喜你获得了加10灵犀之心神级，你消耗了90万金币。提示：强化成功，恭喜你获得了加3神鬼战士项链神级，你消耗了3万金币。正当苏北想继续强化神鬼战士项链的时候，熟络的提示音再次响起。叮！你在强化加3神鬼战士项链神级10，触发了质量暴击，倍数50，恭喜你获得了加150神鬼战士项链神级。卧槽，加150！苏北心中一跳，他以为加80破魔长弓就已经天下无敌了，没想到神鬼战士项链比他还要勇猛。苏北打开背包看了过去，加150神鬼战士项链，类型项链，稀有度神级，等级 LV15， 耐久27/27，永不磨损。装备属性物理防御加1500，加150强化，所受物理伤害22万5000。附加效果：近战职业正 150% 物理穿透，正 100% 物理暴击几率；远程职业正 100% 物理穿透，正 150% 物理暴击几率。极品神装？不对，应该是超神装才对。苏北狂喜，原本这个神鬼战士项链属性只能算作一般，没想到在暴击强化的增幅下，属性得到做火箭式提升，一跃变为超神级装备。哈哈，刺激！苏北笑着将神鬼战士项链装备旋即打开了角色面板。 ID 永夜，等级 LV15， 种族人类，职业游侠未觉醒，生命值5007880，生命恢复速度190万5秒，魔力值5050，物理攻击12403，魔法攻击12210，物理防御17300，所受物理伤害22万5000，魔法防御3000，天赋永不磨损。略
苏北对于他的面板属性还是很满意的，估计早已超越了 99.99% 同级玩家，唯独就是魔法防御低了一点。不过也不慌，毕竟血量在这摆着呢。接下来该去幽魂乱葬岗了。苏北暗道，以他目前的生命值和攻击力，世界 BOSS 若要是15级，估计他能分分钟拿下。关键是，怎么才能让南疆大区这些工会先打起来，然后他再趁机浑水摸鱼？苏北正思索着，世界公告却忽地响了起来，提示世界 BOSS 无头骑士即将降临，传送门即将关闭，剩余时间9点59分。第50章传送门关闭。法力风暴，我没进本呢，我还没进本呢。当前位置幽魂乱葬岗外围，唰，白光闪烁，苏北出现在幽魂乱葬岗外围。这里场景昏暗，时不时的还有凄厉惨叫声音从不远处的乱葬岗中传来。想要与无头骑士战斗，得先进入传送门中，没记错的话应该在坐标77、88。苏北打开地图确认了一下方位，便快速朝着坐标点奔去。往前走了没多远，苏北发现有一座泛着绿色火焰的巨大传送门出现在一片空旷田野中。不过此时，在那绿焰传送门前，正聚集着黑压压一片玩家，似乎与另一伙人发生了对峙。操，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打 BOSS？ 没错，这南疆大区还没轮到你们破天工会当家做主，就是连一个永夜都搞不定，还想着独吞世界 BOSS， 还要不要脸？兄弟们，随我一起上！我们这么多人，我不信他们能把我们都杀光。此时，距离传送门关闭只有不足5分钟时间，若不能在规定时间进入，那他们将被关在传送门外面。只有副本内的所有人死亡，他们才能进入副本。所以，人人都很急。眼见情势有些失控，就在这时，轰！天空之中忽然雷声大作，雷灭圣光，伴随一声低喝，紫色雷霆轰然降落，炫目的雷光瞬间将此地淹没。所有闹事玩家全部被送回了老家，再有不知死活的直接杀了。一道声音自空中传来，紧接着天空中缓缓落下一道人影，正是法力风暴。法力风暴落地，对守在传送门前的成员说道：你们都注意下时间，别忘了在剩余3秒的时候进本，千万别错过了。好的，会长。众破天成员答应。法力风暴点点头，刚要离开，忽然他转身问道：有没有看到永夜？没，3个传送口都有咱们的人盯梢，全都没发现永夜的身影。有一法师玩家说道：那就好，我去另外2个传送门看看，要是发现了永夜，要立刻报告给我。好。唰，白光闪烁，法力风暴在原地消失。这法力风暴可真是惦记我。苏北嘴角挂着笑容，在树后缓缓出现。既然你这么在意我，那我就伪装成你吧。苏北轻笑了一声，旋即直接催动欺诈宝珠，在心中想着法力风暴的模样。伴随着紫色迷雾飘起，苏北的模样逐渐开始变化起来。提示：伪装完成。此时，苏北浑身上下彻头彻尾的发生了变化，就他连手中的长弓都变换成了星辰法杖，不能说毫无关系，简直就是一模一样。苏北打开角色栏看了一下自己的面容，表示很满意。这下应该认不出来我了吧？苏北眼中眸光一闪，催动传送时直接闪烁至传送门前。既然做戏，那就得要做全套才行。唰，白光闪烁，苏北刚一落地，就听到守卫传送门那几人正在议论他：永夜不就是个小号吗？会长为什么跟防贼似的防着他？有小号成员好奇道：这个人很阴，不久前曾摆了会长一道，其可恶程度甚至超越了碎星会长灵魂承载。死，连会长都让他给阴。未等这小号说完，他忽然察觉气氛有点不对劲。他发现周围那几名大号正在拼命朝自己使着眼色，转头一看，差点吓得他亡魂皆冒。原来是法力风暴正在用冷冰冰的眼神盯着他看。啊，会长！小号吓出一身冷汗。等杀完世界 BOSS， 你退会吧。苏北模仿着法力风暴的语气，冷冰冰的说道：哼，我最讨厌别人从背地里议论我。苏北神色不耐的摆摆手，对其余几名大号冷冷道：再有下次，你们几个跟他一样。是，其余几名破天玩家冷汗连连的点头。哼，苏北冷哼一声，强忍着笑容，发动传送时离开。他怕自己再待下去，会直接笑出声。不过这也验证了一点，那就是欺诈宝珠真的将他完全变成了法力风暴，这可太顶了。要是我顶着法力风暴的 ID 拿下无头骑士首杀，
不知道法力风暴会不会当场暴毙。苏北眼中闪过一抹狡黠，身子一闪，直接踏进传送门。提示：此处受到未知力量影响，进入后将你无法与外界沟通。是否传送？是。苏北点头确认。唰，场景转换，苏北发现自己来到一处庞大的墓地群，四周摆放着无数巨大石棺。而此时，苏北发现他竟然传送到了破天的人群当中。你总算进来了，会长。一众破天成员围了过来。苏北点点，然后强忍着笑容冷声道：有没有发现永业？放心吧，会长，这里现在就咱们3大公会的人，连一个外人都没有。有成员抢着说道。那就好。苏北冷着脸点点头，随后佯装思考的站在一旁，不再说话。此时，距离无头骑士降临还剩1分钟。外界，法力风暴正在传送门前做着最后动员。兄弟们，证明我们实力的时候到了。这一次，我们要一举压倒碎星、陆神，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破天才是南疆大区第一公会。出发！法力风暴一挥手，所有破天成员纷纷迈进传送门当中。刷刷刷，绿芒闪过，一个又一个成员没入传送阵。正当法力风暴迈入传送阵，想要开启传送的时候，然而异变突然而生。提示：检测到你已在副本中，你暂时无法加入该副本。望着缓缓关闭的传送门，法力风暴瞪大眼睛，满脸震惊的怒吼道：这怎么可能？我还没进本呢。第51章，无头骑士降临。会长，别找了，永业没来。马德，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人还在副本外面，怎么就提示我在副本里呢？难道副本里还有另一个我吗？法力风暴绷不住了，他真是气炸了。不过此时，他即使再生气也没用。传送阵一关，说什么都晚了。法力风暴望着暗淡的传送门，不停地安慰着自己。世界 BOSS 没那么容易被攻略，我还有机会拿手杀。此时，副本内部随着传送门缓缓关闭，原本就昏暗的场景忽然绿焰滔天，似乎在向副本内所有人宣告着，有一个极为恐怖的生物即将降临。法力风暴呢？苏北有些疑惑地望了望四周，努力寻找法力风暴的身影。1圈、2圈、3圈，苏北不停地四处张望，这让破天成员都感到很疑惑。会长在这找谁呢？一圈圈的看个没完没了。还有，怎么感觉会长鬼鬼祟祟的，就跟做贼心虚似的。此时，有破天成员在身后小声提醒道：会长，永业没来，不用看了。哦好。苏北轻咳了一声，他现在可以肯定，法力风暴真的是没进来副本。这可真是奇了怪了，法力风暴这老小子去哪了？莫非是因为自己幻化成了他，所以才导致法力风暴没能进来副本？苏北觉得很有这个可能。没进来副本，那法力风暴该气炸了吧？苏北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就在这时，一道冰冷无比、宛如来自地狱的声音忽然自远方传来：你们的身躯将支离破碎，你们的灵魂都将得到诅咒。下一秒，无头骑士骑着恐惧战马，手握熊熊绿焰魔剑，带着极其恐怖的压迫感，出现在血色墓地中央。无头骑士，类型：亡灵生物，稀有度：世界级，等级：生命值，技能。此时，伴随着无头骑士落地，破天、陆神、碎星3家公会都有些骚动起来，不过都默契的没有出手，因为世界 BOSS 属性是弹性的，只有当前攻击队伍才能查看到它的真实属性。若要是3家公会一起进入战斗，在这么多玩家的加成下，那世界 BOSS 的属性将会叠加到十分恐怖的地步，到时候就不是攻略 BOSS 了，而是他们被 BOSS 虐杀。这时，碎星公会团那边忽然传来一道声音：法力风暴，下期会长，我们来决定下攻略顺序。好。清冷的声音自陆神阵营中响起，一道黑影朝着碎星公会飘去。与此同时，破天阵营中，会长，争取抽个第一，咱们好一举拿下无头骑士一血。有破天成员激动着朝苏北说道。苏北点头。唰，白光闪烁，苏北也出现在碎星阵营。见苏北到位，灵魂城在满脸揶揄道：法力风暴，听说你让永业给搞得焦头烂额，要不要兄弟帮你一把？要抽就快抽，哪那么多废话？苏北冷冰冰的回道，一丝一毫破绽都没露出。呵呵，好。激将法没成功，灵魂城在只是玩味一笑，随后伸手取出3支标签。抽吧，咱们还是按老规矩走。
一家工会攻略，另外2家不得插手。好，陆神会长下期径直抽走1枚标签。老规矩。苏北心中冷笑着抽取1枚标签，暗道：你们的规矩关我苏某人什么事？若要是这2家工会针对 BOSS 有威胁，他可不会管什么老规矩，逮到机会就将他们全部干翻。抽签完毕，几人依次将标签露出。碎星第1，陆神第2，破天第3。那我们就按照此顺序攻略吧。灵魂城在笑了笑，黑影闪烁，下期消失在原地。很显然，这妹子十分高冷，美是美，可惜是座冰山。苏北摇摇头，刚要发动传送时离开。法力风暴，一会我拿了手刹，你要记得祝贺我呀，可别被气得嘎了过去。少了你，我的人生会很无趣的。灵魂城在眼中闪过一抹狡黠，激将法再次来袭，不如我现在就祝贺你吧。苏北顿了顿，轻笑道：我祝你1胎20个儿子，然后都跟你没有关系。唰，白光闪烁，苏北消失在原地。灵魂城在脸色阴沉了下来，这可太损了，感觉有些不对。灵魂城在皱了皱眉头，但哪不对他也说不上来。法力风暴脾气暴躁不假，可每次都是破口大骂才对，说话绝不会这么损。转性了？带着疑问，灵魂城在转身对一众碎星成员道：兄弟们，准备攻略 BOSS。一会开怪后 ，MT 面向人群拉怪，让无头骑士背对人群。觉醒技能先不要着急放，等进入斩杀线一起释放。小号记得远离人群，中了特殊技能直接死就可以了。灵魂城在依次将任务分配下去。无头骑士可是第1次刷新，技能、属性一切都还是未知的，更何况还有破天和陆神在一旁围观，想要不丢人，必须提起200%精神对待才行。好，碎星众成员纷纷点头。灵魂城在将站位等问题依次分配好，随后他朝工会的 MT 点了点头，没什么问题话就开怪吧。好，得到指令，碎星工会的战士 T 一个冲锋便冲向了 BOSS。 嘲讽，无头骑士受到嘲讽技能吸引，将目光投了过来。见战士 T 拉怪成功，灵魂城在下达了攻击指令。攻击！一时间，所有碎星成员纷纷发起攻击，卖力输出起来。绚烂的魔法光辉轰击在无头骑士身上，负120万，5698，暴击，负89万，负323万，暴击，伤害数字飘起，无头骑士血量缓缓下降。很好，大家加把劲。灵魂城在话音未落，忽然，无头骑士将手中那柄火焰巨剑高高举过的头顶，大家小心，他要释放技能。牧师准备交减伤技能。灵魂城在有条不紊下发着指令。就在这时，渺小的人类，你们的攻击毫无意义。无头骑士冷漠的声音传遍血色墓地。下一秒，一道道血色涟漪自死亡骑士身上涌出，瞬间将所有碎星成员笼罩。这一刻，每个碎星成员的身上都布满了血色符文。这是什么技能？灵魂城在心中升起不妙的预感。血之异病。伴随着一声低喝，无数道灰色能量从无头骑士手中射向四面八方，似乎是受到了某种牵引。嗡！印刻在破天成员护甲上的血色符文如同活过来一般，幻化成一条条血色小虫，一头钻进碎星成员的护甲中。这一刻，灵魂承载的脸色变了，他终于弄清楚了这是什么技能。第52章，副本里那个法力风暴是谁？提示：受到血之疫病影响，你的装备正在腐化，当前耐久度剩余 70%。提示：受到血之疫病影响，你的装备正在腐化，当前耐久度剩余 60%。提示：受到血之疫病影响，你的装备正在腐化，当前耐久度剩余 50%。提示信息不断传来，眨眼之间，所有碎星成员装备耐久度全部损失了 50%。这技能，这一刻，灵魂承载大惊，再也没有了往日淡定。无头骑士竟然有着腐化装备技能，这可真是大事不妙。只要再来一次血之疫病技能，根本不用等到 BOSS 出手，他们就会彻底失去战斗力，直接出局。不愧是世界 BOSS， 还真是棘手。灵魂承载皱着眉头，找到血之疫病技能查看起来。血之疫病每隔60秒释放一次，使范围内的敌人损失 50% 耐久度，并使其受到的伤害提高 50%。当无头骑士血量低于 80% 时，该技能将不再释放，并自动转化为技能痛苦之源。所有人技能全开，快速压制 BOSS 血量。
灵魂承载急忙发布团队指令，只要在60秒内成功将无头骑士血量压制到 80%， 他们就还有机会。此时不用灵魂承载发话，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技能不要命般的全部扔出。负99万5920，负399万，暴击，负279万，一番狂轰滥炸，无头骑士血量持续下降。此时距离 80% 只差一丝。就在这时，无头骑士一剑碎星战士 TP 飞，紧接着无头骑士再次扬起了火焰长剑，这是释放血之异病的前兆。见到这一幕，灵魂承载瞳孔猛地收缩一下，该死，希望能来得及。这时灵魂承载身上猛地爆发出一红一绿2道亮芒，刀魂卡赞，青石普利蒙，一红一绿2道鬼神虚影现身，环绕在灵魂承载四周。都闪开，让我来！灵魂承载高高跃起，对着无头骑士狠狠挥出手中长刀。第7鬼神，邪神之布拉修。伴随着2道鬼神消散，一片漆黑如墨的沼泽地自灵魂承载脚下出现，沼泽地气泡翻滚，如同开水般沸腾起来。下一秒，一个浑身漆黑、狰狞无比的龙头突然从沼泽地里冲出，带着无与伦比的视觉冲击力，朝无头骑士扑过去。轰！灵魂承载的技能狠狠撞击在无头骑士身上，将无头骑士轰飞。紧接着，在无数碎星成员期待的眼神中，一条绿色数字自无头骑士身上飘起，加999万。刷！绿芒闪烁，无头骑士血量瞬间恢复到安全数值。这一幕让所有在场的人瞪大了眼睛，灵魂承载竟然奶了 BOSS 一口。这……灵魂承载脸色难看的站在原地。无头骑士还可以吸收黑暗能量，那他算是废了。与此同时，血色涟漪再现，无头骑士的血之异病再度来袭。这一刻，所有碎星成员的装备耐久度尽数归零。放弃吧，灵魂承载不甘心的发布指令。不过他也没慌，只要自己不说，无论是破天还是陆神，想要拿一次性拿下无头骑士首杀，那都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无头骑士的技能太诡异了，光是一个血之异病就可以难倒在场的所有人。想攻略绝对没那么容易。一会出了副本，我要赶紧回城购买瞬回耐久道具，这样的话无头骑士首杀就是我的了。灵魂承载打定了主意。此时随着碎星公会放弃抵抗，无头骑士开启了屠杀模式，很快便将碎星成员屠戮一空。该我们了。黑烟闪烁，夏期带领队伍走上前来。副本外，刷刷刷，传送门忽然闪烁起大片白光，这让守在传送门入口的法力风暴心中一惊，连忙凑了过来。定睛一看，原来是碎星成员被传送了出来。看来第一个挑战 BOSS 的是灵魂承载那个老阴狗。法力风暴在一旁冷笑不已。很明显，碎星公会这是开荒失败了，真特么活该。就在这时，唰，白光闪烁，灵魂承载被传送了出来。刚要迈步离开，忽然他瞥见了在一旁冷笑的法力风暴。你死了？灵魂承载满脸疑惑问道。按说陆神公会第二出手才对，怎么法力风暴先死出来了？引到 BOSS 了，漂亮！也不知道是哪个小可爱干的好事，回头得好好奖励一下。灵魂承载心中暗笑，你特么才死了呢，灭了是吧？活该！法力风暴冷笑着还击。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怎么在这？那我应该在哪？你不是在副本中吗？莫非让 BOSS 杀了？这可不怪我们公会哈，是你活该，你特么才让 BOSS 杀了。法力风暴忽然愣住，艰难道：你说你刚才在副本里看到了我？没错，你还在我手中抽灵魂承载反应了一下，有些疑惑道：你刚刚那话是什么意思？你确定你在副本里看到了我？法力风暴咬牙切齿地说道：不然呢？怎么可能？我根本连副本都没进去。那副本里那个法力风暴是谁？我特么也想知道。啊！此时灵魂承载懵了，因为法力风暴说的很明显不是假话。这是谁的部将？竟然如此之溜，冒充法力风暴不说，还把法力风暴关在了副本外面，这也太秀了吧！灵魂承载疯狂憋笑，刚想要安慰法力风暴2句，就在这时，漫天的白光闪烁，数不清的玩家被传送了出来，不光有陆神的成员，还有破天的。法力风暴随手抓过一名破天成员，急切道：快告诉我，副本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快说！会长，
你怎么也出来了？你不是你说要单挑 BOSS， 让我们先撤吗？第53章，死亡左轮没走。那行，给我老老实实站那看戏。此时，副本内只剩下苏北、死亡左轮以及无头骑士。真要这么做，单挑的把握大吗？死亡左轮对法力风暴的决策感到疑惑。无头骑士将碎星、鹿神覆灭的一幕就在眼前，而自己的会长法力风暴却十分自信的想要跟 BOSS 来场 1v1 solo， 这真是让他有点看不懂。群殴不香吗？不对，就算是想要 solo， 也不至于要所有工会成员都退出副本吧？逻辑不通啊！死亡左轮眼中带着异色看向法力风暴，在等一个合理解释。而此时，苏北早已准备好了说辞。你也看到了，无头骑士的技能范围极大，更适合一个人单挑。我怕一会在战斗的时候将大家都拖进来。苏北顿了顿，冷冷地继续道：左轮，你也不想咱们工会步入碎星、鹿神的后尘吧？那好吧。死亡左轮目光闪烁了一下，转身便退出了队伍。唰，白光闪过，死亡左轮消失，应该都走了吧？苏北警惕地望了望四周，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这里现在除了无头骑士，就只有他了。直到这时，苏北才露出一丝笑容，伪装成法力风暴，真是太明智了。苏北默默给自己点了个赞，多亏了此地比较特殊，玩家们无法通过讯息与外界沟通，要不然他早就暴露了。苏北笑了笑，转而将目光投向无头骑士。接下来该收拾你了。苏北长弓一扬，对着无头骑士射出数支箭矢。咻咻咻，零，箭矢定在无头骑士的躯体，未造成丝毫伤害，这让苏北皱了皱眉。他的箭矢竟没能破防，让我来治愈你这阴暗堕落的灵魂吧。受到攻击，无头骑士立即骑乘着恐惧战马朝苏北挥剑斩来，火焰巨剑带着让人窒息的压迫感横斩而来。唰，苏北消失在原地，没有选择硬抗，而是催动传送石出现在数百米开外。他要先看看无头骑士的属性。无头骑士，类型亡灵生物，稀有度世界级，等级 LV15， 生命值200万，护盾值40万，法力值17000，攻击力50000、40000，物攻魔攻，防御力30000、20000，物防魔防。技能猎魂封魔斩，朝30米内的一切目标发动斩击，使目标受到大量真实伤害，并沉默30秒。灵魂收割，击杀目标后，无头骑士可吸取目标灵魂恢复血量，每个灵魂可恢复最大血量 10%。狂战之怒，每损失 1% 的生命值，无头骑士就会增加 1% 的攻击速度。血之异病，每隔60秒释放一次，使范围内的敌人损失 50% 耐久度，并使其受到的伤害提高 50%。当无头骑士血量低于 80% 时，该技能将不再释放，并自动转化为特殊技能痛苦之源。按属性吸收，受到按属性能量攻击时，恢复伤害值的 200% 血量。死灵召唤，召唤1000米内的一切死亡，为其而战。死灵存在期间，无头骑士处于无敌状态。嚯，不愧是世界 BOSS， 这小属性强的牙撇，难怪刚刚没有造成破防。不过可惜，他所面对的可是一个挂壁。苏北目光一闪，银剑，灵魂战鹰。无头骑士是亡灵生物，刚好被银剑克制。苏北释放技能，将剑矢附魔晨光属性，旋即又将灵魂战鹰放出。提示：你的攻击范围增加1000米，受到灵魂战鹰视野加持。副本内的一切都映入苏北眼帘。忽然，苏北眼睛眯了眯，凝神向着一个方向望了过去。透过灵魂战鹰的视野，他发现在100米外一座墓碑后方，有一根树枝竟自主断裂开来，隐约之间还能看到一个模糊不清的透明身影，正静静隐匿在墓碑后方，似乎在打着什么鬼主意。死亡左轮吗？苏北皱了皱眉头，这个家伙竟然没走。若不是他释放了灵魂战鹰，在如此昏暗的场景下，他还真看不到那被偶然踩断的树枝。苏北暗道：一会再收拾你，就算死亡左轮再又如何？这无头骑士的手杀，他拿定了。咻咻咻，苏北弯弓搭箭，将附魔好的箭矢尽数射出。94030，暴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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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30，暴击
光属性能量箭矢定在无头骑士身上，瞬间带走其1/4生命值。此刻，无头骑士骑乘恐惧战马，朝苏北奔袭而来，火焰长剑斩落，无数道白色邪灵哀嚎着朝苏北扑来。正是 BOSS 的技能猎魂封魔斩，邪灵夹杂着剑影袭来，苏北瞬间发动后跳技能闪开，急速射击，咻咻咻咻，后跳瞬间，熟悉的后跳4连射再次被苏北用出。94030暴击，94030暴击，94030暴击，94030暴击。苏北落地，正当想继续攻击 BOSS 时，他发现墓碑后面的透明影子竟然缓缓地动了，想阻止我拿手杀，还是给我站在那，好好罚站吧。苏北目光一闪，取出2支神级箭矢，虚空禁锢搭在了弓箭上，朝天空射了出去。箭矢！墓碑后，死亡左轮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本他只是觉得法力风暴有点怪，但并没有多想。可是好奇心驱使他留了下来。紧接着，他就见到了这离奇的一幕：那朝夕相处的会长法力风暴，竟然朝无头骑士射出了箭矢。法力风暴可是法师，法师怎么可能会射箭？此时，死亡左轮反应再慢，也意识到了不对，难怪他觉得法力风暴很不对劲，原来是个冒牌货。不过此刻，死亡左轮已经顾不上这个冒牌货到底是谁了。他发现自己再不出手的话，无头骑士的遗血即将被这个冒牌货给收走。不管你是谁，我都要杀了你！死亡左轮缓缓迈开脚步。就在这时，他忽然察觉到天空中有劲风袭来。死亡左轮下意识抬头望去，只见2道寒光自天空笔直落下，噗嗤，2道箭矢一左一右定进死亡左轮双肩中。紧接着2道伤害数字飘起，0。马德，原来是个银枪蜡头。死亡左轮冷笑，刚要迈动脚步离开，忽然他发现肩甲上的2道箭矢同时闪过1道紫色暗影能量，暗影能量闪烁，2道黑色符文锁链自2支箭矢上幻化而出。叮，2道黑色锁链深深定进地面。这是死亡左轮一惊，挥动匕首就想要将锁链砍断。突然，2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自双肩上袭来，扑通，死亡左轮被锁链硬生生拽倒在地，再也无法动弹。与此同时，提示接连传来：提示你进入了战斗状态，提示你受到了法力风暴的袭击，提示你受到了禁锢状态影响，持续60秒。死亡左轮跪在地上怒吼道：这不可能，他绝对不是法力风暴。第54章南疆大区沸腾，法力风暴单杀了无头骑士，好好跪着吧。2剑将死亡左轮定在原地。苏北再次将弓箭对准无头骑士。94030暴击，94030暴击，94030暴击。光属性箭矢袭来，每箭都能带走无头骑士1节血量。苏北持续输出。忽然，站立吧，丧钟已为你敲响；颤抖吧，挽歌已为你宣唱。无头骑士策马而立，恐怖的气势冲天起。这一刻，砰砰砰，血色墓地的所有墓碑纷纷炸裂开来。转眼间，上千只丑陋的亡灵生物如潮水般朝苏北冲来。后跳，技能发动，苏北身子向后掠去，一番跑动下，将千只亡灵引为一条直线，致命穿透。咻，76818暴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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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箭矢穿透而过，一连串伤害数字飘起，数不清的亡灵生物倒地。苏北一剑便将上千只亡灵击杀大半。急速射击，技能接连开启。苏北大爆手速，咻咻咻咻咻，24806暴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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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北手速快到惊人，每一剑都能带走1只小怪。很快，那上千只亡灵便被苏北屠戮一空。命运之轮终究会扭转，而你会成为我的剑下亡魂。无头骑士策马狂奔，转眼就来到了苏北面前。此时，无头骑士血量降低至了 50% 以下，他的伤害、攻击速度均提升了 50%。传送，苏北并未拖大，直接发动传送时闪至1000米之外，反手就是一顿爆射。咻咻咻咻，
光属性箭矢定进无头骑士躯体，可观的伤害数字不断飘起。苏北远远地吊着 BOSS， 一根根箭矢激射而出，无头骑士血量持续降低。你到底是谁？这一幕让不远处的死亡左轮怒吼不已，不过他却没有丝毫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法力风暴将一支支箭矢射向 BOSS。 45%、35.6%、26.2%、16.8%，手杀到手了。苏北目光一闪，旋即朝 BOSS 射出最后2箭。咻咻，94030，暴击，94030，暴击，伤害数字飘出，无头骑士被清空血条，地狱烈焰不再辉煌。我居然败给了你！最后台词讲完，无头骑士自恐惧战马上跌落，哗啦，五颜六色的战利品掉落满地，无头骑士大爆了。苏北眼睛一亮，随手一挥，将所有战利品拾取。提示：你获得了坐骑恐惧战马的灵魂缰绳乘1。提示：你获得了神印符石梦魇33至尊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技能寂灭式魔剑神级乘1。除却3件苏北比较关注的战利品，无头骑士还掉落5件传说装备。苏北刚要打开背包查看，这时一则系统公告忽然响彻整个南疆大区。公告：新纪录诞生，恭喜玩家法力风暴成功击杀世界 BOSS 无头骑士，感谢法力风暴为这黑暗世界带来一丝曙光。特此公告！公告接连刷新。这一刻，南疆大区再次沸腾。卧槽，牛批！法力风暴牛批，竟然自己拿了无头骑士手杀。不得不说，法力风暴是真的强啊！那是，不强怎么当大会长？不强怎么把破天工会做大做强？可别尼玛吹了，我可听说事情不是那么回事。获得手杀的不是法力风暴，而是另有其人。哪里来的小黑子？眼瞎是吗？不认识世界公告上那法力风暴4个大字？爱信不信。我有个朋友在绥星，他跟我说，法力风暴连副本都没进去，更是连无头骑士的面都没见到。试问他怎么杀的 BOSS？ 卧槽，真的假的？还有这种事？这怎么可能？自然是真的，只不过消息还没传出来。我也是听我朋友说的。啧，那副本里破天工会的人都是蠢货吗？连自己会长都认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是很离谱。按说就算被人伪装，也不会达到如此地步的。那公告上的法力风暴是谁？这可能得问问法力风暴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了。死！那你要这么说，还真有一个。你是说永夜？没错。此时，无头骑士传送门入口，法力风暴正浑身颤抖着站在原地，他正在饱受着信息轰炸，一条条祝贺信息响起，就如同一把把利刃刺在他的心上。我要杀了他，不管是谁，我一定要杀了他。这时，一道揶揄的声音忽然在旁边传来：恭喜你了呀，法力风暴，在副本外面都能获得手杀，真狠。第55章，惊人收获，下一阶段任务解锁。此时，不同于法力风暴的暴跳如雷，苏北正开心的盘点战利品。恐惧战马的灵魂缰绳，唯一，类型坐骑，使用召唤或解散恐惧战马，这是一种速度非常快的坐骑。哦豁，竟然是唯一坐骑！苏北有些惊喜，他还以为每次刷新无头骑士都会有几率掉落恐惧战马呢，看来是不用担心跟别人撞车了。苏北一笑，将坐骑收进坐骑篮。随后，苏北将目光投向神级技能书，寂灭式魔剑，类型技能书，稀有度神级，效果抽空目标所有魔法值，并对不高于自身 LV30的目标造成损失魔法值 80% 的魔法伤害，每次战斗只能生效1次。这技能有点过分了吧，简直不给法系活路啊！苏北心中惊叹，要知道法师主要输出方式就是释放技能，要是没蓝的话，那就是铁废物一个，分分钟被人玩死。而且吧，这个技能对法系的杀伤力可谓是极强，毕竟法系职业的法力值基本上都是大于生命值的，要是遇见那种蓝量极高的法师，极有可能会被他瞬间秒杀，就很棒。苏北对这个技能很是满意，直接将技能学习。提示：你学会了技能寂灭式魔剑。学习完毕。苏北把目光看向最后一件物品，神印符石梦魇33，类型至尊造物，稀有度至尊级，等级附带属性，持有效果，说明
带有梦魇至尊神力的33符石放在背包中即可生效。33神印符石？苏北诧异。按照无上神位任务上面的提示，33号神印符石是排名最后的一块符石，也是最为特殊的一块，因为它无法跟其他神印符石单独合成在一起。而且33号符石的获取方式也是相当离谱了，一共2种：一，靠实力拿下 LV100副本魔龙巢穴首杀，会避掉一块33符石；二，就是拿到世界 BOSS 首杀，来一场人品大比拼，你将会有1/33的几率得到33号符石。话说，这是蓝星第一块33符石吧？苏北把玩这33神印符石，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据他了解，当前的蓝星大区根本没有任何人持有33神印符石，因为魔龙巢穴副本至今还没有任何一支队伍通关，这就是命。苏北摇头笑了笑，蓝星诸多公会为了攻略魔龙巢穴，不知道耗费了多少精力，损失了多少精血，都没能够拿下魔龙巢穴。想不到他随便弄死一个无头骑士，就出了33神印符石，简直不要太幸运。不过为什么看不到属性？而且这枚符石竟然给我一种很危险的感觉。苏北皱了皱眉头，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他总感觉这枚符石隐隐散发着一股邪恶力量，就好像有什么恐怖的东西被封印在了里面。有问题。想了想，苏北皱着眉头将神印符石收起，准备留着以后再研究。随后苏北将目光投向无头骑士尸身，接下来该汲取无头骑士的灵魂了。苏北来到无头骑士身旁，刚将手掌贴在尸身上，想要施法，忽然苏北想起了一件事，那就是死亡左轮的控制时间快结束了。这个讨人嫌的家伙又浪费我2支神级剑士。苏北冷哼了一声，随后朝死亡左轮射了2道禁锢剑士。咻咻，剑矢命中。死亡左轮的怒吼声从远处传来，有本事单挑啊，仗着技能算什么本事，好好跪着吧。苏北冷冷一笑，随后蹲下身子开始汲取灵魂，伴随着一阵阵淡蓝色光芒闪烁。很快，一道与无头骑士一般无二的能量体被硬生生从尸身中拉出来。1%、2%、3%，淡蓝色光芒闪烁，无头骑士的灵魂剧烈挣扎，想要逃离苏北的束缚。不过他做的一切终究是徒劳的。很快，灵魂汲取便来到了尾声。98%、99%、100%，我的灵魂不死不灭。无头骑士说出了最后遗言，随后被苏北彻底吸入体内。与此同时，数道提示接连在苏北耳边响起。提示：你获得了无头骑士的灵魂成1。提示：第1阶段任务完成。提示：你解锁了新任务遗失的圣物。提示：你的角色面板获得进阶。提示：每升1级，你的所有属性加100。提示：你获得了专属职业技能。提示：恭喜你获得了技能御灵。提示：恭喜你获得了技能融合。终于完成了，先看看下一阶段任务。苏北目光一闪，呼出任务菜单：遗失的圣物，类型：隐藏职业任务2%，进入时光之穴，前往次元裂缝找回遗失的圣物。任务要求：击杀黑色瘟疫迪瑞吉。任务奖励：万灵主宰专属武器。需要去次元裂缝中杀掉迪瑞吉。苏北皱了皱眉头，次元裂缝50级以上玩家准入，是个到处都是危险的地方，就连一些满级大号都对次元裂缝都如避蛇蝎，非必要绝对不会踏入。因为在次元裂缝里隐匿着无数强大的虚空生物，他们的级别超越了100级，所有进入次元通道的玩家都是他们的猎物。而且次元裂缝贯穿各个世界，稍有不慎就会被传送到异界玩家的领地，受到异界玩家围攻。这最后一环任务可比击杀世界 BOSS 难了多了，想来万灵主宰的专属武器应该会强得很恐怖吧。看来我需要加快进度收集神印符石了，好早日升级，将专属武器拿到手。苏北做出了打算，随后他将目光投向新获得的2个专属技能：御灵、融合。第56章，强大的隐藏职业，异变突发。御灵，类型：专属技能，效果：击杀目标后强行奴役目标生物灵魂，使其成为你的奴仆，可奴役灵魂数量1。当前技能等级 LV1，下一级所需经验010000000，似乎与召唤亡灵相似，不过貌似不是很强的样子。苏北有些失望，在他看来，万灵主宰的技能应该是动辄毁天灭地，
各种高大上的爆炸技能才对，这怎么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就挺让人意外的。算了，看看下个技能。苏北将目光投向最后一个技能，融合类型专属技能，效果与自己的奴仆融合，你将获得难以想象的力量。与灵魂奴役融合后，所有属性正 100%， 并能使用最先融合的奴仆一切技能，可无上限融合。卧槽，这么刺激的吗？这一刻，苏北惊了，万万没想到，玉灵那个技能只是个开胃菜，真正牛批的是融合，与一道灵魂融合，所有属性正 100%， 与2道灵魂融合，那就是正 200%，3道岂不是正 300%？ 好家伙，苏北直呼好家伙，本身他的面板属性就很爆炸，再翻那么一番，其他人还要不要活了？试试。想到这里，苏北打开背包，对准无头骑士的灵魂，开始释放御灵技能。苏北手中紫光闪烁，不断朝无头骑士灵魂渗透进去，伴随着一阵蓝光亮起，苏北明显感觉到他的属性发生了变化。ID 永夜，等级 LV17， 种族人类，职业万灵主宰，未觉醒，生命值10015760，生命恢复速度380万5秒，魔力值10100，物理攻击24806，魔法攻击24420，物理防御34600，技能灵魂收割，狂战之怒，血之异病，按属性吸收，死灵召唤。与无头骑士灵魂融合完毕，苏北的所有属性都翻了1倍。不仅如此，他还获得了无头骑士的所有技能，不愧是万灵主宰，要是再配合上专属武器，那恐怕会更加强大吧。苏北眼睛眯了眯，按照神域论坛所说，只有拿着专属武器的隐藏职业才是真正的隐藏职业，因为专属武器对隐藏职业无比重要，其优先级甚至要凌驾于至尊武器之上。由此可见，专属武器对隐藏职业有多么的重要。次元裂缝早晚得走上一遭，有着暴击系统辅助，想必这一天不会太远。苏北眼睛眯了眯，接下来该去收集3和4神印符石了。刚刚击杀无头骑士时，他的等级已提升至 LV17， 若要是再不去将3和4符石取走，那他的无上级任务将会彻底失败。不知道外界现在怎么样了，想必应该很热闹吧。那就伪装成死亡左轮吧。苏北目光一闪，用欺诈宝珠把自己变换成死亡左轮的样子后，便退出了副本。此时，无头骑士传送门刷新点，3大传送门入口，破天、碎星、陆神的人都没有走，而法力风暴被人伪装这件事，也不知道被谁传了出去。越来越多的人朝无头骑士刷新点聚了过来，因为他们都想知道，到底是谁伪装成法力风暴，取得了无头骑士首杀。你们说，到底是谁这么大胆子，敢明目张胆在3大公会虎口中拔牙？这谁也说不准。不过我看好多人都猜测是永夜干的，毕竟这家伙从无头骑士刷新那一刻就消失了，就跟人间蒸发了似的。15级单杀世界 BOSS， 你确定？切，永夜做的离谱事还少吗？我敢赌10万金币，这就是永夜干的。那永夜胆子可真是不小，这一次法力风暴说什么也不会放过他了吧？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吗？让法力风暴没进去本，又伪装成法力风暴，又将所有破天成员给忽悠出了副本，这口气谁咽得下去？嘿，杀人还要诛心，这永夜也真是溜得很。我现在就好奇一件事，若要是永夜干的，他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我也想知道。周围玩家放肆议论着，法力风暴听得怒火中烧，若不是怕一个不留神将伪装者放走，他真想强势出手，把所有嘲弄他的人都灭了。希望左轮能带给我点好消息。法力风暴攥紧了拳头，他已经知道死亡左轮还在副本当中，他现在就期望死亡左轮能将那个伪装者给杀掉。正当法力风暴想到着，忽然一声声惊呼将他的思绪拉了回来。传送门亮了，快看，有个人出来了！无论你是谁，这一次你都逃不掉。法力风暴唰的一下闪现至传送门旁，刚要开启沉默光环，雷霆出手。忽然他看清了传送门里的人是谁。左轮，里面怎回事？是不是勇？法力风暴站在原地，忍不住开口询问着副本里的情况。就在这时，法力风暴发现死亡左轮冲自己诡异一笑，随后竟然以极快的速度朝自己射了一箭，寂灭式魔剑，泛着黑芒的剑矢急速袭来，这让法力风暴一惊。闪现，
法力风暴发动技能闪到一旁，还好他一直没有放松警惕，怕的就是这一刻。法力风暴刚一落地，想要开启沉默光环，忽然他发现那道箭矢就如同长了眼睛一般，朝自己笔直的射了过来。这是什么箭？咻！箭矢穿体而过，在所有玩家震惊的目光中，一道蓝色数字在法力风暴头顶飘起 ，MP650万，清空了我的法力值。法力风暴难以置信地说道。唰，光芒闪烁，苏北唰的一下闪现到法力风暴面前，轻笑道：“现在可以好好谈谈了吗？”你是谁？法力风暴冷冷地看着苏北。苏北狡黠一笑，刚要开口，就在这时，一道漆黑无比的光芒从苏北身上冲天而起。这是什么？第57章梦魇诅咒，永夜废了。结，黑光冲向高空，诡异的笑声从空中传来。一瞬间，所有人目光都被吸引过去。结，瘆人的笑声不断自空中响起，让在场所有玩家都觉得有些头皮发麻。这是什么鬼东西？怎么还有哭又笑的？马德，这冒牌货不会是被什么 BOSS 夺舍了吧？这也太诡异了！擦，还尼玛夺舍呢？你当看玄幻小说呢呀？没准真是 BOSS 也说不定呢。是 BOSS 又能如何？真有 BOSS 也轮不到我们这帮散人。不知道为什么，仅仅是看他一眼，我就感觉很不舒服。俺也一样。你们发现没有？这个东西让人有一种恐惧与绝望的压抑感。要不咱还是跑吧。正当所有人都猜测那团黑光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就在这时，那道黑光忽然诡异的扭动起来，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要被孵化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所有人都好奇地盯着天空中那团黑芒。嗡嗡嗡，黑光不断膨胀，砰的一声炸裂开来。紧接着，一道狰狞诡异的巨大面孔出现在天空中，他朝着苏北咧嘴一笑，随后竟砰的一声在空中彻底消失不见了。那是什么东西？苏北皱了皱眉头，从他体内射出的东西让他隐约感觉有些不安。苏北暗道，莫非是那枚33符石？他背包中的所有物品，也就只有那枚神印符石让他感觉到怪异。哈哈哈哈！忽然，一道狂笑声将苏北拉回了现实。苏北转过头，他看到法力风暴，就如同遇见天大的喜事一般，正一脸惊喜地看着自己。你竟然得到了33号符石！哈哈哈哈！法力风暴对自己的笑容根本不加掩饰，尽情地放声大笑。犯病了？苏北眼睛眯了眯，法力风暴这抗压能力也不行啊，这就变精神病了。闻言，法力风暴竟一反常态的没有发火，反而眼中充满着惊喜。法力风暴用嘲弄眼神看着苏北，冷笑道：“别否认，我知道你是永夜。永夜，你很快就会知道自己的下场将有多惨了。”什么意思啊？苏北眉头一皱，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但很显然，法力风暴并不会告诉他。苏北转身环顾四周，他发现周围的所有人都带着兴奋、炽热的目光在盯着他，就连灵魂承载和陆神会长夏期眼中也闪烁着异色，就仿佛自己变成了一只肥羊。没错，就是这种感觉，有些不对劲。苏北察觉到了危险，不管怎么样，先离开这里再说。传送，刷刷刷，白光闪烁，苏北消失在原地。会长，就这么让他走了？我们都还不知道他是谁呢。闻言，法力风暴轻蔑一笑，冷声道：“我敢99.99%确定，这个人就是永夜。除了他，没人可以单杀掉世界 BOSS。不过这都无所谓了，因为永夜马上就会变成一个废物。”哈哈哈哈！法力风暴的话是什么意思？莫非33符石还有着什么秘密？苏北皱起眉头思索着。就在这时，苏北忽然察觉到视线一暗，抬头一看，竟然是刚刚在天空中消失的那道鬼脸，居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追上了自己。苏北瞳孔猛地一缩，意识到不妙。就在这时，他脑海中忽然传来一道诡异的声音：“让我成为你的枷锁。”脑海中的回响还未消失，下一秒，那道鬼脸突破了苏北的护甲，射进了他身体中。与此同时，一连数道提示自苏北耳边响起：提示：神印符石梦魇33已与你绑定。提示：受到33神印符石影响，你所有面板属性降低 99%。提示：受到33神印符石影响，你的坐标每隔6小时会暴露一次，暴露期间你将在地图上显现，持续1小时。提示：受到33神印符石影响，
死亡后你将掉落全部物品。提示：在进入超次元神之通道时，你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我就知道该扔了它。苏北咬着牙打开了角色面板。ID： 永夜，等级 LV17，种族人类，职业万灵主宰，未觉醒，生命值50080，生命恢复速度1900005秒，魔力值50，物理攻击124，魔法攻击122，物理防御173，所受物理伤害2250，魔法防御30，天赋永不磨损。马德，苏北看得直皱眉，这神印符石真的是不讲道理，真将他的所有属性都缩减了 99%， 这让他有一种回到解放前的痛感。不过也幸好他比较变态，这要是一般玩家还真架不住如此削减属性，直接就会变成一个废人。不过此时苏北却感觉有些大事不妙，受到神印符石影响，他的坐标每隔6小时就会暴露给所有人1小时，要是一旦他被人给杀了，那身上的物品将会尽数掉落，这不摆明了是要让所有玩家来猎杀他吗？尤其是法力风暴，那铁定是不会放过他的。想到这里，苏北咬了咬牙，恨道：难怪法力风暴刚刚那么的肆无忌惮，感情他认出了那道黑光。想到这里，苏北眯了眯双眼，低语道：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似乎从猎手变成了猎物，身份的突然转换也让苏北有些猝不及防，因为这真是太突然了。不过想杀了他可没有那么容易，被封印 99% 属性又如何？谁也别想着能杀了我。苏北眼中闪过一道寒芒，他会让所有人知道，即便被封印了 99% 的属性，他也不是那么好惹的。是时候再去找凯莉好好谈谈人生了。苏北催动传送时直接返回了城镇。第58章永不磨损天赋的真正作用。万倍暴击触发，当前位置主城赫顿马尔。苏北刚一到达主城，便率先打开拍卖行，他要看看之前所寄售物品有没有都卖出去，因为过一会他需要大量金币。提示：已成功拍卖加17烈创心灵之刃神级，您获得了6乘以10的7000次方万金币。提示：已成功拍卖加14马尼神兽项坠神级，您获得了9000万金币。提示：已成功拍卖加15墨竹手镯史诗级，您获得了8000万金币。提示：已成功拍卖加13龙脊护肩史诗级，您获得了3000万金币。提示：你获得了8乘以10的7000次方万金币，8亿金币，可以找凯莉玩玩了。苏北深深吸了一口气，随后朝着凯莉走去。为了自保，这一次他要来把更大的。很快苏北便来到了目的地。不同以往的是，这次凯莉身边很热闹，不少玩家聚集在那里，神情都有些兴奋。这是怎么了？苏北好奇地望了一眼。此时凯莉面前，一名叫做大马猴猴的狂战士玩家正神情郑重地将一副军神耳环放进强化器中。兄弟们，这一次我敢打赌，币上加19。大马猴猴脸上露出笑容，享受着周围玩家羡慕的眼神。在进入神域前，他本是一名无人问津的情感主播，专门为人解惑感情问题。没想到加入神域后，他开局就获得了跟强化装备有关的神级天赋，这让他一举成为了南疆大区炙手可热的人物。毫不炫耀地说，南疆大区那唯一一件加20的武器就出自他的手笔。麻蛋，你看猴子得意那样，尾巴都快翘起来了。你要是有他那2下，你比他还飘。我听说3大公会的会长都得花重金求他强化武器呢。可不咋的，夏琪手中那把加20匕首就是大马猴子强化出来的。那么贵重的物品交给大马猴，就不怕大马猴子把武器私吞了？嗨，兄弟，你这是把路走窄了呀。夏琪那是谁啊？南疆第1大刺客啊，谁敢吞他的武器？不过我听说现在全区强化最高的武器是永夜手里的长弓啊，听说是加80的。加80？做梦呢！永夜是很强，但咱靠点谱可以吗？破天会长法力风暴亲自放出来的话，难道有假？卧槽，永夜武器真的是加80？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旁苏北闻言皱了皱眉头，他没想到法力风暴竟然把这件事给公布于众了，这是要吸引更多的人来围攻他吗？这个狗东西，等我强化完装备，就去把破天手里的34符石夺回来。苏北冷笑着，他准备再次去破掉破天的副本记录。
然后再大开杀戒。不再犹豫，苏北径直来到凯莉面前，来大马猴猴身后打开了强化器。此时，大马猴猴正在与其他玩家讲道理：兄弟盟加80是绝对不可能的。据我了解，加25武器的强化成功率都无限接近为0了。你们觉得加80可能吗？可是破天会长法力风暴亲口说的呀，他还能骗我们？有玩家反驳道。大马猴猴嗤笑了一声，道：我听说永夜跟破天公会早就已经不死不休了，这你们还意识不到什么吗？死？你的意思是破天公会故意放出假消息，只为了让玩家围攻永夜？没错，所以南疆大区强化等级最高的装备依旧是我强化的那把加20匕首。大马猴猴信誓旦旦地说道。忽然，一则提示音将大马猴猴惊醒。提示：玩家死亡左轮，强化加11逐风护腿成功。卧槽！谁让你用强化机的？你知道我花多少钱垫的吗？大马猴猴简直气炸，他垫了数不清的垫子，才将强化机成功率提升到了80%。没想到来了个老六，把他辛辛苦苦垫出来的成功率瞬间给用掉了。花钱垫，这东西往里扔不就可以了吗？苏北疑惑，倒是头一回听说这么个事。哎呀，卧槽，还是个新人！大马猴猴捂着心脏，差点直接晕了过去。你不用，那我继续了。苏北随手又将逐风护腿扔了进去。见到这一幕，大马猴猴愣了。虽然强化装备是有连上的可能，但这个几率真是太低了。看你一会怎么哭！大马猴猴在一旁冷笑不已。提示：玩家死亡左轮，强化加12逐风护腿成功。哼哼，还真成了，下次一定失败。提示：玩家死亡左轮，强化加13逐风护腿成功。大马猴猴感觉到了一丝不对。提示：玩家死亡左轮，强化加14逐风护腿失败。切，果然失败了。大马猴猴松了口气，他还以为要被人疯狂打脸呢。刚转过头想要嘲讽苏北2句，不过他却看到苏北的嘴角竟然露出了一丝笑容。没错，就是笑容，还是很开心的那种。加14失败了还笑，指定是有点毛病。大马猴猴撇了撇嘴。此时苏北确实有些惊喜，因为他的永恒级天赋生效了。那加13的逐风护腿，在永不磨损效果的保护下，不光没有碎掉消失，反而是完好无损的掉落进他背包中，真是太意外了。没想到永不磨损天赋还有这种效果，苏北心中惊喜。原本他就是想靠着庞大的装备基数疯狂强化来赌一手暴击触发，这样他就能利用高强化装备来弥补自己被封印的 99% 面板属性。没想到竟然发现意外惊喜，简直不要太爽。反正有着永不磨损保护，强化失败也不会破碎。既然如此的话，我可就不当人了。苏北一笑，随后他在大马猴猴等玩家震撼的眼神中，将一把泛着黑龙虚影的长弓径直扔进了强化机。一时间，各种强化成功、强化失败的提示音疯狂提示起来。提示：玩家死亡左轮，强化加82破魔长弓失败。提示：玩家死亡左轮，强化加82破魔长弓失败。提示：玩家死亡左轮，强化加82破魔长弓成功。伴随着破魔长弓加82成功，就在这时，那熟络的暴击提示再度从苏北脑海中响起。叮！你触发了万倍暴击，第59章加820000破魔长弓，我要需要更多金币。叮！你再强化加82破魔长弓，神级10，触发质量暴击成功，倍数10000倍。恭喜你获得了物品加820000破魔长弓，神级。沃德发，真的是加820000，要不要这么刺激啊？喂！虽然心中早有预料，但在见到强化成功的时候，苏北依旧感到震撼，不知道提升到什么地步了。苏北迫不及待打开破魔长弓查看起来。加820000破魔长弓，类型长弓，稀有度神器，等级 LV1，耐久度39%，永不磨损。装备属性：物理攻击加150，加1230000，魔法攻击加100，加1230000，暴击正1%，攻击速度正2%。附加属性：你的剑矢可无视魔法护盾。卧槽！1.23亿攻击力，这也太坤霸强了！就算是被封印了 99% 属性又能怎么样？他的攻击力依旧能有100多万，不知道这把破魔长弓还可不可以强化？苏北深深吸了一口气，这要是再触发一次万倍暴击，
那可真就是神挡杀神了。苏北再次打开强化机，将破魔长弓扔进去。就在这时，一道提示忽然映入苏北眼帘：提示该物品强化等级过高，无法继续通该强化机进行强化。这强化机不行啊！苏北摇摇头，没想到会遇见这种情况。不过想想也是，都加820000了，一个普通的强化机怎么可能满足的了？8成只有神界的神级强化器才能搞定了。算了，先强化其他的东西吧。苏北将破魔长弓取回，开始强化其余装备。他要尽可能的将属性提升，达到让百级玩家都觉得惊颤的地步。提示：玩家死亡左轮强化加151神鬼战士项链失败。提示：玩家死亡左轮强化加151神鬼战士项链失败。提示：玩家死亡左轮强化加151神鬼战士项链成功。苏北疯狂强化，一件又一件装备被他扔进强化机。此时，一旁的大马猴猴神情呆滞，可以说他整个人都傻了。加820000，加151，我尼玛的，我是不是中了幻术？不是说好了，整个南疆大区，哦不对，整个蓝星最高强化也不过才加25吗？怎么会冒出来加820000的东西？还有这个死亡左轮，背包中到底有多少条加150神鬼战士项链啊？怎么一强化失败，瞬间就能抽出另一条扔进强化机？开了是吧？演都不演一下吗？幻术，我一定是中了幻术，而且是等级极高的那种。大马猴猴神神叨叨的自我催眠。提示：玩家死亡左轮强化加151神鬼战士项链失败。提示：玩家死亡左轮强化加151神鬼战士项链失败。强化这东西真是烧钱啊！苏北看了眼背包，那拍卖来的8亿多金币，再加上之前从破天打劫的3亿多金币，几乎快被他挥霍一空了。不过也没什么奇怪的，毕竟强化等级越高的武器装备，所需金币就越多。就在刚刚，他强化加80破魔长弓的时候，随便来了几下，就花了他4亿多金币。我还需要更多金币。苏北眼睛眯了眯，他身上还有剑加40的胸甲没强化呢。粗略估计，每次强化都得需要5000万金币起步，一样是个无底洞。要不是有永不磨损天赋，我感觉我也玩不起凯莉。苏北有些感叹，他身上的好装备也不是大风刮来的，真要是强化失败变成一堆如岩炭，那可真是欲哭无泪。只能说永恒级天赋永不磨损，真是 YYDS。 如何搞钱呢？苏北想了想，暗道或许我应该买2件垃圾白板装备，疯狂强化，疯狂触发暴击系统，然后拍卖出去。白板装备售价便宜，每次强化也就几千金币，他背包中的几千万金币足够用了。要是触发万倍暴击也没什么关系，直接摧毁就是了，反正他不会傻到卖出去。自敌的事他可不干，是个好路子。越想苏北越觉得这路子可行。白板装备没人喜欢，可若是加30加50的白板装备呢？足够让人动心了吧？先对牧师职业下手吧，毕竟玩的妹子多。苏北打开拍卖行，四下寻找好看的白板法杖。男玩家或许不会在意法杖的形态，但是妹子们不同啊，为了所谓的穿搭，为了成为街上最靓的仔，他们可很舍得花钱。至于谁给妹子们买单，那就不是他该想的事了。血雾玫瑰法杖、水仙群星魔杖，这2个不错。很快，苏北找到了合适的目标。血雾玫瑰法杖，外观是一朵含苞待放的粉色玫瑰花。水仙群星魔杖，外表星光闪烁，戴上之后身上更会流淌着点点星光。2把武器看起来都十分与众不同，15级白板都要800万，看来是找对了。苏北眼睛眯了眯，这2把法杖再经过他强化一番，一定会卖个极好的价钱。没有犹豫，苏北直接购买了2把。提示：你购买了血雾玫瑰法杖，粗糙乘1。提示：你购买了水仙群星魔杖，粗糙乘1。提示：你失去了1600万枚金币。东西到手，苏北径直开启强化机，距离梦魇暴露坐标还有5小时，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提示：玩家死亡左轮强化加1血雾玫瑰法杖，粗糙成功。提示：你花费了1000金币。提示：玩家死亡左轮强化加2血雾玫瑰法杖，粗糙成功。强化机疯狂运转，成功与失败的提示音此起彼伏，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触发暴击。
苏北眼中有些期待，这可关乎着他能卖出多少金币。提示：玩家死亡左轮，强化加4血雾玫瑰法杖，粗糙成功。就在这时，那熟络的暴击提示再度从苏北脑海中响起。叮！你触发了30倍暴击。提示：你获得了加120血雾玫瑰法杖，粗糙。第60章永夜。我看你还能跳多久？加120，似乎有点高啊。苏北打开背包扫了一眼，加120血雾玫瑰法杖，粗糙。等级 LV15，耐久度20%，永不磨损。装备属性：物理攻击加20，加2400；魔法攻击加35，加4200。攻击可与加20的50级神器媲美。看来能卖个好价钱了。苏北想了想，觉得可以将这武器卖出去。首先，这武器是 LV15 的，无法进入新手村，并不能对他暗黑雷鸣废墟副本记录构成威胁。其次，这可是加120的武器，整个蓝星都没有的狠货。而且，在经过加120强化后，血雾玫瑰法杖上足足有12条黑龙虚影在不断闪烁。光说这个特效，就能亮瞎所有人的眼。要是炒上那么一炒，价格绝对会上天。把另一把强化出来，然后直接上架吧。苏北打开强化机，专心强化。不多时，另一把水仙群星魔杖也被强化出来。虽然只有加99，但那也够用了。希望能卖个好价格吧。苏北打开拍卖行，将2把血雾玫瑰法杖挂了上去。提示：你上架了加120血雾玫瑰法杖，粗糙乘1，竞拍价5亿金币。提示：你上架加99水仙群星魔杖，粗糙乘1，竞拍价3亿金币。苏北将拍卖模式设置成3小时竞拍模式，毕竟这玩意他也不知道能卖多少钱，想必榜一大哥们不会让我失望。苏北笑了笑，随后径直朝着附魔殿走去。他要给破魔长弓附魔额外属性，将其打造成神域第一长弓。苏北刚离开拍卖行，整个南疆大区沸腾了。加99水仙群星魔杖，加120血雾玫瑰法杖。见到这2把武器，所有人都露出难以置信、匪夷所思的神情。疯了，真是疯了，因为这太让人难以接受了。要知道，在这之前，整个蓝星最高强化的武器只有加25、加99、加120，一出现，直接颠覆了常规，惊爆了所有人的眼球。虽然南疆大区的玩家都很震惊，但在看到加99和加120的武器都是 LV15 的粗糙级装备时，那真是越看越难受。这一刻，所有玩家都忍不住想骂娘：马德，暴殄天物啊！我好想把那加99从粗糙级装备上扒下来。我真想问死亡左轮是不是智障，强化2个粗糙干你买啊！就是啊，哪怕你强化个黄金武器也行啊。死亡左轮，这不是破天的刺客吗？我真是太难受了。我想把死亡左轮的脑子劈开，看看里面到底装的什么 shit。不行，我忍不了了，我要去骂他。有没有小哥哥给我买那加99的法杖呀？人家可以空降吃香肠哦。给你买武器，还要请你吃香肠？谁会这么傻？楼上的，你是单身狗吧？是啊，母胎 solo 38年了，有什么问题？没事了。此时，不少玩家开始大骂死亡左轮，为什么要强化2把粗糙武器？强化到加99和加120，还挂出来拍卖，这不是纯纯的恶心人吗？此刻，一处副本中，都特么有病吧？操！死亡左轮骂骂咧咧的关闭所有对话框，也不知道这帮王八蛋抽什么风，上来就骂自己。开始他还以为艳遇来了呢，结果平白无故挨一顿骂。不说祖宗18代让人问候个遍，也差不多了，真是莫名其妙。你们都看我做什么？死亡左轮皱着眉头看向几位队友，你看看世界频道就知道了。队友们疯狂憋笑，什么意思啊？死亡左轮疑惑着打开世界频道，刚一开启，他的脸色刷一下就变了，堪称教科书式变脸。因为世界频道上骂声一片，而被骂的主角就是他。此时，死亡左轮哪还不明白？他在不知不觉中被永夜给坑了。马德，永夜，我看你还能跳多久？再过几个小时，无论你身上有什么好东西，最终都会变成破天的财产。死亡左轮冷笑着关闭世界频道。另一边，苏北刚来到商业区附魔 NPC 身边，世界频道如此热闹，让他也有些意外。还好我没解除欺诈宝珠的伪装，要不然……苏北摸了摸鼻子，
他倒是没想到玩家们反响这么强烈，不过也无所谓了，反正挨骂的是死亡左轮。嗨嗨！随后，苏北打开了附魔商店，随机附魔券，品质白银级，效果使用后随机可对武器附加一条白银属性或技能，售价100万金币。随机附魔券，品质黄金级，效果使用后随机可对武器附加一条黄金属性或技能，售价200万金币。附魔商人只售卖白银和黄金级2种附魔券，只要你有足够的钱，就能无限使用随机附魔券对武器附魔，直到附魔出你最满意的属性或技能。先买5个试试手气。想了想，苏北购买了5张附魔券。叮！你获得了物品随机附魔券，黄金级乘5，你失去了1000万金币。就在这时，那熟络的暴击提示再度从苏北脑海中响起。叮！你再购买随机附魔券，黄金级10，触发质量暴击成功，倍数1000倍。恭喜你获得了物品随机附魔券，传奇级乘5。又触发暴击了。苏北心中惊喜，传奇级可比黄金级要高出好几个档次，不知道会附魔出什么属性。苏北取出附魔券，朝破魔长弓按了上去，金色光辉闪烁，无数符文融进破魔长弓。提示：附魔成功。提示：你的破魔长弓获得额外效果破败。第61章30万倍暴击触发。禁忌之剑。苏北迫不及待地看向附魔效果。炼狱，在被击杀后，你会回光返照一段时间，并且生命值会快速流失。在此期间，你的攻击速度正200%，伤害增加100%，持续5秒。传说中的5秒真男人。苏北眉毛挑了挑，说实话，这个效果挺一般的。他要是被人杀了，就算是触发炼狱效果，也没什么用。毕竟能杀死他一次，就注定能杀死他第2次。相比之下，他更希望能获得一个可以增幅伤害或者减少控制时间一类的附魔效果。要是能够免疫控制，那就更好了。这样一来，法力风暴那沉默光环的作用将会大打折扣。再附魔试试。苏北略一犹豫，旋即再次对武器附魔。随机嘛，拼的就是个手气。提示：附魔成功。提示：你的破魔长弓获得额外效果杜灵之剑。提示：你的破魔长弓获得额外效果死亡印记。接连2次附魔，苏北都不是很满意。一个是削弱敌人移动速度的，非常适合用来风筝；另一个是给敌人印上死亡印记，在攻击敌人的时候可以给自己增加300%的暴击率，感觉还不如炼狱呢。苏北摸了摸鼻子，目光闪烁道：继续。随后他再次取出一张附魔卡，将其按了上去，一阵金光亮起，附魔卡消失。提示：你的破魔长弓获得额外效果暗影剑雨，似乎是个群伤类技能。苏北眼前一亮，刚要将背包打开查看，忽然那熟络的暴击提示再度从苏北脑海中响起。叮！你在附魔破魔长弓神级10，触发质量暴击成功，倍数30万倍。恭喜你的破魔长弓获得额外附魔效果禁忌之剑，触发了30万倍暴击。苏北心中一惊，有些意外，但很快他就冷静了下来。不过才30万倍而已，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以后可是会触发100万倍暴击、1万倍暴击的男人，不知道是什么效果。苏北带着期待的目光将武器面板打开。破魔长弓神级，装备属性略禁忌之剑，你射出的箭矢有100%几率附带随机属性禁忌魔法，可对范围内的一切目标造成物理攻击力乘2的真实伤害，可主动开启或关闭该效果。每次消耗所有法力值加装备50%耐久度，无冷却。卧槽，这么赞的吗？也就是说，只要蓝量跟得上，件件都可以触发禁咒，还是没有冷却那种。死，这也太强了。苏北倒吸一口冷气。BTE， 这是真的 BTE， 不愧是30万倍暴击下的产物。要知道，正常的大魔导师职业也不可能无限制的释放禁咒技能，每释放一次，不光需要相当长的释放时间，再释放过后还会有着很长时间冷却 CD。 他这可倒好，直接把禁咒搬到了武器上，还是直接释放，没有冷却 CD 那种。这以后要看谁不爽，抬手就一发禁咒。刺激。苏北深深吸了一口气，至于触发禁咒所需要的那些条件，则被他直接无视了。
永恒级天赋，永不磨损，专治一切装备损耗。就算是他玩了命释放禁咒，也不用担心武器会废掉。接下来做点什么呢？苏北想了想，暗道：不如去搞神印符石吧。反正距离拍卖结束还有2个多小时，正好也试试竞技之剑的效果。他现在没什么事，正好趁此机会去趟神殿外围副本，把神印符石3、4弄到手。这样的话，相当于直接削弱掉破天公会的实力。走，催动传送石，苏北消失在了原地。神殿外围副本是15到30级玩家主要活动区，相比人烟稀少的天空之城，这里无疑要热闹不少。炼狱王者级，来个啃开双刀的战士。4等于1，带人刷第1脊椎王者级，3万金币一次。3等于2。此时副本门口十分热闹，有不少人徘徊着寻找队伍。还是单刷吧。苏北想了想，决定还是单干。虽然开图确实比较麻烦，但他还是决定单刷，因为这边有不少小号都加入了南疆大区3大公会，蹭个王者车很方便不假，但无疑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毕竟在众人眼中，他现在应该是废人一个才对。这一次，苏北决定把自己隐藏的好好的，等到梦魇坐标暴露的时候，他要给那些来追杀他的家伙一个大惊喜。苏北调取副本难度选项，开始选择。副本神殿外围，当前记录破天公会，39分冒号33秒49，当前难度普通级，适合等级 LV15 加，分配模式个人拾取。破天。苏北冷笑，随后径直进入副本。刷，光芒闪烁，苏北出现在神殿外围副本中。他现在身处一处茂密丛林，透过丛林隐约能看一座恢宏神殿的轮廓。没记错的话，这个副本的最后 BOSS 就守护在那座神殿门口。一次性解决吧。灵魂战鹰。苏北不想浪费时间。提示：你的射程增加了1000米。借助灵魂战鹰的双眼，苏北看到神殿门口有2个身穿祭祀长袍的 BOSS， 神殿大主教 LV15， 神殿大祭司 LV15。苏北取出破魔长弓，将一支箭矢搭在弓上。就在这时，一股让苏北都感觉到有些心惊的火焰之力疯狂朝箭矢上汇聚而来。苏北隐约感到手中的木剑在散发着狂暴炽热的火焰之力，这就是禁咒的感觉吗？苏北挑了挑眉毛，随后松开了弓弦。咻，箭矢瞬间破空而去。在短暂的飞行后，那支木剑定在了神殿大门上。2头 BOSS 带着疑惑的表情转过头。就在这时，轰，极致的火焰之力爆发，整个天空都是红彤彤一片。那狂暴的火焰如同潮水一般翻涌而来，顷刻间便将整个副本点燃。2460000 2460000 2460000，数不清的爆炸伤害飘起，提示音随之而来。提示：恭喜你通关了神殿外围副本，用时1秒。提示：你解锁了神殿外围冒险级，是否继续挑战？是。苏北点头确认，他要一次性将王者级副本打穿。第62章，做戏就要做全套。提示：恭喜你通关了神殿外围冒险级，用时1秒。提示：恭喜你通关了神殿外围勇士级，用时1秒。提示：你解锁了神殿外围王者级。苏北接连出手，在100万攻击的碾压下，无论是冒险还是勇士级，均是一剑秒杀。刷，光芒闪烁，苏北进入王者级副本中，刚抽出一支箭矢，想要射出，忽然苏北似是想起了什么一般，缓缓地收起了长弓。倒是忘了，我得演一波才行。若是他1秒通关神殿外围王者级，那无疑是告诉了所有人，他不光没有被削弱 99% 的属性，甚至比之前还要更强。这可不是他想要的结果。既然演戏，就要演得逼真一些，把秒伤压制在5000左右，这样刚好与我被削弱的属性面板一致。我要让他们误以为我是用灭世魔龙卡在扫荡副本。苏北眼睛眯了眯，打定了主意，这帮搞工会的都是人精，对付他们一定要注意细节。很快时间便来到了39分钟。直到这一刻，苏北终于站起了身，佯攻对着远处的2头 BOSS， 射出一支箭矢。咻，箭矢急速而去。刹那间，苏北隐约感觉到在那神殿脚下一股恐怖的气息轰然来临。此时天空中雷云翻滚，一片阴暗，隐约间还能看到一条条狰狞的巨型水龙
在云层中不断翻涌。好，龙吟声响彻苍穹，数不清的水属性巨龙穿越云层降落，朝着两头副本 BOSS 狠狠砸落。24600002460002460002460000，轰轰轰！副本内地动山摇，数不清的怪物在这水系禁咒下化为飞灰。难怪魔导师清图快，禁咒一出，跟一剑扫荡没什么两样。苏北有些感叹。随后，苏北来到 BOSS 尸体旁边，将地上2枚神印符石拾起。提示：你获得了神印符石特尔3至尊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神印符石纳夫4至尊级乘1。东西到手。苏北笑了笑，旋即便离开了副本。与此同时，一道提示音响彻了整个南疆大区。公告：新纪录诞生！恭喜玩家永业通关神域外围王者级，用时39分12秒，评价 SSS。特此公告。消息一出，南疆大区一片哗然。卧槽，不愧是永业啊，又破了记录。这永业是真的强，我 TM 吹爆，不用给永业吹了，他现在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多久了。怎么说？我听说3大公共会的人说，永业似乎中了一个什么诅咒，所有面板属性都被降低了 99%。卧槽，这么离谱的吗？嘿，这就是嘚瑟大进的代价吧？我还以为咱们南疆大区终于会出现一个领军人物呢，白期待了。那永业为什么还要触怒破天啊？这个时候不应该低调点吗？低调不低调的有什么用？破天公会绝技是不会放过他的，上次不也没拿永业怎么办吗？这次说是要来真格的。世界频道议论纷纷，玩家们都很不解，为什么永业明明都废了，还要出来搞事情？怕破天的刀不够快？真是理解不了。此时，破天公会、法力风暴等人自然收到了副本被破的消息，不过此刻他却有些拿不定主意了，因为永业这个家伙着实有点让人摸不透。会长，你说永业这是什么意思啊？故意的？死亡左轮有些不解。这一次，永业并没有伪装成任何人的 ID， 而是坦然使用自己 ID 将副本给破了，这让他们有些看不懂，是感觉有点不对劲。法力风暴点点头，不过他心中却很是震惊，在被封印了 99% 属性都能打破记录，很难想象这个永业在巅峰时期的属性到底有多少。快给我计算下永业的秒伤。法力风暴突然说道。好，副本记录这东西很好算，可通过通关时间来计算玩家所造成的秒伤，毕竟神殿外围的怪物就那么几只。很快有破天会员开口道，会长，刚才我们算了一下，永业的秒伤大概在5000上下。确定吗？法力风暴皱着眉头问道。确定，那就好。闻言，法力风暴不知为何感觉自己松了一口气。怎么了？死亡左轮表示疑惑。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永业所有属性确实被封印了 99%。 法力风暴笃定地说道。什么情况？真要是被封印了 99%， 那秒伤应该不会这么高吧？死亡左轮皱了皱眉头。你说的没错。法力风暴顿了顿，淡然道，永业加80长弓的攻击力在13000左右，被封印 99%， 也就只有130点攻击力，是绝技打不出5000点秒伤的。那5000秒伤这个数怎么来的？死亡左轮越发疑惑。法力风暴皱了皱眉头，似是想到了什么不爽的事，冷哼道，还记得永业手中那灭世魔龙召唤卡吗？死亡左轮恍然大悟道，你是说那5000秒伤是因为永业召唤了灭世魔龙卡？没错。卧槽，真的假的？死亡左轮目瞪口呆，随后怒骂道，这 TM 也太浪费了吧，用价值500万1张的卡去扫荡低级副本。法力风暴冷笑道，还不明白吗？他明显是不想把值钱的东西留下。这个王八蛋不会把加80的长弓给扔了吧？有可能，也许会直接送给陌生人也说不定。我操，加80长弓送给陌生人，不然呢？难道要留给你吗？咱们别等了，现在就去干永业吧。第63章强化完成，给所有人一个惊喜。没记错的话，3与4合成会得到一件与红莲斗篷类似的防御物品。苏北将3与4握在手中，双手一拍，成功把2块神印符石合并在一起。轰！璀璨光辉闪过，被禁咒洗礼过的神殿外围忽然迸发一道金光。叮！提示：你获得了装备献祭万物焚尽至尊级乘1，不知道属性怎么样？苏北带着一丝期待将背包打开。献祭万物焚尽，类型事物
稀有度至尊级，等级 LV1，附加效果：所有防御正 30%， 所有装备耐久度损耗负 30%。装备后获得主动效果献祭技能万物焚尽，献祭每秒对自身3米范围内的一切目标造成使用者最大生命值的 1% 火焰魔法伤害，可主动关闭效果。万物焚尽消耗自身所有生命值和法力值，对单一目标造成生命值加法力值的火焰魔法伤害，并使目标所有装甲融化。释放距离1米，这装备有点废人啊。苏北眼睛眯了眯，献祭效果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字面意思。这个万物焚尽就有点意思了，跟无头骑士那血之异病效果差不多，能让敌人的所有装甲报废，伤害也挺可观的。唯独的缺点就是有点废人，用了万物焚尽，敌人能不能完蛋不知道，自己铁定先一步凉凉。也就所有防御正 30%， 对我有点用，只能说聊胜于无吧。这要是23和24服时就好了。苏北摸了摸鼻子，眼下魔法防御和被技能控制时间是他的短板，而2324能合成出一件近乎魔法免疫的至尊级装备，可惜他的级别不够，无法去将这2件神印符石拿到手。想到这，苏北暗道，等钱到账了，先买2件替代品顶一顶吧，我可不想被人控在原地罚站。打定主意后，苏北发动传送石回城，因为那2把法杖的拍卖时间快结束了。当前位置主城赫顿马尔。苏北抵达主城传送平台，永夜。有玩家一下子认出了苏北，这一嗓子让不少玩家将目光投了过来。所有人都很意外，为什么都这个时候了，永夜还敢光明正大的出现在主城？难道准备摆烂等死了？我现在也算是个名人了吧？苏北摇头笑了笑，随后便头也不回的朝着拍卖行走去。拍卖行？这……望着不断闪烁的竞拍提示，苏北感到有些错愕，因为2把法杖的价格有点超乎他的预料。加120血雾玫瑰法杖，粗糙级，当前价格32亿，剩余时间12分21秒。出价者，我真的很穷。加99水仙群星魔杖，粗糙级，当前价格28亿，剩余时间12分24秒。出价者，钱怎么花不完？此时竞拍提示不断刷新，2把法杖的价格还在持续上涨中，就如同杠上了一般。所有竞拍者都有点不愿放弃。我以为顶天能卖个15亿金币，看来还是低估榜一大哥们的实力了。苏北眼中满是笑意，这种情况自然是持续越久越好，毕竟最终受益者可是他。12分钟转瞬即过，2件法杖的竞拍价格终于来到了尾声，伴随着竞拍时间终止。很快，苏北收到了打款提示，提示已成功拍卖加120血雾玫瑰法杖，粗糙级，您获得了41乘以10的3000次方万金币。提示已成功拍卖加99水仙群星魔杖，粗糙级，您获得了38乘以10的7000次方万金币。提示扣除1%手续费，你共计获得了79亿2000万金币。79亿2000万，这下应该有挥霍了。苏北目光一闪，当即幻化成死亡左轮，朝凯莉走去。刚来到凯莉身边，苏北没有犹豫，直接开启疯狂强化之旅。这一次，他要将所有装备都强化到让人惊颤的地步。提示玩家死亡左轮强化加151神鬼战士项链失败。提示玩家死亡左轮强化加14逐风护腿成功。提示玩家死亡左轮强化加12逐风腰带成功。强化与失败的声音此起彼伏，暴击系统也接连触发。大约过了1个小时，苏北全身装备进阶被强化完成。加400000投掷哥布林胸甲神级，加270000不死鸟之眼神级，加13000逐风护腿黄金级，加11000逐风护肩黄金级，加98000逐风腰带黄金级，加92000西之星戒指神级，加15300神鬼战士项链神级，加999抗魔斗篷传说级。这装备足以震撼整个蓝星了吧？苏北嘴角划起一抹弧度，若不是强化技，无法强化超过加200以上的东西。苏北真想一直把装备强化到触发亿万倍暴击为止。看看属性吧。望着自己的杰作，苏北深深吸了一口气。旋即打开了被削减掉 99% 属性的角色面板。 ID 永夜被封印，等级 LV17， 种族人类，职业万灵主宰未觉醒，生命值
700万。生命恢复速度100万5秒。魔力值500万。魔力值恢复速度50万5秒。物理攻击37加1230000。魔法攻击20加1230000。物理防御800万。所受物理伤害负1300万。魔法防御500万。所受魔法伤害负800万。受控制时间缩短 35%。天赋永不磨损。略望着自己的属性面板，苏北嘴角忍不住勾勒出一抹弧度。被封印 99% 属性又如何？每隔6小时暴露一次坐标又如何？如此属性，谁能轻易杀得了他？苏北眼中闪过一道冷芒，暗道：就让我给你们所有人一个惊喜吧。这一次，他要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他才是别人惹不起的存在。就在赫顿马尔城外吧。苏北迈步朝着城外走去。此时，距离苏北第一次暴露坐标还剩15分钟。第64章，现在才想走，不觉得晚了吗？当前位置赫顿马尔郊外。苏北迈步朝着城外走去，一路上吸引到不少玩家尾随而来。听说永夜被降低了 99% 属性，咱们要不要干一票？他身上可有加80武器，价值几十亿呢。我觉得可行，你先上，我后补。操，你怎么不先上？你上我就上啊！放心吧，我信你个鬼！想坑我哪有那么容易？让我上去当炮灰？卧槽，你竟然这么聪明！那是，我与我兄弟人送外号卧龙凤雏。哎，有人来了！散人玩家议论纷纷，想上却又不敢，毕竟眼前这位可是一个超级猛人，曾在破天工会围堵下全身而退。别看才17级，那也不是他们能惹得起的角色。人群就这么的跟着苏北，不少人将法力风暴出现在赫顿马尔郊外的消息传递了出去。不知道第一个向我出手的会是谁？苏北走得并不快，就跟出来散心一样，等待着敌人到来。忽然，苏北停住了脚步，因为一个戴着黑色面罩、只露出一双勾人心魄眼睛的绝美女人在前方拦住了他。陆神会长夏七，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不躲起来？夏七清冷的声音响起，眼神中带着好奇看向法力风暴。所有人心中都清楚，眼前这个人就是永夜伪装的，只不过没人敢100%断定而已。躲与不躲，最终还不是会被人找出来。苏北笑了笑，根本看不出来有丝毫紧张，似乎对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一点都不担心。苏北望着眼前的绝色女子，笑道：夏七会长，你不会就是来说这些的吧？两人虽然在世界 BOSS 那有见过面，但可称不上熟悉，而且这女人可是觉醒过3次的狠人，由不得她不谨慎对待。其实我是有事找你。夏七眼眸闪烁了一下，并没有出手的意思。闻言，苏北来了一些兴趣，疑惑道：哦，什么事？关于神，夏七刚要继续说下去，就在这时，噗嗤，苏北身上突然迸发出一道漆黑如墨的黑芒。与此同时，所有南疆大区的玩家齐齐收到一条提示：提示玩家永夜携带33神印符时出现在赫顿马尔，坐标69、96。你刚刚说什么？神什么？苏北表示刚刚没有听清。不过此时，夏七却消失不见了。你这一次若能逃掉，我送你一场机缘。夏七的声音在苏北耳边响起，随后化成一道黑烟消失在原地，就仿佛从没来过一样。这女人，苏北很是无语。她最讨厌说话说半截的，你倒是说完了再走啊，这不是让人难受吗？还有，她为什么要逃？真是奇怪。不过苏北却对夏七的话来了一丝兴趣。神什么玩意？似乎好像很有趣的样子。等这边结束，找那小妞问问。苏北正思索着，就在这个时候，苏北忽然收到了系统提示：提示你正受到沉默光环的影响，期间无法使用技能、道具。提示你进入了战斗状态。苏北一怔，神色古怪道：知道先开技能再传送了。这法力风暴终于学聪明了。嗡嗡嗡嗡，熟悉的六芒星阵再次出现，淡蓝色光芒闪烁，一大批人自传送阵中走出。法力风暴看着眼前的法力风暴，气顿时不打一处来，怒道：永夜，果然是你！这一次我们之间该有个了断了。法力风暴目光中闪过一道寒芒，这一次他在释放传送阵之前就开启了沉默光环，为的就是防止永夜逃跑。闻言，苏北扫了一眼对自己虎视眈眈的破天成员，他假意皱了皱眉头，无奈道：法力风暴，你不觉得这样有点欺负人吗？欺负你又能如何？
你之前不是很嚣张吗？死亡左轮在一旁冷笑不已。就在他张了张嘴，准备想继续往下说的时候，一旁的法力风暴忽然毫无征兆的出手了。觉醒虚空法阵，虚空阵战，10道泛着妖异紫色的奇异法阵，齐齐迸发出无与伦比的恐怖能量，一瞬间便将苏北吸进了法阵当中。轰轰轰，虚空崩塌，恐怖的魔法能量疯狂翻涌。不过奇怪的是，并没有任何伤害数字飘出来，这让在场的所有玩家都有些看不懂，怎么回事？死亡左轮皱着眉头问道。法力风暴毫无征兆的出手，一下子给他整不会了，因为这与他们的原计划严重不符。原本计划着用控制技能把永夜定在原地，把永夜狠狠踩在脚下，再录制各种视频传到神域论坛，让所有人知道工会的力量可不是一个散人就能撼动的。突然放觉醒秒杀，这么轻易就放过永夜了？死亡左轮带着疑惑转过头，忽然死亡左轮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因为他看到法力风暴正脸色苍白地站在原地，浑身上下都在不由自主地颤抖。怎么了？死亡左轮心中一沉，一股不好的预感骤然在心中升起。他明显感觉到法力风暴似乎被什么东西给吓到了，莫非他们又让永夜给演了？不对，就算是被演了也不至于吧，这永夜还能翻天不成？忽然法力风暴将有着群体效果的至尊级装备扔给死亡左轮，艰难地说道：左轮，快走，带着兄弟们快走，去冥界。为什么要走？死亡左轮瞳孔猛地收缩，难以置信地看着法力风暴。现在这种情况，不是他们占据上风吗？永夜不是被吸进虚空法阵了吗？别问了，快走！法力风暴将死亡左轮一把推向人群。好！死亡左轮带着满腔不解，刚要发动传送时，就在这时，一道剑矢穿透虚空法阵袭来，打断了死亡左轮的动作。只见苏北缓缓从虚空法阵走出，朝所有破天成员戏谑一笑。现在才想走，不觉得晚了吗？第65章战破天，禁咒雷神灭世。太不礼貌了吧，不跟我打声招呼就要走？苏北嘴角挂着淡笑，自虚空法阵中缓缓走出。很明显，法力风暴的虚空法阵没有对苏北造成丝毫伤害。见到这一幕，所有围观玩家看他的眼神都像见了鬼一样。卧槽，真的假的？永夜在法力风暴的觉醒技能中活了下来，这是怎么回事？法力风暴是忘记佩戴武器了吗？别搞笑行吗？就算是不佩戴武器，觉醒技能也不是一个 LV17级号能抗住的。那这是怎么回事？您给解释解释。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永夜身上的装备绝对超乎了我们的想象。说的真好，下次不要说了。此时所有围观者都有些惊了，看向苏北的眼神就跟看到怪物没什么两样。怎么可能？死亡左轮倒吸一口冷气，两眼瞪得溜圆，难以置信道：永夜的属性不是被封印 99% 了吗？怎么活下来的？死亡左轮见鬼一般看着苏北，眼中满是惊疑不定的神色。要知道，法力风暴的虚空法阵那可是法力风暴最强的伤害技能，一瞬间就能爆发出恐怖绝伦的伤害，竟然没能瞬杀永夜。这永夜的面板属性到底有多强？被封印了 99%， 还能硬抗满级法师觉醒技能。若要是没被封印，那永夜的强到什么地步？是什么？死亡左轮艰难地吞咽着喉咙。咻！不过此时已经由不得死亡左轮多想，因为苏北的剑矢已经悄然来袭。剑矢袭来，所过路径都留下一道空间波纹。这是什么剑？竟然快超出空间承受极限了！死亡左轮瞪大了眼睛，他能感觉到一股难以形容的毁灭之力正附着在剑矢之上，若不能将剑矢拦下，恐怕他们所有人都要遭殃。死亡阴影来临，死亡左轮急切道：牧师快开减伤！所有人个人减伤全开，暗影斗篷。说话之间，死亡左轮瞬息间将个人减伤技能用出，暗影斗篷生效。死亡左轮将自己包裹在一个紫色斗篷中，这个技能可以让他减免 35% 魔法伤害。与此同时，大量减伤护盾绽放光辉，一层层伸展开来，如同一个锅盖，将所有破天成员包裹进去。无谓的抵抗。苏北摇了摇头，这群人莫非是忘了他的武器可是专破魔法护盾啊？噗嗤！
苏北的剑矢穿透层层魔法屏障，在所有人注视下，那道被雷芒包裹的剑矢狠狠钉在死亡左轮身上。0，伤害数字飘起，这让死亡左轮一愣，他竟然没事。死亡左轮有着刹那间的疑惑，忽然，极致的雷霆之力轰然爆发，禁咒，雷神灭世！轰轰轰！刺目的雷霆划破苍穹，如同将天空撕裂出一道口子，无尽雷光如同汪洋一般从天空中砸落，数不清的伤害数字以死亡左轮为中心飘起，2460000，2460000，2460000，2460000，轰！刺耳的雷声响彻天际，一道道惊雷如同雨点般砸落，天地间紫茫茫一片。这一刻，所有玩家如见鬼魅。卧槽！永夜释放了禁咒，这是怎么做到的？禁咒不是魔导师的专属技能吗？就特么离谱！离谱！现在说永夜是 GM 我都信，难怪刚刚法力风暴让死亡左轮快跑，原来永夜变态到这种地步。想不到破天公会都要避其锋芒了，既然破天避了，那我也避一下。俺也一样，不知道破天宫会顶不顶得住，应该差不多吧。围观的玩家不停张望着，在等待见证一个奇迹，一名 LV17级号战败南疆3大公会之一的奇迹。不过此时，所有破天成员都有些不好受，因为减伤技能持续时间快结束了，一旦减伤失效，那等待他们的绝对是雷霆一击。轰轰！紫色雷霆不断轰鸣，破天公会的成员血量如同坐电梯般忽升忽降，眼看就要顶不住了。就在这时，天空中的雷霆突然停止了轰鸣，结束了。破天成员全都松了一口气，这要是被永夜给团灭了，那破天公会真的可以原地解散了。这永夜竟如此强大，不过还好我们顶住了。死亡左轮心中刚松一口气，就在这时，他听到身后有人惊呼了一声：“你们快看，那是什么？”有破天成员伸手指向天空，死亡左轮疑惑着抬头看去，下一秒，他看到了毕生难忘的一幕，在昏暗的雷云上方，雷芒交织，逐渐形成一个手握雷霆巨锤的庞大身影。他浮现在雷海之上，用冰冷的眼神俯视着脚下众生。卧槽，这是什么？有玩家惊恐着后退，实在是天空中那道伟岸身影给人的冲击力太强了，让他们忍不住想要逃离。与此同时，所有破天成员都收到了一条系统提示，提示你已被雷灵锁定，暂时无法行动。破天成员全部被定在原地，无法动弹。这一刻，所有人的脸上都充满了慌乱。永夜，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法力风暴咬牙切齿地吼道。这一次，他们真的是栽了。不过，他真是没想到，永夜的装备竟然如此变态，简直超乎了想象。加820000的武器，加40000的护甲，一键释放禁咒，这是正常人能拥有的装备。法力风暴攥紧了拳头，心中升起一股无力感。他第一次后悔，到底招惹了一个什么变态。闻言，苏北笑了，缓缓开口道：“我觉得咱们还是再也不见得好，拜拜。”话音落下，苏北目光一冷，果断伸手朝下方一挥。下一秒，天空中那道庞大身影动了。只见他抡起手中那柄雷霆巨锤，狠狠朝死亡左轮砸了过去。永夜！法力风暴的怒吼声从远处传来。下一秒，轰！雷霆巨锤带着无尽电芒，砸进了破天公会升起的防御护罩。一瞬间，大地开裂，狂暴的雷霆奔涌向朝四面八方。492000，492000，492000，无数伤害数字飘起，以死亡左轮为中心，所有破天成员尽皆化成白光消失。收获时间到，苏北望着遍地的战利品，嘴角不自觉微微上扬。这一次可真是赚大了。提示：你获得了星辉群体传送至尊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破魔短笔神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气血之刃神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痛苦面具神级乘1。苏北正简的 happy。忽然，一道黑烟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苏北前方，夏期现身，站在原地默不作声，用那好看的双眼静静看着苏北，直到苏北将战场打扫完毕，他才淡然开口道：“你真是出乎人的意料，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苏北抬头看了夏期一眼，摇头笑道：“
暂时还不行。什么时候可以？等我将破天灭了再说。唰，光芒闪烁，苏北消失在原地，留下一脸错愕的陆神会长下期。第66章，第6位神灵，法力风暴的艰难决定。你说什么？永夜一个禁咒，灭杀了破天所有成员，还不顾下期的阻拦，径直去了破天公会老家。你没开玩笑？此时，碎星公会灵魂承载听着魂灵破碎的汇报，一时间有些没反应过来，因为这一切简直如同天方夜谭。要知道，永夜可是被封印了99%属性，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怎么就能杀掉法力风暴呢？按照以往的剧本来说，这一次不应该是法力风暴一雪前耻，永夜被打得仓皇逃窜吗？怎么就来了个惊天大反转，永夜把破天公会都给灭杀了呢？想不通啊，真是想不通。是这样，现场视频都传疯了，我想要不了多久，这件事会在整个夏国上都传开。魂灵破碎皱着眉头说道，他一直都挺看好永夜的，觉得这人是个人才，也一度想将永夜拉进公会，为公会建设添砖加瓦。没想到永夜给了所有人一个惊吓，没错，就是惊吓。17级被封印99%属性下，战败一个公会，这可真是离谱到家了。不对，你说永夜用的是禁咒，法力风暴的沉默光环没生效吗？灵魂承载依旧有些难以置信。按说法力风暴的沉默光环虽然只是个半成品，但那也是一切魔法技能的克星，不应该这么拉胯啊。除非永夜的禁咒技能品质还在法力风暴之上，这怎么可能呢？永夜可是游侠啊，哪来的高品质禁咒？此时灵魂承载真想给法力风暴发个视频，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两人沉默许久，都很想不通。会长，你说永夜会不会成为蓝星第6位神灵？魂灵破碎呢喃着低语道。闻言，灵魂承载沉默了一下。永夜所做的一切，与传说中那高高在上的5位神灵几乎如出一辙，都是战力滔天，在级别很低的时候就能杀出赫赫威名，让无数公会感到战力的大恐怖选手。也许吧，前提是他不夭折在成神之路上。你不要忘了，每一位神灵的诞生可都是在尸山血海中闯出来的。灵魂承载眼中闪过一道异芒。成神啊，谁不向往呢？都能干掉法力风暴了，谁能让他夭折啊？魂灵破碎撇了撇嘴，不过心中也很是庆幸，幸亏当初是碎星公会率先发现了永夜，还及时拉拢了一波，要不然没准今天的破天就是明天的碎星。想到这，魂灵破碎忽然想起来一件事，暗道我一定得好好奖励下梦碎星河，要不把我最爱的8号技师推给他，反正大家都是兄弟，有好马当然要一起骑。魂灵破碎刚想到这里，忽然灵魂承载目光一闪，看向魂灵破碎道，走，咱俩去趟破天公会驻地。去做什么？魂灵破碎好奇道。劝架啊！此时破天公会驻地，所有公会成员的面色都很沉重，因为法力风暴正在宣布一件让所有人都无比痛心的事。诸位，我们也算是风雨同路好多年，一路风风雨雨走过来也不容易，这次是我决策失误，牵连到大家了。法力风暴声音沉重，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他的心在滴血。我决定。说到这里，法力风暴停顿了一下，在深深吸了一口气后坚定道，我决定解散公会，大家自寻出路吧。驻地广场，破天公会所有人在听到这一消息的时候都感觉到心中一痛，不过他们每个人心中也都清楚，永夜与破天公会早已不死不休，注定只能存在一个，只有这个办法了吗？死亡左轮不甘心地说道。你觉得永夜会放过我们吗？法力风暴深深吸了一口气，他从未感觉到如此难受过。我想不通，为什么永夜被封印了99%属性，还能这么逆天？死亡左轮到现在还难以接受这个现实，他还有踩脸之仇没报呢。闻言，法力风暴沉默了片刻，随后拍了拍死亡左轮的肩膀，道：你们还是不知道的好，不过你们要记住，以后遇见永夜不要再去招惹他，不要对他心生仇恨，这个人我们招惹不起。好了，各位兄弟都散了吧。话落，法力风暴转过身背对着所有人，似乎不想看到他们离去的身影。此时不少破天成员留恋着看了一眼驻地，脸上带着愧疚之色退出了公会，但是还有许多成员沉默地站在原地没有离去，似乎想要跟破天公会走到最后一刻。提示：
一打七退出公会。提示：元气森林退出公会。提示：康帅博退出公会会。提示不断响起。法力风暴缓缓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六芒星阵闪烁，一道手握长弓的帅气身影从空中降临。我来了！法力风暴。苏北缓缓从六芒星阵中走出来。第67章，我还是喜欢最初见面时你那桀骜不驯的样子。永夜。法力风暴冷哼了一声，他刚要继续开口往下说，结果他一眼就看到了苏北那一身超豪华的装备。马德，难怪被封印了 99% 属性，还有如此战力。就这一身装备，给鸡穿上，鸡哥都 TM 能无敌。法力风暴眼角挑了挑，心中暗骂不已。此时他真想把自己这双眼睛给抠了，就当从来没见过苏北。说，苏北脸上满是惬意，嘴角微微上扬，那表情就好像在说：法力风暴，今天我吃定你了，该死的东西，想要敲诈勒索我。法力风暴心中大骂，气不打一处来。他堂堂南疆大区3大公会之一的会长，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待遇？不过没办法，他现在只能忍。法力风暴深深吸了一口气，道：说吧，怎么样你才会放过破天公会？条件你开。终于上道了。闻言，苏北嘴角微微上扬，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他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5678神印符石，因为这4块神印符石有点特殊，不光无法交易，而且只能通过完成隐藏任务才能获得，所以他必须逼迫法力风暴就范，要不然不知道何时才能得到这4块神印符石。不过似乎还差了点火候。想了想，苏北一本正经道：你要是跪下求我的话，我或许就不会对破天出手了。你法力风暴当场就立起了眼睛，而那些还未散去的破天成员也如同火药被点燃般瞬间暴怒。我操你妈永夜，老子跟你拼了！还未离去的破天成员红着眼睛冲了上来。你们拿什么拼？苏北感到好笑，都住手！忽然法力风暴大吼了一声，这让所有往前冲的破天成员纷纷定住了身形，全部带着疑惑神色转过头。这么快就忘了我刚刚是怎么说的了？法力风暴脸色难看的穿过人群，挡在所有人身前。以苏北目前的装备，就算上去再多人都是个死，除非请那种觉醒过3次的大神出手，领域展开，就算杀不了永夜，也足以让永夜忌惮。但可惜3绝玩家，整个南疆大区只有一个，那就是陆神下期，而灵魂承载和自己，充其量只能算是2绝半玩家。若我要是觉醒3次，沉默光环得到进一步升华，也就不会被永夜打上门了。法力风暴缓缓闭上双眼，叹了口气。他转头对苏北道：这些人已经不是破天成员，有什么事冲我来？永夜，说出你的条件。苏北笑了笑，淡然道：我刚刚有说过了。见苏北还要让法力风暴跪下，这一刻那些在场的破天玩家终究是忍不住了。永夜，你不要过分，30年河东，30年河西，末期少年穷。没错，仗着装备算什么本事？你敢跟我们去现实碰一碰吗？狗屁永夜，有本事把我们都杀光，老子不怕死！愤怒的呼喊声简直要将苏北淹没。看来你们还是没认清形势啊！苏北冷笑着抽出长弓，想着把这帮不知死活的东西再次送回老家。忽然，别对他们出手！法力风暴咬着牙，怒视着苏北，吼道：我跪！下一秒，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法力风暴竟然真的缓缓跪了下去。苏北目光一闪，这法力风暴倒是条汉子，对他这帮工会成员真是好到没话说。会长，不要！破天成员想搀扶着将法力风暴拉起来，可法力风暴根本不为所动，眼见就要跪倒在地。就在这时，咻！一支箭矢划过，插在法力风暴身前。法力风暴疑惑着抬起头，有些不明所以。只见苏北笑了笑，戏谑道：说实话，我还是喜欢最初见面时你那桀骜不驯的样子。你到底想怎么样？法力风暴皱着眉头问道。本来我是想把你们破天公会上下轮个遍泄愤。苏北眸光闪烁了一下，继续说道：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了，交出5678号神印符石的触发条件，我们之间的事可以就此一笔勾销。真的？法力风暴有些犹豫不决，因为他无法断定永夜获取了消息后会不会继续对破天公会出手。这个永夜可不是什么好人。
苏北不怀好意地扫了一眼所有破天成员，笑道：“无论真与假，你有的选择吗？”法力风暴沉默，他知道，若要是永夜大开杀戒，逼迫他交出神印符时的触发条件，为了工会成员们，他最终也会将触发条件交出去。不过后者明显损失更大。好，希望你说话算话。法力风暴一咬牙，随后便将5678符文的触发条件进阶发给苏北。原来这任务是在光明教会触发，还需要1000点光明阵营声望。苏北有些意外，因为他的条件足够了。之前击杀赛格哈特的时候，他曾获得过1000点光明阵营声望，想不到在这里派上用场了。这趟破天公会真是来对了。该走了，也不知道那个夏期到底有什么事。苏北准备离开，先去找夏期。转头看了眼四周，苏北发现法力风暴正一脸警惕地盯着自己，就跟防贼一样。是怕我不讲信用吗？苏北笑着问道。这法力风暴一怔，有些不知道该怎么答。要说是，这永夜突然找茬出手怎么办？要说不是，万一永夜说我就是不讲信用，你又能怎样？法力风暴忽然有点后悔，问你话呢？苏北眼中闪过一抹戏谑。没错。法力风暴点点头，恭喜你猜对了。苏北目光一冷，将长弓抽出，这让法力风暴瞳孔猛地缩了一下，怒吼道：永夜，你逗你玩！苏北玩味地笑了笑，唰，光芒闪烁，苏北消失在原地。法力风暴脸色接连变幻，怒道：永夜这个老六，就跟那老鹰狗灵魂承载一样。就在这时，传送平台忽然亮起2道光芒，又是谁？法力风暴转头望了过去，与此同时，灵魂承载和魂灵破碎刚好从传送阵中走出，两人望了一眼完好无损的破天驻地，都有些意外。嘿，没被灭掉啊，我还以为会见到一片废墟呢。灵魂承载朝法力风暴挤了挤眼睛，刚要继续开口，唰，只见所有破天成员齐刷刷的朝两人望了过来，脸色都很是不善。老大，你不觉得有点不对劲吗？魂灵破碎察觉到不对，急忙躲在灵魂承载身后。是有点不对劲，一会你顶一顶，我先撤。啊！两人话还没说完，就在这时，法力风暴忽然冷笑道：兄弟们，给我砍死他们2个！第68章33符时的重要性。西巴国来袭！震惊！南疆大区破天公会战败，永夜竟然对破天会长做出了这种事。HD.MP4。此时，神域论坛有南疆大区玩家将苏北大战破天公会的视频上传到了论坛，很快便引起了一番波澜。谁说公会不可战胜？一切皆有可能。南疆大区玩家陆谢胜琼。哦，还有这种事？深川大区玩家麻花藤。南疆大区破天公会，我怎么没听过？魔都大区玩家愤怒的鲨鱼。当然没听过了，我刚才查了一下，原来是个不入流的小公会而已，会长是个2绝菜鸟。魔都大区玩家愤怒的影魔。才2教，难怪会被人打上门。2绝这种垃圾选手，连我们公会都进不来。京城大区玩家爱心啰啰。金爷 V50000000，看看实力。南疆大区玩家梦碎星河。玩家虽然有些好奇，但都是象征性的点进来看一眼，毕竟论坛里的很多人都可以轻易打败2绝公会。同一时间，西巴国一名叫做盖世神偷的西巴国玩家也注意到了苏北与破天公会的战斗视频，而且他还有一些意外发现。阿西巴，视频要是能再往前推一点就好了，这拍摄者太不专业了。盖世神偷气的想砸东西。他发现视频最开始那 0.1 秒有着一闪而逝的黑芒，似乎与传说中那33符时所产生的黑芒极为相似。这个发现让他很震惊，而且整个人都精神了。阿西巴，这个叫永夜的，莫非真的有33号符时？盖世神偷反复拉扯着视频，差点就把头塞进去。实在是因为他太想得到33符时了，这可是关乎成神的大事，值得消耗1张挑战令。盖世神偷眯了眯眼睛，随后他取出一张布满诡异符文的纸张，将苏北的名字写了上去。强制挑战，南疆大区游侠永夜，当前位置赫顿马尔城郊。此时，赫顿马尔城郊一处小树林中，苏北与夏期正在深入交流。你说让我跟你去次元通道找一具神灵尸体？夏期会长，这就是你所说的机缘？苏北无语地看着夏期。次元通道那是什么地方？
除神灵以外，次元通道对于任何生灵来说，都是动辄要命的生命禁地。就算他手持33符石也不行，因为那里法则混乱，伪神级生物繁多，一不小心就会死在次元通道。没错，就是游戏和现实都会死的那种。这种玩命的事，他怎么可能答应？你根本不清楚，在觉醒的时候，有一瓶神灵之血将会得到多么大的好处。法力风暴为什么可以看透你的装备？就因为他曾得到过半滴神血。难道你还不心动？夏琪眼神平淡，目不转睛地盯着苏北。很心动，但我更清楚次元通道是什么地方，那里暂时不适合我。苏北义正言辞地拒绝。开玩笑一样，什么东西有他的小命重要？等他取得所有神印符时，将级别再提升，再去次元通道找机缘也不迟。神灵尸身罕见，机会只有这么一次，而且那个地方不是很危险，只有一头130级伪神生物守护。夏七皱了皱眉头，没想到苏北根本油盐不进，好话说进都不去，这让他有些难办了。要知道，神灵尸身可是至宝，若不是需要33符石才能靠近，他哪会过来找一个小号帮忙？别劝我，说了不去就是不去。苏北根本不松口。原来你是个胆小鬼，激将法，不好意思，对我无效。见苏北根本不为所动，夏七皱了皱眉头，道：我不会害你的。神灵之血真的对觉醒很有用，那也得等到我50级再说。苏北转身就要离开，黑烟飘过，夏七瞬息出现在苏北面前，皱眉道：你难道不清楚33符石对玩家们的吸引力有多大吗？闻言，苏北停下脚步，疑惑道：怎么说？33符石是一种诅咒没错，但它也是一把钥匙，有了它，你可以在次元通道自由穿梭，据说还能进入神界。一旦你拥有33符石的事被有心人暴露出去，夏七口吐芳兰，没有继续说下去。苏北皱了皱眉头，他明白了夏七的意思。次元通道虽然危机重重，但仍有不少玩家会进入寻找机缘。一旦自己拥有33符石的事被别人宣扬了出去，那到时候恐怕他会迎来一波接一波的追杀。毕竟整个蓝星现在就这一块33符石，没有人会不动心。这33符石还真是个麻烦。苏北目光闪烁不定，不过倒也没有丝毫惧意。若要是谁能将33符石从他身上解绑，他定会好好感谢那个人。你不会认为自己已经无敌了吧？夏七见苏北有些膨胀，忍不住想打击一番，并没有。苏北摊了摊手，他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这个世界稀奇古怪的天赋很多，光是法力风暴的一个沉默光环就已经很难缠了。我真的劝你好好考虑一下。夏七不想放弃，还是算了吧。苏北刚准备离开，就在这时，西巴国玩家盖世神透对你发动了强制挑战令，挑战将于5分钟后开启。第69章，可别怪我欺负你。禁咒，风神叹息，血色符文从天而降。此时，苏北脚底下浮现出一道猩红色光圈，整个人进入了无敌状态。不过他却被定在原地，无法动弹。你被人强制挑战了。夏琪眯了眯眼睛，神色有些许意外。他刚刚还在说，一旦苏北被人盯上，就会怎样怎样呢？结果一语成谶，这么快就有人找上门来，你可真是个乌鸦嘴啊！苏北看向夏七，感到有些无语。这女人简直有毒！别用那种眼神看我，你被人盯上是迟早的事，这次只是碰巧了而已。夏七被苏北看得有些不舒服，他可不想接受乌鸦嘴这个人设。嗨嗨，咱俩能保持1米以上距离吗？苏北此刻只想离夏七远点。夏七挑了挑黛眉，不进反退，径直来到苏北身前，咬牙道：你这个家伙有意思吗？苏北想躲，可惜却因为被定住而无法动弹，无奈道：男女授受不亲那位，当心告你非礼。哼！夏七轻哼了一声，决定不跟苏北计较。不过他倒很好奇，这是谁发动的强制挑战令？是谁对你发动了挑战令？夏七皱着眉头问道。是西巴国一个叫盖世神偷的家伙。在被锁定的那一刻，苏北有收到系统提示，能看到挑战者是谁。苏北也挺意外的，没想到第一个打上门的人竟然是个小西巴，有点意思哈。西巴国的？夏七眼中闪过一抹厌恶，忍不住开口道：那你可要小心点了，西巴国的人很恶心，最擅长偷东西。苏北点点头，表示赞同。他对这个乱认祖宗、擅长偷别人家东西的西巴国没有一丝好感，甚至可以说到达了极其厌恶的程度。实在是因为西巴国太不要脸了，而且是令人发指的那种，敢惦记我的东西，不毒打你一顿
简直对不起父老乡亲。苏北心中冷笑，准备好好教育下这个什么盖世神偷。你很强，但我劝你最好不要大意，一些玩家的觉醒技能很难缠。夏期见苏北自信满满，忍不住开口提醒了一句。事关33神印符石，由不得他不紧张。真要是被西巴国这什么盖世神偷给抢走了，那他的神师计划将会直接失败。没问题，苏北自信满满，以他目前的实力，只要不遇见那种极为特殊的天赋技能，反杀对方是绝对没问题的。要知道，与破天公会一战，他甚至连万灵主宰的融合技能都没用，对付个小西巴，完全是手拿把掐。他现在唯一好奇的，就是自己在战胜对方后，能得到什么好处。不过此时，也由不得苏北多想了，因为倒计时已经结束。嗡，红色光柱降临，将苏北吸了进去。唰，光芒散尽，苏北消失在原地。夏期目光闪烁了一下，轻声道：“永夜，祝你好运。”此时，另一边，西巴国盖世神偷却有点后悔了，因为他在使用挑战令后，发现自己所挑战的目标，竟然是个 LV17级的小号。17级，阿西吧，17级怎么可能得到33符文？到底是哪个王八蛋发的假视频？这不是坑人吗？盖世神偷暗骂不已，整个人都气炸了，大呼自己上当。就算我杀了他，爆出他身上99%的东西，有什么用？盖世神偷捂着胸口，心疼道：“一个 LV17级的小号有什么油水可捞？白瞎我价值10亿的挑战卡了。”盖世神偷无比懊恼，不过事已至此了，也不可能撤回，捏着鼻子也得上了。害我损失这么多钱，那就慢慢的让你流血流到死吧。盖世神偷打定了主意。此时，倒计时也接近了尾声。3、2、1，伴随着提示音结束，环境瞬息万变。苏北与盖世神偷出现在一处巨大的平台上，平台漂浮在空中，四周都是望不见底的万丈深渊。两人中间还有着一道巨大的魔法屏障，将苏北与盖世神偷隔离在两侧。提示：挑战令规则如下。提示音缓缓道来。很快，苏北便明白了一切。进入挑战场，唯有胜利的一方才可以安然离去，而失败的一方，背包中99%的物品都会爆出，称得上是不死不休了。好像是个穷鬼。苏北看向盖世神偷的眼神有点怪异，因为这人的装备看起来并不是很好的样子。正当苏北想问问这个盖世神偷是不是脑子不好的时候，白烟闪烁，盖世神偷消失在了原地。很明显，他不想与苏北对话，只想蛰伏起来，一击必杀。还是个刺客，苏北差点直接笑出声，摇头自语道：“这可别怪我欺负你。”苏北心中冷笑，随后伸手一招，直接将恐惧战马召唤而出。淅沥沥，伴随着绿色火焰升腾，恐惧战马应声而出。苏北翻身一跃，便跨在了恐惧战马身上。去上面！苏北命令下达，恐惧战马径直腾空而起，将苏北带到了半空。西吧！见到这一幕，盖世神偷懵了，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这踏马17级小号，有飞行坐骑，这他还怎么玩？盖世神偷感觉自己脑瓜子嗡嗡的，这太让他难以置信了。不过很快，盖世神偷就冷静了下来，他差点忘了，这个空间有着类似缩读的功能，随着时间推移，永夜会被压缩回地面，而他只需要等待永夜落地，给予他致命一击，就 OK 了。恐惧战马，盖世神偷眼中露出贪婪的神色。想不到还有额外收获，就算没有33神印符石，这恐惧战马也足以让我回本了。不对，也许这个永夜身上还有其他好东西，也说不定。只要杀了他，就都是我的了。盖世神偷抬头望着苏北，眼中有着一丝兴奋。忽然，他看到永夜竟然朝自己这边射了一箭。咻！破空声响起，苏北发动了攻击。见到这一幕，隐匿在黑暗中的盖世神偷差点笑掉大牙。场地中央的魔法屏障还未消失，所有攻击都会被屏障阻拦。可笑的家！盖世神偷话还未说完，他猛地瞪大了眼睛，因为那魔法屏障根本没能阻拦住那道箭矢。噗嗤，箭矢穿透而过，射向场地中央。这盖世神偷眼中的光芒愈发明亮，这把长弓似乎也很不错。看来这永夜是条大鱼啊！盖世神偷舔了舔嘴唇，目光中满是贪婪。苏北暴露的越多，他就越兴奋。
噗嗤，剑矢定进地面。一个17级小号还想杀我不成？盖世神偷冷笑不已。就在这时，轰隆隆，整个空中平台忽然剧烈的颤抖起来。什么情况？盖世神偷察觉到了不妙，下一秒，一道闪烁着无尽寒芒的飓风忽然在他眼前凭空而起。禁咒，风神叹息。第70章，强制对赌令到手，看谁不爽就干谁。此时，飓风如刀，席卷八方，整个空中平台都被刮得破破烂烂。场地中央，更是有一个看不清面容的人形飓风，正在逐渐成型。无数大型龙卷风宛如受到招引一般，从四面八方凭空出现，不断朝人形飓风疯狂汇聚。这是禁咒！一个游侠怎么可能会禁咒？盖世神偷脸色狂变，心中惊怒，如同一只受惊的老兔子，在平台上仓皇逃窜。他可不会蠢到去尝试禁咒的威力，哪怕这禁咒是一名 LV17级小号释放的。空间波纹闪烁，一道透明的身影在平台上若隐若现。隐匿在阴影中的老鼠终于露出犄角了吧？苏北戏谑一笑，自背包中抽出2支禁锢箭矢，旋即直接锁定了盖世神偷。小西巴，在禁咒下忏悔吧。苏北目光一闪，旋即将2支箭矢射出。咻咻，箭矢急速袭来。不好！盖世神偷脸色巨变，急忙将减伤技能开启。暗影斗篷，紫色斗篷出现，将盖世神偷包裹进去。这时，苏北的箭矢刚好袭来，噗嗤，箭矢定在盖世神偷身上。下一秒，2根黑色锁链凭空出现，将盖世神偷死死地定在原地。这是神级箭矢，一个17级小号哪来的这么多好东西？盖世神偷心中震撼，惊怒不已。他误以为苏北发的是禁咒，不过此时已经由不得他多想。眼前正有数道小型飓风朝他席卷而来。毒刃！伴随着盖世神偷一声怒吼，无数道滴淌着绿色毒液的匕首自他身上爆射而出。咻咻咻咻，匕首飞溅，扫向西面八方，一瞬间便将苏北的禁锢锁链砍断。盖世神偷刚要迈步躲开飓风来袭路径，就在这时，咻咻，又有2道禁锢箭矢命中在他身上。黑色锁链浮现，盖世神偷所做的一切化为无用功。该死！再次被锁链拴住，盖世神偷惊怒不已。他没想到一个小号的战斗意识竟然这么高。在他用毒刃解控脱身的一瞬间，便又射来箭矢，将他控制在了原地。阿西吧，我猜这禁咒杀不了我。盖世神偷咬着牙咒骂道。解控减伤全交，眼下他只好将希望寄托于永夜的禁咒，伤害不高。呼呼呼，数道龙卷风自盖世神偷身上刮过。2460000 2460000 2460000，巨额伤害飘起。盖世神偷脸色狂变，眼见最后一道龙卷风即将把自己秒杀。盖世神偷猛地抬头看向苏北，仰天怒吼道：觉醒，盗窃诸天！紫色光辉迸发，将苏北笼罩。与此同时，2460000，飓风刮过，伤害数字飘起。盖世神偷被飓风斩为一道白光，消失在原地。下一秒，苏北耳边传来2道提示音：提示：你因盖世神偷的觉醒，盗窃诸天，失去装备加999破魔斗篷。提示：你击杀了盖世神偷，获得胜利。偷了我的破魔斗篷，他这名字可真是没白起。苏北有些意外，不过根本没当回事。虽然那件加999破魔斗篷看起来很强，不过对于他来说，嗨嗨，那就是件垃圾，是他在拍卖行随意买来强化充数的装备，估计会被那个家伙当成至宝吧。苏北眼中闪过一抹戏谑，随后他将满地的战利品尽数拾取。提示：你获得了强制对赌令乘1。提示：你获得了血影明空剑神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夺灵者胸甲传说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夺灵者皮裤传说级乘1。盖世神偷掉落了数十件物品，其中包含了不少好东西，这让苏北收获颇丰。不过让苏北比较在意的是那张强制对赌令。强制对赌令数量1，效果：使用后可强制一名单一目标与自己对赌，赌注可自行设置。这东西挺狠啊，岂不是看谁不爽就能干谁？而且还是可以将目标背包里的东西都爆出来那种。
好东西，这可真是好东西。苏北心中喜悦，原来这挑战令才是本次的最大收获，这简直是太适合他了。若不是眼前没有合适目标，他真想即可发动挑战令，搞上那么一搞。提示：你即将退出此区。此时，一则消息传来，将苏北从思绪中拉了回来。下一秒，光华闪烁，苏北消失在了原地。另一边，西巴国汉城大区，盖世神偷浑身赤果果的出现在传送平台，很快便引起了无数玩家围观。阿西巴，变态！这男人好小，他莫非要当众做那件事？阿西巴，莫非是用双手上下套弄什么东西？那可得看一看。被一众玩家用异样的眼神看着，盖世神偷没有露出任何恼怒的神色，反而站在原地，自信且猖狂的大笑。哈哈哈哈！阿西巴，阿西巴，发了发了！盖世神偷脸色潮红的狂笑着，整个人看起来有些不正常。盖世神偷随手取出一件披风，狂笑道：“丑婢们，见证奇迹吧！”正当所有人都疑惑不解，以为盖世神偷疯了的时候，一则提示信息响彻了西巴国。公告：玩家，盖世神偷荣登西巴国强化榜第1位。上榜物品：加999破魔披风。第71章，他们管垃圾叫镇国之宝。公告弹出，整个西巴国都疯了。阿西巴，加999破魔披风。阿西巴，这绝对是世界第1披风，妥妥的镇国之宝。我要把它发到神域论坛上去，让所有人都知道，西巴国才是最强的。没错，我们西巴国才是宇宙最强。楼上的注意点，记得给盖世大佬打个马赛克，我怕夏国的红眼病太多。阿西巴，夏国敢来抢的话，我们直接发动国战。没错，夏国总说我们是他们的附属国，这次加999破魔披风定能狠狠打他们的脸。阿西巴，难怪盖世神偷敢在大庭广众下裸奔，不过他是怎么做到的？楼上的欧巴，你要是有加999破魔披风，你比他还会玩。盖世神偷交出破魔披风，我3星公会可破例收你入会。SKT 公会出1000亿收购加999破魔披风。加999破魔披风的出现，瞬间让西巴国高潮。更有好事者将西巴国装备排行榜截图发到了神域论坛，他们想着让世界上的所有人都知道什么叫做宇宙最强。哈哈哈！阿西巴，这种感觉真是爽爆了。此时盖世神偷脸色狂喜，完全没有失败者的模样，整个人都很亢奋，因为西巴国知名的3星 SKT、DK 等大公会都对其抛出了橄榄枝，这可让盖世神偷笑开了花。要知道，这些大公会可都是世界闻名的，寻常人想进入，那根本就是痴心妄想。如今他却同时收到3家公会的郑重邀请，这要是放在平时，可是连做梦都不敢梦到的场景。而这一切，多亏加999破魔披风，多亏永夜啊！永夜，你就是我 One Piece！ 盖世神偷咧嘴狂笑，不过心中更多的是庆幸。其实，在即将被苏北击杀的那一刻，他也是抱着赌的心态才释放了盗窃诸天。实在是永夜太过变态，都不用想，一看永夜身上就有着强横无匹的装备，要不然也不至于打得他抱头鼠窜。没想到，嘿，他还真赌对了，永夜还真给了他一个大惊喜。加999破魔披风。在收到提示音的那一刻，盖世神偷人直接傻了。加999，这可是整个蓝星都从未出现过的强化等级，要是放出去，足够让无数人震惊。而现在，这个加999的破魔披风就在他的手中，刺激，真阿西巴的刺激！永夜身上一定还有其他好东西。等到24小时强制挑战期一过，盖世神偷舔了舔嘴唇，眼中贪婪神色丝毫不加掩饰。他准备将这件加999破魔披风贡献出去，毕竟现在他的风头太盛了，要是不贡献出去，分分钟就得被那些财团势力给来个人间蒸发。等这阵风头过了之后，他准备悄咪咪的去搞一些强制挑战令，再去疯狂的挑战永夜，一点点将他身上的好东西全都偷来。永夜呀永夜，我的后半生可就全指望你了。盖世神偷越想越兴奋，一个人在那笑呀笑不停。此时前来拉拢他的3大公会负责人眼中全部露出不解的神色。阿西巴，这人不会是有点毛病吧？恐怕还病得不轻。另一边，场景转换，苏北被传回了原点。这时，
一旁传来一道急切的声音：“输了，赢了！”夏七朝苏北扑了过来。鬼哦你啊！苏北被吓了一跳，差点直接开射。看来你赢了。夏七用好看的眼睛上下扫视着苏北，并没有发现他缺失什么物品。苏北笑了笑，无所谓道：“一个刺客而已，分分钟虐杀。”你说什么？夏七瞪了过来，他也是一名刺客。哈，口误口误。苏北打了个哈哈，忽然神色一正，他想起来一件事。苏北抬头看向夏七，问道：“夏七会长，能不能和你打听个事情？”哼，说。夏七冷哼了一声，并没有借机要挟苏北跟他去次元通道，这点底线他还是有的。刚刚那个西巴国刺客觉醒技能是与盗窃有关，有没有办法预防？苏北皱着眉头问道。盗窃诸天这个技能有点恶心，他不得不防。若要是盖世神偷多挑战他几回，那他这一身好东西岂不是直接跟他说再见了？预防盗窃的装备。夏七沉吟了一下，低头自语道：“在我印象中，唯有25级副本王的遗迹会掉落一件抵御盗窃的饰品，不过那个饰品品质不太高，要是遇见高等级盗窃技能，几乎很难生效。这样吧，你等我下，我帮你问问王的遗迹吗？”苏北点了点头，他只要知道哪会出这个东西就行，至于品质什么的，交给暴击系统就 OK 了。一次不报，多来几次总会报的。去光明教会将5678符石弄到手后，我得赶紧升级去王的遗迹刷装备。苏北深深吸了一口气，他有一种预感，接下来的日子恐怕不会太安宁。夏七会长，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撤了。你的神师计划我会考虑的。苏北朝夏七点了点头，刚想着离开。你等等呀，我已经叫工会的人帮你去查了。夏七叫住了苏北，这倒让苏北有些意外。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夏七可是冷冰冰的，没想到背地里还是个热心肠。苏北摇头笑了笑，忽然他看到夏七一脸怪异的看向自己，有些欲言又止。怎么了？苏北疑惑。你真的没被盖世神偷偷走什么东西？夏七眼中闪烁着一道异芒。苏北摸了摸鼻子道：也不能说没有，他确实偷走了我身上一件垃圾装备，怎么了？一件垃圾？夏七翻了翻白眼，无语道：你看看神域论坛就知道了，有什么问题吗？苏北疑惑着将神域论坛打开，下一秒，一道点击量超过20亿，被高高置顶的帖子映入苏北眼帘。世界第一，西巴国镇国之宝。镇国之宝什么鬼？要不要这么中二？苏北带着疑惑的表情点了进去，随后一个截图映入他的眼帘，加999破魔披风点 JPG。 苏北，他们管这件垃圾叫镇国之宝。第72章，你那么强，带带我们怎么了？西巴国可真是自卑到骨子里了，在这哗众取宠有意思吗？夏国玩家暴君，哈哈哈，这图 P 的牛啊！西巴国的 P 图技术跟偷东西技术一样牛屁。夏国玩家今晚打老虎，夏国的家伙们，你们的眼光太过狭隘了，根本不知道我们西巴国到底有多强。西巴国玩家朴在万，有什么是西巴国有而夏国没有的呢？附图加999破魔披风点 JPG。 西巴国玩家金钥匙，提到西巴有而夏国没有的东西时，我只能想到灯塔国大兵。土耳其玩家阿卜杜拉，阿西巴，有钱人家谁还不雇佣几个保镖？西巴国玩家金钥匙，既然你们说有加999破魔披风，为什么当事人不敢现身？一群骗子！夏国玩家暴君，夏国人，你打的算盘，我在西巴国都听到了，当我是傻子吗？西巴国玩家朴在万，你居然知道自己是傻子，我小瞧你了。夏国玩家暴君，此时神域论坛无比热闹，不过大多数人都认定这就是个假图，还是土耳其玩家攻击力强啊。苏北摇摇头，脸色怪异的退出神域论坛，这可真是万万没想到，一件加999破魔披风就让整个西巴国奉为镇国之宝，那他这把加820000的破魔长弓岂不是该叫始祖神器了？苏北感到好笑，你被偷的那件垃圾不会就是加999破魔披风吧？夏七眼眸中闪烁着异色。苏北摇摇头否认道，加999怎么可能，这违反常理了，明明就是 P 的图，你违反的还少吗？夏七翻了翻白眼，不过任凭夏七怎么试探，苏北就是死不松口。好啦，我得走了。苏北朝夏七笑了笑，随后发动传送时直接闪人，六芒星阵闪烁，苏北唰的一下消失在原地。这个家伙
机缘送头上来了都不要。夏七咬了咬牙，也无奈的转身离开，准备以后有机会再说。当前位置赫顿马尔光明教堂。苏北径直走进教堂之中。尊贵的冒险者，欢迎光临光明教堂，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帮你。一道轻灵的声音传入他耳中。苏北抬头望去，只见一名浑身穿着圣洁牧师长袍、长相甜美的妹子从教堂内朝他走来。我来找主教大人，有一件重要事情汇报，是关于黑暗生物的。苏北小声对牧师妹子说道，这是法力风暴告诉他的触发条件。黑暗生物，您快跟我来。牧师妹子捂嘴惊呼，急忙将苏北邀请进教堂中。教堂内庭，你说的是真的？有黑暗生物正在攻打诅咒之地的前沿阵地。光明主教惊得从凳子上腾的一下站起身，千真万确，所以我才来将这件事汇报给你。苏北一本正经地说道，若不是需要触发前置任务，什么黑暗生物，直接过去一剑杀穿。诅咒之地的前沿阵地事关重大，可是我们没有多余的力量去支援那里。光明主教在内庭中走来走去，忽然他将目光看向了苏北，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诅咒之地支援他们。叮，你触发了隐藏任务，消灭黑暗。任务描述：前往诅咒之地抵御黑暗生物的进攻。完成条件：一、击杀所有来犯敌人，0100002，击杀黑暗指挥官摩羯，01。完成后，你将获得惊人的奖励。是否接受？接受。苏北直接接受任务。眼下任务触发和完成条件都与法力风暴说的一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任务在完成时间上是有一定限制的，越短的时间内完成，给的奖励就越高。如果在30分钟内完成，将会一次性得到5678符石。冒险者，请尽快出发吧。光明主教焦急地说道。好。苏北点点头，径直发动那件星辉，群体传送。六芒星阵闪烁，苏北消失在原地。当前位置诅咒之地。唰，六芒星阵从天而降，苏北出现在一片褐色的土地上。刚一现身，他发现许多 LV25 的玩家正一脸震惊望着自己。好像有点高调了。苏北摸了摸鼻子，倒是忘了这里是25级玩家的练级点了。苏北转身就想着朝坐标地点走去，就在这时，有一伙5人小队挡住了他的去路。有事？苏北皱了皱眉头，被人莫名挡住去路，这让他有些不舒服。这时，队伍中一名叫做惊雷的战士玩家走了出来，惨笑着对苏北说道：永业大佬，能带我们吗？我们这配置杀怪太慢了，抱歉，我现在有事要做。苏北闻言有些无语，我比你们等级还低呢，好吧。要说平时，可能他会帮着杀几个怪，一丝一丝。不过现在，抱歉，真的是没时间。见苏北拒绝了自己，惊雷脸色有些难看。此时，其余几名玩家也相继走上前来，围住了苏北。求求永业大佬了，只占用你1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吗？带我们吧，这里的怪太难杀了。你那么强，可怜可怜我们这群小号吧。我说了，我有事。苏北目光一冷，随后挤开人群，朝着任务坐标点走去。随着苏北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刚刚拦住他的几名玩家一脸不爽地说道：拽什么拽，特么的一点同理心都没有，那么强带我们怎么了？见苏北头也不回地离开，队伍中有个玩家一脸不爽地骂了2句。嗨，人家可是大佬，不理你不是太正常了吗？马德，我要是有他那身装备，绝对会帮一手小号，不然要那一身装备有何用？没错，亏我还一直把他当做偶像呢。我呸！我诅咒他一会突然暴毙。第73章退后，我要开始装逼了。当前位置诅咒之地前沿哨所。苏北前进了1000米左右，很快他看到在远处赤色大地上屹立着一座光明哨岗。不过此时，这所光明哨岗给苏北的感觉很不对劲。哨岗内的光明教堂不再散发圣光，就连圣光护罩都没有开启，被攻破了。苏北刚要迈步向前走去，忽然苏北猛地抬头向天空望去，他感觉到天上有极为剧烈的魔法波动。就在这时，呜，一阵嗡鸣声传来，黑漆漆的云层忽然被染得通红，紧接着一颗冒着滚滚浓烟的火焰陨石突然穿破云层，从天而降，带着炽烈的高温坠进光明哨所。轰！火焰陨石坠落，剧烈的爆炸声响起，整个前沿阵地一阵地动山摇，火光冲天。很快，一股烤肉的香味从哨岗所在方向随风飘来。
很显然，哨岗内的情况并不很乐观，要不然 NPC 不会用这种近乎疯狂的方式防守。在这里放禁咒的话，恐怕 NPC 们也会被我一并击杀。要是导致任务失败，就不好玩了。苏北眼睛眯了眯，打消了放禁咒的打算。毕竟这关系到他的神印符石。苏北握着长弓，快步赶到前沿哨所。放眼望去，哨所内已被一种浑身长满利刃的黑暗生物所填满，看来得杀进去了。苏北无奈地将禁忌之剑关闭，若不是为了照顾里面的 NPC， 早就一箭把整个前沿哨所都给射穿了。苏北刚迈步走进哨所，周围的黑暗生物猛地将视线投递过来，他们感受到了活人的气息。怪物们两眼放光，刚要作势前冲。咻咻咻咻，246000暴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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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害数字飘起，大批黑暗生物倒地。这种级别的怪物根本无法拦住苏北，完全是渐渐秒杀。提示：你击杀了一只黑暗生物，当前进度1/1000。提示：你击杀了一只黑暗生物，当前进度2.10000。提示不断响起，苏北如推土机一般，朝哨所中心区域快速推进。一路上，所有黑暗生物都被苏北屠戮一空。很快，苏北便来到了哨所指挥部，那是一栋由无数巨大石块堆叠而成的一个小堡垒。此时 ，NPC 卫兵正在堡垒入口借助地形与黑暗生物激战，不过情况也不容乐观。黑暗生物极具智慧，见正面攻不下，他们便开始在四周疯狂破坏起堡垒结构。照这么下去，堡垒迟早会自行坍塌。此时，堡垒内的 NPC 都有些绝望，黑暗生物如潮，杀都杀不进，他们抵挡不住了。顶住！我们的援军很快就会到达，胜利会属于光明。圣光守护，璀璨金光闪烁，将所有围攻指挥所的黑暗生物齐齐击飞。不过那名释放技能的牧师妹子，身体却软软倒了下去。战斗时间太久，她脱力了。黑暗生物很显然并不清楚怜香惜玉这个词，他们蜂拥而来，举起锋利的手臂对 NPC 牧师妹子狠狠斩了下去。不，有 NPC 骑士疯狂冲来，想将牧师妹子救下。这时，咻咻咻咻，246000暴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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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剑雨袭来，将所有攻向牧师的黑暗生物尽数击杀。这一刻，所有 NPC 脸色错愕，纷纷把目光望向箭矢射来方向。视线内，黑暗生物的尸体铺了一地，一名帅气非凡的游侠正在疯狂输出。246000暴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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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暗生物如稻草一般倒下。这一幕让所有困在指挥部的 NPC 心中升起了曙光。是我们的援军，我们的援军来了，他好猛哦！咻咻咻咻咻，246000暴击，246000暴击，苏北大爆手速，疯狂输出，顷刻间便将所有围在哨所的黑暗生物屠戮一空。见此情景，所有 NPC 都为之一愣，这冒险家太猛了！谁能告诉我黑暗指挥官摩羯在哪里？苏北朝 NPC 们露出一丝友善笑容。有哨兵说，摩羯正在黑暗之门那里等待着大军集结。一名牧师妹子红着脸说道：黑暗之门，谢谢。苏北礼貌一笑，他准备直接前往黑暗之门，将所有黑暗生物都围杀在那里。与其在这等着怪物来攻，还不如自己主动出击，这样任务完成来得更快一些。苏北身影缓缓消失，牧师妹子疑惑着问向身边骑士，为什么不拦住他呢？我记得黑暗之门那边很危险吧？闻言，骑士摇摇头，无奈道：这个冒险家很强，黑暗之门也好，黑暗指挥官摩羯也好，都无法拦住他的脚步。真的吗？也许今天过后，黑暗之门不复存在也说不定呢。那可太好了啊！苏北在 NPC 处获得黑暗之门消息后，便朝着目标方向前进。很快，一个巨大的黑暗门户远远映入苏北眼帘。此时，黑暗生物涌动，正不断通过黑暗之门从未知的地方传来，距离应该够了。苏北眯了眯眼睛，他要释放灵魂战鹰，直接一发禁咒炸了黑暗之门。灵魂战鹰，苏北将技能释放。提示：你的攻击射程加1000米。灵魂战鹰在天空中翱翔。忽然，苏北发现有几个熟悉的身影
正在朝着黑暗之门进发，正是刚刚拦住自己的那几名小号。他们似乎是想要去那边杀怪，真是麻烦。苏北皱了皱眉头，他若要是此时释放箭矢，禁咒会一瞬间将这几名小号吞没，还是让他们去其他地方杀怪吧。苏北发动传送时，闪烁到这几人身旁，唰，光芒闪烁，苏北出现在几人面前，拦住了几人的去路，这让几人为之一愣，有些意外。战士惊雷眼神闪烁，玩味道：“永业大佬，有事？你们去西边杀怪吧，那里怪不是很密集，比较适合你们。”苏北伸手指了个方向，透过灵魂战鹰双眼，他发现那边怪物也不少。你这是在驱赶我们吗？战士惊雷不爽地问道。刚刚不带他们，现在又来赶他们走，要不要这么霸道？嗨，这不明摆着的事吗？人家永业大佬要包场了，就不走，他能怎么着啊？这怪可不是你们家的吧？我开视频了，我要让所有南疆大区玩家都看看，永业是个什么臭线。闻言，苏北笑了，并没有生气，而是转头的看了一眼说录视频的那名玩家。开始录了吗？苏北帅气一笑，开了。你要做什么？录视频玩家有些不明所以。闪开，我要开始装逼了。苏北狡黠一笑，转身朝着黑暗之门射出一道箭矢，咻，箭矢划过，径直命中黑暗指挥官摩羯。下一秒，整个黑暗之门上空，无数陨星带着毁灭一切的气势从天而降。禁咒，陨星幻灭。第74章，黑暗督军，这不是助我升级的小可爱吗？嗡嗡嗡嗡，黑暗之门上空，一道道五彩斑斓的元素陨星自云层中显露，物体坠落的声音响彻天际，一颗颗元素陨星拉着五彩斑斓的尾焰朝地表坠落，轰轰轰，剧烈的撞击声响彻这片天地，一颗颗陨星向着黑暗之门碾压而去。2460000 2460000 2460000 2460000。此时，惊雷五人组目光呆滞地站在原地，感觉自己人都傻了。他们何时见过这种场面？就在这时，轰！一道剧烈的爆炸声从远处响起，将惊雷五人组震翻在地。还未等他们站起身，下一秒，轰轰轰轰，更为剧烈的魔法波动从黑暗之门方向传来，一颗颗元素陨星接连炸裂，五颜六色的元素光辉此起彼伏，整个黑暗之门都被夷为了平地。黑暗指挥官摩羯与他的上万小弟还未反应过来，便一起吃着火锅，唱着歌共赴黄泉。提示：你击杀了一只黑暗生物，当前进度7832-10000。提示：你击杀了一只黑暗生物，当前进度10000-10000。提示：你击杀了黑暗指挥官摩羯，当前进度11。提示：你共计获得了38万经验值，你的等级提升至 LV20， 你的所有属性加300。提示：你的任务已完成，用时5分23秒，请找光明主教领取任务奖励。提示音不断，击杀上万只怪物。苏北从 LV17 瞬间升到 LV20， 回去交任务吧。苏北懒得理会呆滞在原地的五人组，他可是很忙的。等将5678号神印符石弄到手，他要去将等级快速提升至 LV25， 这样的话就可以去刷王的遗迹副本了。只要把阻止盗窃的装备刷到手，苏北准备开启强制挑战令，把被那贼人偷走的加999破魔斗篷给夺回来。虽然那件装备是垃圾不假，但即便是垃圾，也不能留给西巴国那帮家伙，省得他们一天到晚装逼。我苏北的东西可不是那么好拿的。苏北冷哼了一声，刚要离开，忽然间，是谁破坏了黑暗之门？一道低沉愤怒的声音从黑暗之门方向传来，紧接着，一头体型巨大、头顶绿色火焰、手持重型战戟的黑暗生物强行开启一道黑暗门户，自门户中缓缓走出。黑暗督军奥斯，类型恶魔生物，稀有度传奇级，等级 LV50， 生命值1500000，法力值12万，攻击力50000-48000，物攻魔攻，防御力1500-1600，物防魔防。技能瞬劈斩，横扫攻击，对目标发出撕裂攻击。幻影闪身化幻影，对敌人发动致命一击。召唤恶魔，召唤大量恶魔生物，对敌人进攻。召唤石像鬼，召唤石像鬼，对敌人进攻。还有头传奇级小 boss。苏北有些兴致缺缺，不过既然遇见了，就杀了吧，好歹也是50级传奇级，弄点经验什么的还不错。
苏北佯攻，刚要射出箭矢，就在这时，黑暗督军奥斯手中战戟一震，发动了召唤恶魔技能。数十座一人大小的传送门闪烁，足足有数百名恶魔生物从传送门中涌了出来。挺能招，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经验。苏北眼前一亮，决定试试。咻！一箭射出，精准命中一头恶魔生物头颅。2460300，暴击！提示：你击杀了 LV50 恶魔守卫，获得经验5000点。经验这么高，苏北心中一喜。刚刚他击杀了上万只小怪，也不过才获得了38万经验值，平均下来一只怪才38点。眼下只要击杀这数百名恶魔卫士，经验就几乎与刚才持平了。这哪是敌对的黑暗督军，这不是帮我升级的小可爱吗？苏北眼中光芒闪烁，越看黑暗督军越觉得他有些眉清目秀。你可要给点力啊！咻咻咻！苏北将禁忌之剑关闭，对恶魔卫士发起了攻击。他要利用眼前这个丑陋的小可爱，把等级提升至 LV25。咻咻咻咻！2460300，暴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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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你击杀了 LV50 恶魔守卫，获得经验5000点。提示：你击杀了 LV50 恶魔守卫，获得经验5000点。提示：你击杀了 LV50 恶魔守卫，获得经验5000点。咻咻咻！一只恶魔守卫被击杀，苏北经验快速上涨。提示：你的等级提升至 LV21，所有属性点加100。提示：你等级提升至 LV22，所有属性点加100。金色光芒闪烁，忽然，久违的暴击提示再度响彻在苏北耳边。你触发了万倍暴击。第75章，我杀之蜥蜴，跟你个小可爱有什么关系？你触发了万倍暴击，恭喜你获得所有属性加1000000。听到提示，苏北眼睛一亮，所有属性提升100万，那岂不是？苏北连忙打开角色面板扫了一眼 ，ID 永夜，被封印 99%， 等级 LV22， 种族人类，职业万灵主宰，未觉醒，生命值710万，生命恢复速度100万5秒，魔力值500万，魔力值恢复速度50万5秒，物理攻击10001加1230000，魔法攻击1万加1230000，物理防御800万，所受物理伤害负1300万，魔法防御500万，所受魔法伤害负300万，体力加10001，力量加10001，智力加10000，敏捷加10002，天赋永不磨损，略啊，舒服。苏北眼中满是惊喜，属性受到暴击，这还真是进入神域后的头一次。与装备物品受到暴击相比，他更倾向于属性暴击，毕竟装备算是外物，而四维属性增长，这可是实打实的提升自身实力。据说自身属性越高，对现实的实力增幅便越强。虽然不知道这个说法准不准，但属性获得提升显然是非常有好处的。继续吧。苏北眸光闪烁了一下，转头看向黑暗督军奥斯。此时黑暗督军奥斯见到苏北目光扫来，顿时有些毛骨悚然，急忙挥动战戟，召唤出一大片石像鬼守护在自己周围。石像鬼冲锋！黑暗督军奥斯指挥石像鬼朝苏北冲锋，紧接着他迈开沉重的脚步，头也不回地朝远处跑去。砰砰砰砰！黑暗督军奥斯迈开4条腿，撒丫子就跑，速度快到极致，转眼间就消失在地平线上。想跑？苏北看着黑暗督军逃离的背影，不由有些想笑。他的等级还没到 LV25， 哪能让黑暗督军这个小可爱轻易走掉？苏北佯攻急射，箭矢如同雨点般冲向天空。咻咻咻咻！2480002，暴击！2480002，暴击！2480002，暴击！提示：你击杀了 LV55 石像鬼，获得经验7000点。提示：你击杀了 LV55 石像鬼，获得经验7000点。提示：你击杀了 LV55 石像鬼，获得经验7000点。苏北如打飞机一般，迅速将天空中的石像鬼尽数击落。随后，苏北借助灵魂战鹰的双眼，发现了黑暗督军奥斯，溜得倒是挺快。苏北笑了笑，在原地一个闪烁，朝黑暗督军奥斯逃离的方向追了上去。太可怕了，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人类？还好他没有追上来。黑暗督军奥斯边逃边转头看那个恶魔有没有跟上来，一路快速奔袭。
刚刚停下脚步喘口气，忽然他的余光不经意间瞥到一个人影。嗷嗷！黑暗督军奥斯怪叫着向后退了数步，因为那个恶魔不知什么时候拦在了他前方，刚要调转方向继续跑。你要去哪？苏北朝黑暗督军奥斯露出一丝和善的笑容，这一幕落在黑暗督军奥斯眼中，让他顿感毛骨悚然。未等他开口说话，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如何？苏北友善的笑了笑，不过眼中却闪过一丝狡黠。什么交易？你们人类不值得信任。黑暗督军奥斯沉声说道。你还挺聪明。苏北玩味一笑，忽然冷声道，你现在有2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召唤小弟让我杀，事成后我放你走，我保证不会主动攻击你；二是你拒绝我，然后去死。选吧。哈哈哈哈，让我为你服务。黑暗督军奥斯冷笑不已，不屑道，你太小瞧我们黑暗一族了，更何况我可是一名英勇的督军。我选一。迫于苏北的淫威，黑暗督军奥斯屈服了，本着死小弟不死自己的原则，他开始帮助苏北升级。为此两人还签订了契约，只要帮助苏北升到25级，那么苏北便不能主动攻击他，否则苏北就会永坠冥界。一只只怪物被召唤，苏北等级快速提升着。提示：你击杀了 LV55石像鬼，获得经验7000点。提示：你击杀了 LV55石像鬼，获得经验7000点。提示：你的等级提升至 LV24， 所有属性加100。金光闪烁，苏北再次升了1级。正当他想要继续的时候，发现黑暗督军奥斯正在一旁喘着粗气，似乎是累到了。行不行啊，细狗，能不能给力点？苏北有些嫌弃的看了一眼黑暗督军奥斯，距离 LV25 还差 70% 经验，结果黑暗督军这个小可爱竟然萎了，真是太不中用了。开启传送门是需要体力的，我又不是永动机。黑暗督军奥斯强忍着怒意说道，搞快点，搞快点。苏北在一旁不耐烦地催促着，他的时间可剩不多了。召唤石像鬼。提示：你击杀了 LV55石像鬼，获得经验7000点。提示：你击杀了 LV55石像鬼，获得经验7000点。提示：你击杀了 LV55石像鬼，获得经验5000点。提示：你的等级提升至 LV25， 所有属性加100。刷！金光闪烁，苏北等级升至 LV25， 不过并没有触发暴击系统。此时距离光明主教的任务还剩下3分钟。人类，这下该让我离去了吧？黑暗督军奥斯警惕地看了一眼苏北，两人虽然有契约在身，但他并不信任这个人类。把你身上的东西都交出来，你就可以走了。苏北神色淡然道：50级传奇级 BOSS， 身上再不济也会有点玩意。你……黑暗督军奥斯瞪大了眼睛，这个贪婪的人类简直跟地精一族有一拼，压榨他的体力不说，现在还要掏空他。黑暗督军奥斯怒视着苏北，将一件件物品交了出去。提示：你获得了暗属性附魔卡，传说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邪能战戟，传说级乘1。这么穷，你是不是把好东西藏起来了？苏北上下扫视着黑暗督军小可爱，似乎想再敲诈点东西。我战戟都给你了，你还要怎么样？黑暗督军奥斯有些崩溃，这人类简直比恶魔还恶魔。穷鬼，走吧走吧。苏北不耐烦地摆了摆手，示意他赶紧消失。不过他的目光却在四下找寻着什么东西。哼，等我召唤伟大的黑暗血魔降临，定要你好看。黑暗督军奥斯眼底闪过一道冷芒，若不是为了伟大的计划，他怎么可能屈服于一个人类？刚转过身要开溜，就在这时，咻！一支箭矢擦着黑暗督军奥斯下体而过，命中在他脚下路过的一只小蜥蜴。你干嘛？黑暗督军奥斯被吓了一跳。苏北玩味一笑，戏谑道：我杀个蜥蜴而已，跟你个小可爱有什么关系？走你的，我得赶紧离这个家伙远点。黑暗督军奥斯真是怕了苏北了。就在这时，他忽然感觉到自己胯下正传来一股恐怖的魔法波动。黑暗督军奥斯疑惑地低头看去，什么情况？脑海中刚浮现出这个念头。就在这时，轰轰轰，剧烈的魔法波动轰然爆发，无数道粗大的熔岩火柱从地底喷射出来。禁咒：地狱烈焰24800002。第76章1亿点光明阵营声望。无影宫死亡低语。提示：你击杀了黑暗督军奥斯，获得经验10万。提示：你拾取了任务道具黑暗一族的密函。或许真是被苏北给掏空了。黑暗督军奥斯没有掉落出任何战利品，
不过却掉落了一件任务道具，这让苏北有些意外。黑暗一族的密函，内容 G 乘。介绍：把它交给光明主教，你会获得丰厚的奖励。也不知道这上面写的什么鬼东西。苏北表示看不懂，不过能获得奖励总归是好的，回去交任务吧。刷，六芒星阵闪烁，苏北随着光芒消失。当前位置：赫顿马尔光明教堂。苏北出现在光明教堂内。想不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光明主教急忙迎了上来，浑浊的眼睛中闪烁着惊叹。提示：你完成了任务，前往诅咒之地。提示：你获得了1000点光明阵营声望。任务完成提示出现。苏北知道，接下来才是重头戏。这是感谢你守护这个世界的奖励。光明主教和蔼地笑着，伸手从怀中拿出4块神印符石，递给苏北。提示：你获得了神印符石艾斯5至尊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神印符石伊斯6至尊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神印符石塔尔7至尊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神印符石拉尔8至尊级乘1。4块神印符石到手，苏北脸上多了一丝笑意。法力风暴没有骗他。哦对，背包中还有一份黑暗阵营的密函，不知道会得到什么奖励。苏北将密函取出，递给光明主教道：这是我从一名黑暗督军身上搜到的物品。这是黑暗一族的密函。光明主教脸色一变，郑重地将密函接过。在查阅了一番后，光明主教微微俯身，对着苏北郑重道谢。这份密函事关重大，还好你把它及时送了过来。提示：你上交了黑暗一族密函。提示：你开启了光明教会的隐藏商店，永久。提示：你获得了10000点光明阵营声望。哦，光明教会的隐藏商店。苏北眼前一亮。光明教会的隐藏商店只有对光明教会做出重大贡献者才会开启，据说商店内的好东西极多，很多人都极为垂涎，但就是得不到开启的方法。苏北刚想着打开商店看看里面有什么稀罕玩意的时候，就在这时，熟悉的暴击提示音再次响彻在苏北耳边。你触发了万倍暴击，恭喜你获得了10000000000点光明教会声望。给力！这1亿光明教会声望来的正是时候，因为光明教会隐藏商店中的物品只能通过声望才能购买，雪中送炭也不过如此了。苏北心中惊喜，旋即他直接对光明主教说道：麻烦帮我开启隐藏商店。好，里面的好东西很多，希望你能喜欢。光明主教对苏北和蔼地笑了笑。金色圣光闪烁，闪烁着各色光芒的物品道具瞬间映入苏北眼帘。你开启了光明教会隐藏商店。武器光焰剑烈日裁决神级，售价8888万声望点。武器无影弓死亡低语神级，售价8888万声望点。武器诸神灭魂笔神级，售价8888万声望点。武器魔音护魂法杖神级，售价8888万声望点。物品掉落卡神级乘10，售价500万声望点。宝箱进化卡神级乘10，售价500万声望点。无极别附魔卡神级乘1，售价500万声望点。强化保护卡神级乘1，售价500万声望点。好东西真是不少啊！苏北两眼放光，这些物品他都很是中意，尤其是那把无影弓死亡低语，那属性简直是长在他的心巴上。先把那长弓买了。苏北没有犹豫，直接选中无影弓死亡低语，快速点击了购买。叮，你购买了无影弓死亡低语乘1，你失去了8888万声望。苏北打开背包，将目光望了过去。片刻后，苏北忍不住称赞道：这属性真是突出一手无敌。第77章无影弓死亡低语。无影弓死亡低语，类型武器，稀有度神器，等级 LV100， 耐久3300，永不磨损。装备属性，物理攻击加50000，魔法攻击加35000，暴击正1000%，攻击速度正1000%，装填速度正1000%。附加效果，无影弓死亡低语在弓弦张开时会自动制造一支隐形魔法剑，隐形魔法剑无声无息，可以附加一切技能效果。附带技能，弱点击破攻击敌人的弱点，并造成 2x 物理攻击力伤害。致命一击攻击血量低于 20% 的敌人时，对目标造成额外伤害加成 4x 物理攻击力。暴躁，
看着无影宫死亡低语的属性介绍，苏北眼中满是笑意。隐形魔法剑外加2个附带技能，无论哪个效果单独拿出来，都称得上是极品。结果这把长弓却兼顾了所有，这属性真的是爆炸！回头去找凯莉强化一手，只要触发万倍暴击，这把死亡低语的攻击力将直接炸裂。唯独可惜的是，得100级才可以使用。苏北想了想，把目光投向商店中的无级别附魔卡。无级别附魔卡效果：使用后将目标物品等级 LV50，每个物品只能使用一次。提示：对物品使用后，该物品将成为你的专属物品，即使掉落别人也无法使用。买一个吧 ，LV50就能用也不错。顺便买10张物品掉落卡，一会直接去王的遗迹刷装备。反正声望点还有，苏北也没什么好纠结的，直接消费。叮，你购买了无级别附魔卡乘1，你失去了500万声望。你购买了物品掉落卡乘10，你失去了500万声望。物品掉落卡能指定 BOSS 掉落哪件装备，虽然只对神级以下的物品才生效，但对苏北来说已经够用了。等我刷到那防盗窃的装备，就去拿回我的东西。苏北眼睛眯了眯，随后他转身与光明主教道别，便离开了光明教堂。从光明教堂出来后，苏北忽然忆起了一件事，那就是5、6、7、8号符石还没合成，不知道会合出什么好东西。苏北带着一丝期待，将4块神印符石合并在一起，刷，金色光辉闪烁，4块神印符石相合。提示：你获得了装备荣耀符文之语至尊级乘1，荣耀符文之语，类型辅助装备，稀有度至尊级，等级 LV1，附加效果：背包物品栏加1000乘1000个，神级物品掉率正 75%， 物理攻击魔法攻击每次命中目标后，为佩戴者回复 15% 血量，于地精商人处消费时所耗金钱负 99%。 这是一件全职业都能使用，功能性极强的至尊级装备，无论是神级物品掉率或者背包物品栏扩充，都是玩家们所热衷的。接下来该去王的遗迹了。苏北将装备收进背包，旋即取出传送时消失在了原地。当前位置王的遗迹，苏北出现在一处昏暗的场景。王的遗迹，王者级，1带4，单次 7W 或15枚灵魂晶石。骗子滚！有好心哥哥带吗？马德，还我灵魂晶石！你个骗子！王的遗迹里面只有 BOSS， 没有小怪，爆率什么的都很不错，所以不少玩家在这里刷图。不过王的遗迹是一处隐藏副本，想开启该副本，要么去老老实实做一系列繁琐的任务，要么就去随便组个队，成功通关一圈副本后就可以自动开通了。对于苏北来说，做任务是不可能做任务的，直接蹭车就行了。随便找个队，把王图开启后便自己单刷吧。苏北刚要打开队伍列表，这时提示：玩家又菜又爱玩，邀请你加入队伍，是否同意？苏北怔了一下，再看到副本信息是要去挑战王的遗迹，王者级10。苏北想了想，便直接加入了队伍。提示：玩家永夜加入队伍。看到提示，小队里的4名玩家都露出惊喜的神色，没想到永夜这么痛快的就进队了，他们还以为永夜会对自己的邀请不屑一顾呢。毕竟大佬们都是高高在上，不屑和小号为伍的。卧槽，爱玩牛啊，竟然把永夜给邀请进来了，大腿来了，这下你的任务应该是稳了。哈哈，又菜又爱玩，惊喜不已，对着苏北小心翼翼道：大佬，没什么问题的话就先进本了哈。能把永夜大佬邀请进队不容易，可得好好珍惜这次机会。好，进吧。苏北点点头，又菜又爱玩，使劲点点头，急忙选取副本难度。副本王的遗迹，当前记录碎星公会39分29秒，当前难度王者级，适合等级 LV25+，分配模式个人拾取。伴随着又菜又爱玩选择完毕，苏北几人进入王的遗迹。刷刷，光芒闪烁，苏北5人进入副本中。此处是一处皇宫地图，向前望去，能看到一个体型高达的 BOSS 端坐在王座之上，锤王波罗丁，王者级。在他脚下，4名身穿甲胄，浑身冒着不同属性能量光芒的骑士守护在波罗丁身侧。大佬，一会开怪后咱们一只只杀哈，在打那个守护卫兵麦拉时得小心点。在进入战斗时，他身上的颜色会发生变化，红色反弹全部物理攻击，蓝色反弹。未等又菜又爱玩说完，不需要这么麻烦。苏北笑了笑，旋即取出弓箭，
对着最终 BOSS 锤王波罗丁就是一剑。禁咒，海王之怒，潮汐怒浪凭空而起，一道手持三叉戟、看不清脸庞的巨型人影浮现在狂狼怒涛之上。只见他轻蔑地看了一眼锤王波罗丁，随意将手中三叉戟凌空一挥。下一秒，锤王波罗丁和他的4个小弟瞬间无形的力量碾压成碎片。与此同时，一则系统公告忽然响彻整个南疆大区。公告：新纪录诞生！恭喜玩家永夜，又菜又爱玩，爱吃桃桃。我是菜鸟 Icon。通关王的遗迹，王者级，用时15秒。评价 SSS。特此公告。又菜又爱玩望着眼前的一片汪洋，难以置信道：我他妈上电视了。第78章，守护之魂到手，该把我的东西还回来了。刷，光芒闪烁，苏北径直闪现到战利品旁。反正是个人拾取，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提示：你开通了王的遗迹，王者级。提示：物品掉落卡生效，你获得了守护者之魂传奇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神印符石欧特9至尊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灵魂晶石传奇级乘23。守护者之魂就是苏北想要的那件防盗窃装备。由于在开怪前他用了物品掉落卡，所以直接爆出了一个。不过可惜，并没有如他所愿直接暴击，多弄几次总会有的。虽然不知道暴击系统去哪鬼混了，不过苏北也没气馁，再接再厉吧。苏北朝几名小号点点头，便径直退出了副本。他要一直刷到触发暴击为止。此时，碎星公会，这永夜也太不给面子了吧，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破了我们的记录。魂灵破碎撇了撇嘴，人家为什么跟你打招呼？灵魂承载感到好笑，好歹也算是熟人一场吧，咱们还送给他不少东西呢。魂灵破碎有些难受，没想到昔日的话一语成谶，破天公会的记录被破完，终于轮到他们了。那你打算怎么办呢？灵魂承载好笑着问道。不知道魂灵破碎挠了挠头，永夜这个家伙太变态，把法力风暴那暴躁的家伙都给弄得没脾气。就算是他们想要对永夜做点什么，也没那个实力，说不定还会惹祸上身。其实你也不用这么悲观，永夜如此强大，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灵魂承载目光闪过一道亮芒。怎么说？等他到了满级的时候，势必要加入团队，才可以去挑战魔龙巢穴。到时候就是咱们的机会。灵魂承载深深吸了一口气。南疆大区进度落后，终于盼来永夜这样的猛人了。那我们就对永夜放任自由。没错，如果他需要的话，我甚至愿意助他一臂之力。你，魂灵破碎刚要继续往下说，就在这时，系统公告再度来袭。公告：新纪录诞生，恭喜玩家永夜，通关王的遗迹，王者级，用时1秒。评价 SSS。特此公告。魂灵破碎看得目瞪口呆，良久后终于发出一道呢喃：永夜可真是个变态。王的遗迹副本中，苏北身上迸发出一道金色光芒。提示：你的等级提升至 LV26，你获得了100点所有属性。5秒钟，连通5次王的遗迹，王者级，让苏北等级提升至 LV26。这要是企鹅，我号早被封了。苏北笑着摇摇头。旋即将地上的战利品尽数拾取。提示：物品掉落卡生效，你获得了守护者之魂传奇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神印符石欧特9至尊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灵魂晶石传奇级乘17。苏北径直将守护者之魂拾取。就在这时，期盼已久的暴击提示终于姗姗来迟。叮！你获得了守护者之魂传说级，触发质量暴击成功，倍数10000倍。恭喜你获得了物品守护者之魂神级。终于来了。苏北眼睛眯了眯，径直打开背包查看起来。守护者之魂，类型饰品，稀有度神级，等级 LV25，耐久27%/27，永不磨损。装备属性：物理防御加3500，所受所有伤害降低 5%。附加效果：守护之魂神级，你的装备不会因死亡、窃取等技能而掉落。终于到手了。苏北嘴角微微上扬，他原本还以为得刷个180次才能弄到，现在才发现，他格局小了。小西巴们，该把我的东西还回来了。苏北取出强制挑战令，径直将盖世神偷的名字写了上去。挑战西巴国玩家盖世神偷。
此时，西巴国三星公会一众高层都聚集在三星公会驻地。盖世神偷，你不觉得自己有些贪婪了吗？三星公会元老不怀好意地看着盖世神偷。那你认为加999破魔披风能值多少？盖世神偷好整以暇，根本不慌不忙。你想要副会长职位，还要加入三星开荒团，还要让5名女玩家时刻陪你身边，恕我直言，恐怕是不行。三星公会元老冷声说道。那既然谈不拢，还有什么好说的？ SKT 可是给我开出了高价。盖世神偷脸上洋溢着自信笑容。反正加999破魔披风在手，慢慢谈就是了。你不会认为来到这里还能走得掉吧？三星公会一众玩家将盖世神偷给包围起来，交出破魔披风，给你留个体面的死法。阿西吧，你们不讲武德！盖世神偷瞪大了眼睛，没想到三星公会竟然来了这么一出。把东西交出来吧！三星公会成员眼神冰冷，宛如看一个死人。正当盖世神偷有些绝望的时候，忽然一道赤红色光芒从天而降。华国玩家永业对你发动了强制挑战令，挑战将于5分钟后开启。见到提示，盖世神偷大喜，兴奋道：阿西吧，永业，你真是我的救星！第79章到嘴的鸭子飞了，一帮杂碎都去吃西吧，你们！哈哈！猩红色光柱降临，盖世神偷狂笑着消失在三星驻地，这让一众三星公会成员脸色都十分的难看。阿西吧，究竟是谁居然敢在虎口中拔牙？除了 SKT 和 DK 以外，还能有谁？别人哪有这么大胆子？副会长说的没错，一定是他们2家公会干的。看来是时候让 SKT 和 DK 知道什么叫做西巴国第一公会了。一众三星公会成员暴怒不已，毕竟到嘴的鸭子飞了，任谁一时间也难以接受。阿西吧，一会盖世神偷回来，我们一定会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得罪三星公会的下场。没错，还有 SKT 和 DK 公会也早该解散了。一众三星成员骂呀骂不停，把盖世神偷全家都问候了个遍。正当一群人喋喋不休，暴跳如雷时，我觉得这件事不太像是 SKT 和 DK 做的。三星会长李优男打断了他们。闻言，一众三星公会成员都疑惑着望了过来。有公会元老皱眉道：除了 SKT 和 DK， 会有人敢招惹咱们三星？除了他们2家公会，我实在是想不出来还有谁。呵呵，李优男阴柔的笑了笑，慢丝条理道：也许是其他国家的人也说不定呢。阿西吧，这怎么可能？神域论坛上的图片我看了，根本没有人把盖世神偷公布出去啊。三星副会长表示理解不了。你们有没有想过，加999破魔披风为什么之前没有出现过？李优男笑了笑，目光中闪过一丝睿智。这一众三星成员闻言纷纷露出思索的神色。加999破魔披风出现的确实很离奇，就好像凭空出现在西巴国一样。所有人到现在都没弄清楚，这件披风到底是盖世神偷从哪里弄到的。如果真要是像盖世神偷所说，是他自己强化出来的，那恐怕早就在西巴国掀起轩然大波了。不过他们有些不明白，现在还提这个似乎没用了吧？毕竟盖世神偷都被人弄走了，破魔披风十有八九会易主。会长，现在说这些似乎有些晚了吧？三星副会长溥一辉皱眉道。而且我感觉盖世神偷应该是留不住加999破魔披风。李优男摇头阴柔一笑，无所谓道：留不住又能怎么样？我们再把他抢回来不就得了？可若要真的是那些大国出的手，我们该怎么办？难道溥一辉眼中闪过一道异芒？这要是其他国家出的手，那这件事可就大条了，很容易上升到国战的地步。毕竟那可是世间独此一件的加999破魔披风，是无数人追求的顶级宝贝，任谁见了都得心动。大国？李优男脸色一沉，冷笑道：那就是时候让这些所谓的大国见识见识我西巴国的真正实力了。此时另一边，唰，光芒闪烁，苏北和盖世神偷一起出现在空中平台上。阿西吧，永业，我没找你，你却先主动上门找我了。盖世神偷两眼放光，站在原地不停的叫嚣。此刻他是真的有点激动了，因为他看到苏北的装备并没有更换，还是上次那一身，那岂不是说自己又要有所收获了？盖世神偷两眼放光的盯着苏北，就和看到了绝世宝藏一般没什么两样。呵呵，苏北抽出一道剑矢搭在长弓之上，冷笑道：遗言说完了。未等盖世神偷反应过来，咻，苏北直接射出一道剑矢。哈哈哈！永业，
你杀我再多次又如何？我会成为你的梦魇，始终纠缠着你。盖世神偷自信的放声狂笑，他甚至连躲都懒得躲了。毕竟最后的赢家是他。24800003，禁咒席卷，伤害数字飘起，直到血量降低至极点的时候，盖世神偷终于释放了他的拿手技能——觉醒盗窃诸天。紫色大手缠绕，袭向苏北。得手了！盖世神偷大喜，他在内心盘算着，这一次他能捞到什么好东西，丝毫没有在意天空中劈来的雷霆。眼见即将得手，就在这时，嗡！苏北身上忽然窜出一道手持重剑、身穿厚重甲胄的骑士虚影。只见骑士虚影重剑一挥，竟硬生生将盖世神偷的紫色大手斩碎。阿西吧，这不可能！盖世神偷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满脸的难以置信。下一秒，雷霆降落，盖世神偷化成飞灰消失。这种货色还想成为我的梦魇？苏北冷笑着摇摇头，在将战利品尽数收入背包后，便返回了城镇。他准备去决斗场，将101112号符石弄到手。阿西吧，盖世神偷这个狗东西，怎么还不回来？三星驻地有3星成员焦急地在原地踱步。盖世神偷这才去了10几秒钟而已吧，就算再废物，也能坚持几分钟吧。3星副会长溥一辉无奈一笑，在他们看来，破魔披风被抢那一定是板上钉钉的事。现在只要等待盖世神偷回来，他们问清楚是谁挑战的他，就一切 OK。10几秒，我感觉过了1个世纪了。再等等吧，溥一辉好笑着摇摇头。一个刺客想落败哪有那么容易？就在这时，猩红色光柱闪烁，盖世神偷浑身赤果，带着一脸的难以置信，从光柱中现出身影。这一幕让所有3星成员都为之一振。猎物回来了！阿西吧，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盖世神偷喃喃自语，全然没注意自己已经被一群3星成员给包围了。就在这时，一道冷冰冰的话语将盖世神偷从迷茫中惊醒。盖世神偷，你还可以说一句话。人群散开，3星会长李优男慢悠悠地走上前来。什么一句话？盖世神偷抬起头，神色有些迷茫。直到这一刻，他才看到四周所有3星成员竟然都在对自己露出怜悯的神色，似乎有什么大恐怖的事即将发生在自己身上。我说，问我什么都说。盖世神偷急忙表态，给过你机会了。李优男冷冷一笑，旋即伸手打了一个响指。觉醒，灵魂剥夺。第80章，挑战南疆大区，是兄弟就来砍我。觉醒，灵魂剥夺。伴随着李优男一声低吼，整个3星驻地瞬间变得无比阴暗起来，鬼影乍现，恶灵在空中乱舞。这一刻，仿若打开了黄泉之门。这是盖世神偷神情惊骇的想要往后退几步，不过任凭他怎么努力，那双脚就跟不是自己的一般，死活都挪不开地面。盖世神偷疑惑着低头一看，映入眼帘的一幕直接吓得他亡魂皆冒。不知何时，数十只面目狰狞的恶鬼正用长长的舌头死死缠绕住了他的双脚。见他低头望来，所有恶鬼还齐刷刷的朝自己露出瘆人的笑容。这诡异的一幕差点让盖世神偷直接吓尿。正当他想要求情，想让李优男放过自己一马时，下一秒，呜呜唧，伴随着诡异的低吼声，一只面目狰狞、无数獠牙外翻的恐怖生物忽然凭空乍现，出现在盖世神偷头顶。紧接着，那恐怖生物伸出一只的巨爪，狠狠朝盖世神偷头颅拍下。砰！巨爪拍落，盖世神偷浑身猛地一颤，神情更是变得无比呆滞起来。随着巨爪一点点离开盖世神偷头顶，啊！盖世神偷发出一道不似人声般的惨叫。下一秒，一道淡蓝色的灵魂体被巨爪给抓了出来。啊！盖世神偷的灵魂痛苦哀嚎，似乎在承受着极大痛苦，不过他却无法挣脱那恐怖生物的巨爪。与此同时，3星会长李优男得到了想要的一切。夏国南疆大区永业，李优男心中低语，目光闪烁出一道一芒。真想不到，这盖世神偷真是给他一个天大的惊喜。透过盖世神偷的灵魂，他知晓了一切。一个 LV26的小游侠，疑似拥有33符石，外加一身超乎想象的强化装备。要是杀了他的话，那这一切都会是我的了。念及此处，李优男激动不已。只见他伸手一握，竟硬生生的把盖世神偷灵魂捏碎。光是一个疑似拥有33号符石，就足够让他出手了。怎么样，会长？一众3星会员围了上来。此时，
任谁都能看得出来，会长李优男的情绪波动很大，并没有发现什么。李优男佯装不甘地闭上眼睛。事关33符石，就算是面对工会这帮老兄弟，那也得有所保留才行。其他东西我都可以不在乎，唯独33符石，它只能属于我。李优男心中怒吼，目光中有着一丝疯狂。若不是有挑战实现，他真想即刻出手，去永业那里取回本该属于他的东西。那是谁挑战的盖世神偷呢？三星副会长朴一辉有些不死心地追问着，他还对加999的破魔披风有些想法。闻言，李优男眼神猛然爆发出凶狠神色，冷冷道：“你不觉得自己的问题太多了吗？”朴一辉不敢直视李优男的双眼。平日里会长都是一副大局在握，与全会兄弟打成一片的模样，也就只有提及33符石的时候，才会如同变一个人。难道说……朴一辉目光闪烁着一芒，不敢再往下想了。不过此时他真是想去现实世界找到盖世神偷，好好问个明白。都散了吧。李优男轻飘飘地撂下一句话，随后便转身离去。事关33符石，他得好好探查一下情况才行。毕竟 LV26 的游侠能杀死盖世神偷，这本来就不符合逻辑。没有十足把握，他是绝技不会轻易出手的。此时南疆大区决斗场，禁咒雷神灭世，轰轰轰，紫色雷霆如瀑，将整个决斗房间洗礼了一遍。原本16人的个人战，一瞬间便决出了胜负，只剩下苏北一个人站立在决斗场中。擦！全屏攻击，这特么有法玩啊！溜了，就是啊，我还咔咔咔一顿乱秀操作呢。永业这个狗上来就禁咒洗地，这还玩个锤啊！妈蛋！永业有本事你开平衡场啊！大家靠真实 PK 技术定输赢。没错，我鄙视你，光靠装备获胜算什么本事？对，算什么本事？还来不来？不来我可踢人了。苏北表示无奈，他来决斗场是为了刷300场连胜，好尽快把3枚神印符石弄到手。若不是为了神印符石，他可真是没心情在这跟一群玩家打来打去。至于说靠装备获胜算什么本事，对此苏北只想一笑。我为什么要抛弃自己的优势，去跟你一较长短啊？那不是有病吗？踢我也不服，你就是害怕了。没想到你也会害怕。哈哈哈哈，没错，永业怕了，怕被我们杀死。人家永业是大佬，很爱惜自己的羽毛，怕不是打游戏打魔怔了吧？苏北摇摇头，直接把他们一个个踢出房间。他真是懒得跟这帮人废话。就这么的，又过了片刻，来来回回进进出出的玩家倒是不少，就是唯独决斗没有开起来。不少玩家进来一看是他，要么扔下一句狠话就退出房间，要么就是赖在观战席不走，得想想什么办法。苏北皱了皱眉头，见半晌都没有人来，他想了想，直接动用房主权限，将房间名重新设置了一下，挑战南疆大区，是兄弟就来砍我，这下应该可以了吧？苏北满意的点点头，随后他好整以暇地坐在月光酒馆中，坐等玩家上门前来找虐。第81章，那年我双手插兜，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挑战南疆大区，系兄弟就过来砍我。卧槽，这么嚣张的吗？苏北这房间名一出，整个南疆大区决斗场沸腾了。哟呵，谁这么狂妄，也不怕闪了大舌头？就是咱南疆大区那几位至尊10大佬也没这么狂过呀。至尊2狂战士申请出战。至尊2，看来我这卑微的至尊4刺客只能往后靠一靠了。放心吧，我会出手。至尊6圣职者，卧槽，炸出一群凡尔赛大佬。走，看看到底是谁这么狂，敢这么公开叫号。这一刻，无数玩家涌进了房间。不过在他们看到决斗场中央那道帅气的身影时，这帮好事的玩家们顿时不爽起来，每个人都骂骂咧咧的。靠，原来是永业。我说谁这么嚣张呢？为什么不是平衡场？拿装备压死人啊？这不是丧失决斗场的意义了吗？麻蛋，刚破完王的遗迹记录，又跑这来炸鱼了呀！不要脸，这永业真是太不要脸了。擦，不要脸咱们也没办法呀。谁让人家装备好？马德，现在靠装备，以后去了世界决斗场都是平衡局，看他永业怎么玩。这一刻，涌进苏北房间的玩家都有些想骂娘。整个南疆大区，谁现在不知道永业是什么样1号人物？那可是连3大公会之一，破天公会都招惹不起的存在，是个残暴的狠人。不过这也太不要脸了吧，创建的房间竟然是那种不管什么装备
技能、天赋都可以使用的不限制局，这让别人怎么玩？搞笑一样。溜了溜了溜了，一时间不少玩家如避蛇蝎般退了出去。玩家哗啦来了一群，又哗啦散了一片。见此情景，苏北摸了摸鼻子，暗道好像是有点过分。以他目前的装备，连 LV100的玩家都可以瞬杀，更不要说眼前的这些臭鱼烂虾了。不过干等下去，房间开不起来，那他得什么时候才能把101112号符石弄到手？这年头傻子还是太少了。苏北摇摇头，随后将房间对战状态重新设置了一下。这一次，他将房间设置成了平衡局，即平衡一切装备、技能差距，单纯以同等级角色固有属性开启决斗，无论任何段位、任何级别的玩家都可以进入。打个最简单的比方，也就是说，100级玩家与1级玩家战斗，100级玩家的属性将会瞬间被压制到1级，技能个数也会平衡到与1级玩家同样的地步。提示：平衡场设置完毕。随着苏北把房间设置完成，平衡场正式生效。不过此时，苏北眼中却有着一丝意外，因为在设置完房间后，他意外发现自己面板上的上万属性竟然没有丝毫变化。也就是说，系统默认为那暴击来的属性就是他固有的等级属性，这可就有点意思了。一会要是有100级玩家来搞事情，那100级玩家的属性将会被压制到26级，一个26级玩家的属性能有多少？而他自己却还是上万属性，哈哈，刺激！这下应该有不少人上当了吧？苏北眼中闪过一抹狡黠，眼睛转动之下，苏北坏坏一笑，随后又将房间名换了一个。那年我双手插兜，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苏北将房间设置完毕，随后就坐等挑战者上门。他没想到，这个房间名还真吸引到一些 PK 高手的注意。此时，决斗场广场中，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一名头顶暗红色至尊8称号的玩家看到苏北的房间名，不由觉得有些好笑。他名叫神血煞，是一名狂热的决斗场好战分子。由于他战斗意识高，手法无可挑剔，很快便将决斗等级干到了至尊8。至尊8，这在南疆大区中已经是决斗场最顶尖的那批选手之一了。让我看看你的实力有没有嘴那么硬。神血煞看着房间名，直接进入。唰，光芒闪烁。神血煞看到了苏北，这让他眉头挑了挑，内心当中确实有些意外。毕竟苏北的大名他可是早有耳闻了。不过当他看到苏北头顶那大大的青铜3后，神血煞当场就想退出房间。一个青铜3说自己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没挨过毒打是吧？噗！神血煞看着苏北笑了，还笑得很大声。别傻笑了，来不来？不来赶紧退。苏北毫不客气地说道，在他眼里，什么至尊、传奇、钻石的都坤爸一样，都是给他刷连胜的工具人罢了。行，就跟你个小青铜来一局好了，让你看看什么叫做至尊不可辱。神血煞冷笑着按下准备。见状，苏北径直按下开始，心中冷笑道：至尊不可辱，我打的就是至尊。3、2、1 ，Fight！ 伴随着战斗倒计时结束，苏北与神血煞一起出现在月光酒馆中。刚一落地，神血煞瞬间便开启了加速技能，暴走！血色气息缠绕，神血煞如同一道血色鬼影般左右横移着朝苏北飘来。这一幕让苏北暗暗点头，到底是至尊8玩家，还是有那么点东西的。在高速的左右横移下，游侠职业想要射中这种目标是非常需要预判的，一个预判不准就会被近战玩家欺身到近前。身法不错，可惜遇到了我。苏北眼睛眯了眯，随后扬起长弓，快速朝一个方向射了2箭。若是所料不差，箭矢飞过的时候，神血煞刚好会被箭矢命中。咻咻咻！为了防止失误，苏北站在原地继续射击。来得好！神血煞冷笑一声，随后在苏北诧异的眼神中，他竟然硬生生的在原地定住了脚步。只见他右手一握，一条由红色血气构成的能量手掌忽然朝着苏北抓来。血魔之握，血魔之握，锁定性瞬发技能，会使被命中的目标失去一定时间的反抗能力。虽然在此期间自身无法移动，但是会将目标拉向自己，是 PK 场中的神技之一。神血煞上来就开启暴走，为的就是快速接近苏北，将他拉到自己身边。毕竟战士打游侠就是要贴着打。唰！苏北被血色手掌束缚着，
被眨眼拉至神血煞眼前。十字斩！神血煞手起刀落，朝着苏北画出一道血色十字，刚要准备将连招继续下去，忽然神血煞眼一花，已经被他拽到近前，即将被血色十字击中的苏北竟然离奇消失了。神血煞有些傻眼。就在这时，苏北玩味的声音忽然从他身后传来：“你没听过7步以内枪又准又快吗？”第82章，没人来了，是谁在黑我？神血煞不假思索，猛地挥刀向后砍来。不过身后哪有苏北身影？刚一抬头，忽然他见到3只闪烁着寒光的箭矢映入自己的眼帘。狡猾的东西！神血煞暗骂一声，意识到苏北是故意说话，让自己挥刀露出破绽。这样一来，飞来的3支箭矢他就彻底避不开了。这是青铜3能做出来的事？反正神血煞不信。不过他并没有慌张，毕竟才3箭而已。作为一名狂战士，硬扛3箭根本无所谓。刚刚想到这里，就在这时，咻！10001，第1道箭矢命中，神血煞血条骤降1/3。这一刻，他终于慌了，惊道：“这是什么伤害？”他虽然很确定自己会被箭矢命中，但是真没有想到，苏北所造成的伤害竟然会这么高。这不是平衡场吗？怎么能打出这么高的伤害？离谱了吧！神血煞人猛了，下一秒，咻咻，10001，10001，一连2道伤害数字飘起，神血煞倒在了地上。提示：你被玩家永夜击败，用时13秒22。提示：你失去了12000点决斗点。刷，光芒闪烁，苏北和神血煞回到决斗席上。此时，神血煞还有些没反应过来，怎么可能呢？神血煞皱着眉头，打开角色属性 ，ID 神血煞，属性平衡，当前等级 LV26，当前物理攻击1260，当前血量29800。看着自己的属性，神血煞眉头越皱越深。是平衡场没错，关键是为什么自己的属性平衡了，永夜的属性却仿佛没有受到什么变化？出 bug 了？还是神血煞用眼睛不停打量着苏北？都说永夜这个人很不对劲，还真不是假的。你是不是开了什么科技？神血煞满脸惊怒地问道。你可真敢想！苏北一脚把他踹出了房间。连胜300场，得需要击败不同玩家300名，并不是说随便找人可劲刷就行。至于为什么踢了神血煞，他是不想因为口舌耽误时间，反正说了也不信。就在这时，刷，光芒闪烁，又有一名至尊4法师钻了进来。这个上人节奏才对吗？苏北眼中闪过一抹笑意。那么接下来就是疯狂上分时刻，8连胜，9连胜，10连胜，27连胜，28连胜，一连战斗近30场，苏北完全就是以碾压姿态取得胜利，简直不要太轻松。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实力在这，只要再持续一阵，300连胜分分钟钟。刚想到这，刷，光芒闪烁，又进来一人，又来人了。苏北眼中一亮，继续战斗。39连胜，40连胜，49连胜，50连胜，一连取得50场连胜。苏北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因为进来的玩家间隔时间居然一次比一次长了。第50名玩家，他足足等了10几分钟才等到，这就很奇怪。出去看看。想了想，苏北退出房间，来到了决斗大厅。此时，决斗大厅里是一片火热。兄弟们，千万不要进那年我双手插兜，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的房间。别怪我没提醒你们。没错，千万不要进，谁进谁 SB。有没有人管啊？这不是神域吗？神呢？永夜破坏游戏平衡，怎么没神管啊？就特么离谱！我一剑打永夜500点血，永夜2剑把我秒了。这要是说他没有挂，我倒立吃戏。俺也一样。楼上2个兄弟又想骗吃骗喝，说自己开挂的信息在决斗大厅中乱飞。其中以神血煞最为卖力，影响力也最广，毕竟是至尊8玩家，在决斗场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我说没人来呢，原来是有人黑我。苏北摸了摸鼻子，对于这种情况他倒是有所预料，不过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而已。有这帮人在这卖力的宣传，还能有人跟自己打，那才是见鬼了。该怎么办呢？3块隐身符石又不可能不要，
苏北在原地皱着眉头，思量着对策。忽然，一道熟络的声音响彻在苏北耳边：“遇见麻烦了。”苏北转头看去，发现夏七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自己身边。“你怎么来了？”苏北疑惑道。“你在决斗场坑人的事都传遍了南疆大区了，我就正好过来看看。”夏七眼眸中闪过一丝玩味。闻言，苏北不爽道：“所以你是来看笑话的？”“并没有。”夏七摇摇头，淡然道：“我是想过来做个交易。”苏北心中了然，夏七所说的交易，想必还是与那神师有关。其实，自从上次夏七提起这件事，他倒是有偷偷查询过。神血对玩家的觉醒作用确实很大，自己离 LV50级已然不远，也是时候该做出打算了。想到这里，苏北深深吸了一口气，直视着夏七道：“我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答应你，跟你一起去寻找那个东西。不过我有条件。”闻言，夏七轻轻一笑，展言道：“你说。”苏北顿了顿，淡淡道：“2个条件：一，神血平分，再告诉我它的使用方法；二，先帮我拿了300连胜的神印符石。”话落，苏北静静看着夏七，等待回复。没想到夏七竟然丝毫都没有犹豫，直接点头就答应了。这2个条件都没问题。闻言，苏北挑了挑眉头，暗道：“我这条件是不是开低了？”第83章300连胜达成，剑指神师。夏七不愧是陆神会长，办起事来那叫一个雷厉风行。在苏北点头同意后，当即发布工会公告，招来数百人为苏北刷连胜记录，这让苏北的进度骤然加快起来。51连胜，52连胜，199连胜，200连胜，还差100场，一连取得200场连胜。苏北深深吸了一口气，夏七到底是一会之长，在需要人员的时候还真是一呼百应。要不闲暇时我也建个工会玩玩。苏北沉吟了一下，不过很快他便打消了这一想法。工会建设涉及的东西实在是太多，诸如升级驻地、带领工会成员攻略副本、发展壮大什么的，都需要海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行。他也真是没有什么时间去打理工会这一套东西。与其浪费时间搞工会，还不如抓紧升级，收集神印符石，早日成神呢。相比建设工会，还是成神对我吸引力更大一些。苏北刚想到这时又有新的陆神成员加入房间。继续吧。苏北迫不及待再次投入战斗中。而此时，在观战席观战的夏七却暗暗心惊，因为苏北的伤害太高了。进入决斗场的陆神会员，无论是低级玩家，亦或者是100级玩家，均扛不住苏北3剑，这就很恐怖。要知道，这可是平衡场啊！平衡场怎么会出现这么不平衡的情况？夏七眉头轻皱，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他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情况。按照正常情况，参战双方的属性在平衡场规则的影响下，攻击血量什么的应该相差无几。想要取得胜利，得靠技术操作和意识取胜才对。哪像苏北这么变态，2剑就秒杀对手，打得别人连还手之力都没有。这跟直接无视决斗场规则几乎没什么两样，让人觉得离谱。想到这，夏七目光中闪烁着一芒，摇头自语道：“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永业做的离谱事可不少了。”细想之下，永业确实做了不少离谱事。在新手村拥有+16武器，打破新手村不会出现+10以上武器的规则。在 LV15级的时候，又在诸多满级大号围杀下全身而退，打破天空之城副本记录，触发神级隐藏 BOSS， 成功召唤万界商人。在这之后，又完成单挑世界 BOSS 壮举，在被33符石封印 99% 的属性下，又压得破天工会低头。这一件件事情叠加起来，打破决斗场规则似乎又有些平平无奇了。谁让永业做的离谱事着实有点多呢？不知道去次元通道后，你会带给我怎样的惊喜？夏七望着苏北挺拔的背影，眼神中充满期待。此时，苏北还在继续战斗中，200连胜，201连胜，299连胜，300连胜。咻咻，2道箭矢飞过，将陆神公会成员射杀。300连胜正式达成，光华闪烁。这一刻，苏北收到来自系统的提示：恭喜你取得决斗场300场连胜，获得特殊奖励。提示：你获得了神印符石、盖伦石、至尊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神印符石、亚瑟11、至尊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神印符石、索尔12、至尊级、乘1。终于到手了，东西到手。苏北朝夏七点点头，表示感谢。虽然是合作关系，但夏七也算是帮了他大忙了。
不然想靠他自己收集101112号符石，不用想，肯定会浪费很多时间。毕竟有几个混账东西正在决斗广场帮他卖力的宣传着。先合成。苏北将背包打开，把3块符石取在手中，径直将它们合在了一块。金光闪烁，一件闪烁着莹莹蓝光的物品出现在苏北手中。提示：你获得了装备魔环、抗性护符、至尊级成1，不知道属性怎么样。苏北带着一丝期待将背包打开。魔环、抗性护符，类型事物，稀有度至尊级，等级 LV1， 附加效果：所有魔法属性抗性正 40%， 被控制时间缩短负 40%。 装备后获得光环效果魔环、魔抗护盾。魔环每30秒对自身释放一次净化，清除所有负面效果，减速、定身、控制。魔抗护盾每30秒生成一道与生命值等同的魔法护盾，可吸收所有魔法能量。魔法抗性正 40%， 被控制时间缩短 40%。 这2个效果非常实用，能帮苏北有效缩短被控制时间。更何况这件至尊级物品还附带了2个技能，30秒一次解控，外加一个等同生命值的魔法护盾。虽然没到达魔免的水平，不过对苏北来说也还算可以，还不错。苏北笑了笑，将物品收进背包，随后他把目光投向观众席上的夏期，是不是该跟我讲讲那具神尸的事了，以及其中风险？苏北好整以暇，不慌不忙地问道。虽然他不知道夏期是怎么发现那具所谓的神尸，不过随便一想就知道这个事情指定没有那么简单，毕竟这玩意事关重大。夏期真要是有实力去拿，想必早就出手了，根本不会找到自己头上来。苏北暗道，想必还是与33符石有关系吧。这件事其实很好猜，33号符石在进入超次元神之通道时，能让持有者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光是这一点就足够了。不如我们先退出决斗场，组成泉水剑，然后边走边说。夏期征询着苏北的意见，虽然2人是达成了协议，他怕将全盘托出后苏北会直接跑路，毕竟次元通道真的是太过危险了。好，苏北点点头，不知道夏期心中所想，直接退出了决斗场。当前位置主城赫顿马尔。苏北与夏期在泉水碰面，随着夏期娓娓道来，苏北惊了，因为夏期所说的东西着实有点惊人。除了神灵之血的作用外，他终于知道法力风暴为什么能看破他的一切信息。原来这一切都与那神师有关，看来这次元通道是不去不可了。第84章，前往次元通道。被袭击了。次元通道位于神秘未知空间，只能通过主城次元通道传送员传送到达。此时苏北与夏期正朝传送员方向行进着。法力风暴，灵魂承载，你们3个曾经组队去过次元通道。苏北停下脚步，有些讶然地看了一眼夏期，不过很快他便释然了。这3人作为南疆大区顶级工会会长，无论是装备、技术还有谋略都是最顶尖的。他们联手进入次元通道寻宝，虽然意外，但也正常，总比带上一群猪队友强。毕竟那里太过危险了，强强联合才是王道。这次元通道真是既危险又迷人。苏北摇摇头，迈步跟上前方那道亮影。次元通道是很危险不假，不过里面的诸多机缘却让无数满级玩家眼红。虽说稍有不慎就会被怪物击杀，或者被传送进未知空间，但那也无法阻拦玩家探索的脚步。而且就在前不久，在神域论坛上，有一名玩家刘铁说，他曾被传进一个遍地都是女魅魔的未知空间，要不是他机智地开启了无敌回城，想必早都被女魅魔们给大卸八块了。每当想起魅魔们看他的眼神，他都觉得一阵阵后怕。不过没想到此帖子一出，更是激发了无数玩家热情，数不清的勇士们冲向了次元通道。我们3个没有神印符石，只有相互配合才能在次元通道探索。夏期突然转头说道。了然。苏北点点头。3大公会明里暗里竞争不断，但会长之间有合作关系，也没什么好意外的。他现在唯独好奇的是，法力风暴到底在这所谓神师上得到了什么，以至于可以让他看破所有人的一切信息。想了想，苏北问道，你还没有告诉我，法力风暴在神师上得到了什么东西？闻言，夏期停下脚步，在略一沉吟后郑重道，是那具神师的右眼。苏北脸上有些错愕，急切地问道，法力风暴能看穿别人的信息，是因为他获得了一只神师眼球。不得不说，这则消息确实让他有些震惊。没想到法力风暴如此生猛，竟然挖掉了神灵一颗眼球。
这……苏北表示惊奇，要知道，那可是疑似神灵的尸体啊，就这么的给人挖走了？没错。夏七点点头，继续道：不过法力风暴这一举动却引发了不小的后果，无数次元风暴凭空出现，彻底将神尸包裹，我们没有办法再靠过去，无奈之下只好退却。原来是这样，苏北点点头，不过却感到一丝好笑，没想到这几人之间还有这种故事。南疆大区最顶尖这几人，没有因为战利品翻脸，反而是因为法力风暴的骚操作，导致了探索神尸失败，真是让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不过这样也好，要不然他哪有机会接近神尸。苏北跟着夏七一路前行，很快便来到了目标位置。此时，次元通道入口，传送员被一众玩家包围着，黑色光芒闪烁，大批玩家被传送进通道之中。我们想进次元通道。苏北与夏七来到近前，表明了来意。你确定要进入次元通道？次元通道传送员被一袭黑袍包裹得严严实实，无法看到面容，但在看到苏北的那一刻，眼中有着一芒闪烁。每天想进次元通道探宝的人数不胜数，但如此级别想进次元通道的还真独此一个。苏北点点头道：确定。见苏北如此肯定，次元通道传送员冷冰冰地说道：要是死在了里面，可不要埋怨我没提醒过你。未等苏北开口，次元通道传送员轻挥手中法杖，朝苏北和夏七打出一道暗影能量，唰，光芒闪烁，苏北与夏七消失在原地。待到视线恢复，苏北与夏七来到了一片漆黑空间。提示：受到异次元特殊效果影响，你获得了减1 buff 混乱。提示：混乱次元通道的异界能量会持续影响理智，当混乱值到达100点时，你将陷入疯狂。提示：受到33符石影响，混乱效果已被清除，你在此地不会受到特殊效果影响。提示：受到33符石影响，你免疫次元裂隙、次元风暴等伤害，可自行选择是否进入其他次元空间。一连数道提示响彻在苏北耳边，让他心下稍安。这说明33符石是有作用的，这33符石可算给力了一次。直到这时，苏北才来得及观察下四周情况。此时，两人身处一处浮空平台，远远望去能看到群星闪烁，远方的虚空中时不时有巨大阴影掠过，带起无数道黑色旋风。虽说很快便平静下来，但怎么看都是危险重重。可即便如此，玩家们依旧热情。平台之上，人影攒动，数不清楚的人在此聚集，寻找队友共同探索这片空间。来个拥有感知天赋的，一起探索次元通道。探个狗得1、2啊！小鬼杂的一支队伍在坐标128929发现了一处虚空秘境，兄弟们跟我去抢啊！卧槽，虚空秘境，那还他妈犹豫什么？兄弟们冲啊！一起去抢小鬼杂！来来来，阻我！我有感知天赋，不管谁想干小鬼杂，那我一定得帮帮场子。听说要去抢樱花国玩家，诸多互不相识的夏国玩家突然亢奋起来。很快，浮空平台上便少了一大波人。这就是次元通道。苏北环顾平台四周，他能看到在浮空平台周围有着很多次元裂缝，他们在次元通道中若隐若现，散发着恐怖的撕裂之力。若是稍有不慎踏入，极有可能会粉身碎骨，或者被传入进未知空间。此时，夏七站在苏北身后，正在定位神尸坐标。没过多一会，夏七朝苏北点点头，轻声道：趁玩家们都被樱花国发现的虚空秘境吸引，我们尽快出发吧。那快些出发吧。苏北向前走去，就在这时，他感觉到自己被拉住了。苏北转头疑惑道：怎么了？只见夏七低下头，犹豫道：你能不能抱着我，或者背着我走？苏北眉头一挑，嫌弃道：我还得背着你，你不背我无法靠近神尸啊。夏七感到有些无语，他身材婀娜，该瘦的地方瘦，该大的地方大，多少男人想碰他手都做不到，如今竟然被人嫌弃了，就离谱。我还没有抱过女人呢，想让我抱你也行，不过有什么好处？还管我要好处？夏七眼睛睁大，睫毛抖动，满脸不相信的神色，道：太无耻了，所以让我抱还是不让我抱呢？次元通道。苏北抱着脸色羞红的夏七不断朝坐标位置前进，期间他们还曾被卷入进巨型次元风暴，若不是苏北身上那枚梦魇符石发出一道亮芒将两人护住，他们两人不知道会被卷往何处。又过了3天，苏北带着夏七不断穿行，在这如同迷宫般的次元通道中，若不是有着夏七提供坐标，苏北坚信他是绝技无法来到这个位置。此时，两人距离神尸所在位置已然不远。这里怎么会有一座宫殿？在跨越一道未知门户后，
苏北突然瞳孔一缩，在他前方竟出现一座无比宏伟、气势磅礴的巨大宫殿。它漂浮在次元通道中，墙壁上印刻着无数晦涩难懂的印记，看起来古朴又苍凉，给人一种极其神秘的感觉。不难想象，这一定是神灵所居住的宫殿。小心！就在这时，苏北怀中的夏七忽然惊叫了一声。苏北心中一凛，刚要做出反应，下一秒，砰！不可抗拒的巨力袭来，苏北与夏七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给砸飞了出去。37219990第85章半神级生物现身，瞬间消失一半血量。苏北心中震撼，要知道他的物理防御高达800万，所受物理伤害更是会降低1300万，可即便如此，依旧损失了近400万血量。这岂不是说刚刚袭击他的东西攻击力保守估计在2500万左右？这简直难以想象。不过此时苏北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只管抱着夏七狂奔，一连向后退却数百米。快走，还得向后退，不然我们都会死在这。夏七脸色惨白，似乎见到了什么大恐怖一般。苏北心中一惊，不敢犹豫，快速的向后奔逃，一路狂奔，苏北丝毫不敢停歇。不多时，两人成功来到刚刚那道门户的出口。停下吧！夏七的声音在苏北怀中传来。闻言，苏北停下脚步，回头望去。此时，那座巨型宫殿只能隐隐看到大概轮廓。苏北深深吸了一口气，疑惑道：“刚刚是怎么回事？”被莫名生物袭击，再加上夏七惊恐的表情，这让他感觉到一头雾水。夏七略一犹豫，伸手将一件物品放在了苏北眼前，道：“你还是自己看吧。”苏北定睛一看，夏七手中握着的赫然是一枚眼球。这莫非是……苏北有些惊讶。没错，就是那枚神灵之眼，我在法力风暴手中借了过来。夏七轻声说着，刚想将眼球递给苏北，似是又想起什么，他如触电猛缩回手，双眼警惕地看着苏北，道：“你可不要懂什么坏心思，这是我借来的。”没有。苏北矢口否认，不过眼中却闪烁着莫名光彩闪烁。这玩意可是好东西啊！法力风暴竟然能借给夏七，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啊！苏北眼中泛着一芒，嘴角露出一丝玩味。这时，夏七将眼球举起，放在苏北眼前，防贼般道：“我这么拿着你看吧。”好。苏北点点头，倒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因为这眼球看起来太诡异了，通体泛白，瞳孔似乎能看透万物，隐隐让他感觉到有些不祥。让我看看到底是什么，能把夏七吓成这个样子。苏北隔着眼球向前方望去，下一秒，死！苏北瞳孔放大，倒吸一口冷气，因为眼前的一幕实在是太过震撼了。透过眼球，苏北看到了此生难忘的一幕，一个巨大的阴影如同连绵不绝的山岳一般，仿佛远古时代巨兽降临，趴在远处那座宫殿之上。阴影起伏之间，无数触手冲天起，遮盖了这片空间，他似乎想要吞噬掉整座神殿。苏北心中震撼。与此同时，这巨大阴影的信息显现在苏北眼前：虚空领主多格，类型虚空生物，稀有度半神级，等级 LV130，生命值17亿，法力值9亿，攻击力2500万4800万，物攻魔攻，防御力3000万5700万，物防魔防。技能吞噬物质宇宙中的一切物质和能量，吞噬期间陷入沉睡隐身状态，并自动攻击靠近身边的一切目标。虚空鞭挞发动全身触手，鞭挞目标，对造成成吨物理伤害，并使其眩晕。无尽恐惧将恐惧植入目标大脑，在200秒的持续时间里造成2成魔法攻击力伤害，并使目标陷入恐惧，持续30秒。恐怖突袭对目标发动技能时，使目标丧失所有视野，并瞬间突进到目标身边，对其造成物理攻击力加魔法攻击力伤害。遁入虚空，免疫所有物理攻击，并每秒恢复10%最大生命值血量。半神级生物。苏北被眼前的一幕惊得说不出话来，眼前那如同山岳一般的阴影，竟然是一只恐怖的半神级虚空生物，也难怪夏七会如此慌张。不过也幸好他正处于沉睡状态，若这尊怪物是苏醒状态，恐怕他俩直接就交代在这了。半神级生物拦路，想要靠近那座宫殿，夏七顿了顿，没有再继续往下说。那座宫殿庞大无比，可依旧被那尊半神级生物给覆盖了。宫殿大门更是被其封堵得严丝合缝，如果强行进入，势必会惊醒这尊半神级怪物，到时谁都无法逃离这里。与神师无缘了吗？苏北目光闪烁，
却也没有任何办法。那尊半神级生物将宫殿堵得死死的，身上的触手还能自动发动攻击，让人根本无法靠近。嗡！这时，莫名的波动从宫殿方向传来，远远望去，能看到那宫殿墙壁上隐隐有金色光辉流动。神殿那边好像发生了什么状况，夏七躲在苏北怀中，朝宫殿望去，想要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些金色光辉似乎正在不断汇集。苏北两眼微眯，也发现了不对劲。神殿上的那些金光越发明亮，如同一条条金色小蛇在不停游动。此时，苏北与夏七只能隐隐看到神殿一角，毕竟神殿主体大部分都已被虚空生物所覆盖。他俩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不过此刻他们却能感觉到一股足以击穿苍穹的恐怖力量正在不断从宫殿方向传来。莫非那尊半神级生物触发了某种禁制？苏北眼睛眯了眯，坐等那尊半神级生物倒大霉。苏北刚刚想到这里，轰！突然，远处天空一亮，一道金色光芒照亮了这边空间。苏北抬头望去，只见一道金光自宫殿内部迸发，宛如一柄金色长剑，径直刺向虚空领主。这是一种饱含神灵伟力的力量，充斥着圣洁、毁灭、势不可挡的锋芒，似要破碎这苍穹。唰！金色光辉一闪而过，在虚空领主庞大如山岳的躯干上一穿而过，径直飞向次元通道壁垒。轰！嗷！爆裂声和惨叫声同时在宫殿方向传来，恐怖的波动让这片通道都为之一颤。苏北和夏七更是齐齐被震飞了出去。好可怕的力量！苏北撞击在次元壁垒上，心中震撼。不过此时，他的心思却活泛起来。就在刚刚，半神级怪物在受到重创的那一刹，他吸附在宫殿上的无尽触手被震得齐刷刷断裂，那被他所封堵的宫殿大门更是彻底暴露出来。要不要搏一搏？第86章神灵秘境，神灵埋尸地。我劝你还是放弃那不切实际的想法。夏七见苏北有些异动，忍不住开口提醒了一句。怎么说？苏北收敛情绪，这可是难得的机会，他并不想放弃。毕竟谁也不清楚宫殿还会不会对虚空生物再次反击。一旦虚空生物恢复过来，那可能就再也没有进入神殿的机会，将会直接导致他与神师失之交臂。这可不是他想看到的。我感觉刚刚那一击虽然重创了半神级怪物，但未见得能够杀死他。一旦他彻底苏醒，恐怕你会被永远封在神殿中。夏七劝阻着苏北，不想让他冒险。神殿内部极为特殊，无法通过常规手段传送出来，一旦被困在里面，后果难料。封在神殿中吗？苏北目光闪烁，知道夏七所言不假，毕竟那可是货真价实的伪神级生物，拥有无法想象的强横实力，对于玩家来说更是等同于无敌一般的存在。他盘踞在神殿上空，那就如同一道天堑，让人无法跨越。机会只有这么一次，不管怎么说，我都要一试。苏北目光眺望远方宫殿，心中打定主意。他手握5枚复活币，外加上传送时会可触发无敌效果，他不信自己会一无所获的死在这里。吼！伴随着愤怒咆哮，此时恐怖的威压传来，滔天的怒意如海浪冲卷。只见宫殿上方无尽触手席卷而下，自主朝着神殿卷来。那尊半神级生物正在逐渐复苏。苏北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了，一句话，你去还是不去？苏北直视着夏七，等待他的答复。夏七神色有些挣扎，因为这一去生死难料。要知道这里可是次元空间，玩家一旦在次元空间中死亡，本体亦会受到重创，轻则身体受到重创，短时间内无法进入神域，重则意识丧失，再也无法苏醒。为了一具不知是否还存在的神师，冒这个险值吗？夏七犹豫了。就在这时，他忽然感觉到手中一空，随后被苏北径直放置在了地面上。这枚神灵眼球借我一用，等我回来还你。苏北见夏七迟迟没有答复，自然不会再选择等待。趁着夏七犹豫不决，苏北伸手一捞，将那枚神灵之眼自夏七手中取来，随后径直发动传送时消失在了原地。这个家伙！夏七咬了咬银牙，没想到苏北竟然把他丢在了这里不说，还摸走了神灵之眼。这一趟可真是赔大发了。哼，等你活着回来再找你算账。夏七轻哼一声，发动回程券离开了次元通道。唰，光芒闪烁，苏北传送至神殿大门前。可是就在这时，一股让他惊悸的恐怖气息忽然从天而下。苏北抬头望去，只见无数狰狞的异形生物如雨点般从那遮天黑影身上脱落。异形生物浑身流转黑芒，身躯上只有一张满是獠牙的大口，看起来无比怪异。虚空爬行者，类型
虚空生物，稀有度伪神级，等级 LV130，生命值3亿，法力值1亿，攻击力500万800万，物攻魔攻，防御力300万700万，物防魔防。技能吞噬，可吞噬一切低于自身等级的生物，无视目标防御。吞噬成功后获得灵石属性加成。心灵暴震，发射暗影能量，使目标心神受到重创，并受到大量魔法伤害。虚无缠绕，令目标无法形容，并损失大量法力值。卧槽，这看起来跟战五渣一般的小怪，竟然也是伪神级。更可怕的是，他还拥有无视防御的吞噬技能，简直不要太离谱。苏北皱了皱眉头，没想到这半神级生物召唤出来的小怪都如此强横，很难想象，若要是那尊半神级生物发挥出全部实力，将会有多么可怕。这扇大门到底该怎么打开？眼下的形势对苏北极为不利，他用力推了推宫殿大门，不过这扇大门却如同被锁死了一般，根本无法推动。莫非得需要什么特殊手段？也不知道夏期三人当初是怎么进去的。苏北感觉很糟糕，眼下又被诸多伪神级小怪包围，这该死的大门却怎么都打不开。叽叽，数十只虚空爬行者怪叫着从天而降，恶心的触手朝着苏北席卷而来，似是想要他浑身血肉都吞噬掉。这门到底该怎么开？面对虚空爬行者的进攻，苏北并没有理会，毕竟他通过传送时到达此处，身上还有着无敌 buff， 或许可以试试。苏北心中一狠，将手中的神灵之眼径直朝大门上按去。吧嗒，神灵之眼触碰大门，在苏北期待的眼神中，神灵之眼忽然迸发出一道金芒，金色光辉照耀在宫殿大门上，轰隆隆，金光闪烁，碎石掉落。那严丝合缝的宫殿大门竟真的在缓缓开启，真的有用。苏北大喜，他本来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若是不可成，那他只好先行离去。毕竟他身上的无敌传送石存货不多，不可能长时间赖在这里。没想到这枚神灵之眼还真发挥了作用，倒是给了他一个惊喜。轰隆隆，伴随着宫殿大门缓缓开启，突然门户内金光大盛，要的苏北睁不开眼睛。下一秒，苏北感觉到一股充斥着神圣、祥和、光辉的神灵伟力，化作一道金光从宫殿中涌出。啊！怪物的惨叫声接连响彻在苏北耳边。苏北伸手当着双眼，透过缝隙，他发现缠绕在自身周围的所有怪物都尽数化为飞灰，就连天空中那道恐怖的黑影都被硬生生的逼退，不敢从天空降落。机会来了！此时，宫殿大门大开，放眼望去是一片类似于小巷般的街道。苏北刚要迈步走进门户中，忽然，他硬生生的停下了脚步，眉头更是紧皱了起来，因为在大门之后，整个街道到处都是不知名怪物的骸骨，一直连绵到街道尽头。这让苏北心中警惕起来，莫非有什么机关陷阱，才让这么多的怪物死在了这里？苏北仔细观察了片刻，发现所有骸骨都倒向一个方向，在骸骨之上都有整齐的断痕，也就是说，这些怪物很有可能是被什么锋锐的物体一击之下被斩为两截，这就很恐怖，处处透露着诡异，到底要不要进？苏北有些犹豫，这里毕竟是疑似为神灵的宫殿，即便是有着无敌 buff 存在，他亦不敢保证自己是否能够活着离开。轰隆隆，正当苏北犹豫之际，那原本大开的宫殿大门竟然自动在缓缓闭合。马德，拼了！苏北心中一横，直接迈入大门。这时，忽然两道提示响彻在苏北耳边。提示：即将进入神灵秘境神灵埋尸地，推荐等级 LV200，推荐人数10万。提示：该区域极度危险，请谨慎选择。提示：是否确定进入？苏北瞪大了眼睛，失声道 ：LV200，10万人，要不要这么离谱？第87章神明葬地，扑朔迷离。当前位置：未知空间神灵埋尸地。苏北踏进神殿当中，就在这一刻，他眼前的场景突然发生了变化，原本尸骸遍地的街道彻底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荒凉，充斥着莫名气息的连绵山脉。山脉中紫色雾气弥漫，能见度十分低，隐约间能看到巨型生物的轮廓在山脉中疾驰而过。再联想到提示中所说的此地极度危险，苏北决定借助神灵之眼先看看情况。凝神向远处望去，苏北能看到一座无比恢宏的神殿坐落在群山之巅，散发着金色圣光。神殿大门的牌匾上有4个大字在散发着璀璨神光：神明葬地。苏北皱了皱眉头，透过神灵之眼，他看清了神殿上方的字体：
不光如此，在那神殿前方，还有2尊长相相同、手持巨型战戟的高大雕塑。这2尊雕塑似乎在哪里见过。苏北皱了皱眉头，神殿门前的2尊雕塑给他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总感觉在哪遇见过。思索之间，突然，苏北心中一震，他想起了在哪见过这2尊雕塑。这2尊雕塑不就是在刚刚进入神域时所站在神庙前的那2尊吗？苏北心中惊异，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同款。不对，那远处的神殿也完全跟当初那座神庙一样。苏北大吃一惊，此刻他亦认出了远方的建筑，不过心中却愈发震惊起来。他感觉这2座建筑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看来想要有所收获，必须要前往那座神殿了。苏北深深吸了一口气，刚要行动，可是就在这一刻，一股让人无比心悸的力量忽然凭空出现，这让苏北心中一阵惊悚。突然，苏北感觉到视线一暗，只见一片巨大的阴影遮天蔽日般从他头顶掠过。这是什么东西？无尽压力袭来，让苏北暗骂不已，因为他快被这股力量压爆了。不过此时他却能感觉出来，天空上飞舞的阴影，其恐怖程度要远远超过刚刚遇见的那尊半神级。真不知道当初法力风暴他们是怎么进来的。苏北心中有些发凉，只要被天空中那道阴影发现，铁定原地去世。可他却被无形的压力定在原地，根本无法动弹丝毫。千万不要注意到我，我是来探宝的，不是来送人头的。苏北不断嘀咕着，阴影急速掠过，眼见就要从他头顶上消失。忽然，苏北手中的神灵之眼忽然毫无征兆般变得无比炽热起来。下一秒，一道精致光芒迸发，笔直射向天空中那道巨大阴影。卧槽！苏北心头狂跳，恨不得赶紧将手中的神灵之眼丢掉。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他可是想要悄咪咪的进村打枪的不要，没想到这神灵之眼直接给他一个天大的惊喜。这不是开玩乐吗？你可真是个活祖宗，要不要这么坑我？苏北哭笑不得，他被定在原地，想跑都跑不掉，只能期望着神灵之眼给点力，一下把天空中那未知生物给射穿，最好直接射爆。唰！金色光明冲天而起，一闪而没。在苏北诧异的眼神中，那道金光居然缓缓融合进天空中那巨大黑影，似乎没什么事。苏北正疑惑着，忽然，啊！一声响彻天际的龙鸣声从天空中传来，紧接着，一条浑身泛着金色光芒、足有100米长的巨龙从天空中俯冲下来，朝着苏北所在的方向落下。只听轰的一声，无数金色光辉朝四面席卷开来。在苏北诧异的眼神中，这条巨龙竟然缓缓朝他俯下身躯，似乎想让苏北骑乘在其身上。这是让我上去？苏北望着眼前的巨龙，略一犹豫，便翻身而上。既然打不过，也逃不掉，那不如直接加入。啊！巨龙仰天咆哮，突然腾空而起，直冲云霄，朝着群山之巅飞去。这是要带我去那座神殿？苏北暗自思量着，自从进入这片空间，眼前一切都超乎他的预料。这种脱离自己掌控的感觉，着实让他有些不舒服。不过他却又有些庆幸。巨龙掠过群山，直到这时，苏北才知道这个地方有多么的危险。那延绵不绝的群山之间，竟然隐匿着数之不尽的奇异生物。光是这一路飞来，苏北就见到了不下万头超过 LV150的怪物，这简直恐怖。而且越靠近那座神殿，怪物的等级就越高，甚至还有怪物敢于朝巨龙发动攻击。还好有这枚眼球，要不然想进入那座神殿，简直比登天还难。苏北心中不由有些庆幸，还好他机智地从夏七手中将这枚眼球借来，要不然他现在早都双手插兜，被打得不知道怎么还手了。唰！巨龙缓缓降落在神殿门前，门口2尊雕塑淡漠地看了一眼苏北，便不再理会。轰隆隆，神殿大门自动开启，祥和圣洁的神灵之力让苏北如沐春风。来都来了，苏北深深吸了一口气，他稳住心神，随后淡然的迈步走进神殿。神殿内部极为宽阔，神圣气息无比浓郁，完全看不出来是埋葬神灵尸体的地方。你来了！突然，一道柔和的声音从神殿内部传来。苏北下意识地向远处望去，只见神殿中央的神座上正坐着一个他熟的不能再熟、打了多次交道的人。苏北瞳孔猛地缩了一下，忍不住失声道：“怎么会是你？”第88章，老熟人，法力风暴。神殿内，苏北见到端坐在神座上的那个人，心中震惊到根本无法用言语表达，因为坐在神座上的那个人正是老熟人，法力风暴。他怎么会在这里？苏北心中无比震撼，但没有轻举妄动，
一个之前和你敌对的人，忽然出现在这神灵藏尸地，而且等级信息一切都看不透，这简直不要太诡异。法力风暴，倒是个有意思的名字。法力风暴轻声一笑，不以为意地摇摇头。只见他缓缓站起身，随手一招，浩荡的金光乍现，一股让众生都要顶礼膜拜的气势忽然迸发出来。这股力量之可怕，让苏北都觉得震颤。唰，光辉闪烁，苏北手中的眼球突然挣脱他的手掌，朝着法力风暴飞去。神灵之眼到手。法力风暴无奈着摇头一叹，道：没想到我战死才不过数十年，这具神灵尸身竟然都成了宝贝。法力风暴旁若无人的低语着，这却让一旁的苏北感到无比惊悚。战死？岂不是说眼前这个不是活人？那自己熟悉的法力风暴又是谁？眼前这个人并不是我认识的法力风暴，不过他到底是谁？而且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才能击杀掉一尊神灵？苏北怔怔出神，死死盯着王座上的那个人，心中不断猜测着，似是看透了苏北心中所想。法力风暴淡然开口道：我确实不是你认识的那位，那你们为何长相一样？苏北忍不住问道。他触碰过我的尸身，挖走了我的眼睛，我自然要好好记住他的样貌。法力风暴不紧不慢地说着，不过苏北却感到一阵怪异。好好记住他的样貌，这恐怕不是记住样貌那么简单吧？很明显，法力风暴要倒大霉。不过想想也是，拿人家的殉葬品也就算了，还动人家的尸体，不被苦主找上门都怪了。苏北脸上刚刚浮现出一抹笑容，忽然那抹笑容又消失在了脸上。法力风暴那老小子没来，该不会拿我当出气筒吧？苏北心中一跳，感觉有些不妙。眼前这个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具尸体，不过怎么看都是个活生生的人，在这个人面前，他甚至连一丝反抗的可能都没有。而且这个人很明显可以看穿他的一切想法，这就是神灵吗？苏北心中有着一丝向往，不过到底是谁杀了他？能杀死一尊神灵的人，自然是另一尊了。法力风暴嘴角露出一丝玩味，正当苏北想要开口继续问下去的时候，法力风暴摆摆手道：确切的说，我是被5尊同阶神灵围攻才陨落的。5尊？苏北惊讶，却又皱着眉头问道：可是你陨落之后为什么要重现了？这片神秘空间庇护了我的一道灵魂，所以我才会重现。不过从蓝星走出的其他4尊神灵，可就没我那么好运了，被杀的神魂尽灭，永远无法现世了。法力风暴眸光闪过一道寒芒，言语之间满是仇恨。你是说，从蓝星走出的4尊神灵全部被人击杀了？苏北心中震撼，若要是真如眼前这位所言，算上眼前的这尊，那岂不是说蓝星共计出现的5尊神灵都被人给杀了？这……苏北吞咽了下喉咙，感到难以置信。这则消息若要是说出去，那绝对能将蓝星的天给捅破。要知道，所有蓝星玩家都以为蓝星走出的5位神灵去了层次更高的位面，可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早已全部战死。你是不是接到过无上级任务？法力风暴忽然开口问道。没错，这也是我收集神印符石的主要原因。苏北点点头，不明白法力风暴为什么突然提起这茬。果然，法力风暴一眼看来，将苏北看了个透彻。苏北打破各种记录，在神域内所做的一切全都浮现出来，被眼前的这个人所查阅。没想到你身上的神印符石还不少，竟然连33符石都有。法力风暴神色平静地说道：有什么问题吗？苏北虚心请教着。眼前这尊可是货真价实的神，虽然陨落了，但那也是一座活宝藏，也许能在他口中知道更多跟神域有关的秘密。将无上级任务放弃吧，我们5个死亡与他有着直接关系，那是一道束缚我们这种人的枷锁，要不然区区5个异界神明哪能阻拦住我们？法力风暴一叹，眼中满是不甘的神色。枷锁？正在苏北疑惑之际，这时一道金光飞来，径直没入苏北脑海，数不清的画卷在其脑海中飞速翻卷。这……苏北心中震撼，这竟然是眼前这尊神灵的全部记忆。也正因如此，他在那道金光中得知了无数惊人的消息。眼前这尊神灵名为银天歌，是蓝星百来出现的唯一真神。他留下了无数光辉事迹，其传说到现在一直都还在口口相传。按照银天歌的猜测，在至高神界之中，正有一个庞大无匹的势力，影响这世界一切，就连所谓的神域游戏都是由他们所创作。而这一切的原因，为的就是养蛊，待到果实长大后再来采摘。至于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银天歌也不是很清楚，毕竟他还没来得及前往至高神域，便被人围攻陨落了。不过苏北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他还按照无上级任务的步骤走下去，
那势必会落得跟其他蓝星武尊神明一个下场。因为在那一战中，若不是身上33块神印符石封印了他的实力，他断然不会落得陨落的下场。原来是我想的太简单了，不过你不觉得现在告诉我这件事有些太早了吗？苏北苦笑着看了一眼法力风暴，这担子总得有人来抗不是？银天哥微微一笑，我觉得你还能起来战斗。苏北咬牙道。银天哥好笑道，你能指望一个死人做什么？死人？没见过你这么活蹦乱跳的死人。有道理，那我死了。银天哥点头，而后躯体居然快速暗淡下来。正当要彻底消散时，他似是忽然忆起了什么般，道：哦对了，刚刚这座神殿发出的金光击穿了次元通道，现在蓝星正在遭到怪物入侵，这烂摊子就交给你了。光芒暗淡，银天哥彻底消失在神殿内部。苏北愣了一下，怒道：卧槽，烂摊子你收拾完了再走啊？第89章神灵宝藏到手，强制退出神域，就没见过这么不负责任的人。苏北站在神殿中，有些无语问苍天。他不清楚银天哥是不是真的无了，可这家伙的所作所为着实让他有些无语，这也太不负责了。银天哥想干什么？让他一个小号去维护世界和平吗？不过好在这一趟也算没有白来，要不然可真是赔大了。也不知道下期会不会听我解释。苏北摇摇头，神灵之眼被银天哥收回，可以说是损失惨重。毕竟那枚眼睛可是非常好用的，用来探查别人信息什么的，简直不要太方便。不过他这一趟也并不是毫无所获。银天哥注入苏北脑海中的金光，里面记录着银天哥一路走来所知的一切。这份礼物可比任何东西都要来的珍贵，毕竟经验才是最宝贵的东西，这对他的后续发育、感知危险将会起很大作用。反正你也无了，那你昔日的东西就属于无主之物，我拿来用用，想来你也不会在意。苏北目光闪过一丝狡黠，他在银天哥的记忆中发现了一处宝藏，里面有银天哥亲手埋下的宝贝，一位神灵的全部宝贝，想想就让人心动。苏北嘴角露出一丝玩味，目光朝着一处不起眼的山包望去。神灵埋尸地很奇怪，自从银天哥原地升天之后，原本隐匿在山脉上的诸多怪物也全部消失不见。苏北甚至有些怀疑，刚刚所见到的一切是不是都是幻觉？带着一丝疑惑，苏北快步朝着记忆中的山包跑去。很快，苏北出现在山包上的一棵大树下，这里看起来平平无奇，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看不出丝毫差别。若不是有着银天哥的记忆，谁能料到这里会藏着好东西呢？苏北摇摇头，随后开始挖掘起来。很快，一抹金光乍现，苏北用手将上面的尘土扫去，一个精美绝伦、散发着永恒气息的盒子映入他的眼帘。竟然是这个盒子！苏北眼中有些怪异，在银天哥的记忆中，这个盒子里面封存着他还未成神时的一些装备物品，都是神域中最顶级的物品，而且全部都由他亲手制成，唯独名字起得随心所欲了一些。这银天哥想来也是个起名废。苏北苦笑着摇头，随后他盒子径直打开。叮！提示：你获得了这个武器挺极品，永恒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这件胸甲还凑合，永恒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这个头盔不一般，永恒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这件披风我喜欢，永恒级，乘1。提示：你获得了这个翅膀可以飞，永恒级，乘1。一连10数道提示，名字基本上都差不多。饶是早就知道盒子里面的东西是什么了，也让苏北看得一阵阵无语。这名字起的真的是太随意了。苏北无语的摇摇头，随后打开了背包。这个武器挺极品，具限物品，类型武器，稀有度永恒级，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属性体力加100000000，力量加100000000，智力加100000000，敏捷加100000000，附加效果近战形态，伤害提高10000%，你的所有攻击效果都会为你恢复所造成伤害100%的治疗量。远程形态，伤害提高5000%，远程攻击技能释放范围提高5000%。防御形态，受到伤害降低99%，并在90秒内免疫一切控制类效果。飞行形态，飞行状态下移动速度提高1000%，你的一切攻击都会对目标造成1000%的真实伤害。制作者银天哥，4种形态变化，4种主属性全部增加1亿，再加上4种变态到极致的提升。苏北眼中亦有一丝惊叹，道：自制的永恒级武器，银天哥也真是有2把刷子。在银天哥的记忆中，为了自制这件全能武器，
他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收集起诸多珍贵的永恒级材料。为此，甚至多次进入次元通道，前往异族地盘寻找所需物品，才最终打造出如此顶级的永恒级装备。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是，这还是一件巨献级武器。此刻，只要苏北愿意，他甚至不需要花费任何代价，就能将这件武器带回现实世界，有够刺激。苏北心中喜悦，随后将目光投向其余几件物品。这件胸甲还凑合。巨献物品类型：胸甲，稀有度永恒级，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属性所有属性加100000000，附加效果永恒荆棘，受到伤害后会将所有伤害量反击给对方，可主动关闭。永恒守护，吸收所有伤害，并以魔法护盾的形式为自身释放一道防护盾。制作者银天歌。这个头盔不一般。巨献物品类型：头盔，稀有度永恒级，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属性所有属性加1000000，附加效果永恒之眼，向目标射出一道永恒射线，将其放逐至无尽虚空，放逐期间每秒对目标造成智力乘2的法术伤害，持续时间无限。永恒感知，装备后可无视一切隐秘效果，查看目标一切信息。制作者银天歌。这件披风我喜欢。巨献物品类型：披风，稀有度永恒级，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属性所有属性加1000000，附加效果永恒隐匿，使自身化为虚无不可见状态，在此隐身状态下，你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持续时间无限。制作者银天歌。这个翅膀可以飞。巨献物品类型：翅膀，稀有度永恒级，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属性所有属性加1000000，附加效果永恒极速，伸展羽翼，使自身获得飞行能力，飞行速度正1000%，持续时间无限。制作者银天歌。呼，苏北深深吸了一口气，目光有着一丝赞叹。这些装备没有一件凡品，全部都可称为绝世极品。苏北能想象得到，当初银天歌为了制作这些装备得有多么困难。不过现在这一切都属于他了。该走了。苏北环顾了下四周，此时最大的宝藏已经被他弄到手，这里并没有什么值得探索的地方了，是时候该回城了。想了想，苏北取出传送卷轴，直接撕裂，唰，白光闪烁，苏北消失在原地。刚刚回到城镇，就在这时，一道提示信息忽然响彻在他耳边。提示：距离退出神域还剩余30秒。提示：距离退出神域还剩余29秒。提示：距离退出神域还剩余28秒。第90章，都天师灭，千万人口不足一城。夏期与苏北分开，便径直离开次元通道，回到了城镇中。刚刚从传送门中走出，正想着接下来要去做点什么事的时候，忽然数道提示信息映入所有蓝星玩家眼帘。提示：距离退出神域还剩余30秒。提示：距离退出神域还剩余29秒。提示：距离退出神域还剩余28秒。收到提醒，这一刻，所有蓝星玩家无不愣在原地，眼中更是带着惊悚的神色。又有怪物降临蓝星。夏期神情变得有些凝重，手指更是因为攥拳而被捏到发白。因为每当有这种提示传来，就意味着将会有大量人类战死。但愿这次入侵的怪物不要太强吧。想了想，夏期径直退出神域，他要先去现实世界找灵魂承载和法力风暴会合。现实世界，南疆市某高档别墅区，一道有着傲人曲线、称得上魔鬼身材的夏期从一栋别墅中走出，不过其眉头微蹙，表情更是变得凝重起来。想不到情况这么恶劣，夏期心中一叹。刚刚他与灵魂承载通过电话了，从灵魂承载那里得知，这一次的怪物就降临在距离南疆市不足100公里，拥有3000万人口的特大级城市都天市。原本他还想要了解更多情况，可是手机信号却莫名其妙中断了。眼下只有先去跟灵魂承载等人碰面再说。夏期身影化为一道黑烟，朝着南疆市中心赶去，那里是他们早就约定好的碰面地点。大约10几分钟，夏期便来到了市中心广场。远远的就看到灵魂承载和法力风暴2人，在他们周边还有许多赶来的3大公会会员。不过此时这里的气氛很压抑，每个人都沉默不语，不少人眼中更是泛着仇恨的光芒。现在情况怎么样？夏期出现在灵魂承载身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惨烈。我刚刚得到消息，就在半小时前，
都天市被怪物攻破了，超过90%人口被屠戮殆尽。灵魂城在声音略显低沉，神色更是无比沉重。怎么可能？都天市可是有上千万玩家，与世无争。幻界联盟公会虽然无法咱们3家公会相比，可那也是2线顶尖实力。怎么就……夏七喃喃自语着，只感觉一阵阵心惊。90%人口，那岂不是意味着至少有2700万人？就这么的没了？这些可恨的怪物！夏七胸口上下起伏着，目光中满是悲痛。不过他也很清楚眼下的情况有多么恶劣。都天市被破，接下来就该轮到南疆市了。此时，现场的气氛变得无比压抑，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丝忐忑不安。毕竟这可是现实世界，若要是死亡，那可就真的是死了。京都大区和魔都大区怎么说？会派人过来支援吗？夏七不由抬头问道。京都大区和魔都大区是整个夏国实力最强的地方，相传这2个大区光是半神级玩家就有好几尊，甚至极有可能有着神级玩家存在。之前有怪物降临，都是由这2个大区的玩家作为主导。听说正在赶来的路上，估计还得一段时间才能到达。灵魂城在无奈的摇摇头。南疆大区相对偏远，就算是京都大区和魔都大区前来支援，也得需要一段时间才行。这时，一直在旁边沉默的法力风暴突然开口问道：“永业呢？”闻言，周围不少玩家都转头看向夏七。对啊，大难当头，永业去哪了？他那么强，就算是有怪物入侵，应该也打不过他吧？这么久都没有出现，会不会是临阵逃脱了？怎么可能？我觉得永业不是那样的人。嘿，没什么不可能的。要不是我家人孩子都在这里，说不定我也跑了。怪物入侵，都天市死亡千万人口，这让南疆大区的玩家都有些人心惶惶。毕竟2个地区玩家的实力并没有差多少。永业并没有逃跑，他进了神灵埋尸地，至于其他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夏七帮苏北解释了一句，看来一切得靠我们自己了。法力风暴目光望向远方，在那里乌云正在缓缓凝聚，似乎有一场风暴即将来临。正在气氛逐渐凝重之时，突然天空中亮起一道淡蓝色的光芒，这一幕让夏七3人纷纷一震。有人正在施展群体远程传送，天空中6芒星阵光辉闪烁，不过隐隐有崩裂的迹象，这又让法力风暴几人神色凝重了起来。传送光芒有些暗淡，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干扰传送着施法。难道是都天市的人？夏七3人猜测不已，但却没有办法帮忙，只能心中祈祷传送阵能够稳定下来，将当中的人成功传送。在所有人的期待中，刷刷刷刷，淡蓝色光辉闪烁，一道道淡蓝色的光柱自天空中落下，扑通扑通，无数人影从光柱中跌落，其中还伴随着大量尸体残骸。死了，都死了！就在这时，一道失魂落魄的人影从光柱中走出。这道人影一身白色法袍早已被鲜血染红，目光中满是悲痛。来者正是都天市幻界公会的会长幻风。这一幕让夏七、灵魂城在、法力风暴都感觉到一股冷意。都天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只有你们这些人逃了出来？灵魂城在将手放在幻风的肩膀上，试图让他冷静下来。都天市全城化为废墟，3000万人口只剩下眼前这些。幻风望着眼前不足10000人的队伍，泪水自眼中不断滑落，很难想象他遭遇了什么。无数怪物从天而降，很多人甚至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便丢掉了生命。等我们反应过来，组织玩家开始抵御怪物的时候，一头半神级怪物降临了。当幻风话音落下，不管是夏七亦或者灵魂城在、法力风暴顿时瞳孔一缩。你说有半神级生物降临？第91章半神级玩家寒冰圣王降临，半神级怪物。此话一出，无论是灵魂城在还是法力风暴，亦或者聚集在周围的玩家，脸色齐刷刷变得难看起来。更有甚者，脸色惊恐，下意识地向后退却了几步。那可是半神级怪物啊，凌驾于众生之巅，是神级之下最为强横的存在，即便是在神域当中，都需要海量玩家去攻略，去拿命填，才能够击杀的顶级 BOSS。 没想到这一次进攻都天市的怪物，竟然是半神级！半神级？是半神级怪物攻陷了都天市？开什么玩笑！让我们用血肉之躯去对抗那种怪物吗？逃吧，我们逃吧！人群中不知是谁带着惊恐的声音朝远处跑去。一时间，半神级怪物都天市的消息如同插着翅膀一般，瞬间传遍大街小巷，恐怖的情绪不断蔓延。这一幕落在幻界会长幻风眼中，这让他终于回过了神。幻风望着远处奔逃的人群，
呢喃道：“逃跑也对，至少有活下去的希望。”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幻风深深吸了一口气，突然抬头看向灵魂承载，疑惑道：“怎么没看到京都和魔都大区的人？两大区的人还没到，不过应该已经在路上了。”灵魂承载坦白说道：“你说什么？”听到灵魂承载的话，幻风猛地睁大了眼睛，急切道：“你说，京都和魔都大区的人还没有赶到南疆？”说到这里，幻风身体猛地一颤，在看了周围众人一眼后，忽然仰天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哈！下期几人眉头紧皱，心中升起一丝不妙的感觉，因为幻风的表现太奇怪了。难道……一旁眉头紧皱的灵魂承载似是回想起了什么，脸色唰的一变。幻风悲哀的看了灵魂承载道：“你昔日参加过与异界怪物的战斗，看来你已经意识到了什么。”“没错，是魔都大区的人与我通话，告知我魔都大区半神早已驻守在南疆市，要不然我也不会赶来这里。想不到这一切都是骗局，这是要拿我们当炮灰啊！”随着幻风话音落下，聚集在市中心处的所有南疆区3大公会成员齐刷刷脸色一变，半神级怪物来袭。可魔都大区的半神玩家根本没有到达这里，难道要靠他们去与半神级怪物战斗？这怎么可能啊？怎么办？要不要放弃南疆市逃跑？在半神级怪物的恐惧笼罩下，所有人都忍不住想要逃离。发布全市广播，所有人尽快撤离南疆市，这里我们守不住。灵魂承载摇头一叹，深知他们与半神级怪物的差距，就算是南疆大区玩家一起上，又能与半神级怪物战斗多久？5分钟？还是3分钟？可那样一来的话，会有多少人死在这里？100万？亦或者1000万？灵魂承载摇摇头，不敢再往下想，因为越想他越觉得可怕。毕竟都天市的惨状还历历在目。此时，夏期与法力风暴各自集结工会成员，将通告传达了下去。虽然心有不甘，但是没办法，在现实世界中想要去碰一碰半神级怪物，他们是真的不配。紧急通知，异界生物来袭，请市民尽快离开南疆市。异界生物来袭，请市民尽快离开南疆市。南疆市所有避难警报同一时间响起。当刺耳的警报声传来，所有人都知道一场惨烈的大战即将开启。正当所有人都带着惊慌失措的神情走出家门时，忽然那刚刚响了2声的避难警报竟然沉寂了下去，所有人都宛如错觉。与此同时，一道浑身穿着淡蓝色法袍，周身被无尽寒冰包围的阴柔男子忽然出现在南疆市上空。只见他随手一挥，刺骨的寒冰忽然朝南疆市区4面8方激射而去。下一秒，一道道冰墙凭空而起，将整个南疆市围成一座寒冰堡垒。擅离南疆市者死！寒冰城墙耸立，将南疆市所有退路封死。这一刻，所有人都慌了，为什么不让我们离开？无数想要逃离的人大声质问着。半神级怪物降临，这个时候将南疆市封锁，那无疑是断了所有人的生机。这个人到底要干什么？你们没有资格与我讲话。在冷冰冰的抛出一句话后，天空中的那道人影竟然消失不见了，这让所有人都摸不透他的想法。他就是魔都大区2尊半神之一寒冰圣王，行事未免有些霸道了。夏期眉头紧皱，对寒冰圣王的所作所有表示心中不痛快。没错，就是寒冰圣王，想不到是他亲自赶来了。灵魂承载似乎对寒冰圣王很熟，为夏期几人解惑了一番。不过他为什么不让普通人走？难道他真就自大到以为可以独自对付那头半神级生物？夏期有些疑惑。在正常情况下，无法参与战斗的人将会是第一批撤离战场的人，可寒冰圣王的所作所为却与之相悖。到现在还不明白吗？灵魂承载轻声一叹，满是苦涩道：“他是想让我们被迫一战，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更好的观察来袭半神级怪物的一切，他就可以放手与半神级怪物一战了。所以，我们真的成了炮灰。”夏期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灵魂承载刚要说些什么，这时几人脚下忽然出现一块巨大的寒冰，刺骨寒气喷发，将所有还未撤离的玩家统统禁锢在了上面。寒冰圣王，你要做什么？放开我们！日尼玛，你以为你是半神，小爷就不敢骂你吗？老子知道你要做什么，你个细狗，只会仗着实力对自己人下手。没错，牛皮你就去和怪物单挑啊！哈哈哈，他一个死太监都不是老爷们了，哪敢跟怪物单挑？知道寒冰圣王要拿他们当炮灰。这一刻，所有玩家谁还惯着你是什么狗屁半神？火力全开，倾吐着自己所会的污言碎语。轰隆隆，
就在这时，一阵阵剧烈的摇晃传来，寒冰巨块自地面升起，越飞越高，最后竟将夏期与灵魂承载等人尽数送到了寒冰城墙下。这时，寒冰圣王阴柔的声音忽然自远处响起：“蝼蚁就该有蝼蚁的觉悟。”第92章进攻开始。法力风暴的后手，寒冰圣王，你算什么半神？有玩家仰天怒骂。闻言，寒冰圣王只是冷哼一声，便不再理会，对于所有南疆大区玩家的话充耳不闻，一副高高在上，视他人生命为草芥的模样。人类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无耻的家伙？我们不应该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吗？夏期攥了攥拳头，恨不得一拳打在寒冰圣王脸上。你还是太年轻了。灵魂承载缓缓叹了一口气，道：在神灵不出的年代，半神就是这个世界的巅峰战力，谁又会把自己置于险地呢？我甚至可以断定，若要是看情况对自己不利，寒冰圣王将会抛弃南疆大区，直接撤退。话落，灵魂城在缓缓闭上双眼，心中不由得一叹：自从神域降临以来，永生成了每个人都追求的东西。那些触及神灵边缘的人类半神，距离永生只差一步。谁会为了不相干的人轻易葬送自己的永生之路？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夏期不想坐以待毙，不过他们这些人全部被脚下的寒冰封住了，再加上身后还有寒冰圣王虎视眈眈，想要全身而退着实有些艰难。这时，一直沉默的法力风暴眼神闪烁了一下，低语道：我这有一枚逆转时空卡，还能使用3次，如果使用的时机恰当，我们所有人都会逃离此地，甚至还有可能坑寒冰圣王一手。你手中还有这种好东西？夏期眼中一亮，逆转时空卡在使用后可以与目标交换位置，如果使用得当的话，他们这些人就可以逃离这里了。不过这样一来，寒冰圣王恐怕会记恨死我们了，若要是他折损在这里，恐怕魔都大区都不会放过我们。夏期眼帘低垂，倒没有什么愧疚，毕竟是寒冰圣王先逼的他们，眼下谁还管得了那么多？不知道永夜那边怎么样了？夏期心中不由想起了苏北，暗道：若要是他在这里，想必情况会不一样吧。正当夏期想到此处，也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有玩家神情恐慌，颤抖着拿手指向远处，道：来了，他们来了。顺着手指方向望去，只见远处的地平线上无尽黑芒如同洪水般滚滚而来，轰隆隆，大地震颤，怪物的嘶吼声响彻不断。就在这时，一道巨大无匹、浑身笼罩在黑色雾气中的身影缓缓从地平线上升起，黑色雾气涌动，魔神般的高大身影立在半空。虽然看不清面容，但是其恐怖的气势已经扑面而来。在那道魔神般的身影下，密密麻麻数之不尽的怪物齐齐发出一声咆哮。好！虚空爬行者嘶吼着，随着他们不断向前涌动，整个大的都在震颤，仿若发生了地震。面对铺天盖地袭来的虚空爬行者，被寒冰圣王强行困在第一线的玩家们脸色变得无比苍白。他们不是没与半神级生物战斗过，可是那是在神域里啊，就算是死亡了，也可以在神域中复活。在这现实世界中，凭借他们的血肉之躯，怎么可能抵挡得住如洪流般的怪物群？也正在这个时候，所有被困在寒冰上面的玩家齐刷刷感觉自己脚下一松，原本束缚着自己的寒冰魔法竟然主动解除了，去与怪物战斗，尽可能的杀死这些怪物。不要妄想着逃跑，有我在这里，你们跑不掉。寒冰圣王冰冷的声音不适宜的响起，这让在场的每个玩家心中都充斥着一股怒火。若不是打不过寒冰圣王，他们真想一拥而上，将这个该死的家伙给碎尸万段。大家同属人类，没想到寒冰圣王竟然拿他们的命不当命。所有玩家心中都升起一丝悲哀。若要是人类强者都如寒冰圣王这般，可能要不了多久，人类就会被消灭殆尽了吧。夏期冷冷地看了一眼寒冰圣王，冷声道：陆神公会准备迎战，碎星公会准备迎战，破天公会迎战。伴随着灵魂承载、法力风暴3人命令下达，所有玩家都振作起来，因为在这条命令当中有着生的希望。召唤师将宠物顶在前排，战士去第2梯队，法师牧师靠后退，刺客伺机补刀。不要有压力，我们就当作是在神域中开荒 BOSS。 一条条命令下达，所有玩家有序行动起来。也就在这时，虚空爬行者已经涌到了不足1000米的距离，远程攻击。灵魂承载面色凝重，率先下达了指令。虽然是第一次带领玩家在现实世界作战，可是他却根本没有一丝生疏，毕竟这样的战斗在神域中他们都经历过很多次。咻咻咻咻咻咻，五颜六色的箭雨划过天空，径直朝着远处怪物群袭落。如此密集的怪物，他们甚至连瞄准都不需要，
噗噗噗，成片的怪物倒在箭雨之下，不过却有越来越多的怪物涌上来。也就在这时，法师职业的群体魔法到了，烈焰、雷霆，各种颜色的群体魔法炸裂，远远望去，能看到整个南疆市的郊外如同化成一座炼狱。一时间，爆炸的轰鸣声响起，数不清的怪物在这一轮攻击下死亡。但是后面那些虚空爬行者没有丝毫畏惧，踩踏着地上的同伴尸体，风一般朝南疆市攻来。眼看着即将与召唤师的宠物相互碰撞，夏期来到法力风暴身边，极其小声地问道：“还没找到寒冰圣王的位置吗？”法力风暴摇摇头，轻声道：“这个家伙太过警惕了，可能我们得与怪物近身接触才行。可是那会死多少人？”夏期皱了皱眉头：“放心吧，灵魂承载说了，他有办法。”法力风暴朝灵魂承载努了努嘴，示意夏期安心。可就在这时，天空中那尊如魔神般的半神级怪物竟然主动出击了！不好，那尊半神级怪物动了！夏期惊呼了一声，还未等他话音落下，所有人只感觉眼前一花，那尊魔神般的身影竟然突然闪现至了所有玩家头上。在所有人惊恐的目光中，一条条巨大的触手朝着人群狠狠砸下，瞬间将夏期等人淹没。第93章，恐怖的半神级怪物。寒冰圣王出手，诸神庇护。千钧一发之际，灵魂承载随手一扬，将一枚金色符印丢出，金光洒落，一道无比厚实的结界出现，瞬间将在场的所有玩家都包裹了进去。轰！巨型触手撞击在结界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剧烈声响。嘎吱嘎吱，一声声不堪重负的声音传来，仿佛下一秒金色结界就会彻底崩碎。灵魂承载擦拭掉嘴角的鲜血，转身朝法力风暴艰难道：“结界虽然不会被攻破，但再来几次的话，恐怕我们都会被震死。”虽然这一击接下了，可是在金色结界内部的所有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内伤，几乎所有人的眼鼻口中都流下了鲜血。仅仅这一击，就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见识到半神级怪物的可怕与不可战胜。不动用魔法，单凭这恐怖的距离都无人能够接下，这要是打在身上，肯定连吭都不会吭一声，就原地爆碎了，真是可怕。夏期眼中带血，望着天空中那尊半神级怪物，心中只感觉一丝丝无力，不过更多的却是悲哀。明明现在有一尊人类半神在此，只要他出手，就算是无法杀掉同为半神的怪物，也足以跟其打成平手。而寒冰圣王却根本没有出手的打算，这怎么能让人不悲哀啊！放开我！救命！这时，慌乱的惊呼声突然在天上传来。夏期抬头望去，只见数不清的人被触手抓起，朝着天空中那尊半神怪物卷去。下一秒，无数人见到了极为恐怖的画面。那天空中的半神级怪物大口一张，将数百人全部卷入了口中。嘎吱嘎吱，伴随着渗人的咀嚼声，一道道血气涌入那尊半神级怪物的躯体。在血气的滋养下，他的躯体肉眼可见的大了一圈。我怎么感觉他好像大了一圈？有玩家眼中惊恐，不确定的说道：“不是好像，而是真的大了一圈。”灵魂承载眉头一皱，意识到了不对劲。这头怪物的属性他们看不到，无法确定其拥有什么能力。不过现在看来，似乎是拥有吞噬他人血肉、提升自己实力的本事。这可真是大事不妙！一旦防护结界消失，我们恐怕都会成为他的口粮。正当灵魂承载愁容满面，想着应对办法的时候，忽然，天空中的那尊半神级怪物再度发生了变化，血气浮现，隐约之间似乎能看到无数人类的面孔在血气中不断哀嚎。猩红色的光芒笼罩全身，一道道血色光圈将半神级怪物包裹。很快，在其躯体外围形成一个血色重茧。灵魂承载先是一怔，然后惊呼道：“不好，它正在进化！怪物会进化，这可就太害人了！眼下的半神级怪物都不是他们能够对付的。若要是再次进化下去，这蓝星还有谁能杀得了他？恐怕人类半神都得在其手中陨落。寒冰圣王，你还不出手吗？一旦这头怪物进化成功，你以为你还能跑得掉？”灵魂承载怒吼着，也不管寒冰圣王是否能够听见，不过此时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就在这时，原本燥热的空气忽然变得冰冷起来。冰风暴，锋锐的碎冰夹杂着如刀般的狂风，朝着那血色巨茧斩去。寒冰圣王终于是按捺不住，主动出手了。因为确实如灵魂承载所说，一旦血色巨茧进化完毕，到时候再阻止，可说什么都晚了。出手了！寒冰圣王终于出手了，他来救我们了。呵呵，你还真是单纯啊。怎么说，
摆明了是寒冰圣王怕血色巨茧中孵化出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到时候就脱离他的掌控了。就是不知道寒冰圣王能不能成功了，应该可以吧？那怪物也真是找死，竟然自己变成虫茧，这不是等着挨打吗？玩家们心中虽然不爽寒冰圣王的所作所为，但是却在心里希望他能够斩杀半神级怪物。在所有人期待的眼神中，一朵朵绚烂的冰花在血色巨茧上绽放。正当所有人都心中一喜，以为寒冰圣王得手的时候，只见那原本澎湃汹涌、蕴含恐怖冰霜能量的冰花，竟然在缓缓缩小，眨眼之间便彻底消失不见，似是凭空消失了一般。那个血茧在吸收寒冰圣王的冰风暴，这怎么可能？不然没有办法解释啊！你们也感受到了，寒冰圣王那道技能里所蕴含的能量有多么恐怖。如果这要是真的，那这怪物该怎么打？难道只能坐等它孵化出来吗？或许可以用近战武器试试。快看，寒冰圣王冲上去了！闻言，顿时所有人将目光投向天空。只见寒冰圣王手持一柄环绕着冰霜的细剑，一番闪烁之间，便来到了血色巨茧身旁。他没有丝毫犹豫，只见其抬手一刺，冰霜细剑瞬间朝着巨茧刺去。噗嗤！只听一声脆响，寒冰圣王的细剑竟然真的穿透了巨茧，一击凑效。寒冰圣王冷冽的面孔上浮现一丝笑容。正当他将长剑拔出，想要继续刺入的时候，忽然无数道血色丝线从巨茧的伤口迸发出来，咻咻咻！血色丝线如同有生命一般，径直朝着寒冰圣王扫来。冰霜回旋斩！寒冰圣王眼中泛着蓝光，一道道冰霜剑气从长剑上激射而出。冰霜回旋斩作为群体技能，最适合应付这种情况。刷刷刷，一条条血色丝线被斩断，却有更多的丝线从巨茧伤口处迸发而出，就如同一副大网朝着寒冰圣王盖来。冰霜回旋斩！正当寒冰圣王想要再次将来袭红线斩断，就在这时，他忽然感觉到自己的长剑被一股巨力给拉扯住了。原来不知道在什么时候，那被他斩断的丝线竟又死灰复燃，悄然缠绕在了自己的长剑上。得离开这里！寒冰圣王见情况不妙，刚要发动闪现撤离，突然一道不起眼的黑色丝线瞬间洞穿了他的身躯。这是寒冰圣王心中惊怒，刚要爆发冰霜之力将周围的一切冻结。忽然寒冰圣王只觉眼前一黑，刚刚凝聚的冰霜之力瞬间化成冰晶消散在空气中。这一刻寒冰圣王慌了，他惊怒地朝灵魂承载当人怒吼道：他在汲取我的力量，你们还不出手！第94章生路被断，无处可逃，快攻击他！我若要是出事，你们谁都活不了！这一刻寒冰圣王慌了，他感觉自己的生命力正在缓缓流失，若要是没有人出手中断他与血色巨茧的链接，恐怕他真会被血色巨茧给吸成人干。我们要出手吗？夏七皱了皱眉头，先不要乱动。灵魂承载急忙提醒道。不动。夏七不解地看了一眼灵魂承载，疑惑道：别跟我说你想要救寒冰圣王，要知道他刚刚可是准备让我们去死。夏七望着被束缚住的寒冰圣王，心中真是没有一丝好感。而且说真的，连强大如寒冰圣王那般的半神级人物都被那血色巨茧给束缚住，眼见即将殒命，即便自己等人出手，恐怕也改变不了现状。现在当务之急，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刻离开这里。不是要救他，而是我们恐怕是走不了。你们看看四周。法力风暴忽然沉声说道。怎么了？夏七带着不解的神情转头朝一个方向看去。忽然夏七的瞳孔猛缩了一下，原来不知道在什么时候，那些被寒冰圣王斩断掉落在地面上的血色触手都如同活过来一般，他们在地面上直立而起，如同树枝一般摇曳着，将所有玩家的退路封死。隐约之间还能看到一双瞳孔生长在触手之上，似是在监视着所有在场玩家。有人在上面。夏七瞳孔一缩，他发现有一部分触手上有数具干瘪的尸体卷在触手上，而且数目不少。这是怎么回事？夏七急忙问道。我们被包围了。灵魂承载深深望了一眼天空上的血色巨茧，沉声道：如果我没猜错，这个家伙是把我们当成了口粮，只要试图逃跑就会引来地面触手的攻击，只要不动暂时就没事。不动？那岂不是说我们只能坐以待毙了？夏七有些不甘心地呢喃道。不，还有机会。法力风暴将目光看向都天市幻界会长幻风，沉声道：幻风会长，你的群体传送还剩余多久？10分钟。幻风下意识地回道，不过紧接着他又摇了摇头，失落道：就算我们能坚持10分钟，即便可以传送了，想走也很难。
这里的玩家至少会死掉9.9成。9.9成！夏七心中一跳，在场的玩家不知道多少，少说也有数万名，那岂不是说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逃离？没错。幻风点点头，恨道：这头怪物目前已知有2种形态，一种就是最开始的人形形态，用来攻击；另一种就是现在禁尸形态。开启传送法阵，他会命令触手阻拦我们逃离，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来的时候会有很多玩家死在传送途中。随着幻风话音落下，气氛一度陷入沉默，所有人都没想到竟然会陷入如此绝境，逃也好，战也好，最终恐怕都是死路一条。绝望的气息不断弥漫。就在这时，铿锵，有玩家猛地抽出武器，目光森然地望着天空中那枚血色巨茧，疯狂道：死又如何？就算是死，小爷我也要插他一刀。没错，插 TMD。铿锵铿锵，越来越多拔出武器的声音响起，魔法能力亦在不断涌动。这一刻，原本绝望的气息被疯狂所取代。灵魂承载、法力风暴以及夏七3人相视一眼，心中都无比惊讶。没想到南疆大区的玩家们没被怪物所吓倒，反倒是爆发出浓烈的战意。灵魂承载深深吸了一口气，目光环视四周，他知道是时候孤注一掷了。所有玩家攻击！与此同时，苏北从家中走出家门。此时，原本热闹的大街上，很多人正在惊慌失措地逃窜着。忽然，苏北注意到了由寒冰圣王所筑起的巨大冰墙，他急忙拉住一个行人问道：这是怎么回事？松手！你 TM 给我松手！行人大怒，想要强行掰开苏北的手掌，不过奈何苏北的力量太过强大，任他怎么挣扎都没能挣脱。直到这时，这名行人才意识到自己似乎遇见了大佬了。怪物覆灭了都天市，正在攻打南疆市。你抓着我做什么啊？有本事你去杀了那怪物啊！行人有些崩溃了，他不过就是个路人甲，刚好路过而已。怪物在哪？苏北皱着眉头问道。在南边郊外。谢了。刚刚抱歉。苏北将这名行人放下，就要离开。见苏北真的要去，这名行人忍不住道：小子，你还是别去了，连半神都栽了，你去就是送死啊，还是逃命去吧。苏北诧异地看了一眼这名陌生人，微微一笑，缓缓道：谢了，不过该逃命的是那只怪物。说话之间，一股恐怖的气息骤然在苏北身上爆发，一件件巨线装备闪烁着金光浮现，仅是一瞬间，璀璨至极的金光便将苏北笼罩。下一秒，一对金色羽翼自苏北背后浮现，羽翼一震，他瞬间消失在了原地。唰，苏北化成一道金光，急速掠过南疆市上空，醒目至极。这让所有正在逃离的人都忍不住停下脚步，朝着天空望去。难道有其他人类半神来助战了？那是不是不用逃了？还是先跑吧，狗命要紧。此时，那刚刚被苏北抓住的行人彻底呆滞在了原地。卧槽，刚刚那个难道也是半神？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个似乎才成年的年轻人竟然是尊半神。不对，或许超越了半神也说不定。那恐怖的气息可比寒冰圣王要爆发的气势还要恐怖。难道那年轻人是人族真神？哈哈哈哈，我们也许有救了。此时，南疆市郊，哀嚎声和喊杀声不断响起。灵魂承载无力的跪倒在地，在他周围躺着数不清的玩家。他们刚刚的攻击彻彻底底失败了，不光没有对血色巨茧造成伤害，反而是激怒了血色巨茧。所有人都被黑色丝线贯穿，下场落得和寒冰圣王一样，被血色巨茧汲取着生命力。到此为止了吗？法力风暴惨淡一笑，他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华丽花哨的行为和技巧都是徒劳。正当法力风暴缓缓闭上双眼，准备迎接死亡降临的时候，一道略带调侃的声音忽然不合时宜地从天上响起：哟，大家这是一起睡觉呢？第95章，不是一尊，是3尊。伴随着苏北来到，此时天空中那血色巨茧竟然加快了汲取速度，似是苏北的到来让他察觉到了危险。救我！寒冰圣王虚弱地朝苏北张了张嘴，他快要被这血色巨茧给吸干了。此刻，寒冰圣王就如同一位日落西山的老者，在其脸上只有临死前的衰败，那股意气风发、号令众人的傲慢早已消失不见。永夜，小星星，你若要是发起攻击，恐怕也会落得我们这般下场。夏七虚弱地提醒着。就在不久前，在场的所有玩家都对怪物发起了攻击，不过却也成功激怒了血色巨茧。
凡是攻击过血色巨茧本体的玩家，全部都被黑色丝线锁死，成为了他的口粮。没事，苏北笑了笑，随后悍然对血色巨茧发动永恒之眼。永恒之眼是永恒级装备自带技能，可探查目的的一切信息。伴随着苏北发动，一枚充斥着神圣气息的眼球在苏北头顶缓缓凝聚。下一秒，一道金色光辉迸发而出，照耀在血色巨茧之上。这一刻，苏北收到了怪物所有信息：虚空领主是灵魔，类型虚空生物，稀有度半神级，等级 LV150，生命值20亿，法力值30亿，攻击力4500万8500万，悟空魔攻，吞噬攻击力加成加298911029，防御力4000万7000万，物防魔防。技能吞噬物质宇宙中的一切物质和能量，使得自身获得一定属性加成，并有一定几率获得进化。当前已吞噬29891029。虚空族血统被攻击时有极高几率免疫伤害，并对目标发射一道牵引连线。牵引连线与目标相连后，可径直汲取目标本源，直至目标死亡。碾压触手召唤触手对目标无差别攻击，造成大量魔法伤害。碾压触手可使自身50米范围内的一切目标所有属性降低 50%。束缚触手断裂的牵引连线将自动化为束缚触手，并每秒对目标造成大量魔法伤害。虚空诅咒对目标发动诅咒，10秒后对目标造成最大血量 30% 的真实伤害。形态转换是灵魔可转换自己的形态。战斗形态使自身所有属性提高 30%。孵化形态使自身汲取能量速度提升 30%。150级，拥有双形态变化，在上家对目标有着极为强悍的控制力，属性更是强到爆炸。这头降临的虚空生物简直可怕，而且更可怕的是，这头 BOSS 竟然可以获得吞噬加成，这意味着他的成长是没有上限的，只要不断吞噬就能不断获得加成，可比苏北在神灵埋尸地遇见的那头要强大太多了，也难怪这么多玩家只能任由其摆布，成为口粮。29891029，也就是说，这头怪物杀了近3000万人。畜生！苏北感觉热血上涌，咻！没有丝毫犹豫，苏北将那把永恒级武器握在手中，对着血色巨茧就是一剑。唰！弓弦轻盈，一道剑光瞬息消失在所有人的视野中。剑矢袭来，血色巨茧如临大敌，一道道红色丝线在玩家身上抽离，在其前面形成一道血色护盾。不过这根本没有丝毫作用。苏北射出的那道箭矢忽然迸发出万丈金光，瞬息间便贯穿了血色巨茧。噗嗤，箭矢一穿而过，在血色巨茧上留下一个硕大的洞口。苏北眯眼向洞口内望去，隐约能见到繁星点点，黑暗虚空。在那黑暗虚空中，正隐匿着3尊浑身漆黑、触手长满全身的狰狞生物。箭矢穿透虚空而来，其中一尊隐匿在黑暗虚空中的狰狞生物，触手疯狂卷动，意图要将苏北射出的箭矢拦截。噗嗤噗嗤噗嗤，苏北射出的箭矢威力惊人，在一连折断无数根触手后，那道箭矢终究被拦截了下来。原来血色巨茧只是类似于躯壳，真正的本体躲在了黑暗虚空。不过让我意外的是，竟然有3尊虚空族生物。苏北目光一闪，拉拢永恒极长弓，将数道箭矢对着洞口射了进去。3尊又如何？无论怎样，他都要送他们去见上帝。哦！诡异的惨叫声接连从血色巨茧中传来，那血色巨茧终于是支撑不住了。哗啦，血色巨茧如同玻璃一般碎裂，紧接着一道浑身长满触手的恐怖生物从当中掉落下来，砸落在南疆市郊外。这一刹那，所有人都震撼不已。原来他们用尽全力都没有攻破的血色巨茧，竟然只是怪物的一道躯壳。这个家伙还是一如既往的恐怖。法力风暴撇了撇嘴，论南疆大区谁与苏北打的交道最多，那无疑就是他了。遥想前不久还能与苏北掰掰手腕，结果现在……法力风暴有些唏嘘。你们看，那怪物站起来了！有玩家惊恐地喊道。闻言，所有人都将目光看了过去。吞噬掉你的血肉，我们也许能够进化成真神。触手摇曳，虚空领主是灵魔化成一道黑色人影，目光贪婪地看着苏北。不过直觉告诉他，眼前的这个人类很强，堪称他的大敌。来，苏北摇头一笑，朝是灵魔勾了勾手，一起动手。他的血肉我们平分。是灵魔忽然沉声自语了一句：好，可以。2道陌生的声音从莫名其妙的方向传来。下一秒，
空间波纹闪烁，黑色虚空之门洞开，两尊与世灵魔长相几乎一般无二的虚空族从虚空之门中迈步走了出来。这一幕让所有玩家都瘫软地坐在地上，眼神惊恐地望着天空中那三尊魔神般的身影。哈哈哈哈，不是一头怪物，是三头，这还怎么打？这就是我们的命运了吗？还有谁能来救救我们？此时所有玩家都绝望了，一尊怪物都如此难对付，三尊一起出手，这还怎么打？第96章3打1，优势在我。三尊半神级，灵魂城在喃喃自语，目光呆滞看着高空中那三尊魔神般的身影，不知道永夜能不能挡得住。夏期目光中有着一丝担忧，三尊半神级出现，虽然没有朝玩家们动手，但是给在场玩家的压力却无法计量。完了，我们彻底完了，三尊半神级啊！不，我不想死在这，我的孩子才刚刚出生。逃吧，趁永夜与三尊怪物对峙，要不我们还是逃吧。哈哈哈哈哈！逃？能逃到哪里去？你说，我们能逃到哪里去？逃走也比在这里坐以待毙强。哈哈哈！永夜如果拦不住那三尊怪物，我们跑到哪都得死。三尊半神级怪物降临，对所有玩家的打击都是巨大的。苏北的出现原本给大家带来了希望，可三尊半神级的降临，却瞬间让这希望破灭了。老秃驴，老神棍，小爷这辈子没求过人，你们一定要保佑永夜战胜那三头怪物。只要永夜赢了，我回头多给你们上点香。烧纸前，有玩家颤抖着将双手合十，在心中不断为苏北祈祷。永恒感知，三尊怪物出现，让苏北并没有贸然出手，而是径直发动起探查技能。他要摸一摸另外两尊半神级的属性。虚空领主，噬灵将，类型虚空生物，稀有度半神级，等级 LV160， 生命值25亿，法力值35亿，攻击力5500万9500万，悟空魔功，吞噬攻击力加成加29891029，防御力5000万6000万，物防魔防。技能吞噬物质宇宙中的一切物质和能量，使得自身获得一定属性加成，并有一定几率获得进化。当前已吞噬29891029。虚神之眼，召唤虚神之眼，并通过它来观察目标所有信息。死亡缠绕使目标因恐惧而逃跑，并为你回复 70% 生命值，持续10秒。汲取生命，吸收目标生命精华，并使目标受到大量魔法伤害。不灭虚空，使自身遁入虚空，所受伤害降低 99%， 并免疫任何控制效果。形态转换噬灵魔，可转换自己的形态。战斗形态，使自身所有属性提高 50%。孵化形态，使自身汲取能量速度提升 60%。合体形态，与其他噬灵魔合体，并获得目标 50% 属性。虚空领主，噬灵帅，类型虚空生物，稀有度半神级，等级 LV170， 生命值40亿，法力值30亿，攻击力9500万6500万，悟空魔功，吞噬攻击力加成加298911029，防御力9000万5000万，物防魔防。技能吞噬物质宇宙中的一切物质和能量，使得自身获得一定属性加成，并有一定几率获得进化。当前已吞噬29891029。虚空掠夺，在技能持续时间，若与目标武器发生碰撞，有 90% 的几率夺走目标身上一件装备。虚空幻魔斩，发动虚空之力，对目标发出无数道强有力的斩击，每命中一次目标都有几率触发斩杀效果。斩杀对目标发动致命一击，使目标直接死亡。虚空之握，抓取敌人并吸食目标的血气，并用以反击目标，使目标受到持续暗影魔法伤害。凋零虚空，让一片虚空处于凋零状态，使进入范围内的目标每秒损失大量生命值，并降低 70% 移动速度。形态转换，噬灵帅可转换自己的形态。变身形态，使自身所有属性增加 50%， 攻速增加 50%， 移速增加 50%， 所受伤害增加 100%。孵化形态，使自身汲取能量速度提升 50%。这两只比之前那是灵魔要更强，最强的当属噬灵帅。苏北深深看了一眼当中尤为巨大的噬灵帅。噬灵将是个法师类型的半神，这种类型的怪物没有什么特别技能的话，对他来说不足为惧。真正有些棘手的是那皮肤微微泛着红光的噬灵帅。虚空掠夺和虚空幻魔斩皆是比较棘手的技能，这两个技能的附带效果对他来说都相当有危险性，毕竟他一身实力目前全是靠着永恒级装备支撑。
只要被是灵帅夺走一件，那对他的实力都是巨大的削弱。你很强，但这力量不属于你。三尊半神级怪物中，实力最强的是灵帅，目光森然地扫视着苏北。苏北将目光投向噬灵将，只见不知何时，一道充斥着妖异之感的紫色眼球正出现在噬灵将头顶，观察着自己，似乎是与永恒之眼一眼的探查技能。被人看透，苏北没有慌乱，依旧泰然自若。这种事情之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3对1，优势在我们，一起动手。话音落下，噬灵帅手中忽然出现一把上面长满眼球的怪异武器，刹那间便朝着苏北发动技能虚空幻魔斩。刷刷刷刷刷，一道道虚无般的剑气在空气中若隐若现，就如同与空间融为一体，让肉眼无法捕捉。剑气所过之处，只能见到一条黑色痕迹。3打1，优势就真的在你们吗？面对斩来的狂暴剑气，苏北只是摇头一笑。下一秒，他的瞳孔变成了这世间最为绚烂的色彩。永恒之眼发动，唰！永恒之光照耀，瞬间便命中噬魂帅的躯体。啊！噬魂帅发出一声惨叫，便消失在了原地。这一幕来的是如此突然，让所有玩家以及2尊半神级怪物都愣在了原地。还未等他们回过神，这时苏北悍然发动了攻击。咻咻咻！第97章瞬杀半神。永恒之眼发动，将最为强大的噬魂帅放逐进未知空间。原本3对1的局面瞬间变成2对1。这一幕让所有人都为之一振，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想到永夜居然这么快或者这么轻松的就解决掉一头半神级怪物，这简直让人无法想象。那可是半神啊！咻咻咻咻！苏北没有犹豫，直接拉开长弓开干。永恒之眼虽说是可以将目标持续放逐到未知空间当中，可那噬魂帅毕竟是虚空一族的半神级强者，对穿越虚空屏障十分熟悉，说不定会突破未知空间回到蓝星上。为了防止意外出现，当务之急是尽快干掉另外2只噬魂魔，毕竟1v1总比1v3要轻松。咻！苏北手持永恒级长弓，将弓弦拉至极限，点点金光自主从虚空浮现，快速融进追踪剑矢之中。原本泛着紫色光辉的追踪剑矢变得金光夺目，上面蕴含的可怕能量竟隐隐扭曲了空间。咻！弓弦轻盈，追踪剑矢在空中拖着金色尾焰，仿佛一尊天神降临，带着无边怒火径直袭向噬灵魔。我被锁定了！最先出现的半神级噬灵魔眼中闪过一道骇然，苏北射出的剑矢让他感到惊恐。这种力量堪比真神，本以为他们降临蓝星可以大肆吞噬人类，将整个蓝星化为死星，届时说不定自己会成为虚空一族下一位真神。谁能想到，在这如此不堪一击的蓝星上，竟然会出现这么一个另类的存在。明明级别很低，连一次觉醒都没有，但是却拥有着一整套永恒装备，这简直让人无法理解。遁入虚空，剑矢来袭，已由不得他多想，只得发动虚空一族的血统技能。遁入虚空好用来躲避苏北的追踪剑矢。唰！黑色虚影闪烁，虚空之门大开，噬魂魔一个闪身便钻了进去。正当虚空之门即将关闭时，苏北射出的剑矢竟在虚空大门关闭的毫厘之间也没入了进去。嗡！虚空之门关闭。正当所有人都心中一紧，暗道可惜的时候，下一秒，噬灵魔所消失的位置，空间忽然剧烈的震荡起来，隐约之间还有蓝色血气蒸发。嗷！伴随着一声惨叫，那片空间忽然如镜子一般碎裂开来，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所吸引。哗啦！伴随着一声脆响，紧接着浑身支离破碎，额头中央还有一个巨大血洞的噬灵魔从天空中跌落出来，漫天触手坠落，砸落在地面上，带起一阵阵尘埃。轰！噬灵魔重重跌落在地，再也没了一丝声响，不知是死是活。这让一旁的噬灵将瞳孔一阵阵收缩，眼中浮现出骇然的神色。这个20多级的人类竟然如此凶猛！先是动用永恒之眼，将3人中最为强大的噬魂帅放逐，随后又一剑洞穿虚空，将另一尊噬灵魔射得重伤垂死。原本3打1的大好形势，瞬间变为1对1 solo， 这可真是不太妙。此刻不光是噬魂将震惊，所有在南疆市郊区的玩家都震惊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法力风暴感觉自己眼皮直跳，心中震撼已经不知该用什么言语形容。牛逼！操！我就说永夜是真的牛逼，都说永夜是变态，开始我还不信，现在我是信了。杀了他，为死去的都天使同胞复仇。没错，报仇！小爷都差点被那家伙给吸干了。逆风变顺风，这让所有玩家都变得激动起来。
刚刚3尊半神级怪物降临时，那一刻几乎所有玩家都绝望了。1尊半神级就能打得人类半神寒冰阵亡惨败，3尊齐出，这已经可以认定为南疆市将重蹈都天市覆辙。就在这无比绝望的时候，苏北现身了，放逐式灵帅，一箭射杀式灵魔，如此无敌姿态，让所有玩家再次看到了希望。咻咻咻！与此同时，苏北正在对着仅存的噬灵将持续攻击着，箭矢带着金色尾焰，如同流星般朝着噬灵将砸去。不灭虚空，噬灵将瞳孔突然变得无比漆黑，伴随着他一声低语，不灭虚空技能发动。轰！一道蓝色血光崩出，苏北所发射的箭雨将噬灵将洞穿，径直飞向远方。不灭魔躯发挥了作用吗？苏北眼睛眯了眯，虽然被箭矢洞穿，受到了伤害，可是噬灵将并未陨落。他看向苏北的眼神中充满了骇然。不灭魔躯确实是为他降低了 99% 的伤害，可苏北的箭矢依旧给他带来了重创。这么低级别就如此可怕，若要是这个人类成就了半神位，那将会有多么恐怖。噬灵将心中骇然，不过此刻他想要跑路了。眼下噬魂帅生死不知，自己的不灭魔躯虽硬，但也架不住多次遭到重创。一旦持续时间结束，或者承受太多攻击，那还是会死掉的。我得离开这里，赶紧逃！此时噬魂将脑海中只有逃跑2个字，若要不逃，他100%会死在这里。此刻苏北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攻击力强横无匹，就算是噬魂将有 99% 免伤，恐怕也承受不住太多箭矢。正当苏北拉开长弓想要继续攻击时，死亡缠绕，噬魂将朝苏北打出一道诡异的绿色能量，随后转身就跑，头也不回的朝远处急速飞行。想跑？苏北心中冷笑，死亡缠绕是控制类技能，若要是寻常人中了，还真会让噬魂将给跑了。不过他现在可是免疫控制的，无视调袭来的绿色能量，苏北背后金色羽翼一震，朝着远方的噬魂将急速追去。看你往哪跑！苏北追击，不断将箭矢射向仓皇逃窜的噬魂将。在接连受到重创后，噬魂将的移动速度肉眼可见的降了下来。不过此时苏北却愈发的愤怒起来，眼中的杀意第一次如此浓烈。因为噬魂将所逃窜的路线正是前往都天市的必经之路，这一路上到处都是人类残缺不全的尸体，很难想象到底有多少人惨死在虚空族手中。去死！第98章，他一箭射爆了半神。与此同时，都天市市中心，一红一绿2道身影正悬浮在这座化为废墟的城市上空。两人俯瞰着昔日繁华，如今却尸横遍野的都天市，不由得摇了摇头。唰，红绿光芒闪烁，两人降落在一栋高层建筑上。月秋，我刚刚感知过，这里已经没有一个活人，而且诡异的是，所有人都变成了干尸，似乎浑身精气都被吸了个干净。看来这次降临的怪物不一般啊！红光消散，一名身材魁梧，眸子中隐约有火焰跳动的男子从红光中走了出来，正是魔都大区人类半神烈阳。此时烈阳看向他身旁那身材修长、皮肤雪白、长相绝美的女子，目光中隐隐有些火热。真的没有一个活人了吗？月秋眼中有着一丝不忍，最终轻轻一叹道：我们终究还是来晚一步，这么多的人类就这样逝去了。在得到怪物降临的第一时间，他便联络魔都大区其他半神，准备一起去击杀怪物，好阻止他大肆破坏。不过任谁都没有想到的是，怪物竟然直接降临在都天市中心，任凭他们再怎么急速赶来，都无法避免悲剧的发生。我们国家的半神还是太少了，消息传递还有时效性，这让我们很被动。烈焰不由有些感叹，神灵不出，半神就是这个国家的巅峰战力。不过偌大的夏国却仅有10余尊半神级玩家，就算是他们分配到夏国的各个角落，也无法做到万无一失。毕竟夏国太大了，而每次怪物所降临的位置都充满着不确定性，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他们降临在哪里。这就导致了他们很难在第一时间发现怪物的踪迹，只有在怪物造成破坏后，才能得知怪物具体降临在哪里。话说寒冰那边没事发生吧？月秋忽然开口问道。三人从魔都大区出来后，约定好他们两人前往都天市探查，寒冰前往南疆市镇守。不过都这么久了，寒冰那边还没传来消息，莫不是怪物绕路没走南疆大区？还是说寒冰那边有什么意外了？我问问他。烈阳也意识到了不对，急忙与寒冰发起通话请求。嘟嘟嘟，通话提示不断响起，可寒冰那边却迟迟没有接通，这让烈阳生出一丝不好的预感。没接通？月秋皱着眉头问道。烈阳点点头，沉声道：没接，我总感觉有事发生，我们现在出发去南疆市。好。
月秋深吸一口气，刹那间化作一道绿芒飞向天空。两人朝着南疆市赶去，沿途所过之处可谓是惨不忍睹，血流成河，残尸遍地。原本生机盎然的大地都化为一片焦土，焦土一路向远方延伸，那边正是南疆市方向。那半神级怪物果然朝着南疆市去了，我们得加快速度了。再联想到刚刚未接通寒冰的通话，烈阳心中不好的预感愈发强烈。轰！火焰元素爆发，烈阳的速度突然上升一个台阶，整个人拖着长长的尾焰朝着南疆市急速飞去。两人一阵急速飞行，远处南疆市的轮廓若隐若现。正当烈阳、月秋眼中一喜，想要再度加速时，突然一道浑身长满触手、体型硕大的怪物朝着两人疯狂扑来。来者正是被苏北追赶的噬魂将，不过由于视线被怪物阻挡，两人并未发现怪物身后的苏北160级的半神怪物。烈阳与月秋相视一眼，都从对付眼中看到一丝骇然。这次降临的怪物竟然是一尊160级的半神级。要知道，从有记载的怪物入侵以来，最高级别的入侵怪物是一头130级的远古巨兽。可就是这一头130级的远古巨兽，都是魔都、京城大区10余尊人类半神一起出手，在历经数天战斗，毁灭掉数座城市后，才将其彻底击败。眼前这尊160级的怪物，可以说蓝星上的半神就算是组团前来都没有办法抗衡。烈阳，怎么办？月秋目光中有着一丝决绝。呵呵，还能怎么办？烈阳眸子中火焰疯狂跳动，下一秒，一把火焰长剑突然在手中出现。当然是你先走，我断路了。冲天火光自烈阳身上爆发，只见他手持火焰巨剑，笔直朝着噬魂将刺来。就在烈焰抱着就算死也要割下这尊怪物一块肉的时候，忽然那尊气势滔天如同古代神魔般的噬魂将竟然一个转身朝着另一个方向疯狂逃窜起来。烈阳正在原地有些不明白，为什么160级的噬魂将竟然对自己如避蛇蝎般的躲开。正当他有些愣神之际，一道金光忽然自远处急速飞来。不过那道金光没有丝毫停顿，而是一个转身径直朝着噬魂将追去。你看到了吗？刚刚那好像是个人吧？烈阳艰难回过头，对身后的月秋有些不确定道：是个人类，而且他在追杀那尊160级的噬魂将。月秋傻傻的点点头。两人目光急速离去的金光一时间有些恍惚，这是何方神圣，竟然在独自追杀一头160级的噬魂将，而且看噬魂将仓皇逃窜的模样，摆明了是金光中的那个人类占据上风，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就在两人震撼莫名之时，更加震撼的事情映入两人的眼帘。只见一道宛如金色彩虹的剑矢狠狠贯穿了远方的噬魂魔，伴随着一声痛苦的哀嚎，那尊 LV160级的半神噬魂将竟然在空中瓦解成了一道道碎片，被彻底击杀了。这个人射爆了一尊160级半神，那噬魂将就这么的死了。两人目光呆滞的站在原地，感觉眉头狂跳。有人在他们两人面前单杀了一只 LV160级的半神噬魂将，这简直跟做梦一般。卧槽，这也太猛了！烈阳忍不住惊呼了一声，若不是亲眼所见，他真是万万不敢相信。正当两人心中犹豫，想着要不要去拜见一下金光中的人时，下一秒，一道硕大无比、充满着妖异紫色的虚空之门忽然出现在天空之上。第99章，无神镇守的蓝星，这是又有怪物降临的征兆。烈阳与月秋两人相视一眼，皆看出对方眼中的惊骇。这才距离上一次怪物降临还没到1小时，就又有怪物降临。怪物如此高频率的出现，这对蓝星对任何人都算得上是一场灾难。现在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天空中那座突然出现的虚空之门在不断扭曲，一会凝实，一会虚幻，有一种非常不稳定，像是随时都可能崩坏的感觉。崩！快崩！月秋捏着拳头，希望虚空之门崩碎在他眼前。快点崩啊！就在烈阳和月秋祈祷着虚空之门传送失败时，忽然整个空间变得扭曲起来，一股比之前更为庞大，让烈阳和月秋两人都感到恐惧的能量波动忽然剧烈爆发。这一刻，原本虚幻闪烁的虚空之门瞬间稳定下来，伴随着紫色光辉闪烁，一尊无比庞大，几乎将半边天空都遮盖的恐怖黑影瞬间从虚空之门中一步迈出。黑色闪电弥漫向四周，恐怖的能量波动瞬间爆发，就仿佛一座大山朝着两人压来。无尽的恐怖感在两人心中升腾。烈焰与月秋眼中满是惊骇，这一次恐怕真是在劫难逃了。烈阳声音低沉，脸上满是苦涩，根本无需感知，但就从那黑影爆发出来的恐怖气息，
周身环绕的黑色闪电，无不说明这尊刚刚降临的怪物比之前的 LV160级的半神级还要强横。完了，这是真的完了 ！LV170级的半神级怪物是魂帅，想我年纪轻轻，连女生的手都没拉过，就要死在这了！烈阳哭丧着脸，直呼老天不公。这时，烈阳快打起精神来，这尊半神级怪物似乎受到了重创。月秋拍了拍烈焰肩膀，而后有些疑惑地自语道：“不过为什么我好像感知到了他的恐惧？”怪物会感到恐惧？你别闹了！烈阳摇头表示不信，当即抬头望上天空那尊黑影。突然，他愣在了原地，因为月秋说的都是真的。只见那怪物庞大的躯干上有着数十道深可见骨的恐怖伤痕，黑色血液就如同喷泉般向外疯狂翻涌。而且细看之下，这尊170级的半神级怪物望着那道金光，瞳孔竟然有着深深的忌惮和恐惧，就仿佛遇见了什么大恐怖般，连连向后退却，似乎在试图离那道金光远一些。这是什么情况？难道说在此之前那金光中的那个人已经与半神级怪物战斗了一场？烈阳与月秋面面相觑，满脸都是难以置信。正当两人疑惑之时，天空那尊原本霸气外露、蔑视众生的半神级怪物竟然风一般的朝远处奔逃起来。烈阳与月秋待在原地，这种情况让两人一时间不知道该做点什么。还想跑？苏北目光转冷，拉动长弓，将数支禁锢箭矢搭在了上面。在锁定了目标之后，禁锢箭矢化成一道金光，快速的击射而去。噗嗤，禁锢箭矢贯穿噬魂帅躯体。只见禁锢箭矢上黑暗符文闪耀，一道道铁锁似的锁链在其上方浮现，将体型硕大的噬魂帅硬生生禁锢在地面上。唰！苏北降临在噬魂帅身旁，没有丝毫废话，直接询问道：“说吧，被打破的次元壁垒坐标在哪？”这一次虚空族生物入侵，原因就是因为神灵埋尸地宫殿迸发的金光打破了次元壁垒，要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的虚空生物降临。为了防止更多异界生物通过那道次元壁垒进入蓝星，那破开的缺口必须要修复或者封印才行。苏北心中虽有猜测，但要是能得到破损处的确切坐标，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不过没想到的是，这刚才还在逃窜的虚空族竟然还是个硬骨头，任由苏北怎么逼问都不肯说出次元壁垒的破口在啊。虚空族从不会向弱小的种族低头，更何况还是一个依靠外物的家伙。待到我族真神降临，你们这颗星辰都将化为死星。噬魂帅森然一笑，目光中满是不屑。而且他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那就是这个颗星球没有神灵，一个没有神灵镇守的星球，又因次元壁垒破裂，意外与虚空族星贯通。可以说，整个蓝星对他们一族来说就是天然的狩猎场。只要将这个消息传递回去，要不了多久，他们虚空族的族人就会争先恐后通过次元壁垒来到这里，届时将会是他们一族的饕餮盛宴。不，或许不止于此。若要他们是虚空族神明，能够穿越过来将蓝星内的永恒本源吞噬，到了那时，虚空族将会出现一尊至尊神明，真神降临。想法挺好，可惜实现不了。苏北冷冷一笑，不打算再与其废话。既然他不愿意开口将坐标说出来，那就只好送他去见上帝了。咻咻咻！苏北出手毫不留情，一连数道剧毒箭矢命中噬魂帅，带走其生命值的同时，又让他体会到饱受剧毒的折磨。箭矢不断钉进噬魂帅躯体，任由噬魂帅连连怒吼哀嚎，苏北脸上都没有露出一丝怜悯。眼前这个怪物可是杀害3000万人类的恶魔，是全人类的公敌，他都不会手软，只怕噬魂帅会死得太快。去死吧！正当苏北想要射出最后一箭，彻底终结噬魂帅时，噬魂帅忽然诡异的笑道：“一颗没有神灵的星球，早晚会被我族吞噬掉一切。我会在冥界等你，等你成为一个亡魂，那恐怕会让你等很久了。”苏北笑了笑，随后径直松开弓弦，咻！箭矢贯穿噬魂帅头颅，将其彻底击杀。轰！噬魂帅庞大的尸身倒地。直到这一刻，烈阳与月秋才回过神来，急忙上前拜见苏北。不过当两人来到近前，看到苏北的面容以及等级时，不由得瞳孔一缩。LV27级游侠。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烈阳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他只感觉眼角狂跳，整个人都有些被吓到了。这一个 LV27级的游侠击杀了 LV170级的半神级怪物，要不要这么离谱？不对，或者说眼前这个人真的是人类？烈阳与月秋默默相视一眼，均看出对方眼中的惊骇和震惊，甚至比见到 LV170的噬魂帅还要震惊。这时
苏北忽然化作一道金光冲天起，他的声音在两人耳边响起：“跟上，和我一起去都天市。”第100章到达都天市，异族神灵降临。为什么还要去都天市？那里不是被毁了吗？不清楚，不过跟着他就是了。等到了地方就知道他想要干嘛了。不过话说回来，烈阳，你不觉得他那一身装备的外观有些眼熟吗？月秋疑惑地看了一眼前方的苏北，刚刚170级半神式魂帅降临，再加上苏北以27级的身份单杀170级半神式魂帅，给他和烈阳带来的震撼就跟海啸席卷、火山喷发一样炸裂，以至于根本就没顾得上观察苏北，直到这时才反应过来有些不对。毕竟苏北的等级太低了，27级斩杀170级，这本就是天方夜谭。而且再联想到噬魂帅临死前的话，摆明了苏北是借助了外物才能够与他一战，所以他就仔细观察了下苏北，结果还真有了些意外发现，但就是有些想不起来在哪见过。闻言，烈阳眼睛眯了眯，也忍不住点头道：“你这么一说，我好像还真是对他的装备有些印象，但却有些想不起来了，让我想想。”烈阳皱着眉头思索片刻，不多时，他脸上表情猛地一变，连带着飞行速度都下降了许多。月秋放缓速度，与烈阳并排飞行，眉头轻皱道：“怎么了？”烈阳向前望了望，在确定苏北无法听到两人谈话的时候，低声道：“你还记不记得韩冰曾经给我们看过的那本《神灵图鉴》？你是说他那一身装备？”月秋身子一震，终于想起为什么苏北的装备有些眼熟了，因为他身上穿的那一套装备外观在《神灵图鉴》上有着详细记载，那是属于蓝星第5尊神灵银天歌的物品。也就是说，眼前这个人得到了银天歌的所有物品，难怪他可以在这个级别就击杀 LV170级的噬魂帅。原来如此。忽然，两人忍不住相视了一眼，惊疑不定道：“莫非这个人见到了银天歌？”此话一出，两人都沉默了下来，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情。没过多久，烈阳忽然摇了摇头，否定道：“不对不对，银天歌那可是100年前就成神的人，据说早已进入神界，他一个27级的小白怎么可能见到？确实有些说不通。若非银天歌留下的，可是这个人是怎么得到的？不觉得很奇怪吗？”月秋深深看了一眼远处的金光，目光中有着深深的不解。可以肯定的是，这套装备绝对是属于银天歌的，也就只有神灵的力量才可以毫不费力的击杀半神。可问题是，他到底怎么得到的这身装备？月秋想了想，猜测道：“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银家借给他的？”闻言，烈阳撇了撇嘴：“别开玩笑了，银家人都是一群什么操蛋家伙，你还不清楚吗？再说了，若他们手里有这种装备，会满足于现在的地位。要我说，还是意外获得的面大。你说的也对，毕竟神明留下的装备价值无法估量。确实是这样，要是赢家的人知道有人穿着他们一族神明留下的装备，不知道会做出什么反应。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回收回去吧。嘿，哪那么容易？你也看到了，前面那个人穿上这身装备，屠 LV170半神就跟屠狗一般，他会对赢家屈服吗？这就不是我们能掺和的了。哎，都天市到了。两人交谈之间，不知不觉已临近了都天市。而此时，苏北已到达了都天市中心，望着断壁残垣，如同人间炼狱的都天市，心中微微一叹，还是需要尽快提升实力啊。苏北眼睛眯了眯，借助装备获得的力量，终究不是自己的，靠提升自身才是终极之路。而且他从人类神灵银天歌的记忆中了解了许多秘闻。虽然人类是这个星球的主宰者，又在神域的帮助下逐渐获得了超凡之力，甚至诞生了如半神、神灵一样的强者，可是在这寰宇之中依旧是很弱小的种族。要不然从蓝星出去的5位人类神灵也不会遭逢厄运，被人击杀在域外。正当苏北有些感叹时，烈阳与月秋终于姗姗来迟。见苏北正等在这两人，他俩急忙靠了过来：“不知道您叫我们过来有什么吩咐？”烈阳客气地问道，并没有因为苏北是 LV27级玩家而小看他，毕竟这可是击杀入侵怪物的功臣，要不然不知道会拼死多少半神，摧毁多少城池才能够击杀那2头怪物。于情于理也该对苏北敬重。苏北朝两人点点头，沉声道：“实不相瞒，次元壁垒被一股力量打破了，间接导致虚空族与蓝星相连，而那3头虚空族怪物正是透过那次元壁垒的缺口才入侵的蓝星。叫你们来是为了帮我找到这个破口，要不然将会有更多的虚空族怪物突破次元壁垒来到蓝星，后果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苏北轻描淡写地说着，可是却让烈阳与月秋心中突然一惊。次元壁垒被打破了？烈阳与月秋只感觉一股冷汗直冲头顶。次元壁垒被破，可以说真是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
这就相当于蓝星失去了一道最坚实的屏障，成为了一点防护能力都没有的状态。若要是处理不好，那将有无数怪物穿越次元通道到达蓝星。以蓝星目前的状态，可以说完全就是任人宰割。我们该怎么做？月秋急忙问道。苏北沉吟了下，说道：次元壁垒的缺口应该就在都天市的某个角落，因为虚空族那3个家伙就在这里降临的。那我们分头去找吧。烈阳与月秋皆知道次元壁垒被破的后果，两人都很焦急。苏北点点头道：好，要是我们3个人谁发现了，就往天空释放一道法术吧，这样的话其余2人就能以最快的时间赶过去了。几人正待分开，就在这时，一股熟悉的能量波动忽然从东南方向升腾。在那边，苏北目光刚刚投向东南方向，忽然一道贯穿天地，让众生都感到震颤的神灵伟力突然冲霄而上，一瞬间横扫整个蓝星。这是神灵的力量。